这个小孩一出生便引发天地异象，9天之上，惊雷动，有诸多圣人虚影从苍穹浮现而出，皆是对着君家神道的方向朝拜。这是荒古圣体呀！没错，绝对是荒古圣体无疑。为何苍天要这般对待我君家呀？族中出了荒古圣体，他们不但没有惊喜，反而捶胸顿足，很是失落。因为他是荒古圣体，因天地法则改变，不再适合荒古圣体修行，还会将其压制成长。我去，我穿越了，而且还附带着一具鸡肋的荒古圣体。恭喜宿主得到签到系统，签到地点刷新，出生地天地宫。果然有系统啊！此次签到触发仙人幸运暴击，可获得5星以上稀有奖励，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8项稀有奖励，古圣体一具。发生什么了？10道半虚幻的金色枷锁齐齐破碎。天哪，怎么回事？天穹上竟然有圣人虚影的显化！他们朝拜的方向是黄州君家，绝对是君家那位怀胎10年的麒麟子出事了。他究竟是何种体质，竟然引动了万圣朝拜的异象？哎呀，这是我孙儿，我的孙儿有大帝之姿啊！那太古皇族祖龙朝出了一位身怀地龙血的龙傲天，就敢挑衅我们君家，说我们君家年轻一代无人，当真是可笑至极呀！就在祖老谈笑之间，君逍遥修为连续攀升，炼金、断骨、换血、通窍、聚灵，连破肉身5关。打破了枷锁的荒古圣体，真他娘的是妖孽呀！恭喜宿主得到签到系统。好吧，连系统都不想让我低调啊！签到地点刷新，请在太岳古碑签到。太岳古碑？那是在什么地方？哎呀，对了，还没给我的宝贝孙儿起名字呢，要不叫他君长生怎么样？寓意他日后要正道长生。去你大爷的吧，会不会取名啊？现在阿猫阿狗都叫长生了，这孩子可是荒古圣体呀！不如就叫他逍遥吧。夫君曾说过，成仙容易，逍遥难。我只希望我的孩儿日后逍遥一生。好吧，那就叫逍遥了。战天啊，莫要忧心，君无悔可是白衣神王，岂会那么容易陨落？而且这孩子啊，日后成长起来，未必不能去寻找帮助他的父亲。也对，我还有宝贝孙儿呢。逍遥是大成荒古圣体的消息要传出去，怕是会引起仙域震动。要知道，暗地里想对我君家不利的势力也不少啊。你的意思是动用手段掩盖逍遥身上的圣体波动？哼，我君家后人什么时候学会遮遮掩掩了？一具圣体都保护不了吗？那股波动，好强大的气息！是沉眠在祖祠里的老祖宗从棺材里爬出来了。那可是君家的老祖级人物，很多君家人一辈子都无缘见老祖一面。是18祖，见过18祖，见过18祖。这位灰袍老者可是君家真正的老祖级人物，埋在君家祖祠无数年。这是我君家老祖吗？啊，好强大的气息啊！比爷爷的气息还要强大。好，我君家又出了一头真龙，你们这些蠢东西竟然还想掩盖这孩子的光芒，
我说十八祖，我是怕日后有人对我孙儿不利。哼，我看谁敢！那些个老夫死的，若是敢拉下脸面对逍遥出手，老夫不计掀起不朽战，杀他个天翻地覆，血流1万里。老夫宣布，以后这孩子就是我君家神子，所有修炼资源向他倾斜，就算硬堆，也得堆出一具大成圣体出来，而且赐予这孩子0号序列的资格。啊？什么？如果说只是赐予神子身份，那倒也罢了，毕竟只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序列可就不同了，君家序列是有资格去争夺家主之位的。君家年轻一代人数足有数万人，但获得序列身份的也仅有10人而已。这10人每一个拿出去都可惊艳一个时代，是君家最优秀的10大天骄。而在10大序列之上，更有一个0号序列，0代表一无所有，也代表无限可能。上一代的0号序列正是君逍遥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十八族，这未免有些不妥吧？会让其他序列心生不满啊！哼，他们不满，让他们日后自己去争，争得过逍遥再说。无敌天赋加背景，系统辅助，有这种完美开局，说还不能镇压一个时代，那只能说我是个菜逼。逍遥啊，肉身境5大境界之后，便是神藏境5大境界，分别是心之神藏、肝之神藏、脾之神藏、肺之神藏、肾之神藏，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等到神藏5境大成后，便可聚灵海，凝神功，化真灵。爷爷，那一般突破神藏5境需要多长时间啊？这一般天骄啊，大约需要5年。像你爷爷我这种天骄，只要3年就可以了。你乃是荒古圣体，肉身无双，或许1-2年时间就够了。指明修炼道路后，君逍遥便开始沉下心来修炼。君逍遥体内如有神雷在轰鸣，金色的气血充溢全身。这3年的积淀在此刻尽数爆发。哎呦，他奶奶的，这也太妖孽了吧！我话还没说完，你就突破了。然而就在君战天震惊之际，君逍遥心脏内仿佛有一扇门户被轰破了。君逍遥只感觉肉身增强了数倍，无尽金色气血滚滚汹涌，他的力量瞬间暴涨了10倍。这就打开了心之神藏吗？好像也不过如此嘛。既然顺利突破了，君逍遥也没有迟疑，继续开始冲击下一个神藏门户。最后在1天时间将要过去时，君逍遥通体一震，5大神藏全部轰开。在体内5大神藏打开的刹那，君逍遥感觉自己好似化为了一方战神，可镇压寰宇十方。哎呦，他奶奶的！当初老子突破神藏5境也用了2年时间呢。哎呦，这孙子竟然1天就突破了！爷爷，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呢。哎呀，小祖宗，你咋了？莫非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我怎么感觉肾之神藏的力量要比其他4个神藏更加的强大？爷爷，我没什么问题吧？当然没事了。逍遥啊，你以后可要为爷爷这一脉多多开枝散叶，等到10岁宴的时候，我托江柔去把他们江家的掌上明珠赐婚给你啊！对了，爷爷，你知道太岳古碑是什么吗？你说那块石头啊，原本是黄天仙域的一座石碑，用来检测肉身实力，后来被我们君家挖了出来，放在斗武场里，供后辈子弟检测肉身的。哎呀，君家倒是真是霸道，直接把太岳古碑给挖了回来。
爷爷，我想去太岳古碑试试。爷爷放心吧，我呢只是去试一试，失败了也没什么的。到时候跟在孙子后面，失败了也好安慰安慰他。那好吧。3年了，终于可以走出了天地宫了。太岳古碑签到，不知道能获得什么奖励。君家斗武场位于一处悬浮于虚空的巨型岛屿之上，许多君家后辈都会在斗武场内修炼。此刻，在太岳古碑旁，一位身着宫装的少女正在调息，准备挑战太岳古碑。不知道这次君玲珑又会创造什么成绩出来啊？他身怀7角玲珑心参悟各种功法速度都极快，想必各种炼体功法都被他练成了吧？听说有几位序列都想招揽君玲珑当追随者，但是却被他拒绝了。7角玲珑心又被称为圣人之心，代表日后君玲珑只要不陨落，则注定成圣。震天金掌！哎呦，这君玲珑好强啊，比上一次又多增加了3万斤巨力啊！哎呦，了不得呀！君玲珑，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只增长了3万斤的力气啊？是蓝清雅啊，第10序列军杖剑的追随者。军杖剑虽然很是不错，但还不是最好。我君玲珑追随之人将是可镇压一个时代的存在。7角玲珑心还有一个潜藏的能力，就是隐约可以窥见一角未来。在那一角未来中，君玲珑看到了一道模糊的超然身影，一袭白衣，背对众生，亿万生灵、太古万族都在他背后拜服，高呼起君天地的名号。镇压一个时代，君玲珑，你这借口未免有些可笑了。就在这时，远处天空之上，一只白鹤注意力，白鹤之上有一位幼小神灵般的身影。那道身影是谁呀？这看起来好年幼啊，这么小就来斗场了吗？小孩，你是君家哪一脉的人？为何从未见过你？你们当然没见过我，我是第一次从天地宫出来。你莫非是3年前的？没错，我就是君逍遥。一语落下，整个斗武场都是一片惊哗。君逍遥如今的身份地位，丝毫不逊色于10大序列。拜见神子大人。不对啊，按照套路，这种情况不应该是有人出来质疑我，然后被我疯狂打脸吗？表现得这么乖顺，还让我怎么装逼啊？算了，既然没人挑衅，那我还是赶快签到吧。已到达签到地太岳古碑，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6星奖励神象镇域镜。神象镇域，以气引神，以神成象，一拳之下开山断海。原本以为6星奖励会远不如8星奖励，现在看来也还不错。怎么回事啊？神子不是来测试的吗？怎么坐在那儿了？这种悸动的感觉，莫非他真的是……这就是那位神子吗？感觉也不怎么样啊，而且年纪还这么小，难道他要挑战太岳古碑不成？再创万古奇境，赐天道奖励。人体内10万威力，先将威力化为具象，全部觉醒后，具象化为龙象，龙象化为元象，元象化为神象。觉醒了一颗威力，接下来就方便多了。我倒要看看万古圣体一次性能觉醒多少具象威力。好强大的气血，那是什么功法？为何我从未见过？觉醒了1000具象威力，还顺带突破了灵海境。3岁的灵海境高手，我孙子简直是变态呀！不过他那门功法究竟是从何而来，倒真是有点东西啊。觉醒了1000具象威力，倒是要试一试。
神子要挑战太岳古碑了，他能打破军长剑的记录吗？啊，这再创万古奇境，自天道奖励。神子大人打破了万古极境。哈哈哈哈！哎呀，孙子牛逼呀！真是给老头子我长脸呐！爷爷，这太岳古碑碎了。没事儿，不就一块破石头吗？碎了就碎了。你可是又给我君家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呀！虚空之中，一团混沌光芒浮现，是一种至高的炼魂法门——混沌神魔观降符。哼，有意思，这是要让我肉身和神魂皆无敌吗？18宿有感，万古极境被打破，奖励君逍遥神子3株不死神药。待我转告，多谢18族赏赐。神子，请留步。你是？小女子君玲珑，见过逍遥神子，有事。玲珑希望能够成为神子的追随者，现在每天是爷爷照顾我起居，除了给我讲道，就是唠叨我长大要给君家开枝散叶。让君玲珑当个丫鬟伺候我起居也不错。君玲珑，你竟然主动要追随别人，怎么了？仗剑公子要招揽你，却被你拒绝，而你却主动追随他人，这让仗剑公子的脸往哪里放啊？君仗剑很优秀，但我君玲珑追随之人将是镇压一个时代的存在。镇压一个时代？你的意思难道是指他？哼，哪来的不知礼数的东西？以后若是有机会，倒是想和仗剑族兄切磋一下。至于你，滚吧。会伺候人吗？好，那我同意了。神子大人问了这么多，那么玲珑可否也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若神子大人日后成为天帝，该当如何？很简单，我为天帝，当镇杀世间一切敌。误会，你的孩儿果然如同当年的你一般豪情万丈啊！君家这一代野心不小啊！镇杀世间一切敌，君无悔的后人狂妄到这种地步了吗？这一世地理将现，我族龙傲天等后人将会让君家等荒古世家明白，何谓天骄地血，满目凄凉。君逍遥恐怕也没想到，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竟然会引起这种震动。爷爷，以后有玲珑照顾孙儿起居，您就不用天天来了。嘿呦，你这臭小子见色忘爷是吧？拗不过君逍遥，君战天还是妥协了，但有时需要讲道的话，他还是会前来。接下来数日，君逍遥都在参悟神象镇狱境这门炼体功法。神象镇狱境有着种种武学法门的演化。这神象镇狱境实在是太实用了。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了，请在10岁宴上签到。看来签到的地点和时间是随机的，并没有规律。是仗剑公子，他又要突破了。青雅，你一直在等我吗？仗剑公子，怎么了嘛？又是谁惹你不开心了？仗剑公子，清雅都是为了您的面子着想，谁曾想那君逍遥和君玲珑……你说你得罪了君逍遥？是啊，仗剑公子，您可一定要为清雅讨回一个公道。
你这是想害死我吗？张建公子，你打我！混账！谁让你去招惹君逍遥的呀？我都是为了张建公子您着想啊！您之前招揽君玲珑被他无视，结果他却愿意追随那个君逍遥。混账！哎呀，你知道君逍遥是什么身份吗？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不就是那个君无悔吗？如今都下落不明。别说君逍遥是无悔族叔的儿子，他的母亲也是江家神女的，他还得到了18族的重视。你招惹他，是想让我丢掉第10区里的位置吗？张建公子，九雅错了，饶了九雅吧。哼，去向君逍遥负荆请罪。张建公子，我这就去。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吧，这样才显得有诚意。神子大人，君仗剑公子前来天地宫了。终于来了吗？害我等了这么多天。哈哈，逍遥祖弟，自你出生到现在，这还是第一次见面，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着实有些可惜啊。我擦，这剧情不对啊！我麾下的追随者招惹了逍遥祖弟，特意让他前来负荆请罪的。还希望逍遥祖弟大人有大量啊。希望神子大人还有君玲珑能够饶恕青雅。君玲珑俏脸冷淡，君逍遥亦是沉吟不语。他真的怕君逍遥告状18族，那他的序列前途可就全毁了。啊，对了，我之前意外得到了2块元天至尊令，传闻可能同天元至尊的秘藏有关，多一块我也无用，就送给逍遥祖弟了。圣境之上便是至尊之境，那可是真正踏立在仙域巅峰的存在，不朽不灭，威慑万古时空。这样一位至尊的秘藏，价值无法想象。就在君逍遥思索之际，脑海中再度有系统的声音传出：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元天至尊秘藏签到。又有新的签到地点了。哼，仗剑祖兄，你可真是太见外了。哎呦我操！剑外你别拿呀！我可能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啊！哎呀，好疼啊！之前君仗剑曾隐隐听他这一脉的族老说过，君逍遥乃是荒古圣体。逍遥祖弟，真的是传闻中的荒古圣体吗？没错。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慢着，逍遥祖弟，你仗剑祖兄，你误会了，我呢只是太无聊，想和你切磋一番。逍遥祖弟，你尚且年幼，没有必要如此。等你日后长大了，我们再来切磋吧。只是切磋而已，希望族兄莫要拒绝。既然如此，那好吧。不过希望族弟量力而行。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来赔礼道歉的吗？怎么还打起来了呢？不对，看逍遥神子的模样，他们应该没有发生冲突，只是切磋而已。逍遥祖弟，小心了。嘿，仗剑族兄，你不能因为我年纪小就对我如此谦让，这是对我的侮辱。我捂你奶奶个腿呀！明明是你太变态了吧！哎呀，抱歉啊，仗剑族兄，误会了你，还以为你是谦让呢，没想到你是真的尽力了啊！真是个怪物，再给他几年，那不是要上天了？君仗剑脸色一阵青一阵红，刚才还想着出手不能太重，若是伤到君逍遥就不好了。现在倒好，自己满身尘土，浑身是伤。逍遥族弟果然有神人之姿，族兄佩服。等到你10岁之后，定然可以成为序列，甚至在我之上。
哦，对了，张建祖兄，你身为蓄力，没必要让什么阿猫阿狗都当追随者，那样有失身份。知晓了，逍遥族弟，再会。我的手段还是不足啊。去找爷爷问问。看在往日的情面上，你离开君家吧。不，张建公子，别赶亲家走。滚吧！若不是你，我怎么会惹上这样的麻烦，还丢了这么大的脸？君逍遥，都是你仗着身份欺压他人，打破了一道枷锁的荒古圣体。若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君家的敌对势力，或是太古皇族，以他有限的想象力，根本无法想象君逍遥是打破10道枷锁的荒古圣体。以他自己的能力，下辈子也绝对报复不了君逍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什么？你要学武学神通？这未免太好高骛远了吧？就让我试一试嘛。若是耗费的时间太多，大不了不学嘛。那好吧。此乃兵法诀，修炼大成后，法力可凝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神兵。兵法诀一出，万千神兵随行，斩天灭地，威力强绝呀！嘿嘿，孙子，你跟爷爷斗还是太嫩了点儿。这门神通，爷爷当年也是足足修炼了1年才堪堪入门。爷爷，都过了几天了，我才堪堪入门。修炼神通果然很复杂。哎呀，爷爷，你没事吧？没什么，没什么。以后想学什么神通呢，自己去五阁找找。爷爷想静静。父皇，玉儿一定会找到不死妖解救你。玉儿，为难你了。不死药强求不来。父皇放心，凭借玉儿的本事，一定能够得到不死药。我那未婚夫萧晨，身为青龙古国大皇子，竟然无法拿来一株不死药。对了，怎么差点忘了我的那位闺蜜君玲珑。一开口就是一株不死药，胃口倒是不小，不过和他好歹也算认识一场。玲珑，泡茶。怎么了？有事？没有。说吧，瞒得过我吗？君玲珑微微咬唇，终究还是把拜月儿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如此哈，不死药嘛，我倒是不缺。既然是你的闺蜜，给一株也未尝不可。让她过来拿吧。这就给了？土豪的世界，他果然不懂。不过君玲珑还是回信给了拜月儿。君逍遥自然不是想当老好人，而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圣母之类的人设可不适合他。朱雀古国，虽然近年来国力衰微，倒是可以收揽过来，说不定还可以顺便把其他3个古国也一并收为附庸势力。君家的一位天之骄子答应给我一株不死药，莫非是看上我了？果然，哪怕是君家的天骄，也难以免俗。神子大人，他已经来了。走吧，去看看这位皇女。不过多时，拜月儿听到了脚步声，一眼看去，君逍遥身旁一身宫装的君玲珑慢半拍跟在他脚后。拜月儿看到这个细节，更是心底深吸了一口气。这位君家天骄究竟是何来历？莫非是一位蓄力？你就是拜玉儿？正是。你想要求一株不死药救你的父亲？没错，希望公子发发善心，能够伸出援手。哼，怎么感觉这态度不太对啊？好像他根本不是来求药，而是理所当然的前来索取。哦，
不过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毕竟不死药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哼，果然是带着目的的吗？公子献出一株不死药，则能够挽救一条生命，这对公子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却收获功德与美名。难道公子不愿意吗？我愿意你个锤子！哼，原来我也有被道德绑架的一天。请问我们认识多久了？玉儿与公子乃是初次见面。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这般理所当然的索取，虽然之前答应过你，但我有说过免费送给你吗？可公子您并不差这不死药，随便送一株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乃至亿万生灵，为何不愿意呢？很简单，因为不死药是我的，只要我愿意，哪怕给一条狗都可以。公子何必找借口呢？不就是馋我的身子吗？不过很可惜，玉儿已经有未婚夫了，这个条件恕难从命。哼，你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本神子有这个必要吗？天啊，难道这位的身份是君家神子？付出才有收获，这个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看来你并不懂。啊，在神子大人面前这般失礼，我也帮不了你了。不，求求你帮帮我，我父皇还需要不死药救命，他可能撑不了几年了。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愿意长跪在神子寝宫外，祈求神子的饶恕。啊！突破到神功九重天了！不行，还不够。在10岁宴时，我最少也要突破到真灵境。玲珑，进来，还有朱雀古国的事情需要办一下。神子大人，你这是要……玲珑，带我去一趟朱雀古国，跟那朱雀国主说，若愿意臣服于我，这株不死药便给他救命。是，玲珑一定办到。我这就去告诉那拜玉儿。慢着，先别告诉拜玉儿，让他继续跪着。此药的事情也不能让朱雀古国告诉拜玉儿。怎么感觉我越来越有反派的作风了？嗨，见过神子大人。神子大人，玉儿知错了，请您原谅玉儿一次。知错就好，起来吧，毕竟我也不是什么魔鬼嘛。这不死药都已经拿出去了，还让人家在那跪了一整年，还说自己不是魔鬼，真是老魔鬼了。多谢神子大人宽恕，玉儿告退了。哼，拜玉儿，你不想要不死药了吗？能够得到神子大人的原谅已是幸运，玉儿又怎敢奢求？那你为何不联系一下朱雀古国呢？君家前段时间送来了不死药，国主不但恢复了，现在正在闭关，冲击更高的境界。这一切都是神子大人的恩泽呀！神子大人，是你？本神子说过，我可不是什么魔鬼。玉儿愿意一辈子侍奉神子大人，为奴为婢。莫敢不从，如为此事，天打雷劈。君家神子在何方？欺辱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有种和我一战！启禀神子，门外有一位少年放肆，应该是青龙古国之人。放他进来，这事我来解决。是。玉儿，你快过来！此人竟然敢这般逼迫你！小臣，你住口！竟然敢对神子大人不敬！玉儿，我是来救你的呀，你怎么替他说话呢？够了，我是自愿的。神子大人愿意宽恕我，我高兴还来不及，你来凑什么热闹？玉儿，你怎么会这样？难道是他将你逼迫成这样的？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萧晨，你离开吧。你叫君逍遥是吧？一定是你！你给玉儿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不会吧？竟然是戒指老爷爷背叛未婚妻的套路。哼，有点意思。这萧晨是想上门打我的脸。够了，萧晨，我心意已决，将一辈子侍奉神子大人为奴为婢。你我之间的婚约就此作罢吧。哈哈，原来是这样吗？你这个贱人，用自己的身体去换不死药！哼，亏你还是拜玉儿的未婚夫，竟然这样污蔑她的清白。我一个外人都为拜玉儿感觉心寒彻骨。神子大人，该死！你这个贱人！君逍遥，你敢不敢和我公平一战？那好，去斗武场。听闻有一个不长眼的家伙想要挑战神子大人。啊，青龙古国那位皇子吗？还真是蠢的可以啊。是啊，神子大人能够屈尊和他交手，已经是他的荣幸了。哼，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出生荒古世家又如何？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人定胜天。你可以出手了。哼，我若出手，你可能没有还手的机会。是吗？那好吧。怎么可能？苍龙破天拳！苍龙破天拳！我的乖乖，神子大人竟然已经神功九重天了，这样一来，他岂不是快要突破到真灵境了？哎，这萧晨真是个废材，神子大人才9岁，萧晨都15、16岁了，年纪大一倍都打不过，我都替他丢人。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先让你出手，是想给你挣扎的机会，免得太过无趣。现在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君逍遥，你休要猖狂！我的决斗还没有结束。龙气加身，颇有气运福泽，是个不错的苗子。呵呵，可惜招惹了你家孙子，下场怕是不太好过哟。哎呀，这是当着我的面开挂了。君逍遥，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看我一招败你！青龙天印！可悲！就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本神子面前，你是龙也得盘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萧晨，已经够了！以神子大人的实力，他是可以轻易斩杀你的，但他已经对你留情了。闭嘴！你这个贱人，我需要君逍遥留情吗？这个蠢丫头是在给我拉仇恨啊！你好，算我好心当做驴肝肺。君逍遥，你别得意！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3年之后，你我再一战。慢着，我有说过让你离开吗？你想做什么？在我君家对本神子放狠话，然后就想安然离去，把本神子当了什么？那你还想干嘛？难不成你怕我3年之后将你击败？哼，少用激将法。不过我的确不打算现在镇杀。你想做什么？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的龙气我看上。卑鄙无耻！我的龙气！聒噪！
你竟然废了我全身的经脉！神子大人，你体内有朱雀神火，搭配青龙之气，应该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多谢神子大人。来人，将他扔出山门之外！该死！君逍遥，如果有一丝机会，今日的痛苦我都要千倍百倍的还给你。我青龙古国后人都像你这样一般没有志气吗？你是我青龙古国的开国老祖青龙上人，青龙古国大皇子萧晨见过老祖。本座早在数年前便已经苏醒了，察觉到你是国运之子，便输送你法力以及各种资源，没想到你还是败于那君家神子。老祖，那时候你为何不直接出手镇杀那君逍遥？哼，愚昧！那时候本座若出手，结果就是你我都走不出君家。老祖，你可是一位准至尊啊，难道还无法让君家忌惮吗？别说本座现在实力势不存一，就算是鼎盛时期也奈何不了君家分号。荒古世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样，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无法报仇雪恨了吗？别气馁，你是国运之子，青龙古国日后还需要你，本座也不会让你这般黯然收场的。请老祖相助，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小子都愿意。你浑身经脉修为虽然被废，但也算是祸福相依吧。这门准圣至尊功法青天化龙诀，乃是本座曾经修炼的功法，刚好传授于你。青天化龙，不破不立。呵呵，君逍遥，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过傲慢自满，放了我一条生路。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以他的性格，竟然会来参加逍遥族弟的10岁宴，真是稀奇啊！或许他是想来见证神子的实力，毕竟日后神子很可能跻身于10大序列之一。哈哈哈哈！诸位，感谢前来参加我孙儿的10岁宴，老夫在此多谢了。客气了，哈哈哈！能够窥见神子阵容，也是我们的荣幸。不知那位神子大人现在在何处啊？抱歉了各位，我孙儿一直在闭馆，至今未出。不过，应该也快了吧。好像是有人在突破境界。是那位神子吗？可是这突破境界的气息，未免也有些太恐怖了吧？已经到我的10岁宴了吗？神子大人，宴席已经开始了。先去大殿了。感谢诸位前来参加君某的宴席。哇，你就是君家神子君逍遥吗？你是？我叫江洛离。多谢江姑娘赏脸，前来赴宴。呵呵，逍遥，快过来，这是母亲的远房表妹，你的小姨江圣依。还有洛离，这是我江家的掌上明珠，正好熟络熟络。小姨，这称呼可是要把人叫老了，要叫姐。感谢诸位前辈赴孙儿之宴。今日在这宴会上，我君家还有一事要宣布。究竟是何事啊？
想必诸位也知晓了，我君家有10大序列，个个都是盖世天骄，但在10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我君家神子君逍遥将是君家的0号序列，地位在10大序列之上。没想到神子竟然已经是0号序列了。族老，在下有一疑问。你有什么问题？敢问君逍遥可曾参加序列争夺，对家族有重大贡献，过五关斩六将，自己夺得序列之位？不曾。哼，既然如此，君逍遥何德何能无理由成为0号序列？你既然有这么多疑问，那君某便告诉你，0号序列身份乃是18族所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信任我，有我在，君家何愁大地不出？好，是18族。是万劫失礼了，尚有其他事情，告辞。君万劫，希望你别像萧晨那样蠢，不然的话，哪怕你是君家人，我也不会有丝毫留手。君家神子口气果然猖狂，就不知你的实力是否配得上你的口气了。那是太古皇族祖龙朝的龙子啊！怎么，堂堂荒古世家君家，难道连门都不敢让人进了吗？祖龙朝，爷爷，让他们进来吧，不过是几条泥鳅而已。是你，南庆啊，这是怎么回事？你在说什么呀？她现在是我的奴，呵呵，你说是吗？是的，清雅是龙子大人的女人。你这个贱人！该死，这件事若处理不好，我的序列身份都有可能保不住。没想到啊，祖龙朝的龙子竟然还有这样的爱好。爱好？我君家序列不要之人，你倒是愿意接纳包容，还真是老接盘侠了。神子，都是自家人，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哼，君无悔的后人只会逞口舌之力吗？那倒是有些令人失望了。哼，没错，不就是荒古圣体，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在龙子大人面前也不过尔尔。不过一重劫而已，也很聒噪。敢当着我的面出手，未免猖狂！这位神子大人实在杀伐果断，哪怕是女子都照杀不误啊！你该死啊！这君逍遥哪怕是荒古圣体，肉身也不可能强到这种地步啊！君家神子，你果真是卑鄙啊！竟然敢突然出手击击！放肆！有君家神子，岂是你们这群蝼蚁能随意非议的？就让无影时来会会，这那位传的神乎其神的君家神子究竟有几分本事？就凭你，和神子交手！君家神子又如何？0号序列又如何？今日宴席将是你们君家的耻辱，在我君家还没有你们放肆的资格。冰天雪莲，你去！剑体，万剑归一。你该死啊！
小心！神子，君家神子的传说还未开始就要结束了吗？那种状态就这？你的肉身，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拉不下脸面，强行压制体内伤势？你想多了。你先退下吧，这只泥鳅交给我。荒古圣体，即便受到天地禁锢，亦是横不如丝啊！这都没死，难道这龙昊天融合了一枚龙元？莫非是因为龙元的缘故？不行，无论如何，我今日都不能败。原本还想打好基础再突破，君逍遥，都是因为你呀！是龙元，龙昊天不仅是结界，更是催动了龙元之力。真龙困天术，这倒是有点意思。真龙困天术应该是真龙大神通演化出来的攻击神通，太恐怖了。已经在食色宴上，宿主是否签到？还以为系统失灵了呢。不过正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签到。恭喜宿主获得七星奖励至尊骨。逍遥竟然有至尊骨！至尊骨，这怎么可能？哼！至尊骨又如何？直接杀了你！倒是要试一试这块至尊骨的威力。君逍遥，你敢！本神子有何不敢的？君家小辈尔敢？君家小辈做人莫要太绝，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怎么？你难道也要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吗？哼！我的兄长龙傲天会让你尝到惨败的。可惜，无论如何，你也看不到了。兄长，不会放过你的。该死啊！什么时候，区区一个准至尊也敢在我君家放肆？逍遥，宴会之后前来见吾。不知老祖让晚辈前来是有何事？你难道不想学陆仙剑诀吗？在荒天仙域剑诀无数，但真正能位列巅峰的乃是五大神诀。我君家的陆仙剑诀便是五大神诀之一。五大神诀？之前不给你是怕耽误你的修行，不过现在你即将出门行走天下，也的确需要一手底牌了。这3招，你能在3年内入门第一时，便有可能彻底修炼成功啊！3年吗？我可等不了这么久啊！那是陆仙剑诀的气息，难道是18祖？不对，此剑芒威力虽惊人，却还达不到18祖的高度，是神子。唉，第一式竟然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这陆仙剑诀倒真是难学。
老祖，怎么了？没什么。老祖，我想躺回棺材里睡一下。多谢老祖赐招，逍遥告退。神子，天元至尊秘藏有消息了。哦，秘藏要出事了。没错，有消息说南元道州有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若无意外，当是元天至尊秘藏无疑了。那好，准备一番过后就可以出发了。哈哈哈哈！没想到这次是君祖老亲自前来，倒是令我道济天宗蓬荜生辉呀！哈哈哈哈！老道人客气了。对了，那位神子，没想到还能让前辈记住，倒是让君某受宠若惊。哈哈哈！神子客气了。老道早已备好住所，各位请。已经来了吗？哼，我会向君家证明，他不配0号序列的位置。公子，清新灵茶已经买回来了。好的。怎么回事？抱歉，神子，我没能挡住那君万劫。说清楚。君仗剑把君玲珑去买茶中途被君万劫教训的过程说了一遍。都受伤了，还想着给我买茶，傻吗？公子要喝，玲珑自是要买来。走吧。啊，去哪儿？当然是去找那君万劫了。大人，你的实力既然如此之强，为何不去直接将那君逍遥镇压了？首先，那君逍遥乃是荒古圣体加至尊骨，实力并不弱。若不是我占据了年龄和境界的优势，或许还真对付不了他。还是大人运筹帷幄，属下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我敢保证，那君逍遥会暂时忍着。他最少也要等到秘藏之事过后才敢对我出手。哼！世人蒙毅，君逍遥，你这是什么意思？谁给你的胆子动本神子的人？只是稍微惩戒了一下，也没真把他们怎么样。神子的气量只有这么一点吗？你说的对，我的气量的确很小。既然这样的话，是你先挑事的吧？像你这种没脑子的追随者，杀了也罢。够了，住手！本神子要杀人，你拦得住？君逍遥，神子小心！君逍遥，你的实力，我不信，再来！我修至尊法，身具雷劫战体，当替天行法，掌控万道雷劫，八雷尽绝，黄雷神。天在本神子面前也得俯首称臣，何况是你？君逍遥，放开你的脚！老老实实当自己的第5序列不好吗？偏偏这么不长眼。我没有败，只要给我时间。我对手下败将没兴趣，
便是给你10万年的时间，你也只能徒劳看着我的背影，直至遥望不见。君逍遥，你这……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向我臣服，种下奴印，或者我耐心有限，只给你3个呼吸的时间。君万劫，愿臣服公子。你的选择让本神子意外。回禀公子，我有一亲妹妹，她在幼时被放在了下界，我发誓一定要带她回仙域，所以我不能死。此事之后再说吧。如果本神子有机会下界的话，也未尝不可顺便将你妹妹带回。多谢公子，之前是万劫有眼无珠，不自量力。回去吧，等待元天至尊秘藏开启。我姬家天骄的名声就由我在天元秘藏打响了。哼，至尊秘藏，远古龙骨，我萧晨势在必得。君逍遥，等着！终于要开始了，出发。是。看来我这位外甥大事出城。他应该就是姬家的那位小妇人了吧？哼，他曾经仗着境界胜过我几招，便到处宣传，说自己战胜了君家序列。哦，原来还有这种事！圣人王的手骨，该不该抢过来？我真想把姬玄按在地上摩擦。稍安勿躁，等到了至尊秘藏再说吧。接下来，君逍遥等人便是彻底的深入太荒森林。名列前茅的，自然就是他们这些不朽道统的顶尖天骄。继续前进。不愧是君家神子啊！一般神条境修士难以对付，他一掌就拍死了。姬家的小圣人也有无敌之姿啊！举手投足间便可以震杀强大凶兽。君逍遥，等我融合了远古龙骨，将青龙化龙诀修炼到大成后，我忍得念将你踩在脚下。韭菜果然出现了，看来发育的不错，长势喜人，没有让我失望啊。看来那座至尊秘藏就在这大地裂缝之下，不过好似有了某种诡异的变化。是太古一种恶魔猿。你们君家的神子怕是要有麻烦了。我们呐，跟那些不朽道统的传人，简直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呐。我这孙儿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得低调。这个大争之事，怕是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了。结果未出，现在说这些未免太早了。你就是君逍遥？你是？我乃祖龙朝苍龙一脉，龙碧池。真是一个口吐芬芳的好名字。不错，人族的年轻至尊，你实力很强，有资格追随本王。人族连当追随者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配成为血食。你们这群太古种族，
都这么没脑子吗？找死！人族，你太猖狂了！人族，哪怕你是荒古世家神子，今日也要让你付出代价。这君家神子究竟是真有底气，还是在找死？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装吗？哼！两头畜生，焉可翻天！找死！回去之后做手撕鸡吃。勉勉强强当我的坐骑吧。服了，服了！身子别杀我！不知融合了7颗龙元，加上地龙之血的龙傲天，是否能够胜过君家神子？他难道……姬玄，就让你当我的寻宝鼠吧。哼，整座元天秘藏尽在我掌控之中。雪凤、仗剑，你们暗中去寻找姬玄，不过先不要打草惊蛇。万劫，走。小陈，再往左边走，然后直行。本座已经感应到了远古龙骨的气息，就在不远处。啊，这就是远古龙骨吗？那难道是传说中至尊祖龙骨？至尊祖龙骨，至尊祖龙骨，那是拥有祖龙血脉的龙族至尊所遗留下来的骨，远比远古龙骨更加强大呀！发达了，我萧晨要发达了！哈哈哈哈哈哈！但是老祖啊，为什么我看着龙骨这么像狗骨头呢？这个。应该是活着的时候，太狗了，狗疼大地了。对，那是远古龙骨啊，还有至尊祖龙骨，是祖龙朝的那一位。没想到还有人族比我先到，看在本龙女心情好的份上，你滚吧，离开吧，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染指的。啊，明月。是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敢插手祖龙朝的事情？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萧晨，你的那位仇敌不会就是君家神子吧？哼，不是他还是谁？我萧晨发个誓，3年之约，一定要报仇。不错。拥有祖龙血脉的至尊之骨，哪怕在祖龙朝都找不出几具。君逍遥，你早就知道我进入元天至尊秘藏了。哼，你说呢？但你那时候并没有出手，就是为了让我找到机缘，然后在背后摘桃子。看来你还不算太傻啊。青龙镇魔！不动青龙钟。萧晨，公子，那位女子是盘武神朝。哦，盘武神朝，君家神子太可怕了。把面纱揭开，本神子不喜有人在我面前遮遮掩掩。你，哼，怎么，要我亲自动手吗？原来是个大美人，也难怪能把萧晨这小子迷得神魂颠倒。君家神子，你不要侮辱人，萧晨才不是因为我的容貌而对我好。那萧晨不过是馋你的身子，还有利用你背后的势力对付我而已。君逍遥，住口！郭子，君家神子，我乃神朝长公主，你别乱来。如果想要龙骨的话，直接给你便是。武明月，别拿你神朝长公主的身份来压人，换作是别人，
或许还会忌惮，但对本神子而言嘛，哼。君逍遥，直说吧，要怎么做你才能放过萧晨？本神子只有一个条件，放开神功，让我种下奴印。君逍遥，你这个条件未免太过分了。你认为你还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好吧，我同意了。武明月，你若敢耍任何手段，本神子会立刻要了萧晨的命。对了，接下来就该收割另一颗韭菜了。终于走到这儿了。接下来，只有拥有元天至尊令的人才能通过这古阵传送到秘藏深处，取得最大的机缘了。仗剑，我先传送进去跟上的机旋，你传信给神子，让他过来。好。我说怎么感觉一直有人跟在身后？原来是你啊，君雪皇。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哼，早就发现了，只不过一直没表露。但我没想到你会一直跟到这里来。所以呢，现在你要如何？我要如何？哈哈哈！本来我不想同你们君家有什么冲突，但你这举动太过分了。皇上之权，君雪皇，在此地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有，告诉那君逍遥，让他别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来，不然的话，哼！这里就是天元秘境的最深处。已到天元至尊秘藏，宿主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5星奖励元皇道剑。元皇道剑是元天至尊成名的绝学，乃是5大神诀之一，和我君家的戮仙剑诀齐名。是雪皇，他出事了。抱歉，来晚了。神子，什么情况？告诉我。君雪皇也是一五一十的将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威胁我？什么时候一颗韭菜也学会威胁人了？哈哈哈！最后的大机缘就在此地了。姬玄，倒是多谢你这只寻宝鼠带路了。见到本神子出现，你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君逍遥，我本不欲与你为敌的，还真把我姬玄当作寻鼠宝了吗？哼，不然呢？你的价值不就只有如此吗？哼，看来堂堂君家神子也要以多欺少啊。姬玄，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无非是想让本神子和你单打独斗。世人皆传闻君家神子极为自负骄傲，看来果然是如此。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不愧是圣人王手骨，接我一掌竟然只受了轻伤。但可惜圣人王手骨乃是外物，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君逍遥，少在那儿指点江山，圣人王骨手的威力你又怎么会知晓？君逍遥，接我一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姬玄手中握着的东西同我的至尊骨有某种关联？灭生拳！这金属难道是轮回道金？我倒是听说那圣灵书院内有一尊自上古遗留下来的轮回圣灵，这一小块轮回道金莫不是从其身上退下来的残渣？
这样说来，日后倒是免不了去一趟圣灵书院了。哼，君逍遥，收下这份大礼吧，下次再见，说不定就是我碾压你了。我要收割的韭菜，又岂能逃出掌心？终于找到了，和古籍之中记载一样。那其中应该就有元天至尊的尸身，不过为何要用锁链束缚住？你认为在本神子面前，你还有反抗之力吗？君逍遥，我来到此地自然是有完全的准备，你真以为你能掌控一切吗？君逍遥，你难道不阻止我吗？为何要阻止？你来到元天秘藏，应该是带着某种目的，应该就是在那口棺椁之中。哼，我有古符护身，到时候凄惨的是你。一具死去了不知多久的至尊魔师而已。逍遥，这尼玛就离谱了吧！神桥打至尊，作者给的开挂能不能低调点啊？不管了，先去寻宝。那具至尊魔师能够缠住君逍遥的。张健、雪皇、万劫，你们去对付那姬玄，别让他得到宝贝离开。就是此物，公子要的东西你也敢动？君梦洁，别做无用功了，我只要拖到君逍遥被至尊魔师打败，就可以趁机带走木头盒子了。我们相信公子的实力，你是不可能将此物带走的。哈哈哈！如果君逍遥强到连至尊魔师都能打败，那么姬玄就倒立撒尿。哈哈哈哈哈！圣衣姐，我需要你帮忙，将你的先天道胎之力打入我体内，与我的圣体交融。逍遥，你难道是想塑造出那种体质出来？不过这可不是通过传功就能办到的，需要这样那样的。圣衣姐，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不过是想试试通过先天道胎之力增幅圣体的力量，看能不能镇压至尊魔师。啊，原来是这样。逍遥，凝神。这就是先天道胎的力量吗？啊，这是圣体异象。是时候结束一切了。元天至尊，尘归尘，土归土，死后还是安心长眠吧。后辈，是你令本尊解脱吗？没错。前辈，你因何沦落至此？异域，变天，黑暗的源头。异域，黑暗源头？你没信有本尊之传承元皇道剑？既有传承，那便是元，那东西在木盒之内，剩下的可能在下界。大陆，他的家族亦在下界，那枚古符为信物，拜托照顾一下他的家族。前辈放心，晚辈自当尽力，安心去吧。姬玄，你不是说公子如果能打败至尊魔师，你就倒立撒尿吗？哼，来吧，我看着呢。哈哈哈哈哈！我倒你妹呀！我倒，
这开挂，你瞎呀你啊！呸！哈哈哈哈哈！这至尊秘藏内最大的机缘是我的了，君逍遥，下次再见，就等着刮目相看吧！哈哈哈哈哈！不！在你最满怀希望的时候，带给你彻骨的绝望，这种滋味想必很美妙吧？被姬玄心心念念的大机缘，究竟是什么呢？各位，这次秘藏之行圆满落幕。君逍遥，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君某如何过分了？不过是正常的切磋交手而已。哎呦呦，你这老东西想对我孙儿怎么样？君逍遥，你对我族龙女做的事情先暂且不论，但那龙骨本就是元天至尊从我族龙巢夺走的，现在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哼，这龙骨乃是君某凭本事得来的，为何要归还？好，那4具远古龙骨就算了，但那至尊祖龙骨必须还回来。祖龙巢，别给脸不要脸！哼，幽龙至尊的痛，这么快就忘了吗？小辈，你放肆！逍遥，看来是你的护道人出手了。护道人？看来二位都无话可说了，那么君某便走了。狗剩，能被君家神子看中是你的运气，跟在他身边，你是绝对不会吃亏的。爷爷，你……原来你真名叫狗剩啊！神子说笑了，我们9头狮子一脉生育存活困难，其贱名好生呀。是时候一探这木盒子的玄机了。这莫非是9大天书？对了，之前元天至尊残魂说过，那东西在木盒之内，剩下的可能在下界大陆。看来日后是一定要下界一趟了。体书对我而言太重要了。逍遥，这残片从何而来？元天秘藏内，应该是元天至尊从异域带来的。哦，原来是这样。这青铜残片牵扯太深了。爷爷，这是青铜残片，究竟有何来历？逍遥，你可曾听闻过仙域的7大不可思议？7大不可思议？爷爷的意思是，这块青铜残片同7大不可思议中的一种有关。没错，7大不可思议中有一个青铜仙殿的传说，这青铜残片有可能来自青铜仙殿呢。青铜仙殿？逍遥，记住，一定别独自去探查7大不可思议，再不济也要跟爷爷说一声哈。爷爷不用这么紧张，儿孙也就随口一问而已。没想到这残片还有这种来历。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青铜仙殿签到。这狗系统还真是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啊！多谢爷爷解惑，儿孙还有事，就先告退了。加上你贡献给本侯爷的一角罗盘，如今已有了3块，接下来就剩下朱雀古国的最后1块了。朱雀国吗？这怎么有问题？那朱雀国皇女可能和君家神子有些许关系，
君家神子应该不会在意那种小国吧？只是提醒公子一下。哼，提醒什么？先别说那朱雀古国和君逍遥有没有关系，就算有，难道本侯爷就会怕了吗？哈哈，那是，公子可是大人物，将来注定站在仙域巅峰，俯瞰众生的呀！哈哈哈！若能成功，本侯爷将得到大机缘，到时候定然有十足把握迎娶明月。最后，我杨盘定然可以踏立9天10地之上，站于众生之巅。哈哈哈哈哈哈！我怎么感觉神子有种仙人欲要成风趣的感觉呢？已经闭关1年了，竟然才只淬炼出了6块大罗仙骨。这4具远古龙骨，你们1人1具。公子，这太贵重了。都是自家人，让你们拿着就拿着，不用推脱了。是，多谢神子。随后，君玲珑便简单的将朱雀古国的事情告诉了君逍遥。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朱雀古国皇宫签到。传我命令，调集君家风、灵、火、山4位，各1万人。朱雀古国，我乃玄武古国大将军，给你们一个建议：缴械投降，还可避免徒劳杀戮。玄武古国，你们为什么要臣服青龙古国？拜玉儿，你是公子钦点的人，束手就擒，成为公子侍妾，并且交出罗盘碎片，你们朱雀古国可保安然。放肆！我朱雀古国皇女岂会随意成为他人侍妾？哼，能成为公子的侍妾是你的福气，若是反抗，免不了血流成河。我是君家神子的人，你们难道就不怕得罪神子，日后被君家覆灭？切，朱雀皇女，别扯犊子了。君家神子若是在意，早就应该来援了。而且，就算你和君家神子有关系，那位公子也依然不惧。想让我成为那位公子的侍妾，不可能。要战便战吧！玄武大将军听令，杀！难道这是天要亡我朱雀古国？朱雀古国是本神子，谁若敢再出手，杀无赦！那是君家的风灵火山4位，快跑啊！君逍遥，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要么退，要么诛你9族。君逍遥，你别太过分了，我们背后站着公子，是他让我们这么做的。管你背后站着的是何人，本神子的怒火，谁都承受不起。先退！多谢神子相助，若无神子，今日朱雀古国危矣。朱雀古国是我的势力，我自然不会看着它灭亡。好了，先回皇宫去吧，我倒也有些事要询问你们。唉，就结束了？没那么容易结束，恐怕要不了几日，他们就会再来。哼，来了又怎么样？难道能在公子面前掀起什么浪花吗？恭喜宿主获得4星奖励：古圣兵、古琴、凤鸣岐山。看来日后没事可以弹弹琴。好在我前世听过一些名曲，倒是没有忘记。我有一些事要询问你。神子请讲。你们这4大古国可有什么历史隐秘？玉儿觉得他们背后的那位公子应该是想要集齐4大古国的青铜罗盘部件。青铜罗盘部件？把那部件给我看看。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怪不得4象至尊会被围攻。这青铜罗盘的确牵扯到了一个大隐秘，乃是青铜仙殿。这罗盘有意思。既然神子喜欢，那便送给神子了。其余3块部件，想必已经在那位公子手中了。
这下哪怕他不来找麻烦，本神子也要找他的麻烦了。哼！朱雀国主，本侯爷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臣服于我，交出那样东西。还有，让皇女拜玉儿成为本侯爷的妾室。让本神子的人成为妾室，你算什么东西？君家神子果然如传闻那般自大好懒，目中无人。看来三大古国的幕后黑手就是你了。黑手？哼，本侯爷不过是想收服一些附属势力而已。本神子不喜有人在我面前藏头露尾，现身吧！果然是你，寒武神朝冠军侯。君家神子，我们这第一次见面，可是不太愉快啊。一个养马小厮，竟然也有胆子敢从本神子手中摘桃子。君逍遥，你是找死！哼，是谁在找死？不自量力的东西！天罡神域，实力，这怎么会？那可是冠军侯杨盘啊！不是冠军侯弱，而是君家神子太强了。杨盘，该说你自大呢，还是说你愚蠢？不过一具分身而已，竟然有勇气对本神子出手。收服4项古国，还无需让本尊出手，只是没想到会碰上你。君逍遥，你竟然知道本侯爷只是分身，那也应该知道本尊究竟会有多么强大。你现在若收手，还有挽留的余地。管你是本尊还是分身，对本神子而言有区别吗？皆是一掌镇压而已。好，君逍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4具堪比圣人境的傀儡，杨盘，你的运气倒是不错。君逍遥，只要以圣人傀儡镇压你，朱雀古国还不是本侯爷的囊中之物？无论是那件东西，还是这拜玉儿，都是本侯爷的。你们还要跟着那杨盘吗？我等愿意臣服于君家神子。你们2个是想被灭国吗？有我在，谁敢灭他们的国？君逍遥，别得意，我这里是加上青龙国主，还有5位圣人，照样可以镇压你们。护道人，杨盘呐杨盘，你谋划了这么久，最后还不是被我摘了桃子？简直就是送财童子2号啊！君逍遥，我杨盘和你势不两立。来人，传本侯爷命令，散出消息。我冠军侯杨盘将于神朝皇宫紫禁城之巅约战君家君逍遥，时间就定在5明月选驸马之日吧。本侯爷要当着仙域所有势力的面，狠狠地将君逍遥踩在脚下。你冠军侯对自己那么自信吗？可不能小看冠军侯啊，他可是被盘皇生灵剑认主了。更有传闻，他乃盘武大帝的转世身。不知那君家神子会不会接下战书呢？拭目以待吧。杀父之仇，灭国之恨，君逍遥，我萧晨一定要将你扒皮抽筋，挫骨扬灰。他此事誓不为人。一旁青龙上人的魂体显现，老脸也是难看至极。他还说萧晨是国运之子呢，结果现在连国都没了。那青铜罗盘想必已经落入君家神子囊中了。此子
真是布局太深了。想好了后续计划后，君逍遥直接是独自一人离开了君家，前往盘武神朝。他并没有带上君仗剑等人，甚至连君玲珑都没带上，因为这次君逍遥要单独行事，并不方便带着他们。主人，前面就是盘武神朝皇都了。这盘武神朝不愧是不朽神朝，倒也有一番气象。狗剩，你这样是否太显眼了？主人呐，能别叫人家本名吗？讨厌！出来吧，何必藏着掖着呢？倒是小看你这只猎物了。我承认，你的实力绝对超出了一般不朽势力的天骄。你们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反派死于话多。该死！说，是谁买通你们幽冥天的刺客，来暗杀我的？是盘武神朝三皇子。哼，三皇子啊，三皇子，你恐怕根本不知道你所要刺杀的对象究竟是谁吧？对了，那萧晨应该也快来神都皇城了，上演抢亲的戏，我还想看到他和冠军侯的争锋呢。成败在此一举。这一次我将迎娶明月，成为盘武神朝驸马，不论是冠军侯还是君逍遥，都将被我踩在脚下。最终的赢家只能是我萧晨。时间终于来到了半月后，也就是宴会开启之日。冠军侯跳了这么久，也该一巴掌把他拍醒，认清现实了。那是万皇灵山，竟然是黄玄一和凤青灵，这两位可都是凤凰灵山颇有名气的天骄。君家终于到了。君逍遥，你会不会出现？哼，我的哥哥怎么可能会来此和一群人争夺一个驸马？逍遥哥哥呢？逍遥哥哥呢？他在哪里啊？你这妮子这么急的吗？逍遥他还没来。陆离，许久不见。你谁啊？我是叶星云呐。哦，人家记起来了，你就是那个被逍遥哥哥揍到昏厥的那个谁吧？日后我萧晨若是能彻底崛起，必要将君家连根拔起，斩草除根。是冠军侯，这就是神朝冠军侯吗？气息果然强大。是啊，百闻不如一见。虽说这冠军侯名声不怎么好，但实力是真的强。此人就是妄想得到明月的那个人渣吗？倒的确不能小觑啊。果然没有出现，看来我还是高看了君逍遥啊。丑八怪，你有什么资格评价逍遥哥哥？江家的掌上明珠果然容艳非凡，他心中的欲望开始升腾。若非今天是来争夺驸马之位的，杨盘简直都想收服江洛离了。这就是所谓的冠军侯，不过尔尔。是君家神子，他终于来了。君逍遥，你竟然敢偷袭！你拍一只苍蝇，难道还要先问苍蝇同不同意吗？原来真的是他。的确很强，不能小觑。的确还行，不过无法和大哥相比。逍遥哥哥，洛离就知道你会来的。我不来，谁为你出气呢？神子大人又见面了，上次彻夜弹琴依旧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什么？彻夜弹琴？明明是我先的。江姑娘误会了，是弹琴，不是弹琴。
你这丫头，乱想什么？完了，果然是他，君家神子。没关系，镇定。那游明天的刺客死也不会暴露我的身份。感谢诸位前来参加此次宴会。今日也是小女明月泽驸马的日子，只有脱颖而出的天骄才能成为我盘武神朝的驸马。接下来宴席开始，诸位年轻俊杰也可以争锋切磋。这驸马之位，本侯爷要了。哪个不长眼的想要争夺，大可上来一战。只有我萧晨才能当明月的驸马。至于你杨盘，哼，有多远滚多远。我去，那好像是青龙古国的大皇子萧晨。青龙古国大皇子？青龙古国不是都覆灭了吗？哪里来的无名之辈，也敢挑战本侯爷？杨盘，你这个荒淫无度、丧尽天良的人渣，有什么资格成为明月的驸马？哼，本侯爷不配，你配？今日我萧晨便当着无数势力的面亲自击败你。这萧晨怎么变得这么强了？竟然能够和冠军侯争锋！该死，这小子！萧晨不妙，你现在的实力无法挡住盘皇生灵剑，暂退一步吧。我怎么能退？我若退了，明月就会被他夺走。不动青龙中。蝼蚁而已，也敢翻天？明月，你是本侯爷的，谁也夺不了。本侯爷就问一句，还有谁？才被本神子拍进地里，现在又开始跳了吗？君家神子终于出手了吗？有意思，君家神子出手，不知道能不能镇压冠军。估计有点困难，毕竟冠军侯身怀盘皇生灵剑，没那么容易对付。君逍遥也好，既然你主动站出来了，那我们堂堂正正打一场。什么君家神子的无敌神话，在本侯爷面前什么都不是。杨盘，凭你一人便想挑战本神子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杨盘，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那些妄图与我为敌的人都是垃圾。萧晨，本神子知道你很想杀我，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叶星云，上次10岁宴被本神子镇压，你心里想必很不爽。这次我给你机会。还有万皇灵山，想出手，本神子接着。总之一句话，今日皇城之上，紫禁之巅，本神子一人占了所有。今日皇城之上，紫禁之巅，本神子一人占了所有。君逍遥，你太猖狂了！君逍遥，之前在仙琼楼的仇，今日当报。君家神子吗？就让我王刚来会一会。君逍遥，杀父之仇，灭国之恨，我要你1000-100倍的还回来！来吧，尽管上，本神子赋予你们挣扎的机会。苍龙在天！君家神子差不多了。既然神主都发话了，那么君某给个面子又何妨呢？君家神子果然如传闻那般，有龙姿凤表，无敌气魄。看来最适合的驸马人选已经毋庸置疑了。若是能够成为我盘武神朝的驸马，则可以获得一次进入盘武陵的机会。那么可否让君某进入盘武陵呢？哼，君逍遥，你是答应了吗？先让君某进入盘武陵。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在今日完婚吧。君家神子
同我陈朝长公主也算是绝配了。不行，明月，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被绿也就算了，而且还是和仇人在一起，简直就是双倍快乐，不是双倍痛苦啊！君逍遥目光一闪，脸上陡然露出了一丝玩味之意，向武明月传音，如若不按照他的话说，君逍遥就会直接将他的女奴身份曝光。君逍遥，你也太混蛋了吧！我这是为了萧晨好啊，毕竟整天这样吊着他也不好，是不是？不如让他断了念想，彻底放手，海阔天空。萧晨，你滚吧，我们之间不可能的。明月，你说什么？是因为盘武神朝的压力吗？明月，这一定不是你的真心话。萧晨，这是我心里话，走吧。我明白了，是因为君逍遥，你还是觉得这比我好，是不是？明月，你这个贱人！枉我对你一片真心，你和我那负心的未婚妻白玉儿有什么不同？放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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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背叛我，所有人都离我而去。小陈。不，我萧晨还没有输，我还有最后一个希望。古朝里的那位古代怪胎说过，只要我找来99个童男以及99个童女之血，助他破风，他就可以帮我实现一个愿望。张健，暗中跟着那萧晨，记住，不要打草惊蛇，也不要被他发现，只要追踪记录就好了。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在今日完婚吧。君家神子同我陈朝长公主也算是绝配了。老奸巨猾，想要牺牲一个武明月，将我和盘武神朝捆绑，哪有那么简单？盘武神主，你未免也太过急切了吧？择日不如撞日，本皇也很希望女儿能够有一个好归宿。到最后还不是本侯爷帮忙去寻找盘皇三剑。好了，既然如此，宴席继续，只不过是成亲宴了。盘武神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好吗？非要君某撕破脸皮和你说话。君逍遥，你此话何意？何意？哼，你觉得武明月配得上君某吗？君逍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个驸马，君某没有兴趣，但盘武陵，我也要进。君逍遥，你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吗？够了，君逍遥，既然你看不上神朝驸马的位置，那就走吧。我盘武神朝也不是非要你不可。盘武神主，你是耳朵聋了吗？驸马身份，本神子不屑。盘武陵，本神子也要进。放肆！盘武神主，注意你的言辞。我君家神子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呵斥的。君逍遥，够了！明月承认，明月配不上你，但请不要无理取闹。无理取闹？君某向来以理服人，何曾无理取闹了？好，本皇倒要看看你能讲得出什么道理来。如果没有，那今日此事不可能这么算了。道理还不简单吗？是盘武神朝三皇子啊！那盘武神朝三皇子竟然买通幽冥天的刺客，刺杀君家神子啊！这是不要命了吗？不朽道统最忌讳的就是传人被那些杀手刺客刺杀。完了，这三皇子要完了！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盘武神主，
是否该给我君家一个交代？是谁？该死！谁敢杀我儿？敢对少主不利者，杀无赦！你难道是那位？他是当年追随白衣神王君无悔的神王八部众之一，正统琴女阿九。我杀他，你有意见？此事的确是本皇的逆子做错了，这也算是他应得的惩罚吧。既然如此，那君某是否可以进入盘武陵了？君逍遥，你不要太过分了。三皇子陨落是他应得的惩罚，但君某的损失总该补偿吧？算了吧，给君家神子进入盘武陵的机会。哼，既然老皇主不计较，给你一个机会，那就如此吧。哈哈，两位的到来真是令我盘武神朝蓬荜生辉啊！不错，老皇主果然大度，能让我君家后人进入盘武陵。哈哈哈哈！没想到啊，君家16族也出事了。哎呀，在地下买酒了，也该出来活动活动身子骨了。进去吧，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若是出来了，就不能再进去。哦，里面还会有危险吗？有我盘武神朝直系血脉之人，自然是没有危险。但若是外人嘛，君某连至尊尸魔都抗衡过，难道还怕区区一个盘武陵？恭喜宿主到达签到地盘武陵，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盘皇岁月剑。若那盘武神主知道他辛辛苦苦寻找的盘皇岁月剑，我随手签到就得到了，恐怕会气得吐血了。哦，光是这盘皇岁月剑就不算白来一趟。那是堕落圣体，这具堕落圣体绝对不会是盘武大帝，到底是何种存在？怪不得我感觉这具圣体的力量不是特别强，原来是被封印住了。一起打包带走，来都来了，绝不能亏了。是君家神子，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莫非君家神子没有通过考验，被逼出来了？哼，君逍遥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盘武陵内的机缘也不算少啊，收获还算好的，足够了。君逍遥！我的妈！君家神子到底从盘武陵内带走了什么东西？对啊，听说盘武神主怒吼，感觉他老婆被抢走了一样。盘武神主，这机缘谁得到就归谁，你可不能反悔呀！走吧，别再让本皇看到你。唉，君某还想在神朝逗留几日，欣赏欣赏风景。盘武神主不用急着下逐客令。宴会结束，各自散了吧。玄一，我们难道就这样离去吗？那有什么办法？这君家神子的确强大到令人恐惧，看来只有皇子和凤女两人出世，才能对付君逍遥了。皇子和凤女需要他们两人出世啊？那是当然，甚至于他们两人出世，和君逍遥对上，胜负也可能是5-5开。你不是说明月配不上你吗？那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你是否还对那萧晨抱有幻想？看来你还没有认清萧晨的真面目。他从一开始就是想利用你，得到你驸马身份，从而得到盘武神朝的支持，与我作对罢了。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和你一样。那我们打个赌如何？就赌萧晨这个人，若他的品格真是如你说的那般，那便算我输，我可以解开你的奴役。此话当真？当然，如果是我说对了，那我要你心甘情愿臣服本神子。那好，赌约就此定下。这恋爱脑公主，现实可是很残酷的。还差100多的精血，搜集满精血，我就可以解放那位古代怪胎，让他杀了君逍遥。我还要将他大卸8块，抽筋扒皮！哈哈哈！萧晨，竟然真的是你！该死，君逍遥怎么会找到这里？萧晨，萧晨，你回答我，这一切都不是你干的。傅明月，你这个贱人，竟然和君逍遥一起来了，是想看君逍遥怎么羞辱我的吗？萧晨，你不仅是一个小人，更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魔鬼。可我之前还在原天秘藏内那样帮你，我简直是瞎了眼睛。萧晨，本尊帮你最后一次。你就是萧晨背后的老爷爷吗？君逍遥，萧晨一定会取你性命，一定会。身子，不追击吗？不必了，我相信下次萧晨会主动找上我，何必费力去找他呢？之前都是明月误会了主人，明月愿意真心臣服于主人。你没必要如此，我也不缺你一个女人。主人，明月是真心臣服，并非是因为赌约。唉，也罢，既然你愿意跟随，那就这样吧。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找你。我操，这他妈欲擒故纵玩得溜啊！真的是灵苍大人，他果然归来了。灵苍大人，灵苍大人，灵苍大人，这段时间可是发生了许多事情啊，不必多礼，回去再说吧。你们说，君灵苍会不会因为阿九前辈的事情和公子喜冲突？应该不至于。君灵苍再如何，也始终是自家人，和外人不同。虽说不会闹得太过分，但争斗应该还是会有的。不过我可是坚定地站在神子这一边。是吗？阿九成为了我那堂弟的护道人。阿九成为我那堂弟的护道人，一方面是因为堂弟的天资，另一方面也应该是因为他的身份吧。灵苍大人，你是不知道，家族未免也太偏袒神子了。上次我想去领10块仙元，结果族中老人说需要让给神子修炼。的确啊，家族太偏袒神子了，甚至于原本属于灵苍大人的一些资源也都全给了神子。这倒的确有些不妥。所以灵苍大人，你好不容易回来了，一定要压一压神子的威风，别让家族太偏袒他了。愚蠢！家族培养你们这些序列，就是让你们勾心斗角的吗？可是灵苍大人，争斗可以，但你们应该争的是去杀太古皇族，是去同其他荒古世家的天骄争锋，而不是窝里斗。我对你们很失望，请灵苍大人恕罪。知错就好，下不为例。我那位堂弟还在闭关吗？没错。可惜，倒是想见一见，是个何等人物了。果然不出本宫所料，凡人，你来了。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但是我要你先答应我的条件。说。我要你帮我杀了
君家当代神子君逍遥。君家神子君逍遥，怎么能答应吗？能的话，我就助你运转阵法解封。无碍，荒古圣体而已。在荒古极致辉煌，甚至一度成为排名前3的顶级体质。哼，但到现在早已没落。那君逍遥很可能打破了一道枷锁。凡人，本宫的能耐，岂是你能揣摩的？希望你别反悔。这就是这个纪元的天地气息吗？起来吧，本宫既然出世，定当重振祖龙朝，横推一切敌。太恐怖了，他的血脉究竟强到何种程度？你的至尊之血都比不过，那是圣境大圆满。在下青龙少人，愿意追随公主殿下。老祖，你准至尊残魂，刚好本宫的龙纹黑金圣剑欠缺资源，便让你来做贡献吧。本宫既然出世，便要镇压仙域当代所有人，什么仙体圣体，都只能是本宫脚下铺路的骸骨。本宫可不像人族那般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凡人，既然你助本宫解封，本宫自然会完成你的愿望。竟然让君家生子上门乖乖受死，那位龙姬公主未免也太狂傲了吧？古代怪胎不就是如此吗？看不起当代天骄，他们也的确有这个资格说出这个话。不知道君家生子该如何面对？会迎战吗？不好说，拭目以待吧。太可恶了，身子不过是闭关而已，祖龙朝还真以为我们君家怕了呢。那能怎么办？你去和那龙姬公主打一场吗？没必要在意，等公子再度出关，将继续横扫一切敌。我君家的颜面不容有失，既然逍遥堂弟在闭关，那便让我前去会会那位龙族公主。临苍大人，你没必要。若继续让祖龙朝嚣张，丢脸的是君家，而不是某一个人。阿九，我会让你看到，谁才是值得你追随之人。来了来了，他来了！君逍遥，你是真的怕了？哼，堂堂古皇后人都不敢现身一见吗？还是说怕了？君家当代第一序列，倒也勉强有资格挑战本宫。古皇后人名不虚传。哇，太强了！这就是君家第一序列的实力吗？这场大战整整持续了3天3夜，整座浑天山脉都被打得4分5裂。19亿斤巨力，若那姬玄以圣人王手骨和我对轰，都要被轰爆吧，也差不多该出关了。神子大人终于出关了，怎么了？神子大人，那祖龙朝的古代怪胎太嚣张了。就是，甚至就连临苍大人出手都是落入下风。最后还是军仗剑将近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君逍遥。原来如此，在我闭关的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不过是一条母泥鳅而已，你们一个个情绪那么激动干嘛？我们自是相信神子的，古代怪胎又如何？依然不会是神子的对手。
所以说，不用在意那条母泥鳅，自己对付不了我，就准备借刀杀人吗？哼，可惜你借的这把刀还威胁不到我。神子，你要应战吗？应战？他要我去，我就要去，那岂不是很没面子？那神子的意思，晾着。祖龙朝的事你都知道了。小事而已，比不上我突破境界的大事。哈哈哈哈，的确，古代怪胎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君家又不是没有。不过你现在的确应该专心在修炼上。逍遥，你有没有考虑过以一介本源为种子？一介本源？江家那个老酒鬼擅长卜卦之术，他算出了实地在不久的将来恐会发生变故啊。实地变故？没错，那老酒鬼虽然经常耍酒疯，但推演的事情8、9不离10啊。他说实地将产生变故，世界本源将现，逆天始子将诞生。世界本源，逆天始子。仙域分9天，下界分10地，每一地皆是一个世界。世界产生变故，便会诞生气运所中的骄子，正是下界10地可能孕育出的10位气运天骄，他们的潜力堪称无穷啊！当然了，你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获得世界本源，将其化为仙种，令自身突破。爷爷说的是，看来孙儿要提前做好下界准备了。哎，对了，如果你下界的话，能否帮族里办一件事情啊？自然可以。久远之前，太古万族中有10大古族祸乱仙域，我们君家将其10大古族强者尽数斩杀，余者驱赶进了下界。可是最近那5大追随者势力和我君家断了联系，有族老怀疑下界10大古族可能出现了什么变故。爷爷请放心，家族如此栽培我，我也定当帮家族分忧。10大古族之乱，我自会一手抚平。爷爷，我想问一下，关于圣灵书院轮回圣灵的事情。刚好，圣灵书院的天道楼将要开启，据传那轮回圣灵的遗退就在天道楼顶层。天道楼？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天道楼签到。那好，我之后便前往天道楼一趟。对了，这个交给你。这就是成品吗？哈哈哈，那些老人知道是要交给你锻造，一个个都很上心呐，还搜刮来了许多稀有材料，甚至掺杂进去了许多神痕紫金啊！就叫他灭霸手套，这一拳打在那龙姬公主身上，想必会让她哭很久吧。神子，君临苍来了。哦，我那位堂哥终于来找我了吗？临苍堂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吧？我这次前来，只是告诉你一件事而已。愿闻其详。那龙姬公主的实力，远还没有达到巅峰。我那时即便动用重头，怕也无法真正对其造成生命威胁，所以前来提醒你，不要小看古代怪胎。多谢堂哥告诫。天道楼，我也会去。哼，那就希望堂哥能有所收获了。哦，对了，阿九他还好吧？他还好。堂哥你……逍遥堂弟，有时候我真羡慕你。告辞了。原来如此，他竟然缠阿九的身子。公子，对于我们修士来说，年龄可不是问题哦。
可恶！那仁宗小子竟然如此蔑视公主殿下。哼，越是心虚者，越是喜欢弄出这种噱头。他此举正是证明了内心对本宫的恐惧。接下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放心，本宫答应你的事情不会食言。如今本宫的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还在与天地气息磨合。什么？哼，蝼蚁之辈岂会知道公主殿下的能耐？她破风而出，身上古老气息与天地气息不容，需要时间磨合，方才能够恢复。待磨合结束，本宫会亲自出手，了断那荒古圣体之命。君逍遥，你终究逃不过败亡的命运。逍遥堂弟，这次天道楼我们再比比。哼，堂哥既然有此雅兴，那堂弟我肯定奉陪到底了。这次希望我们君家朱天骄能够霸榜天道楼啊！在下万宝商会钱多，见过神子。本神子记得你，好像在斗琴会上见过。你是天琴女的追求者。没想到神子还能记得我，真令人荣幸。只不过我已经不再是天琴女的追求者了。你来有何事？神子，是这样的，我万宝商会在天道楼开启前，将会举办一场斗舞会，将会让一些优质的奴隶进行死斗，然后压住。我看神子好像需要仙缘，这倒是一个赚取仙缘的好机会。原来如此。而且我听闻神子有收奴隶的喜好，到时候说不定能有让神子看上眼的。本神子有这种特殊嗜好吗？有没有这嗜好？你心里没点逼数吗？什么时候？明晚，而且到时候还会有其他仙域的奴隶出现。我会去。那到时候就恭候神子大驾了。你为何会流落到荒天仙域来？都是因为玄天仙域的太古皇祖太阳山神。你的事我算是明白了，你不仅拥有异神血脉，眼睛和仙种也不一般吧？我这双眼睛乃是破望金眸，配合我的攻术，能更好的发现敌人弱点。我的仙种是族内传承的太阳真种。既然如此，那你可愿追随本神子？还不知公子姓名？荒古君家，君逍遥。君家？难道是真的是那个君家？族中老人曾说过，如果有哪个势力真的有可能将太古皇族连根拔起，那么唯有君家。一语愿意追随君公子。那好，既然成为我的追随者，我只有一个要求，忠心，明白吗？公子放心，一语若有叛心，必遭天谴，道心崩坏。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另外，日后如果我有空，不介意去一趟玄天仙域。公子之恩，一语绝不忘怀。不愧是仙域传承最久远的书院之一，看上去的确不凡。这倒是，我听说创办这座书院的乃是久远之前的一位圣灵。那位莫非是来自小西天？是小西天的佛子法海。连小西天的佛子也出关了，大争之道真的是有拉开序幕了。九头狮子，你好歹也是和无族齐名的顶级太古王族，竟然甘愿当他人坐骑，不觉得丢脸吗？想让我离开主人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君家个个都是人才，实力又那么强，我超喜欢在这里啊！九头狮子，你……阿弥陀佛，你与小僧有缘，不如跟着贫僧如何？你又是哪路货色？切！贫僧小西天佛子法海。什么？小西天？君施主，这头九头狮子与贫僧有缘，不知施主可否割爱？
现在你还和九头狮子有缘吗？是天道楼将开启了，终于开启了吗？各位，这次天道楼由老夫主持，天道楼会自主散发威压，修为不足、机缘不够者无法进入其中。哼，我先上了。这叶星云有古怪，莫非是强者转世，至尊重生？那是姬家神女，这便是姬家神女吗？果然如传闻中那般，是一位不染烟火、脱俗于尘世的仙子。如果是因为姬玄之事，想要找本神子麻烦，那君某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心思。逍遥道兄误会了，姬玄道心崩溃是他意志不坚，怎能怪逍遥道兄呢？算你识相。逍遥道兄，青衣就先行一步了。这怎么可能？那位是仙吗？不对，我怎么感觉比仙还要恐怖？连仙在那位面前都要跪服。不会真的是日后的我吧？你们说，君家神子能不能打破记录？应该有可能。君家神子是最有希望踏上49层的。那君家神子有没有可能踏上传说中的第50层？那可能吗？连上古人杰都踏不上50层。对哦，大眼之术40有9，传闻50层根本就不可能让人踏上去。果然如此，每一个人进入天道楼都会自动分配到一个独立空间进行考验。这是看来没有越级挑战能力的天骄，连第1层都难以通过。君逍遥迈步踏上第2层，很快第2层也通过了，接着是第3层。对其他天骄而言，非常困难的考验，对君逍遥而言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所有修士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太快了。我怎么感觉天道楼对娟家神子而言，好像就是游览观光的地点？第45层到底是什么考验，竟然能拖延住君家神子的步伐？第45层到第49层，这4层里所出现的，可能是少年大帝古皇幼子。什么？太变态了！这是当代天骄能胜过的吗？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当代没有人踏上第49层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谁知道呢？君家神子也是一个不能以常理测度的妖孽呀！别忘了之前他所显化出的那尊白衣背影。真龙幼子又如何？我之肉身举世无双，哪怕真龙也得折服。就这。
君家神子竟然成功了！奇迹啊！他是打败了少年大帝，还是古皇幼子？哎，姬家神女也踏过40层了，君家重瞳者也踏过了，叶家的星辰王体也是。唉，还是君家神子天赋实力太过妖孽，不然的话，院长他们也不会做出这个决定。49层了。彼岸花开七色天，花落成仙女千年。哥哥，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啊？会再见面吗，哥哥？是认错了吧？接下来就是最后的第50层了。我勒个大操！君家神子通过第49层了！奇迹！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奇迹！唉，院长的决定果然没错。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6道轮回拳。这就是圣灵的力量吗？即便只剩下一具遗骸，亦是无法令人靠近。小友，你是君家人吧？不错，在下君家，君逍遥。果然，在我们那个时代，君家可是出了一尊顶天立地、盖压仙域群雄的恐怖人物，甚至一些大成圣灵都不敢露面。生怕被那位给击杀，祭炼成帝兵。哦，还有这种事？那位大帝自风气天，乃是摒气上苍的存在。是祖上，气天大帝，君气天。前辈，你说这些究竟想表达什么？我知道，以你的天赋，日后定然是君家核心的存在。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日后你能照拂一下圣灵书院。放心，我自然不会白白提出条件，这件东西是我最后的馈赠。哦，这是？此乃我以一身轮回之力道金精华所凝结出的轮回仙种，我看你处于皈依大圆满境界，下一步便是合道。轮回仙种？嘿嘿，如何？这份礼，小友可还满意？还行。这叫还行？你胃口也太大了点吧？前辈放心，在下自会照拂圣灵书院。有君家传人承诺，我就放心了。小友，你看老朽的遗骸做什么？你这臭小子，不会想连我骨头也不放过吧？前辈说笑了，在下不过是想瞻仰一下前辈的风貌而已。前辈，告辞了。君家神子怎么感觉没有受一点伤？他不是冲破50层了吗？按理说应该是一场苦战才对。诸位都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君家神子，你通过50层，可曾看到那位了？君逍遥，你究竟使了什么特殊手段，才闯过了50层的？本神子想通过便可通过，何须向你这只脆皮鸡解释？君逍遥，你看本神子不爽的，一起上吧。本神子没那么多时间，一个个解决。阿弥陀佛，君施主，贫僧愿与你一会。现在不急对付他，等到我下界寻找到无极星宫的宝藏，到时候修为暴增，一路称王，打败君逍遥也并非没有可能啊。那就只有你们俩了，一起上吧。
猖狂！大威天龙，世尊地藏，不辱诸佛，不辱巴马轰！君逍遥，你不讲武德，我一定会回来的。切，还嘲笑我跟随主人，连主人一巴掌都承受不了，真是垃圾呀！逍遥道兄的实力果真是惊人，轻易自愧不如。神女何必自谦呢？君逍遥实力如此之强，又闯过了50层，更是见到了圣灵，和我圣灵书院也算是有缘。大长老有话直言。那个，不知君逍遥有没有兴趣成为我圣灵书院的圣子？那好，书院有此诚意，君某也就却之不恭了。多谢小友了。文剑，一定要文剑！不得到无极星宫的宝藏，我绝对不能和君逍遥对上。时地将变，隔绝天地，我们同仙域也断了联系，那10大罪族也要蠢蠢欲动了。是啊，当初主上君家让我们玄天宗等5大附属势力下界镇压10大罪族，没想到现在会发生这般变故。我倒是听说那古魔一族与古妖一族似乎背离主上君家旨意，甚至暗中与罪族生灵接触。此事只能等到主上君家的强者下界才能解决了。对了，听闻我们宗内出了一个恶性事件，有弟子勾结罪族被发现了。那种小事自然有人解决，我们需要专注的是10大罪族。属下见过君家神子。爷爷，他们是？他们3人都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强者，后被我君家招揽过来培养，他们对下界最熟悉不过了。那就劳烦几位了。神子客气了。够了，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吗？诸位，这林峰和你们子府圣地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吧？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紫妍师妹跟我说了，林峰资质不凡，气运加深，日后他会加入仙域的子府圣地。我们纳兰家族虽不是仙域势力，但祖上也曾有人和仙域的至尊人物结成道侣，你们应当知晓至尊是何种存在吧？可真是可笑啊！你们口中的那位元天至尊，早就已经陨落了。什么？元天至尊死后留下一处秘藏，最后是君家神子强势出手，就连死后谋划的尸体都是被君家神子亲手打灭了。什么神子圣子，等我将来进入仙域，必然要超越他们。好了，你们纳兰家也不用扯虎皮拉大旗了，林峰就由你来处置他们吧。纳兰若曦，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怎么选看你，臣服为奴还是举族全灭？我家公子要保下的人，你也敢下杀手，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你是何人，竟敢伤害林峰哥哥？哼，垃圾！紫气关外3000里。你究竟是何人？胆敢阻挠我子府圣地？子府圣地算什么东西？信不信我家公子一句话，
令你先谕子府圣地复命。放肆！老祖是东玄老祖吗？东玄道宗果然还在，哈哈哈！太好了，有老祖在，我东玄道宗何愁不兴？现在别叫老朽东玄老祖了，老朽只是公子的仆人而已。九头狮子拉车，难道真的是那位？子府圣地，哼，好大的架子呀！神子大人起恕罪，子琼不知神子大人和纳兰家族有关系，不然的话，哪怕给子琼100个胆子，也不敢对纳兰家动手啊！子琼师姐，你为什么？神子大人，请恕罪。我靠，我不是出现幻觉了吧？这纳兰家族应该就是元天至尊道侣所在的家族。多谢公子救命之恩，若曦和纳兰家族敏感妩内，不敢忘怀。放心，以后没人敢伤害你和纳兰家族。多谢公子大恩大德，若曦无以为报。这么走运的吗？刚一下界就碰到了逆天十子之一。哼！神子大人，这都是林峰干的。其实我们子府圣地和纳兰家族并无任何恩怨。之前是谁说林峰将会成为你们子府圣地的人？紫嫣，你是我子府圣地的罪人。子琼师姐，为什么？呀！给我死来！君家神子的实力未免太恐怖了。在本神子面前，不存在什么天地主角，因为天地都要臣服在本神子脚下。公子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可恶！我还有机会，如果能够寻找到其他的世界本源，我一定能够超越他。这样就想走？该死啊！天玄大陆的世界本源，但好像并不完整。公子，要一语去追杀那只蝼蚁吗？不必了，一颗韭菜，就让它茁壮成长，待到长成后，我们收割就好了。多谢大人相助，纳兰家举族上下永远铭记大人救命之恩。公子若是不嫌弃，请在我纳兰家休憩，纳兰家必定尽力侍奉。对了，那林峰虽然跑了，但是他的家族灭了吧？公子，这件事就让我们东玄道宗来办吧，灭人满门，我们专业的。求神子大人饶恕，这次是我们子府圣地错了，希望神子大人高抬贵手，饶我们一命。下届子府圣地成为纳兰家族的附属势力，至于你们，在纳兰家为奴100年。多谢神子饶恕。你好像不满意本神子的决定。不是的，只是子琼希望哪怕为奴也想成为神子大人的女奴。不过玲珑不在，的确缺一个端茶递水的侍女，你勉勉强强。多谢神子大人，子琼也竭尽全力侍奉大人。纳兰若曦，撇开林峰那种艺术不算，你的天赋在天玄大陆也算顶尖了。日后我会带你回仙域。若曦，多谢公子。怪不得爷爷说要让我以世界本源为仙种，这世界本源的确玄奥无穷。我知天资，古今无双，以身为种这条路就由我来开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镇压10大罪族，寻找体书的下落。十界裂隙，那是什么地方？回公子，十界裂隙
传闻乃是下界十地空间交叠之处，汇聚十界气运。传闻其中有一座英灵祭坛，从古至今，无数身怀大气运的人杰都曾想在祭坛上正道。那十界裂隙在何地？这倒是不知。那些能找到十界裂隙的人，都是绝对的人杰和大气运者。这道讯息来自星辰大陆，看来有一脉追随者势力在星辰大陆。难道是星辰大陆的罪族破风了？下界十地之间有快速横渡的方法吗？下界十地间虽然避障，但是没有仙域和下界的避障那么难渡。而且天玄大陆的无界海外应该有界域传送阵，能直接传送到其他大陆。好，那我们直接前往星辰大陆。神子大人到了。这座大陆的星辰之力好像特别浓郁。那是当然，星辰大陆曾出现过一位逆天强者无极星君。有趣，不知道叶星云是否下界了？他若下界，能否给我带来一些惊喜呢？去玄天宗？玄天宗不是已经被灭了吗？问你玄天宗往哪儿走？别废话。就在大陆中央区域，不过前几日刚被金教族、阴教族以及无极星宫给覆灭了。无极星宫？直接去玄天宗。可惜来晚了一步。那里还有活人的气息。我乃仙域君家神子君逍遥，这里究竟是什么情况？跟我细说。我终于死了吗？为什么能看到仙呢？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刘倩倩点头，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她所知道的一切消息都告诉了君逍遥。大人，我知道的都说了，还希望大人能给我一个痛快。活着不好吗？活着这样的活比死了更难受。不就是丹田被废，手筋脚筋被挑断了吗？又不是什么大事。这种小伤，一枚血玉碧鳞丹就足够了。多谢神子大人再造之恩，刘倩倩没齿难忘，愿死心塌地为奴为婢，永生伺候神子。女奴就不必了，你们玄天宗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吗？那倒没有，宗主乃是强大的圣人，他们应该撤退了。这样啊，走吧。这该死的无极星宫！那无极星宫怕是早对我玄天宗不满了，现在才露出爪牙。可恶！那些罪族和无极星宫当真是可恨之极。仙域的主上君家难道不会来帮我们吗？主上君家不会放弃我们玄天宗了吧？说什么呢？我们玄天宗一直忠于主上君家，我相信主上君家一定不会放弃我们的。玄天宗余孽，还不滚出来受死！嘿嘿，玄天老儿，你总算肯出来了。我们两族被你玄天宗镇压无数年，今日终于可以亲手覆灭你们。你们无极星宫如此举动，难道就不怕仙域黄谷君家的报复吗？哼，在仙域还轮不到荒古君家一手遮天，
太古皇族各大古族也未必不能抗衡君家，到时候投靠太古皇族便可。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好了，这就是你的遗言吗？那你可以去死了。我玄天宗不负主上君家。哼，结束了，玄天宗。这一剑是我君家为了玄天宗而出。恐怖，太恐怖了！此人到底是谁？本神子下界，便是为了镇杀10大罪族而来。你们准备好父皇权了吗？太好了！金角族、银角族，还有无极星宫，一个不留。是，谨遵神子大人之命。诸位玄天宗弟子，配合主上君家，彻底杀灭罪族。是。哼，若有机会，我一定就让这位君家神子后悔救了刘倩倩。孟凡，你这孬种别跑！一语，把他抓来。公子要抓的人，逃得掉吗？束手就擒！是谁救了他？算了，先回去向公子复命。多谢主上君家大恩，多谢神子大恩。若不是神子及时，我们玄天宗恐怕是真的要覆灭了。玄天宗这些年替君家镇压罪族，的确也是立下了大功。接下来，我会去彻底覆灭无极星宫，整个星辰大陆都会由你们玄天宗掌管。多谢神子大恩。对了，神子大人，老朽有一件事一定要告知大人。何事？古魔一族与古妖一族勾结罪族，可能已经叛变了。哦，还有此事？背叛君家的后果，绝对承受不起。抱歉，辜负了公子的期望，细雨没能将那人抓住。什么情况？一语则是将情况都告诉了君逍遥。一语办事不力，求公子责罚。算了，不关你们的事。哼，会是你吗，叶星云？你到底是谁？荒天仙域，荒古叶家，叶星云。仙域荒古世家。放心，我荒古叶家和荒古君家并不是一路的，甚至于我和那君逍遥还有仇。仙域的公子虽然很感激你出手相救，但是原因呢？你是否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有一座星宫，还有一道身影？哼，看来是有了。既然公子知道我的秘密，那你想要如何？哈哈，放心，我不但不会害你，还会让你一飞冲天。你应该藏着一些机缘吧？那机缘很可能就是打开星宫宝藏的钥匙。你的机缘可以助我找到星宫宝藏，到时候也有你一份，而且我可以让你成为我的追随者，把你带上仙域。那先让我回无极星宫一趟。以君逍遥的性格，无极星宫怕是要覆灭了，我们直接去寻找星宫宝藏即可。进入十界裂隙还需要信物？回公子，十界裂隙太过神秘，一般而言是极有气运之人才能进入。不过也的确有一些信物，传闻是从英灵祭坛中流传出来的，得到之后能方便的进入十界裂隙。星辰神体，星辰王体，叶星云，你会帮我找到星宫宝库的吗？禀神子大人，
你一直让老朽注意星辰大陆的风吹草动，如今暗域的确有异变了。暗域？那是什么地方？回神子，那暗域乃是星辰大陆的禁地，一片极为奇特诡异之地。那好，明日我就前往暗域。是你们救了我。我乃妖神宫神女，奉小妖后之命，要将你接引上仙域。妖神宫？哼，是因为本公子血脉返祖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天妖宫就不会管我们天妖王族的死活了？你也知道君家的势力，而且当初你们也的确太过分了，引起了大动乱，妖神宫也庇护不了。算了，过去的事本太子也懒得提。无聊的闲话休提，回仙域吧。仙域是要回的，不过在这之前，本太子还要联合其他被镇压的古族，将大印皇朝彻底铲除。能别节外生枝了吗？到时候君家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哼，君家来了又如何？受下界天地规则所限，最强也不过圣人。我们天妖王族并不惧他。到时候若是君家神子驾到，你想逃也难了。君家神子是谁？一个仙域年轻一代，几乎无敌的存在。你这是在吓唬本太子吗？仙域何其广袤，谁敢称无敌？哪个敢言不败？话已至此，信不信随你，只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这就是星宫宝库，已经被人打开了。进入。接下来就让我看看，那叶星云能给我带来什么机缘吧。莫凡，看你的了。是，莫凡知晓。那位难道是无极星君？无极星宫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这难道我才是无极星宫的传承者？那是无极星君的贴身兵器——诛仙破灭功。太好了，隐忍许久，终于轮到我叶星云发声了。君逍遥，就让我们看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吧。哼，早就知道你会出手了，蝼蚁！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跟随我，说不定我还真能赐予你一个追随者的身份，带你上仙域。哼，结果你却是要自取灭亡。哼！啊，怎么会这样？总算有机会了，本君以后会好好利用你的星辰王体。不可能！我难道不是无极星君的转世身吗？怎么会这样？呵呵，愚昧！本星君不过是施展了一些小手段，人上套了。这一世，本星君要进入十界裂隙，登上英灵祭坛，开辟出一条前人未走出的道路，正道成帝。不，这不是真的！无极星君，我乃叶家天骄，你若这样对我，万一被发现，叶家不会放过你的。嘿嘿，放心，以后我会完美的替代你。呵呵，没想到啊，千算万算的叶星云，最后反倒是坑了自己。无极星君，好手段呢！不愧是曾经在仙域都闯出过一番名声的无极星君，这等手段倒是令人大开眼界。荒古君家君逍遥，在搜索了叶星云记忆之后，本星君也知道你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一位荒古圣体，
倒是有资格追随本星君。找死！让我来，你们对付不了他。敢主动对本星君出手，有勇气！至尊骨！公子，这是件不错的至尊器，日后甚至有蜕变成准帝兵的可能。公子，这太贵重了，细雨不能拿。让你拿着就拿着，你家公子是缺少至尊器的人吗？好家伙，主人连尸体都不放过。不过我喜欢。我勒个去啊！这无极星君还是个娘炮，竟然用女人的香囊。这不是无极星君自己的东西，是信物，进入十界裂隙的信物。君家神子，幸运少爷他的魂灯灭了。如果我说不是我杀的呢？哼，不是你杀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你之外，还能有谁杀叶少爷？本神子解释，是不想平白无故背这个锅。你以为本神子怕了你们？神子大人请息怒，老朽只想知道少爷陨落的真相。福伯的态度让得君逍遥神色稍缓，随后简单2句解释了一下。竟然会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哼，若真是本神子干的，杀了也就杀了，区区一个叶星云，本神子会不承认吗？多谢神子解惑。唉，星云少爷是栽在了自己的骄矜自傲上面。唉，有你这么忠心的老婆，也算是叶星云的福分。接下来是该返回天玄大陆一趟了，然后便去解决其他罪族的事情，还有找到君万劫的妹妹。有些不对劲，风中有硝烟的味道。难道是君家神子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事情说清楚。死了，我宗门的师兄师姐，还有师傅他们都死了。随后，这位修士也是将近段时间天玄大陆发生的动乱都是告诉了君逍遥。原来如此，中央禁区太古仙山。可恶，那群中央禁区的太古生灵未免也太过分了。去纳兰家族吧。林峰这回勾结上了太古生灵嘛，倒是有点气运。不过可惜，纳兰家族还记得我吗？林峰，在没有亲手灭杀君逍遥，没有报复纳兰家族之前，我林峰岂能死去？没错，是我带着青天神山最先向你们发动攻击了，因为你们该灭。林峰，你这个畜生，身为人族，竟然投靠太古生灵，就是，你不配当人。哼，管你们说什么，反正都快是一群死人了。你们造下如此杀孽，就不怕得罪公子吗？不朽势力传人又如何？荒古世家可无法掌控整个下界，更别说还有太古皇族等势力掣肘。那君逍遥若是敢来，我林峰定要取他项上人头，以告慰林氏宗族众亲友的在天之灵。放肆！公子岂是你能污蔑的？纳兰若曦，你这个贱人，等会儿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没必要和蝼蚁多言，杀！杀呀！杀了这群太古种族！这场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退一步
我们都要死！林峰，你还真是自寻死路啊！君逍遥，没事吧？多谢公子关心，若曦没事。君逍遥，你终于来了，我以为你会一直当缩头乌龟呢。怎么，雨过了，天晴了，你又觉得你行了？林峰，你最大的价值就是被我收割。灵儿，不愧是天地主角，这么快就有女人倒贴了。君逍遥，替我妹妹偿命来！本神子连金翅大鹏都不放在眼里，更别说你这头青天大鹏了。在你死之前，本神子告诉你一句话：你要杀我？你可能是天地主角，但是天地都在本神子的掌心。这是哪一剑？回神子，这应该是森罗大陆吧？我们要前往乾隆大陆，需经过此界。这森罗大陆是古元凶的家乡。你说什么？战魔殿被灭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情况？说吧。这位小修士看到君逍遥，急忙将最近森罗大陆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堕神宫，堕神子，战魔殿全军覆没了吗？还有少部分战魔殿修士逃了出去，不过也无济于事。三大宗门正在追杀围剿，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全灭吧。在下知道公子有事在身，所以不敢拖累公子，但希望公子准许，在下在森罗大陆耽搁一段时间。你不用说了，这种事本神子也不能袖手旁观。多谢公子。我对那吞神魔宫也很感兴趣，只希望那堕神子不要不识趣跟我抢猎物。我该叫你燕青影，还是叫你吞神魔宫传人？没错，我就是吞神魔宫的传承者。你应该也不瞎吧？从我得到吞神魔宫的那一刻起，双眼就已经恢复了，只是因为受魔宫的影响，双眼特殊，哥哥才让我继续蒙着眼。本神子对你的吞神魔宫感兴趣，交出来吧。公子是青影和战魔殿的救命恩人，当然可以。不过青影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要那堕神子死。你是什么身份？敢跟公子讲条件？若本神子真想要，别说吞神魔宫，就连你体内的世界本源，本神子都唾手可得。不过本神子可以施舍你一次，但与此同时，本神子也要向你提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臣服于本神子。好，青影答应公子，只要堕神子死，青影当永生永世追随公子。好，既然你答应了，那本神子答应你的事，自然也会办到。青影知道自己并没有太多能让公子看上的，这团世界本源还请公子收下。你身具吞神魔功，可吞纳炼化万物，我也不占你便宜。之后等我打败了堕神子，直接把他镇压了，给你炼化。多谢公子。君逍遥，今日准备好为你的举动付出代价了吗？本神子唯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浪费了一点时间吧。等到打败了君逍遥，你依然逃不出我的掌心。一个死人，
怎么还那么多废话？君逍遥，你不过就是打败了几位天骄而已，真以为自己在仙域年轻一代无敌了吗？比你厉害。抱歉，本神子没有和死人多话的习惯。荒古圣体又如何？已经没落了的体质是无法再度崛起的。这多神子好厉害，竟然能和君家神子打得有来有回。人家好歹也是多神宫神子，这种表现也算正常。不过我怎么感觉是君家神子没有认真啊？公子就要亲眼看到您真正的实力吧。荒古圣体不过如此而已。无疑。就这就是君家神子认真后的实力吗？怎么可能？你的实力怎么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你之前不是说关于我的传闻都是以讹传讹吗？现在切身体会到了吗？这具身体应该不是你的吧？让我猜猜，难道是堕神宫替你找来的一具古代怪胎肉身？成王败寇，世人最后只会记住胜利者，只要能变强，有什么方法都无所谓。君逍遥，即便你知道了我的秘密，也无济于事。我会在此彻底终结你的不败神话。本神子也很期待，将来有人能打败我。不过可惜，无配。我的天，圣人，全都是圣人！君逍遥，你难道真的敢杀我？你这句话倒是显得愚蠢。本神子有何不敢？我乃堕神宫传人，你若真的杀了我，堕神宫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交给你了，他的命由你来终结吧。堕神子，当初随口发布命令，导致我哥哥死的时候，恐怕根本想不到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结果吧。如果没有君逍遥半路插手，我早就得到了所有。那就去死吧，给我哥哥偿命来！什么？那位少女才是吞神魔宫传人？青莹，多谢公子大恩，永生永世，忠于公子。好了，此间事了，你们战魔殿也准备重建吧。出发，前往大印皇朝王都。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大殷皇朝镇压我等古族无数年，今日终于可以将其连根拔起。还有君家，我听说这皇朝中也有一些君家人，他们都要付出代价。太阴皇主，没想到吧？身为镇压者的你们，也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于骨子里流淌着罪孽之血的你们来说，今日即便你们成功了，也无法承受来自主上君家的怒火。哼，何必多废话呢？今日大印皇朝要灭，那些体内流淌着君家血脉的人，同样要死。区区一脉罪族，真是大言不惭！谁给你们的资格和我君家作对？原来是君家人，正好，刚好镇压了你，发泄本太子心头之怒。敢对我君家人出手，你算什么东西？我没看错吧？那天妖太子被那位白衣公子一掌拍进地下了。没错，那道掌印也太恐怖了。那位白衣公子到底是何修为啊？没错，是他了，有着和君万劫同源的气息。敢问公子，您是？受一人所托，接你回仙域。
是哥哥派你来的吗？太好了！多谢神子出手相助，大燕皇朝举国上下感激不尽。不必多礼，你们为君家做了这么多事，救你们是应该的。如今乾隆大陆战火平定，待休整3日，整顿军队后，直接前往古神族所在的大陆支援。古妖族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都要一网打尽，斩草除根。是，谨遵神子之令。好了，去平定余孽吧。养儿，我们也退下吧。方寒，你先走吧，我还有些事情想和神子大人说。颖儿多谢神子救了大燕皇朝，救了颖儿。弟儿，感谢神子愿意接颖儿回仙域。小事而已，何必如此？况且我和你哥也算是朋友关系吧。是吗？哥哥能和神子结识倒是幸运。那我哥哥他很不错，已经成为了君家第5序列。真的吗？太好了！我在下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所以可能要等到事情解决后才能带你回仙域。神子能带颖儿回仙域，颖儿已经感激不尽了，多等一段时间没关系的。我一路崛起至今，受天地所重，怎么可能会败？这片大陆应该没有年轻一代能够胜过我。看来你就是归元大陆的气运之子了。你的世界本源我要了。记住，送你入轮回的是忘川。既然来，何不现身一见？不愧是轮回魔宗的古代怪胎，感知果然敏锐。你是？本姑娘是魔仙教当代圣女，小魔仙是也。魔仙教？你是魔仙教当代圣女，找我何事？莫非是要抢我的世界本源？当然不是，人仙教的青衣姐姐想要招揽合作者，我小魔仙自然也不能孤军奋战了。你恐怕还不知道自己被封存多久了吧？轮回魔宗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什么？你在骗我？哼，神家可没骗你。轮回魔宗妄图寻找出不死之秘，然后同轮回之秘融合，最后却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你找我，不仅仅是合作，还想招揽我？嘿嘿，那是当然了，你可是轮回圣体，这样的人才，我魔仙教可是很欢迎的。那些事情之后再谈，不过在下界，我们倒是可以合作。那好，一言为定了，有你在，应该可以抗衡那个家伙了吧？这个时代出了一个怪物，一个很强很强的怪物。是谁？君家君逍遥，一个长得很帅的妖孽，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听他的名字，听得耳朵都起响。没想到竟然是君家，他们好像是每一代都会出一些妖孽。放心吧，我们迟早会遇到的，因为君逍遥也下界了。是吗？那倒是想看看这位妖孽究竟有多厉害了。第3团了。李道玄，你本可以留那少女一命，只取本源即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不觉得我的做法有错，当然，若是青衣仙子觉得不妥，我可以改。青衣仙子，你可说好了，要帮助我寻找其他的世界本源，成为逆天之王。我自然会帮助，毕竟到时候还要和你去对付魔仙教的那一位。青衣仙子放心，我自然会尽力帮助你对付那个什么魔仙教之人。不要过于自信，小心阴沟里翻船。毕竟外界都在盛传你是混沌体，但究竟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明白。对了，除了魔仙教外，还有一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若是遇到了，不要多想，能躲则躲。不知道青衣仙子口中的那位是谁呢？君家君逍遥。哦，真有那么厉害？若是遇到，你就知道了。好了，别耽误时间。
青衣，我一定会征服你。还有那个什么君逍遥，如果他出现，我会当着你的面彻底击败他。我李道玄才是值得你垂青的男人。这是我覆灭的第6个势力了，不过资源倒是真丰富。看来下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贫瘠嘛。不过洛离表妹怎么还没有下界？难道家族没打算让她下界吗？好一个下界蝼蚁！在你们这些仙域之人眼中，我们下界之人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的吗？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废物皇子。那日好心留你一命，没想到还真让你活下来了。笑什么？有种和我再战一次！哦，你这只小蝼蚁也有底气挑战我了。也罢，就让我来教你做人吧。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惊讶吗？震撼吗？告诉你，没有谁生来就是高高在上，一条蚯蚓也可登天化龙。敢伤公子，找死！你们敢出手试试？我秦昊送天地所重，逆势崛起，就是为了对付你这种灭绝人性之辈。表妹，小姐，表哥，救救人家！你们大胆，敢求见我表妹，是想找死吗？你们这群大坏蛋，敢求救人家！逍遥哥哥知道了，一定会狠狠揍你们的。救佑！逍遥哥哥，人家为了见你下界而来，都被绑架了。谁敢绑架你这位江家小公主？不是自寻死路吗？哼，就是有不长眼的家伙。老朽见过君家神子，多谢神子出手救下小姐。君家神子是何方神圣？你就是秦昊。我秦昊今日哪怕是死，也要拉着你垫背。不愧是逆天之子，这秦昊气势倒是挺足。怎么可能？不要用你那蝼蚁之躯挑战本神子的威严！如果我能集齐10界本源，以此为底蕴，登上阴灵祭坛，说不定真能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切，我这妹夫太他妈牛逼了！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了？地震吗？不可能，我感觉整块大陆都在颤动。公子，大陆似乎产生了异变。我已经知道了。你知道这些天地灵气都被吸收到哪里去了吗？一语不知。公子，这种异状到底是怎么回事？若我没有猜错的话，10块大陆的天地灵气，怕是都被吸入了10界裂隙当中。10界裂隙？这种动乱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如此长久的积攒下来，那10界裂隙中的天地灵气之浓郁，可想而知。大争之势，百科争流，谁能抢占先机，谁就有资格争夺第一。为了能一路无敌下去，这10界裂隙的大机缘，我势在必得。我们准备出发吧，下界最大的机缘现世了。终于开始了，我有预感，我想集齐10界本源，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这10界裂隙中。要开始了，这才是下界最大的机缘。我被宗内葬在下界无数年，也就是为了争夺这个机缘。嘿，要和千衣姐姐见面了，还不知道她拉拢的盟友是谁呢？这最终的机缘是属于我法海的，终于来了。我体内的盘黄生灵剑有所预感，其余2剑的下落竟然同那10界裂隙有关。哇，那
那就是十界裂隙的入口吗？这只是入口之一，在世界其他地方应该还有入口，你们就守在这里吧。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变得很渺小？不是我们变小了，你感觉一下天地灵气，好浓郁的灵气，仙界的灵气恐怕都没有此地浓郁。汇聚十界灵气的十界裂隙，有这种环境也很正常，受灵气滋养，所以这里的古木和妖兽也都格外高大。这十界裂隙内，机缘与危机并存，你们是跟在我身边，还是自己去闯？一羽愿意独自去闯荡，寻求机缘。为了能更好的帮到公子，青莹也愿意独自去历练变强。好，你们不愧是我认定的追随者。那你呢？嘿嘿，当然是和逍遥哥哥你在一起啦！别想用什么独自历练、温室里的花朵来当借口，洛离就是要跟着你。娘啊，你是给我找来了一个怎样的麻烦？噔噔噔噔，好不容易和逍遥哥哥有了二人世界，洛离怎么会放弃呢？好了，走吧。属于我的机缘来了！阿弥陀佛，到处宝地与小僧有缘。啊，小西天佛子！阿弥陀佛，原来是盘武神朝冠军侯，幸会。法海，那君逍遥若无意外，应该也进入十界裂隙了吧？阿弥陀佛，小僧同那君逍遥倒也有一桩姻缘要了结。终于决定好要结盟对付本神子了吗？蝼蚁即便结盟，也只是一群蝼蚁。今日便彻底做个了断吧。一起出手！就这，联手都无法让本神子产生一丝战意。君逍遥，住手！你若再动一下，他可就没命了。这锁灵链应该不是你的吧？君逍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锁灵链是我给他的。君逍遥恐怕都没想到自己会陷入这种地步吧？原来他在进入十界裂隙后不久就碰上了杨盘，结果两人都对君逍遥怀有仇怨，然后便是设下此计。你方才说的这些，我可是全都记录下来了。哼，现在记录这些又有什么用？你认为你还能活着走出十界裂隙吗？君逍遥，现在束手就擒，不然我就将他献祭给祭神符咒。逍遥哥哥，不用管洛离，杀了他们。你以为本神子会在意这种威胁吗？哦，你真的对他没有一点感觉吗？或许从来都是洛离在一厢情愿吧。怎么还不束手就擒吗？所以呢，你们想直接杀了我吗？直接出手杀了他吧。与其直接杀了君逍遥，不如废物利用，让他去吸引那黑角王的注意，我们可以趁机进入古殿之中。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你去吸引那黑角王的注意力，我们之后可以将江洛离放了。哦，你确定？哼，放心吧，我们也不想过于得罪江家，只要你去，我们一定会放了江洛离。不要，逍遥哥哥，不要去！可以。君逍遥，你最好不要耍什么手段。逍遥哥哥，好机会，你在这里制住江洛离，事情完结后不会少了你的好处。哈哈哈，死了！君逍遥终于死了。不对呀，之前的那股功名应该没有错，可为什么古殿内没有呢？唉，也罢，虽然没找到盘桓虚空剑，但至少君逍遥死了。我江洛离不会放过你们的，绝对不会，死也不会。
不愧是3000体质中排名前100位的元灵霸体，光是情绪就可以影响到天地灵气的运转。哼，杨兄，小僧觉得放此女离去，如同放虎归山，不如我们把她……可以。果然没错，逍遥哥哥是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死的。君逍遥，你！君逍遥，你若敢出手，他必死无疑。方寒，必死！有种试试看！想好遗言了吗？君逍遥，原来从始至终，你的目标都是盘黄剑。看来你还没有蠢到极致。这盘黄剑是属于盘武神朝的，就不怕得到后让盘武神朝震怒吗？哼哼，本神子会在乎吗？我身怀盘黄岁月剑，加上眼前的盘黄虚空剑，3剑合一，地冰盘黄剑将在我手中重现。逍遥哥哥，都是洛离太笨了，拖累了你。好啦，别哭了，小事而已，不必介怀。逍遥哥哥，那个……什么？这次回仙域之后，要不要跟娘说，先把订婚宴给办了？我们走吧，最大的机缘在石阶裂隙深处。哼，没想到逍遥哥哥还有这么骄傲的一面。不过没关系，洛离已经要定你了。公子，怎么了？燕青影便将遇到姬青衣，还被逆天之子抢走黑暗仙种的事情，都告诉了君逍遥。原来是这样，姬青莲也下界了，还和一位逆天之子结盟了。不过那位逆天之子显然不简单，拥有3界本源。公子抱歉，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哈，没什么，你非但没给我带来麻烦，反而给我带来了一头肥羊。放心，你的黑暗仙种一定会拿回来的。多谢公子。好了，我们走吧。现在石阶裂隙内的天骄应该都朝着祭坛处汇聚了。这里好生热闹啊！逍遥道兄，哇，逍遥小哥哥长得这么帅啊，爱了爱了。你就是君逍遥？看来剩下的世界本源都在你的身上，很好，不必再让我费心去找了。不愧是当代君家神子，口气倒是不小，但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等着我们打得2败俱伤后再出现呢？哼，抱歉，对付你们横推即可，需要这么麻烦吗？你身上也有世界本源，而且不止一种。想得到我的世界本源，看来你们是要步杨盘和法海的后尘了。杨盘和法海，逍遥道兄，他们怎么了？被我杀了，现在估计坟头草都长出来了。逍遥小哥哥，你竟然把西天佛子和盘武神朝冠军侯给杀了！小哥哥，小姐姐，你们这是做什么？在公子没有登上英灵祭坛前，谁都不准靠近祭坛一步。你们，太霸道了吧！混沌裂空翼，好强！这么着急去投胎吗？那我便送你一程。青衣仙子，帮帮我！逍遥道兄，不知可否手下留情？能在我手中过这么多招，你足以自傲。该死，好强！先进去。总算
集齐了。小哥哥，人家可没有太过得罪你啊，可别对我出手，我还小，身子骨弱，受不起激烈的摧残。阴灵祭坛有变化了。宿主已到达签到地灵婴祭坛，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驼舍古地园。驼舍古炎地，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原本只是想在阴灵祭坛上突破到河道境，现在看来，说不定连涅槃境都可以直接突破。还有踏上幽灵祭坛之顶，君逍遥竟有如此野心。接下来就该突破了，就让我看看开辟出一条道路究竟有多么困难。开始了。怎么会那般恐怖？不可能的，这条路是死路，任何人都走不通，包括你。生一种属于自己的道，超脱天地之间，回归本源，寻找最初的奥秘，开辟属于自己的路。怎么可能？那是无名业火啊！太恐怖了！这个阶段有谁能够扛住无名业火的焚烧？与天斗，其乐无穷。哼，好强大的仙种！唉，如果我能得到世界本源，融合出世界仙种，那该有多么强大！没想到啊，老天这么看得起我。悟道一出，万道崩毁。这种感觉，莫非是逍遥？哈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孙儿，总是能带来意外惊喜。现在真是盼着他回来啊，看看他究竟干了什么大事儿。真的成功了！这条路被他走通了。这个原点代表了我之道的起点，日后它将从一个点开始变化，演化出领域、小世界，甚至最后化为大千世界。纵横古今10亿年，谁人堪与无比肩？下界果然没有错，这次的收获太大了。不好，走！好歹也是一位古代怪胎，不战而逃算什么？我的实力果然比之前强大太多了。我愿意投降，君逍遥，我对你而言还有价值。你应该知道欺骗本神子的下场。自然知晓，现在轮回魔宗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如何敢欺骗你和君家？你可以活下来，不过要种下奴印。那我成为追随者也好。追随者暂时看不上，另外，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放心，本神子也不会闲得无聊羞辱你什么。只要你能够完成你的承诺，奴役我自然会解开。多谢公子，不过宝库出世需要机缘，等到时机了，在下自然会尽力寻找。下界稍微收一下尾后，差不多也可以回仙域了。逍遥道兄，青音先告辞了，想必不久后就会在仙域看到逍遥道兄再展神威。这逆子有了点机缘就膨胀了，竟然干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是在下管教不力，求公子责罚。没想到方寒竟是这样的人，是我看错他了。公子，对不起，都是我。和你无关。
言儿斗胆，希望公子能原谅皇主等人，他们都是一心一意为君家奉献。我看上去有那么凶残吗？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失就迁怒于你们呢？多谢公子大恩，皇朝上下感激不尽。言儿，接下来随我回仙域，下界收尾之事就交给大英皇主和古神族长2位了。下界之事总算了结了。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仙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那萧晨，也该拍死了。是君家第3序列君木兰，听说她身怀战神之血，虽是女子，但脾气十分火爆，手段也很暴力。这一战关乎我君家荣誉，如果君临苍真的胜了，怕是我们10大序列都要归心以他为首。那你认为君临苍这次能胜吗？难。那如果换做0号序列君逍遥，他能胜过龙脊公主吗？不知道，他还太嫩了吧。反正不论如何，谁能胜过龙脊公主，谁就是真正的10大序列之首。哼，那就拭目以待吧。君家第1序列，准备好迎接你的失败了吗？你们君家的那位神子是不敢面对本宫吗？逍遥堂弟正在下界处理其他事情，对付你，我应该足够了。不愧是君家第1序列，这般气度，果然不是一般天骄能比的。是啊，面对古代怪胎，还能以这般语气说话，不愧于重统者的无敌之力。看来你还是太无知，本宫的能耐你无法揣度。该死，这君逍遥竟然还不服约，他若再来，我就得用其他办法了。如果你还是只有上次实力的话，那么这一次一点悬念都不会有了。通天境大圆满，应该是迄今为止现世的年轻一代中最高的修为了吧？还好他没有得到完整的麒麟大神通，不然的话，他对麒麟大神通的参悟岂不是堪比麒麟子啊？君临苍的实力果然还是强啊！唉，废话，不然的话，你怎么会一直当万年老二呢？完了，君家重统者落入了下风。果然，古代怪胎是无法战胜的吗？还是不行吗？结束了。重统之路，古今无双，想胜我败，痴心妄想。我君临苍绝不认输。很好，你若不祭出重统，本宫反而会有些失望。就让本宫来会你，这重统究竟是不是浪得虚名？重统果然恐怖，左眼为生，右眼为死，同谋开河间，生死流转。卑鄙！这也叫古代怪胎？这世间战斗哪有那么多公平可言？你已经输了，毫无疑问。我还没败。不必了，继续下去也没有意义。够了，临苍，回来吧。我祖龙朝无敌。君家果然不行，什么第1序列，在龙姬公主面前屁都不是。本宫既然在这个时代出世，定然要逐鹿仙域，横推地路，成就无敌不败之霸业。何人称无敌？哪个言不败？除我之外，谁敢称王称霸？
那是，没错，他回来了。你是？你不是一直想和本神子一战吗？那便成全你。神子，是神子大人回来了。总算见到了这位0号序列，还真是嫩呢，鲜嫩可口。哈哈哈哈！我孙儿回来了。君逍遥，辛苦堂兄了。你这小子真是妖孽呀！我算是有些理解阿九的选择了。堂堂君家神子也会偷袭吗？区区一只母泥鳅，也敢妄言横断地路？我没听错吧？母泥鳅，这是用来形容龙吉公主的吗？还有梁静茹是谁？应该是她太奶了。公子，忘川好不容易遇到其他怪诞，见猎心喜，不知可否先让在下出手？可以。他是谁啊？那君逍遥的手下到底有什么来头？竟然这么不自量力，敢对龙吉公主出手？难道他是那位？这位老前辈，你知道他是谁吗？好像是曾经轮回魔宗的最强圣子忘川。什么？轮回魔宗圣子忘川？轮回魔宗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不朽宗派了，不是早就消失在了岁月长河中吗？不对，他的意思，难道忘川是古代怪胎？那股力量是轮回之力，是轮回圣体。这位青年真的是轮回魔宗的古代怪胎？莫非君家神子降服了一位古代怪胎？这他妈一定是在逗我！古代怪胎高高在上，心高气傲，怎么可能会臣服于他人？神子大人竟然降服了古代怪胎，神子大人当真无敌！什么？你竟然臣服于他了？哼，公子的实力你们无法想象，不过是一群井底之蛙而已。哼，真是耻辱！废话休提，想和公子比试，请问过我。不愧是龙族。够了，忘川，回来吧。你的气息还未达到巅峰，一时失利很正常。让公子失望了。终于要来了吗？最后的终极对决。君逍遥，这次一定要让你尝到败果。君逍遥，本宫会让你知道侮辱本宫的代价是什么。谁给你的底气，在本神子面前自命不凡？别说是你，便是漫天神佛，在本神子面前亦要俯首称臣。真的是通天境大圆满。龙七公主竟然落入下风了。君家神子的气息究竟强到了何种程度？这君逍遥，本神子不喜遮遮掩掩，别装神秘了，给我破！看来本神子还是高看你这只母泥鳅了，令人失望。哼，休要得意，本宫的能为还没有完全展露。跟我比吞噬？哼！啊，那种功法是？没错，是吞神魔功。君家神子竟然传承到了吞神魔功，太恐怖了！君家神子竟然得到了吞神魔功，以后他的对手要小心了。是啊，
以君家神子对待敌人的凶残性格，有了吞神魔功，那他的对手岂不是连尸体都剩不下了？本宫就不信了。真以为一把剑就能够翻盘了？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那股威势是地兵，是盘黄剑，盘武神朝的地兵，怎么会在君逍遥手中？天哪！君家神子竟然独有一柄地兵，这怎么可能？逍遥拥有一把地兵？主人真的集齐了盘黄三剑。逍遥堂弟，我不如你啊！君逍遥，太过分了！不过是年轻一代的战斗，你连地兵都祭出来了。就是，只靠地兵算什么本事？哦，本神子何曾说过不让龙吉公主使用地兵？她可以用啊，是不是玩不起？玩不起就直说，本神子或许可以宽容一下。听闻君家神子平时虽然话不多，但只要一说话，就能把敌人气出内伤。没错，唇枪舌战，君家神子也无惧任何人的挑衅。如果没有地兵，本宫绝不会怕你。看来是玩不起了，没关系，本神子可以成全你，毕竟杀鸡焉用牛刀。君逍遥，再来一试。我一定要好好表现，希望日后公子能将这拳法赐给我。君逍遥，事情不会就这么散了。萧晨，本神子对你也算仁慈，让你多活了这么久，现在你可以安心去了。不，我不甘心。爷爷，各位族老，这柄盘黄剑，逍遥先交给家族吧。好，逍遥，这柄地兵家族就暂时帮你保管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看现在谁敢说逍遥没有为家族做贡献？逍遥，你可曾听说过一句话：仙谷县地路开？仙谷县地路开？没错，仙谷县指的就是仙谷世界，那是一片机缘无数的古代领土，甚至有成圣的大机缘存在。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仙谷世界签到。新的签到地？仙谷世界那是一片遗世独立的空间，是一处古代领土，可以说那是一片绝对的机缘宝地，蕴有各种机缘，甚至能够收获上品以及极品仙缘。在仙谷世界开启之后，往往地路也即将会现世，可以说仙谷世界几乎相当于一个热身，也算是给各路天骄一个提升自我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君临苍和龙姬公主战斗时，很多族老不希望他硬撑受伤。既然如此，那这古仙世界，孙儿是必去了。没错，到时候我君家便以你为领头，仙谷世界内有境界限制。孙儿知晓了。我第10序列军长剑，愿以神子为尊。我第5序列君万劫，愿以神子为尊。我第7序列君雪皇，愿以神子为尊。我第9序列君天明，愿以神子为尊。我第1序列君灵苍，愿以神子为尊。我第2序列君无双，愿以神子为尊。第3序列君木兰，愿以神子为尊。承蒙各位高看，今后我们一起为家族努力。姐想和你切磋一番，如何？
这样吧，我只用一只手。这么看不起姐？姐在外界好歹也是一个传说。不过有一个地方你一定比不过我。哦，哪里？胸有姐的大吗？习惯就好，他就这性子。逍遥堂弟，你可不能辜负了阿九。这……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何事？虽然我们10大序列都以你为尊，但君家年轻一辈可不只有我们。在仙古世界，有我君家的古代怪胎在神灭。嗯，原来如此。这就是母族吗？比起君家，也不差多少。少主，这也算是归乡了。这个称呼，现在是不是还太早了？这是哪里话？江家少主身份，除了神子，找不到第二人。天哪，是君家神子来了！什么？君家神子来我江家了？稀奇啊，太稀奇了！这不很正常吗？君家神子体内也流淌着一半的江家血脉，也算是半个江家人。逍遥哥哥，你虽然是第一次回江家，但是你在江家的声望也不弱呢。许多江家的年轻人啊，都拿你当做偶像。是吗？哎呦，这就是逍遥吗？还真是第一次见呢。小伙子长得就是俊，不愧是继承了我江家优秀的血统。来，逍遥，这是你7大姑，这是你8大姨，还有你家3叔2舅4爷，快过来打个招呼。逍遥见过诸位长辈。之前外界传闻神子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现在看来都是谣传。是啊，神子的性格可真好。既然如此，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让家族给逍遥一个身份啊。你们聊够了吗？还是先带逍遥哥哥进族里休息吧。不必了，先去探望外公吧。禀太上长老，有人求见。不是说了不见任何人吗？回太上长老，是江柔小姐和君逍遥回来了。逍遥，是你？孙儿君逍遥见过外公，希望外公莫要怪罪，孙儿这么迟才来看你。逍遥，你能来就好啊！不愧是我江道虚的孙儿，超尘拔俗，日后注定站在9天仙域之巅，俯瞰万古沉浮。爹爹，丫头，哭什么？今天逍遥来了，老夫高兴。老大，你福气可真不错呀，有这么一个好孙儿。对了，逍遥，有一件礼物，原本是想在你10岁宴的时候给你，不过现在交给你也不迟。啊，那是我江家的少主令。少主万岁！少主万岁！启禀太上长老，北帝王家来人了。北帝王家，他们来做什么？嘿嘿，没想到北帝霸主竟会来我江家，当真令我江家蓬荜生辉呀！客气了，不愧是御3家之一的荒古江家，族地恢宏壮阔，我北帝王家自愧不如啊。不知诸位如此兴师动众来我江家，所谓何事？哈哈，不必如此戒备，我王家是带着绝对的善意和诚意来的，想要和江家缔结盟约。缔结盟约？此话怎讲？你们江家的老酒鬼擅长测算天机，推演时运，也应当知晓大事来临，风云激荡，因此我们2家结盟对双方都有好处。
那你们王家的意思是？联姻。联姻？没错，我王家少帝之名，想必你们也有所耳闻。王家少帝之名如雷贯耳，谁人不知？你们江家倒也有人可配得上我王家少帝。哦，是吗？敢问是谁？江家神女江圣依。什么？圣依？这有些突然了，而且还要征求圣依的意见。哈哈，我说了，我们王家这次是带着诚意和善意来的。你们江家那位曾经横扫四方的至尊江道虚，如今情况怕是有些不妙吧？你们是如何知晓的？哈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王家有诚意，能够令江道虚恢复健康。哦，王家有办法让老夫恢复健康？呵呵，如江老这等强者，若是这般黯然陨落，那也未必有些可惜。我王家愿意以一株九妙轮回不死草，换取江家神女和我王家少帝的联姻。啊，的确是九妙轮回不死草。怎么样，我王家已经够有诚意了吧？以这株九妙轮回不死草当做聘礼，而且我王家少帝也绝对配得上你们江家神女。江老爷可恢复健康，这种两全其美之事，何乐而不为呢？王家少帝也是人中英杰，神女下嫁，想必也不会委屈了神女，还能够得到九妙轮回不死草，拯救太上长老，何乐而不为呢？能和我王家少帝联姻是你的幸运，这种好事还需要考虑吗？我愿意。圣依姐，这真的是你本意吗？如果这是圣依姐的本意，我不会多说一句话，但若不是，那别说是北地王家，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带不走你。哪里来的不知礼数的后辈？你有资格插嘴吗？本少主有没有资格，需要你说了算吗？你是江家少主？哼，君逍遥乃是我江家新任少主，他若没有资格，那我江家也没有其他人有资格了。什么？你是君逍遥？我拒绝。你也听到了，既然如此，请回吧。哼，看来你们江家是要拒绝我王家的善意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恕不奉陪。好，好，这九妙轮回不死草只有一株，你们想短时间内找到第二株，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或许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听到江家有至尊陨落的消息传出。哼！外公，抱歉，都是孙儿莽撞，不仅让江家与王家产生不愉快，还让外公失去了九妙轮回不死草。唉，逍遥，在你眼中，外公是这么自私自利的人吗？当然不是。放心，逍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外公都支持你。王家想要以老夫的命胁迫你们，想都不要想。对啊，少主，你做的没有错，我们都支持你。北地王家算个屁，我们江家根本不惧。九妙轮回不死草真的无法寻找到吗？我倒是听说过九妙轮回不死草最后存在的消息，好像是从万古藏土中传出的。王家的那株九妙轮回不死草，好像也是机缘巧合之下从万古藏土中得到的。的确如此，曾经在万古藏土中有九妙轮回不死草的消息传出，但并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那为何不去万古藏土寻找呢？少主有所不知，万古藏土乃是一处禁地，不在荒天仙域3000道州之中。
其中有着各种古怪以及大恐怖，水深的很啊。既然修为高深者难以深入，修为弱者也难以进入，那不如就让我去吧。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万古藏土签到。逍遥，你的心意外公心领了，但那地方太过危险，而且还不一定真的有九妙轮回不死草，没必要去。外公，你们还不相信我吗？有什么事能难得到我？逍遥，你日后若成长起来，去万古藏土没关系，现在去太早了。外公，儿孙心意已决，你们也不要劝了。万古藏土，我君逍遥必去无疑。那就是万古藏土吗？那只是万古藏土的一角而已，整片万古藏土范围无比广博，同多个仙域接壤。有意思，倒是令我越来越好奇了。少主，以阿九的实力，若进入万古藏土，会引来一些藏土大人物的注意。为了不妨碍少主寻找九妙轮回不死草，阿九只能留在外面了。我本打算自己前去。这就是万古藏土外围的埋骨之地吗？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万古藏土，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6000奖励，法力免疫。有意思，这种法力免疫能力，现在虽然不是绝对的无敌，但在对战时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难怪万古藏土号称生灵禁区，这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该去哪里呢？毫无头绪。难道是藏土内的生灵？你是从外界来的？我的确是从仙域进入的。你的修为才通天境，竟然能够进入藏土？我是特意进入的，为了寻找九妙轮回不死草。你才通天境修为，就敢来万古藏土，还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你们难道不想把我当成血肉补药吗？而且他身体好像还有问题吧？我们自然不会对公子做什么，不过藏土内的确还有很多藏土生灵徘徊，他们很可能会对你产生麻烦，所以公子需要掩盖转化自己身上的磅礴生气。刚好苍月有一个办法。哦，什么办法？阴阳神果。阴阳神果？公子，你的实力如何？还行吧，勉勉强强，同代无敌。区通天境，竟敢称自己同代无敌，这就是卑劣的外界生灵。一具活着的尸体而已，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是我们眼拙了，公子能独身进入藏土，果然有不凡之处。不知这阴阳神果，公子可感兴趣？那是自然。那这次阴阳魂坛，公子可随我们同去。如果有多出的阴阳神果，公子可以得一枚。等到阴阳神果之争开始，你们就会知道，将希望寄托在这位外界人族身上是多么的愚蠢。公子，前面就是了。这股强大的生机是外界生灵，那是苍家的姐妹花，他们竟然带了一个外界生灵过来。活人呐，我有多少年都没有见过活人了，新鲜的血肉啊！哼，苍月，你是找不到帮手了吗？竟然还带了一个外界人族，而且修为还是通天境。哼，干你何事？等会神果之争开始，这个外界人族恐怕立刻就会被众人争抢瓜分，成为血食吧。
我很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被埋在地下太久了，脑子里是进了土，还是灌了水？有点意思，一个张狂的外界生灵，想必小主会很感兴趣。怎么可能？你请来了他？这次原本只是为了阴阳神果而来，没想到还能碰到一个外界生灵。小主绝对很喜欢这样的血食。没关系，我们还有古痴大哥，他也是阴域排名前10的天将。古痴，你这个手下败将，也敢来丢人现眼？雀天，你说话别太难听了。算了，完成小主的任务，先夺取阴阳神果，再对付这位外界神族。神果之争开始了。古痴大哥，拜托了。我尽力吧。出手吧。公子，等等。这外界人族是吓傻了吗？对啊，他难道就不想想，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快躲开！这外界生灵真是惨，你们说他能不能留下全尸？如果能留下全尸，埋进土里，说不定日后还有机会变成同类。可惜，原本还想镇压住，给小主当血肉保药的。好一头畜生，有一丝九阴血脉就敢逞凶了！啊，公子，你这怎么可能？这个外界生灵貌似也没那么简单。别发呆了，去取阴阳神果吧。哦，好的。怪不得公子直接就出手，原来不是鲁莽，而是根本没有必要小心翼翼。外界人族，我们知道你很强，但这里可是藏土，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这不可能，我可是铁骨一族。这外界生灵是真龙后裔吗？太恐怖了，怪不得能前来藏土，果真有2把刷子。听说你想把我献给你家小主，当做血食。哼！外界生灵，你在外界或许很风光，可能是不朽势力的传人。你考虑过与我家小主为敌的下场吗？这就是狗仗人势吗？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难道想让一个外界生灵得到阴阳神果吗？没错，藏土的机缘可不能被外界生灵夺去。古痴，你呢？古痴，你……苍月，这里是藏土，不可能让一个外界人族逞凶。我算是瞎了眼了。站在我身后。这外界生灵是彻底放弃抵抗了吗？终于死了，可惜了苍月那个蠢女人。是我眼花了吗？这外界生灵为何一点事都没有？这怎么可能？难道是用了什么防御招式？不可能，他方才没有任何举动，也没有祭出任何防御法宝。方才的攻击在靠近公子时竟然消失了。就这？你想怎么样？我可是多羽圣子大人的追随者，如果杀了我，没你……聒噪！陆仙进局！公子，这下我们有麻烦了。
你是指堕羽圣子吗？不必在意。公子，你的实力或许很强，甚至不弱堕羽圣子，但堕羽圣子背后毕竟有堕羽族，还有藏皇存在。比背景势力吗？公子，你还笑得出来？不必担心，那堕羽族若想找死，尽管来找我。多谢小友出手，帮助苍雪夺取阴阳神果。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家主不必客气。此子能独自进入藏土，想必来历也不简单。公子，那我就先带小雪去炼化神果了。我的境界在仙域年轻一代算是一流，但在这藏土好像不算什么。既然如此，那便突破吧。这次我必须要给外公带回九妙轮回不死草。此子竟然能独自进入藏土，想必来历有些不凡。万一他背后的势力比堕羽族更强，那岂不是更惨？那怎么可能？就算那小子背靠不朽势力，那也就和堕羽族差不多。而这里可是藏土，强龙不压地头蛇。家主，你莫非要恩将仇报？公子救了我的性命，而你们却在这想如何擒住他，送给多羽圣子，这算什么？什么都别谈了，藏家任何人不得妄动那位公子。这外界生灵是真龙后裔吗？太恐怖了，怪不得能前来藏土，果真有两把刷子。听说你想把我献给你家小主，当做血食。哼！外界生灵，你在外界或许很风光，可能是不朽势力的传人。你考虑过与我家小主为敌的下场吗？这就是狗仗人势吗？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难道想让一个外界生灵得到阴阳神果吗？没错，藏土的机缘可不能被外界生灵夺去。武痴，你呢？武痴，你……苍月，这里是藏土，不可能让一个外界人族逞凶。我算是瞎了眼了。站在我身后。这外界生灵是彻底放弃抵抗了吗？终于死了，可惜了苍月那个蠢女人。是我眼花了吗？这外界生灵为何一点事都没有？这怎么可能？难道是用了什么防御招式？不可能，他方才没有任何举动，也没有祭出任何防御法宝。方才的攻击在靠近公子时竟然消失了。就这？你想怎么样？我可是多羽圣子大人的追随者，如果杀了我，没你……聒噪！陆仙进去！公子，这下我们有麻烦了。你是指堕羽圣子吗？不必在意。公子，你的实力或许很强，甚至不弱堕羽圣子，但堕羽圣子背后毕竟有堕羽族，还有藏皇存在。比背景势力吗？公子，你还笑得出来？不必担心，那堕羽族若想找死，尽管来找我。多谢小友出手，帮助苍雪夺取阴阳神果。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家主不必客气。此子能独自进入藏土，想必来历也不简单。公子，
那我就先带小雪去炼化神果了。我的境界在仙域年轻一代算是一流，但在这藏土好像不算什么。既然如此，那便突破吧。这次我必须要给外公带回九妙轮回不死草。此子竟然能独自进入藏土，想必来历有些不凡。万一他背后的势力比堕羽族更强，那岂不是更惨？那怎么可能？就算那小子背靠不朽势力，那也就和堕羽族差不多。而这里可是藏土，强龙不压地头蛇。家主，你莫非要恩将仇报？公子救了我的性命，而你们却在这想如何擒住他，送给多羽圣死，这算什么？什么都别谈了，藏家任何人不得妄动那位公子。家主，不可呀！你若有意见，去问老祖提吧。怎么可能？此子来历究竟何其精神？只是稍微推算一番，就令我反噬，差点走火入魔。此子来历究竟何其恐怖？那冥冥中庇护他的恐怖存在，究竟是何方神圣？至尊？不，感觉比至尊还强。莫非是天尊、玄尊，还是道尊？亦或是准帝？怪不得有底界孤身前来藏土，此子来历果然非同一般。堕羽族或许会踢到铁板。差不多了，接下来踏入通圣九阶，还需要契机和一些积累。哼，真来找死了吗？那三位是多羽圣子的追随者。三位驾临我苍家，倒是令我苍家蓬荜生辉。废话就别说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来的目的，让那个外界人族乖乖滚出来，束手就擒。你们太过分了！哼，你们苍家敢与小主为敌吗？堕羽圣子算什么东西，也敢与我为敌？果然如老祖所说，此子来历惊天，此日更是妖孽。还好我们苍家没有贸然招惹他。不是说这外界人族只是通天境的修为吗？这外界人族长得未免太俊了吧？外界人族，你太大言不惭了！你在小主眼中，也就是血石一般的存在而已。看来被丽丽威了。这发生了什么？快走！公子，饶了奴家，奴家愿意臣服。限你3天之内，去把堕羽圣子找来，让他跪在我面前，束手就戮。堕羽圣子，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点乐趣吧。苍家家主，你们的选择很明智。此子早就预料到我们苍家可能会抓住他献给堕羽族，但他却依旧没有丝毫顾忌，果真是有底气的。看来这苍家也有聪明人吗？小友，你可要考虑清楚了，你面对的乃是堕羽族，你背后势力或许很强，但这里可是藏土啊。这就不劳家主忧心了，反正不会连累到苍家的。公子抱歉。哦，为何？公子这么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苍家还曾经想算计公子。哼，不是没发生吗？那也是我们苍家对不起公子。公子，为了赔罪，你想让我们姐妹俩做什么都可以。你们是我的朋友。公子，我们姐妹俩明白了，不过能告诉我们公子的名字吗？姓君，名逍遥。君公子，敢问您是否是那个君家？如果你指的是荒古君家的话，那么就是了。
苍月记得，好像在10余年前，曾有无上恐怖的存在强势闯入藏土，连斩数位藏皇域主，最后更是深入了传说中的藏界深处。我曾听过一些隐秘的消息，那位无上恐怖的存在好像姓君。什么？还有这种事？能详细说一下吗？其实当年之事我们也不太清楚，毕竟那种层级太高了，我们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确有无上强者曾闯入藏土，有其余藏皇想要阻止。没想到我君家还做过这种事，可是君家为什么要强闯藏土？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那时天穹上曾传来藏皇的怒喝，让君家不要过分多管闲事。多管闲事？你说那位君家无上强者最后进入了藏界，那是什么地方？君公子有所不知，万古藏土真正的发源地乃是藏界，那也是一片最为古老之地。而藏土10域不过是以藏界为中心延伸发展出来的10块地域而已。看来这其中还有大秘密。有办法能进入藏界吗？很难，藏界是我万古藏土的一块禁地，而且非常危险。一般情况下，连我们藏土生灵都不愿意靠近。不过十王盛宴即将开启，君公子如果能接触到那种层级的天骄，或许能够想个办法，看看是否有机会能进入藏界。十王盛宴，明白。你们这是何意？呵呵，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知道你们苍家怎么会这么蠢，为了一个外来客得罪堕羽族。和你何事？只是想看看你们苍家能不能够挺过今日。嘿嘿嘿，没错，堕羽圣子可没有那么好脾气。你们和那外界人族站在一个阵线，就等着被灭门吧！哼，妄想！圣主来了。希望老祖的选择没错吧？那个外界人族本圣子来了，你不是说要让我束手就戮吗？不错，能乖乖前来受死，也省了我的麻烦。没想到那个外界人族的气息竟然也如此强悍。是啊，一开始还认为那外界人族面对堕羽圣子可能不堪一击，现在看来倒是有点悬。不错，把你家主带来，你的任务也算完成了。找死！啊，又是那种能力。你用了什么手段？哼，就这枯魂之爪。这该死，本圣子就不信了。自己上来送死，那君某就不客气了。好恐怖的气血！那个人族少年简直就是真龙转世啊！太强了，不仅有那种免疫法力攻击的诡异手段，兽身居然还如此强悍。这少年在仙域绝对是最顶级的天骄。还有堕羽族的2位圣人也现身了。人族，你当真敢杀我？愚昧！死明暗阳！你这小孽障，大胆！怪怪怪，竟然真的杀了堕羽圣子，这是真不要命了！小孽障，死来！你们苍家要反了吗？看来你们苍家也是活得太久，想要自取灭亡了。大人，让我们来帮助你灭了苍家。你们……哦，一群蠢货！哼！
这是傀儡。去。小友果然是深藏不露，倒是我有些多管闲事了。哪里，家主能有这份心，倒也令君某欣慰。等之后这3大势力的资源和地盘，你们苍家接收吧。真的？不过小友虽有3具大圣境傀儡，能够应付眼下情况，但若堕羽族准至尊乃至藏皇震怒的话，放心，如果堕羽族不傻的话，过几天应该就会有人上门了。热闹看完了，便散了吧。君某不喜喧闹。天哪！今日我见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件。石小王之意，堕羽圣子陨落。不但如此，堕羽族2位圣人都是陨落了。这个人族少年究竟是何来历？能随手祭出3具大圣境傀儡，一般的不朽势力也没有这么豪吧？可惜了，原以为藏土10小王级别的天骄能给我带来惊喜，看来还是我想多了。哈哈，君小友的确很强，不过那堕羽圣子虽位列10小王，但在10小王中也并未排进前5。这样吗？那倒还有点意思。10王盛宴或许不会无聊了。君家神子可在？怎么，要对本神子出手吗？哪里的话，我堕羽族冲撞了神子，是我们不当，岂会对神子出手？为了表达歉意，这是我堕羽族的一点小心意，希望神子能够收下。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荒古君家的震慑力。可以了，多谢神子大量，那我等就不打扰了。这些你们拿去，有我这层关系在，堕羽族想必也不会刁难你们。我苍家愿为公子效忠，永生永世。看来这位苍家老祖倒是一个精明人。什么？让我去当别人的圣卫？哼，让那狼环当我的丫鬟还差不多。公子，在修罗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会被打的。你以为公子像你们一样贪慕美色吗？反正无事，那边去看看吧。终于到了，以公子的实力，或许能够成为当选圣卫。狼环的一位侍女，修为都堪比10小王。这秦仙儿一直和狼环公主在一起，感情很深。虽然本身修为不俗，却愿意当一个侍女。可能是那九公主眼界太高了，看不上一般男人吧。不过以公子的相貌实力，说不定有戏。各位，公主殿下需要选拔5位圣卫，随同她一起参加10王盛宴。接下来便开始选拔，修为最少要在通天境大圆满，不符合要求的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剩下符合要求的2对决，最后选拔出前5位。那个少年是谁啊？气质那么超然。我操，长那么帅，是来选拔圣卫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小子不会想仗着自己的容貌攀上狼环公主的高枝吧？你也是来参加圣卫选拔的？不是。那你来做什么？收一个丫鬟。谁？狼环。我没听错吧？这个少年口中说的是狼环吧？没错，就是九公主狼环。她是疯了吗？你大胆！九公主岂是你可以轻易污蔑的？就是，九公主不仅身份高贵，更是10小王排名中第2的顶级娇女，你也配说出这种话？身份高贵，实力强悍，我不配？给我滚！哼，倒是有点东西，怪不得有底气说出这种话，侮辱狼环公主。侮辱？哼，能成为我的丫鬟，应该是荣幸才对。
是深海龙族的龙坤，他竟然也来参加选拔圣位了。小子，警告你，别有点实力就飘了。九公主不是你能够亵渎的。我最讨厌泥鳅，没想到你却送上门来了。放肆！这怎么可能？还有谁要上吗？此人难道是？你合格了，可以成为公主殿下的圣位。你难道没听明白我方才说的话吗？公子，差不多见好就收吧，不然得罪了九公主，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没想到啊，还会有你这样帅气的小奶狗现身，参加圣位选拔。小奶狗，你想当本公主的圣位吗？你再骂！这可不是骂呀，是赞美。我说过，我不是来当圣位的，是来收丫鬟的。想让本公主当丫鬟侍女吗？没关系，只要你能胜得过我，在床上的那种。这场圣位选拔就此结束，只要你一个就够了。随本公主来。不，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们难道忘了吗？那时候我们聊到银明或多益圣子之死，他说是他杀了，我们还以为是开玩笑，但现在看来，你的意思是，公子就是那位君家天骄？不必试探了，我就是君逍遥。本公主之前还以为传闻有些不实，现在看来，君公子比想象中的更厉害，也更俊俏。君公子，本公主看上你了，不用你做我的圣位，做我的男人如何？杨环，我觉得你好像误会了什么。好，君公子莫非不情愿？本公主自问也不差吧。君某是来收丫鬟的，不是来收女人的。君公子，你有些过了吧？本公主都自荐枕邪了，你竟然还如此不解风情。你可知道九庙轮回不死草？君公子进入藏土，难道是为了寻找这种顶级的不死药？其他事情都不要问了，我只问你知不知道哪里有。九庙轮回不死草在藏土时域也是很少发现，即便偶尔能发现一株，也会立刻被大人物找到。你是否忘了一个地方？藏界。君公子，这藏界乃是我藏土生灵的机缘，若是你进去，难免会引来其他几王的不满。其他人的不满关我何事？到时候通通镇压即可。那好吧，狼园愿意和君公子一起赴约十王盛宴。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藏界签到。果然有签到任务吗？君公子不嫌弃的话，就暂时住在奴家的寝宫吧。等到十王盛宴开启，我们再一起去。可以。小奶狗，住在本公主的寝宫里，还能逃得出本公主的掌心吗？哼，男人一个个都是老色批，本公主就不信你是正人君子。是九公主的龙船，她来了。那位君家天骄应该也在其中。果然是红颜祸水，没想到你在藏土还有这般人气。哼，也就是君公子狠心拒绝奴家，其他人想碰奴家的一根手指都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舔狗，而我是人。你这个外界人族，有什么资格站在狼环的身边？原来是一条赖皮蛇，
杨环，这种生灵也有资格追求你吗？那君公子帮人家甩开这条赖皮蛇好不好？坏血神族，你是找死！且慢，怎么现在知道畏惧了？若在十王盛宴上胜了，能进入藏界。这次十王盛宴排名靠前的人才能进入藏界，因为那条空间缝隙很小，而且并不稳定，所以名额本来就少。对付你一个太轻松了，而且浪费时间。今日本神子在此，一人横挑10小王，尔等齐上吧！你自称神子，看来他不仅是君家天骄，而且是身份地位最为核心的神子。可惜啊，这块小鲜肉看得到，却吃不到。外界人族太放肆了，这里是藏土，不是你猖狂的地方。死来！怎么可能？你怎么？你还是准备一个人挑战本神子吗？哼，我就不信了！骸骨神山！这就是藏土10小王的水准吗？大家都不要迟疑了，直接出手，先镇压了他再说。弱者的错觉之一就是认为抱团就能赢。这君家天骄即便败了，也不算远。没错，即便他被镇压了，也将名动四方。毕竟是几位10小王一起出手，才将他镇压住的。这位君家神子到底强到了何种程度？他是外界仙域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吗？对了，10小王之首的冥王殿古代霸体在哪里？对啊，冥王殿的楚天霸怎么没来？他若是前来，未必会让这外界天骄逞威风。楚天霸可是传说中万古无一的苍天霸体，即便只是残缺的，也不是谁都能够抗衡的。那位残缺的古代霸体，楚天霸。楚天霸，希望你别让我失望了。君公子，你认为他们会让你安然进入藏界吗？无所谓，他们若要阻止，我会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绝望。师尊，您为何不让我前去，同那荒古圣体争霸？那位君家神子有点东西，你们可能不清楚，但在荒天仙域，他可谓是年轻一代风头最盛的一人，连古代怪胎都败于他之手。师尊，难道您认为我的霸体会不如那个君家神子的圣体？为师自然是相信你的，如果是完整霸体，自然足以同那君家天骄争锋，但你现在却是残缺的。唯一的办法是进入藏界，找到众生轮回池，这一大机缘足以让你的霸体恢复痊愈，甚至洗礼升华。到时候你想要镇压那君家圣体，不过翻手之间而已。多谢师尊良苦用心，不过若那君家天骄也进入藏界，到时候……放心，杀了他这位君家天骄，或许会引来一些大因果，但若是阻止他进入藏界，则毫无难度。此事冥王殿自然会处理。君家圣体，待我霸体彻底恢复，你拿什么和我斗？这一世也将是我苍天霸体主宰臣服。终于来了，10小王之首，古代霸体楚天霸。君家圣体何在？不过区区一具残废体而已，就这么急着找死吗？我没听错吧？楚天霸称呼的是君家圣体，那位君家神子竟然是传说中的荒古圣体。没错，应该就是了。怪不得这位君家神子兽身如此强悍，连尸骸龙族都比不过，原来是肉身无双的荒古圣体。残废体，哼！被称为荒古废体的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和你这等鼠目寸光之辈，还能说什么？还是老老实实躺回你的棺材里，别爬出来了。你简直找死！别急，藏界机缘最为重要。等你霸体彻底恢复后，对付他还是信手拈来。不敢动手吗？你，哼，在藏界之内，我会和你一战。好了，准备进入吧。你要做什么？进入藏界。你一个外界天骄，有资格进入藏界吗？没错，我也认为外界生灵的确不能进入藏界。藏界是属于我们藏土生灵的机缘。你们之前好像并没有这个规矩吧？以前是没有，但现在有了。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我承认你来历惊人，但这里是藏土，就该守藏土的规矩。天大地大，还没有人敢阻拦本神子的脚步，这代价你们承受得起吗？鬼灭女藏皇，她怎么现身了？天哪！鬼灭女藏皇竟然现身了，为何会如此？最重要的是，她杀了冥王殿强者。你们方才也反对了。不，我们……鬼灭女藏皇，你身为藏土的皇，为何会帮一个外人出手？这就是鬼灭女藏皇的实力吗？天哪！你别跟我说，连鬼灭女藏皇都被君家天骄的颜值给征服了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鬼灭女藏皇是何等的存在，怎么可能这么肤浅？又是这鬼脸面具！鬼灭女藏皇，你不要太过分了！这里是藏土，你需要维护一个外界天骄，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吗？鬼灭女藏皇，你是疯了吗？你也现身了，但那又如何？你和此子究竟有何因果？为何要帮他出手？难道是想讨好他背后的那一族？与你无关。哼，你不就是想让此子进入藏界吗？没关系，让他进去又如何？多谢。藏界结束后，本皇要找你。鬼灭女藏皇果然看上这个小白脸了。终于到藏界了，系统还没有提示签到，是因为现在还在藏界的最边缘吗？准圣骸骨，这有古怪。君公子，那便是机缘所在吗？君逍遥，此地是我们先发现的，不是属于你一人的。那又如何？你们不滚，那便死。君逍遥，你，大家一起出手！这次估计连九幽敖都会出手，他可是能和楚天霸争锋的存在。蝼蚁联合起来，仍旧是蝼蚁，踩死一只，跟踩死一群，没有任何区别。这死啊！君公子，你就不能表现的凝重一点吗？为何？这些死去的可都是各大藏土不朽势力的宝贝疙瘩呢，现在全挂了。公子，你可是一下得罪了藏土90%以上的势力呢。哪怕举世皆敌，本神子都不会皱一下眉，何况只是区藏土。
好玄奥的符文，太复杂了。有意思，没想到竟然是雷帝大神通。雷帝大神通？我曾在典籍中见过雷帝的事迹，他是仙域生灵，天资妖孽，身怀盖世雷体，志比天高，想要开属于自己的大神通。最后还真被他开创出来了，那就是雷帝大神通，足以同真龙大神通、凤凰大神通、麒麟大神通媲美。不错，掌握了这雷帝大神通，我的手段又多了，也可以应付将来的仙古世界。君公子，你不会真的是要在这藏界待几年吧？人家可不想。的确，君某还是小看了雷帝大神通的复杂程度。君公子也别气馁，想要记下雷帝大神通都几乎不可能，更别说参悟了。不过以君公子的天资，若待上1-2个月，或许会有收获呢。这雷帝大神通的确复杂，耗费了君某1天时间，竟然没能完全参悟，只领悟出了部分招式。难道本公主是参悟了假的神通？在藏界外围，并没有看到九庙轮回不死草的踪迹，看来是在藏界深处了。君公子，藏界深处可不能随便进入，哪怕是圣人以上强者，一不小心也会有陨落的风险。我有自保之力，不必担心，你就留在此地继续参悟吧。那好像是冥王殿的准地兵丧魂钟。难道楚天霸事先找寻传闻中位于藏界万灵墓地内的众生轮回池？冥王殿竟然有这等盘算，只是那种地方十分危险，哪怕有准地兵护照，一不小心也有可能有错。富贵险中求，不过我倒是听闻，万灵墓地深处似乎有一位守墓人。恭喜宿主到达青道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剑仙7封。7星奖励，剑仙7封，共有7重封印。若7重封印同处，号称连仙都可以封印。先有雷帝大神通，后有剑仙7封。哼，这一趟不虚此行。这股气息是……碰面了！君家天骄和楚天霸碰面了。想依靠这众生轮回池恢复自己的肉身，倒是好想法。怎么，你想阻止我吗？你说呢？如果你出手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恐怕就没有了。看来你知道我来藏界的目的。哼，我冥王殿想打探的消息，自然能打探得到。如果你想要以这个威胁君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你毁了这株草，本神子会让整个冥王殿陪你一起下葬。放心，我楚天霸也不过是想以完整的姿态和你争锋一次。等我霸体恢复后，你赢了我，自然可以得到这株九庙轮回不死草。相信我，到时候你只会感觉更加绝望。看来你是自信过头了。在以往的历史中，霸体战胜圣体的次数也并不少。既然你如此自信，那本神子便施舍给你这个机会。哼，都说圣体狂妄，结果这一代圣体出了一个更狂的。等到解决了楚天霸这个麻烦，夺得了9天轮回不死草后，倒是不用急着离开，先借助此池蜕变一番。藏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又是谁建立？有何目的？等我有了实力，不仅是9天10地、万古藏土、生命禁区，甚至那传说中的异域，我都要亲自走一遭。
君家神子竟然没有出手，快，不符合他的风格呀！你没看到那楚天霸拿出了一株草吗？似乎是九妙轮回不死草，只长在众生轮回池边，他应该是以此相要挟。哎，这是天意，要让楚天霸挽回我藏土的名誉。就是，如果楚天霸的苍天霸体未曾恢复，对上君家神子还真是悬了。成功了，终于成功了！虽然无法达到之前的完美程度，但也已经足够了。有点意思，从入藏土到现在，总算有一个能让我稍微提起点兴趣的对手。呵呵，还在强装镇定吗？倒是有点佩服你了。打赢了我，你自然能够得到这株九妙轮回不死草。不过现在看来，你是没有那个机会了。这句话，你该说给你自己听。君家圣体，来战！好强！哪怕只是隔着光幕，我都感觉快要窒息了。这夜天骄能够抗衡他了。竟然只是受了点伤，不愧是苍天霸体，有点东西。这不可能！我蜕变后的完整霸体，怎么可能弱于你？之前早就跟你说过了，君某会让你体会到更深的绝望，你却不相信。现在明白了你我之间的差距吗？霸体，垃圾而已。结束了。小邪，火雷！怎么可能？怎么会？我可是霸体，万古无双的霸体！从始至终，你都错了，错得离谱。这世上能称万古无双者，独我一人啊！君逍遥，你很得意吗？得意？踩死一只蝼蚁，有什么可得意的？君逍遥，此话说得太早了。我有预感，这一世，我霸体一脉的霸王将会现世，他会终结你的无敌传说。霸王出世又如何？反正你是看不到了。师尊，替我报仇！目标总算完成了。君家传人太过了。是赤海龙族的龙海藏皇，他现身了。鬼灭女藏皇，你太过了！在本皇的因果没有弄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动他。君逍遥在藏土犯下天大罪孽，他不可能活着走出藏土。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套路就不能变一变？君家小辈，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罪孽吗？罪孽，杀一是为罪，屠万是为雄。本神子还觉得杀的不够多。本皇知道你的倚仗是什么，不过是你背后的君家，但那又如何？如今你几乎得罪了整个藏土，君家也难以保住你。没错，哪怕君家介入，此事也休想善罢甘休。看来君家神子这回算错了，他低估了这些势力的危险程度。所以你们是要君某的性命了？给你一个机会，自裁吧。是谁给你们的勇气，让你们有这个狗胆，敢对本神子说出这种话？不必多言了，此子狂傲无度，我们一起出手，本尊就不信了，君家有种把我们藏土诸势力全灭了不成？没错，君家虽强，但在仙域都不可能一手遮天，更别说在藏土。尔等放肆！鬼面女藏皇，你实力虽强，
却也不可能阻拦我们所有人。此子今日必死无疑。让我们2人来阻止他。君家神子要陨落了吗？虽然我讨厌他，但也不得不承认，君家神子的确是千万年难得一出的绝世妖术，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落幕。谁能夺我君逍遥之命？天都不能，何况尔等？敢对少主不利，杀无赦！阿九，你来了。少主，就让阿九来守护。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敢现身守护此子？哼，区区准至尊之境就敢现身，该说你忠心呢，还是愚蠢呢？渡劫仙曲。对吾江家后人出手，杀无赦！我怎么可能？我可是至尊，至尊呐！不愧是外公赐予的大杀器，太恐怖了，连至尊都敢算计，这君家神子简直了！怪不得君家神子如此有恃无恐，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原来是有这种倚仗。不过他现在祭出了这门大杀器，其他藏皇已经有了防备，现在是不可能。别再拖了，一起出手吧！本皇就不信了，此子还能拿出多少这样的杀气？你们想杀本神子，尽管来，退一步算我输。牛批！除了牛批，我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了。如果我这辈子能像君家神子这样嚣张一次，那也算不虚此生了。放肆！还能挡住几招呢？唉，难道真要惊动老祖他们？那是。是他吗？天尊，小天尊修为，难道是你？你果然一直守护在此，魔王李信。你是白衣神王军武毁麾下神王8部众李信参见少主，现在便替少主灭杀一切敌。没想到当年的余孽竟然侥幸活到了现在。不过你虽是小天尊，但身受重创，如今实力又剩几分呢？尔等对少主不敬，那便以命偿还。丧魂钟！太恐怖了，他真的是当年那位君家禁忌人物的追随者吗？是啊，这种气势，你跟我说当年藏土之乱是他一手掀起的，我都敢信。他当年遭受重创，如今实力跌落谷底，我们一起出手，未必没有胜算。哼，找死！天魔七斩，灭世之刀！太恐怖了！君家神子不但本身妖孽，他随手调动的能量都如此恐怖。可恨！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可以了。天明转轮大法！李信，你别逞强！前辈，少主莫要担忧，这是无理信的使命，他们敢对少主不利，必死无疑。天魔七斩，魔神之刀！看来还有一些老鼠在暗中窥伺。少主放心，那些老鼠不敢现身，现身必死。李信前辈，你的伤？无碍，我李信不说能够对付藏界深处的恐怖存在，但对于这些藏土食欲的这些藏皇，还是没问题的，见一个杀一个。少主，
您这是？自那荒古圣体之精血，对你肉身的暗伤应该有帮助。多谢少主恩赐。少主，您可暂且离去，这藏界要变天了。李信前辈，父亲他坐镇在藏界深处吗？是，也不是。君家没有告诉少主，自然是不想少主现在就承担太大压力。等时候到了，少主自然会知晓一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主上他是一个英雄。唉，自古英雄不长生。如果可以，我更愿意父亲是一位枭雄。少主，请离去吧。看来君家神子要走了，肯定得走了。不走，留下来被破封的藏界大佬灭杀吗？走？为何要走？我还想在众生轮回池内修炼突破呢。少主，请三思啊！如果我说我能再度封印藏界呢？少主，此事不是儿戏。我明白，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少主可有把握？我有把握，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少主若有差遣，李信定然做到。我也需要你的帮助。实不相瞒，我掌握有一门封印术，但是以我自己的力量，显然不可能将其效果彻底发挥出来，更别说封印藏界了。所以我需要你们将法力借给我，灌注进我的体内。不可呀，少主，您的身体无法承受我们的法力灌注。无碍，我乃荒古圣体，肉身经过长时间淬炼，足以承受远超自己修为境界的法力能量。少主，少主，如果是我的父亲在这里，他会作何选择？直接逃走吗？还是放手一搏？好，自己小心。父亲，若你在的话，那便让你看看我的能力。好恐怖！那是什么大神通？天哪，我怎么感觉我全身死命之气都好像被镇压住了？诸位，就是现在！李信前辈，你们不必顾虑，继续增强法力。此子若能安然成长，之后恐怕又是一位白衣神王，不，甚至可能更强。差不多了。成功了。少主的手段，李信叹服。不必如此，这藏界并非我一人封印，而是靠着诸位之力。总有一天，我会进入深入藏界内，会一会那些大恐怖，还有万古藏土创造的原因，以及父亲为何要封印藏界，这些秘密，我终有一天要弄明白。哈哈哈！腾儿，为父相信你，定能在仙古世界内力压群雄。那君逍遥还未曾回来？不曾回来。不过看君家和江家的反应，那小子应该还没死，可能困在了藏土内吧。君逍遥的确没那么简单，但孩儿有信心能够镇压他。不仅是君逍遥，龙傲天、叶家剑魔转世，孩儿都会一手镇压。呵呵，很好，这才是我王家少帝该有的姿态。至于君逍遥，不必在乎他。到时候江家得不到九妙轮回不死草，定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江道虚陨落，所以最后江家还是会求我们王家。孩儿的确需要那江圣一的先天道胎来实现自身实力的蜕变升华，在仙古世界内，孩儿也必然会征服他。这两位接连现身了，那叶家的剑魔转世是否会现身呢？终于开启了，这一大事由我执掌。哼，君逍遥，你若不来，本宫会很失望。逍遥哥哥还没出现吗？
真神境大圆满。恭贺少主修炼有成。恭贺少主修炼有成。不错，虽然境界突破的不是很多，但也还可以。这只是开胃前菜而已。是时候离开了。李信前辈真的不准备一起离开吗？守在此地是末将的使命。或许有一天，等藏界内的一切都平定了，我就能自由了吧。对了，这件东西少主拿好。这是主上留下的东西，主上好像算到了少主终会前来。父亲留下的护身符，等我再归藏土之日，便是藏界平定之时。君家神子说入仙古世界，怕是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谁人可挡他？谁又敢挡他？哎呀，你去了藏土这么久不回来，可是担心死娘了。娘，孩儿的能力你还不知道吗？何必担心？哎，对了，外公呢？你外公他身体越来越不妙了。没关系，孩儿幸不辱命。少主威武，不愧是我江家少主。外公，若非你赐予的一些骨气，可能儿孙就真的危险了。好，好，好！我江道学有这样一位孙儿，何其幸运！逍遥、圣衣和洛离他们都已经在仙谷世界了，你也该出发了。不过他们之前都很牵挂你，整日茶不思饭不想，修炼都没有精神。是吗？老实告诉娘，你和圣衣是什么关系？这……哼，你呀，真是的，连圣衣都沦陷了吗？不过也没关系，刚好可以生一个先天圣体道胎出来。娘，你们思想都这么开放的吗？呵呵，这有什么？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唯一有些麻烦的，可能就是洛离了。没关系，娘去解释一番就行了。算了，娘，孩儿先去参加仙谷世界了。那是谁？这么晚了才进入仙谷世界？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君家神子，没错，绝对是他。太恐怖了，而且他的实力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如果真是他的话，恐怕仙谷世界要翻天了呀！怪不得仙谷世界是一个大机缘，哪怕在其中没有任何收获，光是缩在一个地方修炼，速度都比外界快数倍不止。我虽然晚了几个月进入仙谷世界，但在修为境界方面，应该没有几人能超过我。眼下最先要做的是找一些人，了解如今仙谷世界的局势。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仙谷世界，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8星稀有奖励，3世仙经的1/3，现世如来经。啊，系统，你不对劲啊！回宿主，3世仙经是稀有8星奖励，共分3部分：过去弥陀经、现世如来经、未来无声经。宿主只抽到了1/3，请继续努力，刷新新的签到地，有概率抽中剩下来的2个部分。系统，你学坏了。之前就想着适合3世元神修炼的灵魂功法，现在倒不必费心寻找了。前方有法力波动，而且还有一股熟悉的力量。雷明远，你想要独吞这5团道之源是不可能的，乖乖放手，说不定还能施舍给你1颗。天蓝皇子，你难道真的敢招惹我雷帝山？可笑，在雷帝消失之后，你们雷帝山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不朽势力了，甚至连祖传的雷帝大神通都丢掉了。敢辱我雷帝山，找死！既然你要找死，那就成全你。
雷明远，死吧！是谁？不错，这道之本源，本神子要了。我乃天蓝古国皇子，这位兄弟，你未免有些霸道了吧？和本神子称兄道弟，你配吗？气绝！这股气息，真神境！你是？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君家神子，求神子恕罪，我们不知是神子驾临，还请九劫诛魔雷，雷帝大神通，而且威力比我施展出的强大太多了。不错，这道之本源在外界难以找到一团，但在仙古世界内却可直接找到。在下雷帝山传人雷明远，愿意追随君家神子。你是为了雷帝大神通吧？雷明远不敢，只是一直听闻神子大名，心生崇敬，愿意追随。哼，别紧张，君某也并非好战嗜杀之辈。不过，你的确没资格当本神子的追随者。不过，本神子初到仙古世界，还缺少一位探子和向导。雷明远愿意为神子鞍前马后。可以，本神子不会亏待你的。对了，神子大人，燕青影是您的追随者吧？我之前也听闻了，他好像遇到了困境。属下倒是听闻，那圣教圣女卑弥呼，好像联合了小西天佛女妙无心，要彻底围杀燕青影。他们这是在找死。前几日我曾听过一些消息，那些圣女的拥护者，想把燕青影逼到一处名叫断魂崖的地方。走，去看看。想把我逼入断魂崖，哪有那么简单？那位就是君家神子的追随者燕青影，如今倒也真是惨。毕竟吞神魔功已经臭名昭著了，任谁都不想这一魔功流传下去，人人喊打也很正常。唉，可惜君家神子没有来仙古世界，不然的话，倒霉的就是卑弥呼他们了。燕青影，身为吞神魔功传人，你可知罪？哼，杀一是为罪，屠万是为雄。废话休提，有战便战。敢动本神子的人，你们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公子，没事吧？公子帮你出气。本神子问你们，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君逍遥，没想到你现身了。但是你的追随者身怀吞神魔功，造下无边杀戮，他身上背负着大罪孽。大罪孽？君逍遥，你好歹是荒古世家神子，难道就不讲一点道理吗？哦，既然如此，那本神子也身怀吞神魔功，诸位是不是也要杀了本神子？神子不用吞神魔功造下杀戮，自然可以宽容对待。哈哈，那你们可就说错了。谁跟你们说本神子不会造下杀戮的？地狱之门开！那神子不是没来仙古世界，而且他的修为也不对头啊！君逍遥，你身为君家神子，竟然使人如此邪功！云地指，一大神通中的顶级手段，没想到我雷明远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绝学。君逍遥，你不要过分了，我好歹也是圣教圣女，而且圣教子还在仙古世界内。君逍遥，别杀我！都说小西天的僧人看透生死，现在看来还是怕死的嘛。没关系，本神子不会杀你。青莹，炼化了他们两人，你的修为
应该能突破到真神境吧？回公子，青影一定能够达到。不要！那可由不得你们了。诸位想必看到了，日后谁再敢以吞食魔宫为理由针对本神子的追随者，那就不仅仅是自己被炼化，本神子还要株连九族。君家神子真能惹事儿，又招惹了一个不朽大教。多谢公子之恩，若不是公子，青影别说突破到真神境了，就连性命都难以保下。和我还客气什么？接下来跟我一起吗？多谢公子照顾，不过青影还是想自己行动，寻找机缘。很好，君某的追随者，将来都是独当一面之人。你去吧。雷明远，还有什么地方可能会有道之源？回神子，这片区域最有名的机缘之地，应该就是仙古道湖了，其中应该能找到很多道之源。不过仙古道湖区域大多被一些仙古种族以及不朽势力传人占据，我之前也没有资格靠近，只是听过这个消息。对了，好像听闻还有君家的序列在仙古道湖那边。是吗？那就更应该去看看了。太值了，跟着君家神子是我最明智的选择。走，去看看。天狐族的天女，她在干什么？慢着，神子，怎么了？你若再踏进去一步，就会和她一样了。难道这是？没错，这片山谷乃是一处迷阵。没看到此女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来了吗？她已经深陷这处迷阵内了。啊，原来如此。我们走吧。天狐族天女怎么会陷入此地？那龙傲天竟然不来救她？你这话什么意思？神子大人，难道不知道这白媚儿和龙傲天的关系吗？的确不太了解。这位天狐族天女曾经深陷一处秘境绝阵，是龙傲天将她救出。从此，白媚儿非常喜欢崇拜龙傲天，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原来还有这一出，还是救一下她吧。啊！这处迷阵虽然古老，但已经是残缺的了。若是能找到突破口，想要从外界破开并不难。为什么？傲天哥哥，奴家是那么喜欢你，为什么你还不来救奴家？有人来救我了，一定是傲天哥哥。傲天哥哥，媚儿不会再离开你了。姑娘，认错人了吧？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一张脸？请问公子是？姑娘没事吧？在下君家，君逍遥。什么？你就是那位君家神子？姑娘这般戒备，可真让人有些伤心。君公子，你为什么要救奴家？救人需要理由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原来君公子有如此大义。原来那些关于君家神子的传闻都是真的。既然姑娘没事，那君某就走了。我这是怎么了？世人都说我天狐族风骚浪荡，水性杨花，但我白媚儿不是如此。君公子人虽好，但始终是傲天哥哥的敌人。我白媚儿绝对不会背叛傲天哥哥。神子大人，你为何？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强的神通是什么吗？是至尊法、大地遗诏，还是传说中的仙经？错了，都不是。那是什么？掌控人心，是最强大的神通。神子大人，接下来干什么？等他回来找我。还有，我的衣服脏了，要去换身衣服。衣服脏了？媚儿，你是说我不如那君逍遥？傲天哥哥，这是事实。君公子的气息太恐怖了，深不可测。媚儿，
你是向着外人，还是向着我？不是这个问题，事实就是如此。够了，我就不信我身怀地龙之血，还化了7颗龙元，会不熟那君逍遥。如果换作是君公子的话，以他的性格，绝对不会是如此态度，会认真聆听我的话。谁来救救我？女人的声音，难道是？昊天哥哥，怎么了？就暂时让那君逍遥多活几天吧，眼下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昊天哥哥是要救人吗？果然，我龙傲天才是天生的主角，这种英雄救美的事情又让我碰上了。傲鸾，多谢公子相救。嘿嘿，傲鸾姑娘客气了。我是龙人族敖鸾，不知公子是？嘿嘿，在下祖龙朝龙傲天。你很虚弱，还是先让我来帮你调息一下吧。多谢龙公子了。为什么呢？明明奴家是最喜欢傲天哥哥的，但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那个女人呢？她的伤势大概无碍了，正在调息。妹儿，你不会吃醋了吧？哪里会有呢？小浩鸾在，我们也能进入那一片核心区域。龙傲天，你救那位女子，只是为了利用她获得好处？妹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在为你考虑啊。你当初救我的心态，不会和现在救那位龙人族女子的心态一样吧？这怎么会呢？我龙傲天是那样的人吗？你口口声声说是为我考虑，但是你还是只是让我做妾室，要让那龙吉公主做正宫，这又是什么意思？说不出来了，词穷了。哼，龙傲天，所以我白媚儿在你心中其实只是一个玩物，对不对？媚儿，你误会我了。别碰我！媚儿，妈的，亏大了，早知道就霸王硬上弓了，连他的手都没有碰过。嘿嘿，有了傲鸾，我就能进入仙古道湖核心的区域，以我的运气，一定能够得到至宝，到时候修为提升，就可以直接杀了君逍遥，然后征服龙吉公主。龙傲天，玩弄奴家的感情，你太可恨了。怎么办？接下来我去哪里？君公子，感应到了君公子的气息。消息打探到了吗？回神子大人，打探到了。那龙吉公主好像也在这片区域。之前龙傲天好像还想和龙吉公主一起，不过被龙吉公主拒绝了。双龙出世，祖龙当心，我要让这个预言成为笑话。神子大人，那天狐族天女真的会回来找您吗？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应该会。当然，哪怕不来也没什么关系，到时候连带着将他和龙傲天一起灭杀即可。君公子，白姑娘，你怎么？白姑娘不介意的话，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接下来，白妹儿也是断断续续将一些事情告诉了君逍遥。在听到龙傲天救出了龙人族娇女敖鸾时，脑海中的计划总算是彻底成型。没想到龙傲天会是这样的人，亏我之前还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对手。君公子，别再提他了，之前都是媚儿愚昧，现在我对他心里只有恨意。哼，现在醒悟也还来得及。君公子如此优秀，但身边却依旧没有一个真正亲密的女子。那是因为君某不想辜负谁，更不想伤害任何一个女子，所以宁愿孤身一个人。不知奴家能不能跟在君公子身边？哦，这
君公子，奴家之前虽然是瞎了眼，喜欢那龙傲天，但奴家保证没有让龙傲天碰一下，连手都没有牵过一下。不用解释，我君某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吗？你不嫌弃别人，还专门去换了一身衣服。君公子，白姑娘跟在我身边，自是没有问题。只是我之后定然还要与龙傲天和龙姬公主对战，若他们两人联手，我也无法保证你的安危。君公子，那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吗？办法倒也不是没有，不过可能要委屈一下媚儿了。当然，君某不会勉强，你不做也没关系。君公子这般照顾我，媚儿自然也是要帮助公子，奴家这就去。不过还是小心一点，不能露出狐狸尾巴。君公子，去吧。牛批！身子大人的撩妹手段也太高明了吧！你有我的容貌地位，你也可以做到。那就算了，这一世上又有谁能和身子大人相比的？身子大人，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等着吧，等着一场好戏。傲天哥哥，没关系，回来就好。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仙古道湖。多谢傲天哥哥。是你单独找我做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却对我如此敌意，是因为傲天哥哥吗？你问这个干什么？果然你也喜欢傲天哥哥。哼，那又如何？我也是龙人族的娇女，身份无比尊贵，难道还不配喜欢龙公子吗？唉，没什么，只是在感叹我们俩都是苦命的人，因为傲天哥哥早已心有所属。你说什么？接下来白妹便是将龙吉公主的事情说了出去，还有什么龙傲天要让龙吉公主当正宫，其他女人只能当妾室之类的也说了出来。龙吉公主，她凭什么能够得到龙公子的心？还有，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你不信大可以去问，只是别说是我说的，我当一个小小的妾室也就知足了，但你可是龙人族的贵女，却被那龙吉公主比了下去，可惜啊。果然不出君公子所料，一切都按他的计划进行着。君公子，奴家一定会完成你的任务的。怎么，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你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龙吉公主的话，你不就有机会成为傲天哥哥最重要的人了吗？你的意思是要我杀了那龙吉公主？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哼，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啊！我承认，我也是很嫉妒龙吉公主，想让她死。凭什么她能够占据傲天哥哥的心？当然，奴家也没有野心，能够当个妾室就满足了，也不求什么。但你呢？你可是龙人族的贵女，愿意和我一样吗？如果我动手被龙公子得知了，他岂不是会更讨厌我？哼，那很简单，你们龙人族不是在仙古世界内很有威望吗？随便指挥几个仙古种族的精英拼交，然后将龙吉公主引入某个杀阵，想要杀她不是轻而易举。到时候我不说，你不说，谁知道龙吉公主是你派人杀的？你这么费尽心思，就是想让我杀了龙吉公主？我只是提个建议，做不做随你。反正到时候看到傲天哥哥追求龙吉公主，你不要伤心难过就好。好，我知道了。不过提前说好，这是我们的秘密。如果你泄露了出去，我不仅要告诉龙公子是你提议的，还要亲手杀灭你。放心，我没有那么蠢。龙吉公主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吗？见过龙人族贵女，不知贵女有何吩咐？我将你们召来，是想让你们帮一个忙，帮我杀一个人。杀人？具体情况你们无需知晓太多，只需要帮我杀人即可。那个人名叫龙吉公主，也算是外界的顶级天骄，
你们可不能阴沟里翻了船。另外，为了保证能够杀死他，你们可将他引入一处隐蔽的沙阵。贵女请放心，这点小忙我们当然要帮。你们这次若是干得好，仙古道湖的区域可以再分给你们一点。对了，另外还有一件事，你们围山的龙姬公主时，不可透露出来说是我指使你们的。我等知晓。哼，我敖鸾想得到的男人，怎么可能会被其他女人夺走？哼，不愧是龙人族的贵女，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可以断定一个顶级天骄的生死。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别耍什么小心机，不然的话，可能你就是下一个龙姬公主了。那龙傲天还妄想着和本宫一起行动，从而征服本宫，殊不知本宫根本无需依靠任何人。谁？你就是外界那位有名的古代怪胎龙姬公主？仙古种族？不错，你想要回这龙蛇果吗？这原本就是本宫的东西。陪我一次如何？把我伺候的爽了，不仅这龙蛇果还给你，我凤灵族也可给你提供庇佑。放肆！死来！啊，真神境效圆满，难怪龙人族贵女说要将他引入沙阵对付，现在看来果然如此。哼，敢惹本宫，就别想有活路。嘿嘿，果然自投罗网了。以为埋伏了几人，本宫就会害怕吗？傻子，你们竟然敢算计本宫！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们？嘿嘿，果然聪明，不过可惜我们不能告诉你。难道是君逍遥？君逍遥，凭你的实力，大可以堂堂正正的和本宫一战，何必用这种下作手段，像个小人？君逍遥是谁？哼，不过没关系，这样正好。还好听了龙人族贵女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就危险了。该死！君逍遥，别让本宫见到你，不然必要将你碎尸万段！真是有趣的景象。明明可以靠武力碾压，却要偏偏戏弄对方，将对方玩弄于指掌之间。神子大人好手段啊，兵不血刃就将龙姬公主困杀了。哼，你以为我的目的是要杀龙姬公主吗？那也未免太简单了。什么？这还不是目的？继续看戏吧。现在龙姬公主还不够惨。可恨！难道本宫今日要死在此地？好机会！哼，终于要死了！龙姬公主，现在的你倒是有些狼狈啊！君逍遥，君逍遥，你是谁？要做什么？给我走！这是怎么回事？他就是君逍遥，外界怎会有如此强大的天骄？设局陷害本宫的幕后黑手不是你？你认为呢？你为什么出手？坐骑有难，我这个当主人的怎能不帮？君逍遥，你放肆！我上次就说过，你有资格成为我的新坐骑。哼！你做梦！可恶！以本宫现在的状态，根本不可能从里面破阵而出。不，本宫怎能死在此地？
本宫还要成为独端万古的龙族女王。君逍遥，你敢不敢把本宫放出去？到时候我们公平一战。荣吉公主，你是在考验我的智商，还是在考验你自己的智商？说这种话，不觉得很可笑吗？那你说吧，怎样才能帮助本宫脱困？很简单，先叫句主人听听。不可能！那就爱莫能助了，我只会救属于我的东西。不行，再继续下去，本宫真的可能会死。再不喊就没机会了。而且你不想知道真正在背后陷害你的人是谁吗？主人。好了，快帮助本宫去。声音太小，没听到。君逍遥，你不要太过分了。本神子不勉强你。主人。乖，主人这就救你。给本宫死来！你就是这么对待救你的主人的吗？以你现在的状态，还是别逞强的好。君逍遥，你别得意。荣吉公主，怎能让你就这样死去呢？你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你醒了？君逍遥，你对本宫做了什么？本神子好不容易仁慈了一回，听你口气，好像还不乐意。本宫杀了你！劝你还是别任性为好。本神子的仁慈和怜悯可是有限度的，到时候惹恼了本神子，你叫主人也没用了。这才识相。你若想战，本神子日后自然会满足你这个机会。不过，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是谁在背后陷害你吗？你有办法？本神子倒是有办法，不过，你这是恳求的态度吗？你又想怎样？哼！注意你的称呼和态度，现在是你求我，而不是我求你。主人，记住，以后就这么称呼我。说吧，是谁指使你们的？我承认，这次是我们栽了。没想到你竟然有一位这么强大的道侣。你胡说什么？才不是！哼，本宫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可恶的家伙结成道侣？你们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吗？我说，这是我们的，是龙人族贵女敖鸾。龙人族贵女，她为什么要陷害本宫？这我就不清楚了。她没跟我们说，只说让我们杀了你。等本宫找到那敖鸾，一定要将她碎尸万段。现在知道幕后黑手了，你先养伤，然后去报仇。至于你我的恩怨，到时候本神子自然会给你机会挑战我。你自己调息吧，我可不会帮你疗伤了。君逍遥，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神子大人，你简直神了！我对您的崇敬之意，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哼，这不算什么。女人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却很简单。想要掌控，并不难。恐怕也只有神子大人能轻易做到这一点了。哼，龙吉公主不过是工具人罢了。接下来就看龙傲天那边了，到时候说不定可以看一场精彩的双龙斗。傲天哥哥，媚儿回来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一起前往仙古道湖了。媚儿，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这倒不是，只是
傲天哥哥，奴家在外面寻找机缘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不该看的东西？什么意思？傲天哥哥，媚儿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不过希望你情绪不要太过激动。到底什么事情？跟我说，我的心态还是可以的。这是奴家无意中看到的事情，然后奴家就暗中记录下来了。光影时闪动，一幕幕场景出现。最先出现的场景就是君逍遥搂着龙吉公主疗伤，龙傲天原本嘴角还带着云淡风轻笑意，瞬间就绷不住了。这怎么可能？对啊，奴家也不敢相信，龙吉公主和那君逍遥不是死敌吗？怎么可能混到一块儿去？但奴家的确在暗中看到，那龙吉公主误入沙阵受创，是君逍遥把她救了出来。可恨！龙吉公主这贱人，在面对我的追求时那么高冷矜持，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却和君逍遥搞在一起。果然，这龙傲天跟君公子完全没有可比性，他就是一蠢物。怎会如此？那龙吉公主即便会喜欢上其他男人，也不可能喜欢上君逍遥。奴家的确也不相信这件事，但眼见为实啊，奴家绝对没有欺骗傲天哥哥。不管怎样，我得去找那贱人算账，还有那君逍遥，我一定要他死。哼，龙公子，你怎么了？我要去杀一个人。龙公子，千古道壶的喷发就快开始了，你若这时候离去，很容易错过时机。如果受创了的话，更容易错过机缘。龙公子切莫心急，在仙古道湖那边，我有龙人族的势力在。等龙公子夺完机缘后，如果还想报仇，敖鸾可以让龙人族尽一份心力。好，鸾姑娘，多谢你关心。哪里呀？相比于龙公子的救命之恩，这点回报算得了什么呢？那好，那就等仙古湖之后，再找他们算总账。这君逍遥到底是怎么修炼的？连古代怪胎的修炼速度都比不上的。不错，算是有点脑子了。如果你真出手，恐怕你得下辈子才能报仇了。哼，君逍遥，你别太得意了。若非本宫要报复那敖鸾，现在早就镇压你了。没事，你尽管幻想，本神子就喜欢你看不惯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哼。君逍遥，莫非是仙古道湖？如果神子大人感应到了的话，那么应该离道湖喷发时间很近了。我知道仙古道湖的方位，可以替神子带路。可以，我们现在就走吧。若无意外的话，那龙人族应该也会在仙古道湖。你要报仇，也可以去。你这是想跟着主人吗？本宫不认识路，可以吗？你恐怕是忌惮龙人族又会耍什么手段坑害你，所以才跟上来的吧？算了，身为主人的我，对待坐骑还是很宽容的。身子大人，这仙古道湖也分区域，我来解释一下吧。那还说什么？直接去核心区域吧。这身子大人要这么直接吗？那核心区域可是被一些强大的仙古种族占据了，除了龙人族外，还有古巫族和三眼圣族的人。哼，这算什么？谁敢阻拦本神子获取机缘，谁就得死，哪怕仙古四大种族亦不例外。这君逍遥果然是一如既往的霸道。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已经交出了神元，为什么还不让我们进入？哼，你们人太多，交出的神元太少，还有什么宝物都可以交出来抵债。欺人太甚！你们想动手，大可以试试，我保准你们在这仙古世界混不下去，一个个都得死。算了吧。等等，你们给我站住！要想进入，先交过路费。
你在和我说话？没错，就是在跟你说话。仙古道湖是我们仙古世界的大机缘，你们外界天骄想要进入，就得交过路费。那位难道是君家神子？是龙祖朝的龙七公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神子收服了她？龙吉公主，这些小喽啰就不必主人我出手了吧？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给本宫死来！多谢神子大人相救。你认识我？曾在南天城有幸远远见过神子大人一面。现在没事了，你们也可以进入仙古道湖。若不是神子大人仗义出手，今日我们怕是有大麻烦了。那是他们自己找死，撞枪口上了。对仙古生灵没必要忌惮什么。不愧是君家神子，在仙古世界内也如此强势。是啊，你们没看到那龙祖朝的龙吉公主吗？简直像是女仆一样，跟在神子大人身后。之前还和神子大人作对，现在怕是已经被驯服了吧？真羡慕那龙吉公主啊！如果我能在神子大人身边就好了。好了，我们也进入仙古世界吧。有神子大人打头阵，那些仙古生灵还能嚣张起来吗？此湖已经被我们君家占据，你们还不离去？呵呵，叫我们离去？凭什么？你们君家现在还有威慑力吗？就是，如今你们君家在仙古世界内貌似不太好过呀。你们所倚仗的君家神子，甚至都没有前来仙古世界。两位美人，认清现实吧。如果愿意束手就擒的话，说不定我们还不会杀你。你们君家在外界或许呼风唤雨，但这里是仙古世界，由我们仙古种族说了算。你们还不快滚！你们就不怕木兰姐的报复？别拿君木兰撑腰了，她说不定都要被赶出核心区域了。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今日君家又要少2位剧烈了。冰封天地！仙古道湖不主动喷发，别拖延了，直接一起上，灭杀他们！雪皇，要不然我们退吧。如果让公子知道我退却了，会不会看不起我？神子大人，公子，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此？打不过不知道跑吗？雪皇不想多了君家的威名，更不想给公子丢脸。傻吗？下次别这样了，你出事了，我会不喜。当然，还有西域你也一样，任何一位序列出事，我都会不喜。他如今到底是什么修为？是你们飘了，还是我君家提不动刀了？君逍遥，没想到你会入仙谷，但那又如何？在这仙谷世界，你无法一手遮天。没错，无论你是龙是虎，在这仙谷世界内都得趴着。现在离去，将此湖让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去禀告核心区域的龙人族、巫族、三眼圣族等势力。哦，你们面前只有一条路，黄泉路。怪物，这君逍遥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怪物。从招惹君家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死了。入心进局。龙吉公主，没关系，她暂时无害。此事说来话长，先不谈了。反正她现在挺乖，无害，别在意了。君逍遥，你
对了，现在的局面如何？君无尘是在突破时被堕神宫的黑暗神子暗算而死的，君道林则是被太古皇族害死的。君天明是在夺宝时被仙古4大种族之一三眼圣族的顶级天骄随手击杀的。堕神宫、太古皇族、三眼圣族，我会让你们付出血的代价！唉，果然还是本神子太仁慈了嘛。对了，公子，木兰姐在核心区域，她也在吗？那我们一起去吧。那这处千丈岛湖，哼，我君家之人，要么就不争，要争就要争最好的机缘。牛批！不过核心区域大都被那些仙古强族占据，一群仙古世界的囚犯，真把自己当主人了。好了，我们去核心区域吧。黑暗神子敢暗算我君家序列，你的命姐收了。那就是战神之血吗？果然恐怖。传闻黑暗神子身怀鬼命咒体，在3000体质中排名前200位，是一种极为诡异的体质。光靠黑暗神子一人，估计就可以拦住君木兰了。君家此女实力倒也不俗。哼，再厉害又如何？哪能与敖烈大人相比？黑暗神子，我必杀你！哼，君木兰，先别放狠话了，你还是离去吧。这万丈道湖没有你君家的位置。你想死，姐成全你。我知道你们君家在外界很有名声，不过在这仙古世界可没有丝毫作用。第一，直接离去，这万丈道湖没你的位置。第二，臣服于我，我可以许诺给你一个位置。放你娘的狗屁，给姐死！呵呵，火辣的性格我喜欢。不愧是君家的辣椒，这性格真是愚蠢，连龙人族都敢招惹，之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竟然能以真神境后期的修为震退我！哼，你这条泥鳅也敢惦记姐？死来！不愧是君家第3序列，还是有点东西的。如此泼辣的性格，镇压你之后，再好好调教你。以为姐没防着你吗？不好！哈哈。鬼冥咒体的诡异，可远非你的想象。那股气息是你，君逍遥。君家神子，他怎么来仙古世界了？而且他的气息怎么如此恐怖？不可能，君家神子这么晚入仙古世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境界修为？我君家之人的命很好拿吗？你不是也杀了堕神子？本神子有这个资本，想杀谁就杀谁，你有吗？日后你堕神宫之人，本神子见一个杀一个。这外界天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你小子终于来仙古世界了，让姐等了这么久。可惜还是来晚了一点。不然的话，你能来就好。放心，接下来交给我吧。看来我之前在仙域杀的人还不够多，无法让你们忌惮。我并没有插手你们君家的事，此事与我无关。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你们没有做什么，但万皇灵山做了。还有这2个人让姐很不爽。龙碧池，看来你是嫌命长了。外来人差不多就行了，这里还轮不到你来翻天。
真神境大圆满，这怎么可能？没想到外界天骄中还会出现你这么一个妖孽，真神境大圆满的修为，的确有资格站在这里。既然如此，我就放你一马。哼，放我一马？我们先走。慢着，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万丈道壶是属于我们君家的。一个外界天骄，凭什么？还有谁？这小子真邪门，除了太子之外，说不定还真没几个人能够对付他。你想怎么做是你的事情，这片道壶与我龙人族无关。罢了，果然赌对了。我想你误会了，本神子所指的道壶，并非只是这一片，而是整个核心区域，4片万丈道壶，皆归我君家所有。啊！这外界天骄疯了吧？你这是在挑衅吗？你可想过这样做的后果？不滚就死！好，你有种就在这等着，别走。这会不会有些不妥？不必担心，有我在，仙谷无人敢在我君家面前放肆。这一失地路，说不定真是由君家神子领头。就是啊，好像这个时代是属于君家神子一人的舞台，就是不知他能否独扛3大仙谷种族。你这小子，姐还以为终于超过你了，结果你还是走在姐的前面。不过他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现在暂时不用管他。难道你把他啊？没什么，调教了一下而已。哎，姐算是服了，什么女人都逃不过你的掌心吗？哼，包括你吗？别了解，姐不吃这一套。来了，3大族群的天骄来了！你就是君逍遥，真神境大圆满的气息，不愧是龙人族。哼，区一个真神境大圆满，就敢挑衅我们3大族群，真是可笑。没错，在我们3大族群面前，你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既然来了，那就别走，正好我君家还有一笔血账在你们头上。真是大言不惭，你有什么资格报复我族？就凭本神子能要了你们的命？放肆！啊，怎么可能？差点忘了，君家神子还有至尊古神通。还有你也得死！一起出手！不必相助，你们去占据其他道壶。除了小巫神外，没人能治得住他。云逍遥是龙祖朝的禁忌初代龙傲天，接下来局面有意思了。龙傲天，君逍遥，总算见到你了。若不将你挫骨扬灰，如何能泄我心头之怒？红鸾，你也来了。你就是敖鸾。是这龙傲天对本宫不满，指使敖鸾出手，还是敖鸾自己要出手？公子救命！该死！你这个贱人，果然和那君逍遥混在了一起。敢骂本宫贱人！龙傲天，你和这贱人才是狼狈为奸，想要坑害本宫，给本宫死！不，
这不可能！他们两个怎么会这般生死相对？你这个疯女人！哼，你们才是一对狗男女，敢暗中谋害本宫。此事我记住，我的表哥是龙人族太子，得罪我，事后仙谷便没有你的一席之地。开始了，这4片道壶皆是我君家所有，任何人敢出手争夺其中机缘，本神子必杀之。那是君逍遥，这种宝贝你不配拥有，该死，只能让太子来制服此人了。找死！君逍遥，今日便让你为我弟弟拿命来！自命不凡的泥鳅，就让本神子来教你认清现实。不会的，龙公子实力强绝，不会这么容易败的。君逍遥，你是找死！倒是不错的机缘。好强大！龙傲天果然有越阶挑战的能力，说不定龙傲天还真能和君家神子缠斗数百回合。君逍遥，与我死来！不愧是龙祖朝的禁忌初代，7颗龙元加身，谁可匹敌？君逍遥，你神劫该落幕。龙傲天，就这点实力，也敢出来丢人现眼？七龙灭世！这是什么鬼手段？好强！炼化！君逍遥，你妄想！本神子想要，你反抗得了吗？先提炼出7颗龙元，再提炼出地龙之血，看你还如何反抗！完了，祖龙朝的禁忌初代要就此陨落吗？说是龙傲天真的死了，祖龙朝怕是会气疯吧？说不定等仙果世界结束后，祖龙朝就会掀起不朽战。龙公子，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是龙人族的太子豪光，外界蝼蚁，敢惹我龙人族，自寻死路！天神境，在仙谷世界如此优渥的环境中，才只修炼到天神境，本神子都替你感到丢人。疯了吗？敢这样挑衅龙人族的年轻王者？修为不高，口气不小。师大光明神拳，这小子敢招惹太子，简直找死！无人可在本神子面前高高在上。龙公子，我们快走！你们这对狗男女，妄想！你这婊子，古神和君逍遥是一丘之貉，给我等着！九劫诛魔雷，有点意思。坏死蝼蚁，等我出关，必死无疑。龙傲天，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恐怖，太恐怖了！祖龙朝的禁忌初代，在君家神子手中，竟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那可是龙人族的年轻王者太子豪光啊！哪怕只是一道虚影，也足以轻易灭杀真神境天骄。然而，却挡不住君逍遥一拳。
真是可恶！结束了。怎么回事？道壶又要喷发了吗？这怎么可能？不是说只喷发一次吗？这难道是传闻中的二次共鸣喷发？二次共鸣喷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二次共鸣喷发的机缘可能要比第一次更加珍贵稀有。不错，那边看看能出来什么好东西吧。这次会是什么宝贝？肯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宝贝。就让我看看，这仙古道壶真正的宝贝究竟是什么吧。逍遥，仙古道壶的波动太剧烈了，这样下去，说不定会将其他区域的天骄吸引过来，到时候就有麻烦了。无碍，管他是谁来，若不识抬举，灭杀即可。那是什么？至尊之血吗？不像，感觉要更加恐怖。我怎么感觉有一股仙气在弥漫，整个人都好像要飞升了一般。那究竟是谁的血？比起至尊更强，且蕴有一股仙意，莫非是一滴残仙之血？什么？残仙之血？真正的仙之血，能量应该不止如此，但这滴血却又远远超过了至尊，带有一缕仙韵，显然也不是大地之血，那么只能是残仙之血。不错，这仙古世界的机缘，终于令我开眼界了。仙血有灵吗？是圣教子，他竟然现身了！是万皇灵山的皇子黄天歌，是妖神宫的神女颜如梦，她也来了。那股波动是好雄浑的能量，还带着一缕仙道气息，莫非是残仙之血？没错，是残仙之血。呵呵，没想到能让我碰到这等机缘。君逍遥，看到我等到来，你难道无动于衷吗？你之前在此杀了我万皇灵山的黄轩一和凤青灵，飞迷湖死了，你杀的。滚！两位，何妨一起出手？至于这滴残仙之血的归属，之后再做分配，如何？可以。好。不仅聒噪，而且烦人，你们莫非想死不成？真神境大圆满！怎会？他的境界竟然暴涨到这个程度！古兰真主在上，天神审判。万妖印，天妖八法。颜如梦，看来下界的事情你都忘了。既然如此，这次你就彻底留下来吧。我的乖乖，这君家神子是要打穿整个仙谷吗？不愧是荒天仙域年轻一辈第一人，不仅从来没败过，甚至都未曾受伤过。此人果然如传闻那般，古兰真主在上，借如之力灭杀异端。快走！君逍遥，我错了，现在就离去。君逍遥，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不成？之前在下界，我们虽然有不愉快，但并没有结下死仇。我妖神宫的2位圣人，还有天瑶太子都死了，之后不是也没有找你的麻烦吗？你们之所以不找麻烦，是因为心里清楚，哪怕想找本神子的麻烦也没有用。
你若只是旁观，本神子倒也懒得计较。可惜，你过线了。天妖屠神法，妖神宫的大神通天妖屠神法，有点意思。好狠心的小哥哥，下手如此之重，当真不留一点情面。看来还有底牌。百闻不如一见，君家神子果然如传闻那般，俊秀绝伦，鲜嫩可口。你是谁？你猜？小哥哥，之后若亲自见到你，妾身一定会和你双修。可恶，那妖神宫神女也未免太不要脸了。那不是的。哦，那她是？没关系，暂时不用理会，还有事要做呢。那个，有件事啊，那具龙尸，本宫很需要。你是有多天真，才会认为我会无条件将龙尸交给你？对了，你不是一直想和本神子了结恩怨吗？现在本神子给你这个机会，出手吧。本宫现在不是你的对手。你想要龙尸，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本神子有一个条件。你说。很简单，本神子眼下暂时缺少一个代步的坐骑。你勉勉强强算是够格了。你想骑本宫？在这世上，有收获就得有付出。相比于这条珍贵的龙尸，我觉得这个条件并不过分。既然如此，那便算了。本神子不勉强任何人。好，本宫答应你。在仙国的这段时间，希望你自觉一点。当好坐骑的本分。君家神子说话算话，之前和龙姬公主对决时，就曾说过要让她当坐骑，没想到竟然真的实现了。萧阳，若是他实力大涨，无碍，我心里有数。对了，还有那7颗龙元，我想都别想。真是期待啊！这次闭关后，我的实力将会暴涨到何种程度？闭关的话，就选择仙古道湖这里吧。此地将成为本神子闭关之所，其余所有人1刻之内离去，不然杀无赦。我这次闭关可能要耗费一定时间，你们可以闭关，也可以去寻找机缘。等此地消息传出后，想必也没有多少人敢招惹我们君家了。好，你提升实力最重要，不用担心我们。不过姐也很好奇，等你这次出关后，实力又会强到何种程度？怎么说呢？横断仙谷应该没问题吧？龙傲天，你还是快点养肥自己吧，不然我都下不了手。表哥，太子殿下，你们的来意我明白了，是因为那外界老尾巴。没错，那君逍遥还有那个叫龙姬公主的女人都得死。放心，我龙人族身为仙古肉族之首，岂能受他人这般挑衅？哦，对了，表哥，这位是龙公子，之前是他救了我。多谢你救了我表妹。不必多谢，我和敖鸾姑娘
一见如故，帮他无怨无悔。表哥，你可一定要帮帮龙公子。若说机缘，我龙人族祖弟的确有，不过在此之前，你能否承诺帮我们龙人族做一件事情？何事？尽管直言。仙古世界深处有一片上古领土，那里有诸多机缘，也是埋葬古代怪胎的地方。而在上古领土深处有一片天禁遗地，那一处地界有特殊规则，我们仙古生灵是无法进入的。你若能进入天禁遗地内，帮我们找来仙古令，我就可以现在让你去祖地谋求机缘。上古领土，天禁遗地，仙古令可以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仙古生灵离开仙古世界。好，我明白了。等我得到了机缘，没有谁能站在我的头顶，无论是君逍遥还是常无苦。那里就是我龙人族祖地的机缘，五龙洞穴我也曾进入，但也难以进入最深处。不过先要提醒你一句，你进入其中也有陨落的风险，至于最深处，几乎100%会陨落。龙公子，千万别勉强自己。没事，君逍遥，给我等着，我龙傲天不会就此落败。表哥，他不会有事吧？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希望他别不识趣，进入最深处吧。王腾，你来做什么？江胜义，何必见外呢？王某对你没有丝毫敌意。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也对你无话可说。唉，真令人伤心。不过这个东西，想必你应该需要吧？那是……这是我在一处机缘之地偶然得到的，其中记载了一位大天尊的大道感悟。你身怀先天道胎，最需要这等感悟，所以王某想把它送给你。大天尊的感悟，拿去吧，这是你需要的。你不过是看中了我的先天道胎而已。我不否认，但你怎知道君逍遥对你的先天道胎不感兴趣？你在胡说什么？君逍遥是荒古圣体，你是先天道胎，你怎知道他对你示好不是为了你的先天道胎？再者，我之前好像听闻江家欲让江洛离和君逍遥联姻，那你又算什么？而且你和君逍遥的身份关系也有些特殊，君逍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给你什么名分，你就甘愿如此被轻贱吗？女人，江胜义，你的话，你的人，只让我感觉到无比的反胃和恶心。既然你有朋友来了，那王某就暂且告辞了。那男人可真令人讨厌。秋水，多谢你了。这算什么？之前我丽人族几位族人献威，还是你路过出手相帮，才得以活下来。再者，我们还需要你去天禁遗地帮我们找寻仙古令呢。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做到。对了，有个消息，想必你应该会感兴趣。什么消息？听闻君逍遥在仙古道湖横扫四方后，江胜一嘴角露出会心的笑意。逍遥他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啊，恋爱中的女人呢？来了吗？见过少帝。那个计划差不多也该实行了，你体质特殊，刚好方便去联系其他势力。终于要启动了吗？弑君者计划。去吧，本少帝要所有君家人都付出血的代价。
终于来了。古产子，计划开始了，需要你算出君家3位古代怪胎的沉眠之地。哼，没问题，总算可以开始了。这次计划有祖龙朝、万皇灵山、麒麟古洞、北地王家、多神宫等势力参与，按理说应该万无一失。可为什么总感觉有某种不祥，好像有一个异数存在，会导致大劫难和毁灭？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龙公子还未出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如果他听了告诫的话，应该不会。这是怎么回事？他踏入了古龙洞穴最深处。什么？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天不绝我龙傲天！不会吧？竟然让我发现了这等宝贝！竟然是9大天书之一的空术，承载了极致的空间之道。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龙傲天乃是天命所归。等我炼化了太虚古龙遗骸，定然可以直接突破到天神境。到时候得到了太虚古龙的传承，加上半卷空书，君逍遥又算得了什么？这都已经半年了，表哥龙公子难道真的出事了？他没有听我的告诫，擅自闯入了古龙洞穴最深处。以他的实力，9成9应该陨落了吧？怎么会？你进入到了古龙洞穴最深处。哼，没错，这还要多谢你们龙人族相助，赐予这个机缘。古龙洞穴深处有什么机缘？实不相瞒，其中有一具太虚古龙的遗骸被我炼化了。竟然是太虚古龙的遗骸？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吗？没有了。龙公子，你们的那个弑君者计划，我们龙人族也会参加。也好，那我们就一起行动。君逍遥，与其让你先死，不如让你成为君家最后一个陨落的天骄，身后让你在无尽痛苦中死去。在君家3位古代怪胎彻底灭杀之前，弑君者计划还是不要被外人发现为好。你的实力倒是越来越强了，还是赶快完成计划吧。我心中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哼，能有什么意外呢？除非外界君家的强者能强行破入仙古世界，不然谁还能阻止我们？虽然话是这样，但我们还是赶快前往吧。若是让君家3位古代怪胎苏醒了，再联合君家序列，我们也会有麻烦。我们走吧，想必另一路也应该快到地方了。就是这里吗？事不宜迟，直接开始布阵吧。大胆！何人敢暗算我君浩洋？果然是他，君家某一机缘的第一序列，身负9阳王体，曾横压一代天骄。众人合力出手，以4灵诛天阵灭杀！是谁？出来吧！你是太古王族天狐族的天女，
若是想暗算我，只能说你太天真了，还是让那些太古皇族天骄来吧。我对你并不敌意。哦，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是一个人前来的，并没有任何人潜伏在暗中。至于为何找你，是为了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何事？接着，白妹便是将关于弑君者计划以及君家2位古代怪胎陨落的事情，都是告诉了君灵苍。什么？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要不了多久，等他们找到君家最后一位古代怪胎，到时候恐怕整个上古领土都会有大动静，那时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为什么要将这件事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和龙傲天一伙了吧？那是因为妹儿遇到了真正的真命天子君公子。是逍遥堂弟，多谢你的告知，我君家可不会坐以待毙。要去找君公子吗？暂时不用打扰他，让他自己修炼。哪怕我们君家年轻一代全死了，只要有逍遥一人在，定然无恙。这种事就让我这第一序列来承担吧。那好，我也该离去了。仙谷的终极之战开启了。在下君家君灵苍，想见江圣仪一面。君灵苍，是你？有何事？什么？竟然有这种事？那么逍遥他……放心，逍遥堂弟应该没事。现在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我君家的古代怪胎。等古代怪胎被灭杀了，我们这些君家序列才会遭到针对。放心，我们2家荣辱与共，君家显仁，我们江家不会坐视不理。我之后会联系江家一众天骄，和你们一起前去迎接。武臣子，君家最后一位古代怪胎的沉眠之所还没推算出来吗？那位君家古代怪胎比较复杂，感觉像是被某种气息掩盖了，需要一定的时间。必须要推算出来。那位君家古代怪胎貌似是3人中实力最强的。放心，我自然会推算出来。放心，这个计划若能成功完成，如太古皇族不会亏待你们天禅王族的。这明神太子的实力未免也太强了。没错，他的实力估计在天神境中也已经达到了某种极致吧。君莫笑，当你的沉眠之所被算出，就是你传奇落幕的时候了。谁？原来是第2序列。玉宇，你的实力竟然也达到了天神境，不知第2序列找我有何事？哦，是这样的，竟然有这种事，那我一宇定当义不容辞。好，神子果然没有看错你。哼，总算找到了。终于算出来了吗？应该在玄天山脉那块区域。那好，我们直接出发。另外，发消息给另一支队伍，让他们也前往玄天山脉。最后一位君家古代怪胎陨落，接下来就轮到君家当代的序列了。秦逍遥，等你最后出来，若发现整个君家只剩下你一人，不知你那时会是何感觉？天哪，那些太皇古族的天骄怎么都联合起来了？看他们的方向，应该是朝着玄天山脉去的。怎么回事？难道玄天山脉有什么逆天机缘出现吗？不然这些天骄怎么组团前去？不太清楚，但绝对有大事要发生了。我的天雷之体被开启了！神子大人闭关还未出来，他的进步肯定更强，说不定能突破到天神境。
以本宫如今天神境中期的实力，哪怕君逍遥突破了天神境，估计也奈何不了本宫。让本宫当坐骑，的确有些异想天开。不过这九龙狮却是他给我的，当初本宫碍于形势也是答应了，违背了诺言，有些不妥。你的实力，龙吉公主，是神子大人给予了你恩赐，你可不能做出让神子大人失望的事啊！需要你来警告本宫吗？古有强者雷帝，创造雷帝大神通，欲要一笔真龙，神皇大神通，而我君逍遥创造的神通，更要超越大神通。那是七彩成圣劫。神说要有光，君逍遥是要自尽吗？总算成专属于我君逍遥自创神通，创世纪。啊！神子大人简直不是人！之前我曾说闭关出来后，横断仙骨没问题，现在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自己。方才那是七彩成圣雷劫，那又如何？区区雷劫而已。你的实力，道神境。怎么，很惊讶吗？我倒是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你倒是令我意外，我还以为你突破到了天神境后，会直接离开，或者找我麻烦。在你眼中，本宫就是那般言而无信之人吗？不错，值得鼓励。蝼蚁联合起来依旧是蝼蚁，既然他们那么想死，本神子也只能成全他们了。正好，也该算算总账。龙吉，前往上古领土。有意思，这些强大的存在竟然联合起来了。之前隐约得到的消息，已经有2位君家古代怪胎陨落了。真是可惜，还未出世就被坑杀。这一下怕是把君家打傻了吧？不过只要有君逍遥在，君家的古代怪胎陨落倒也不是什么大事。青衣，你口中的那位君家神子，当真有那么厉害吗？那是你没亲眼见证过。那这次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亲眼见证。哎呀，哼，这次君家可是要倒霉了。不过逍遥小哥哥怎么还不出现呢？嘿，先观望一下再说吧。不错，此处地形乃是九龙朝圣之举，最适合滋养古代怪胎。君家的最后一位古代怪胎一定就在此地。既然如此，那还拖延什么？不是提前布阵吗？需要吗？森罗死翼！竟然会有阵法，直接将此阵破了，灭了君家的最后一位古代怪胎。没错，先灭君家古代怪胎，再灭君家朱序列，最后灭君家臣子君逍遥。谁给你的勇气，敢说出这种无知且愚昧的话？放眼九州十地，谁敢灭我君家？啊，是君家朱序列。君家序列真的太强了，如果他们能安然度过此劫，日后前途不可限量。我觉得还是不太行。君家朱序列虽然来了，但也改变不了局势。哼，君灵苍，你们这是自投罗网吗？手下败将，还有脸犬吠？之前不过是懒得进展全力而已。君灵苍，你们这么想找死，我们就成全你。放肆！老娘一剑砍死你们这些瓜娃子！你是不将我们这些仙谷王者放在眼中吗？
敖光，你们什么时候也掺和进外界天骄的争斗当中了？果然，我就知道君家哪怕再嚣张，也不会傻到几个人前来送死。哎呀，没想到江家也来了。不过，哪怕拉拢了猎人族的年轻王者，在局面上也是处于劣势啊。哼，黎秋水，劝你别插手。要知道，我们这边可是有3人。应该快来了吧？君家有难，我江家怎能不帮呢？是他，神印王体江天野。你知道他？没错，我和他虽不是一个时代的，但也曾听过他的名字。身怀神印王体，手持一方神印降世，没想到他也苏醒了。哦，才一位古代怪胎吗？唉，你们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主上君家。是轮回魔宗圣子忘川，虽然他被君家神子奴役了，但依然是一位实力恐怖的古代怪胎。还有那一羽，虽然是君家神子的追随者，但传闻他有可能是其他仙域的地族传人。那位燕天影也很强啊，身怀吞神魔功，连小西天佛女和圣教的圣女悲迷糊都是被他吞噬了。呵呵，君家倒是好大的威风。那位应该是妖神宫的古代怪胎，在恶魔崖巫硕，但看态度应该是站在太古皇族那边的。那君逍遥还没来吗？今日我巫硕要让他跪在我面前请罪。放肆！就凭你，给我家公子擦鞋都不配。哼，没关系，那就先杀了你们，再杀了那君逍遥。哼，江少一，我会让你明白，我和君逍遥谁更优秀。我来轰破此阵法，那些人交给你们应付。放肆！想救君家的最后一位古代怪胎，不可能。结局已定，你们改变不了什么。我们也上。森罗死印。君宁苍，之前我不过是懒得施展底牌和你斗而已，现在再来试试。手下败将就是手下败将，今日尔等殒命。江圣一，你虽身怀先天道胎，但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江天野，你想帮助君家，根本不可能。你们是想死？哼，乌龟壳倒是硬。结束了，最后的结局是本太子获胜。明神太子，你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的低级啊！这种气息，道神境，怪不得。那是此处沉眠的，难道是那位？该死，君家的那位竟然还没被明神太子杀死！你的命倒是硬。道神境的气息。他到底是君家的哪位？醉卧沙场，君莫笑。我君家曾经的0号序列。这可是道神境啊，哪怕是逍遥，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明神太子，在我们所在的时代，你算是我勉强能提起兴趣的对手。不过现在看来，你这手段倒是配不上你的身份。哼，成王败寇而已。君莫笑，你也不会这么天真吧？君莫笑，别以为本太子不知道，你气息未同当代天地融合，处于最低点。
加上方才的攻击，你定然受了伤。想要骗过本太子，那就有些可笑了。那又如何？缠你不成问题。醉卧沙场，君莫笑。天骄征战，几人回？明神太子，今日取你之命。该陨落的是你。两位道神，需快速解决战斗，不能拖延。太虚龙拳，先解决这些序列，身后结司灵诛天阵，困杀君莫笑。你们放肆！君临苍，你的对手是我。你们这些混蛋，等逍遥到了，有你们好看。算了，先杀君莫笑重要。等他死了，大局就彻底注定了。君家神子为什么还不现身？等他来，花花菜都凉了。君家神子可能在某处闭关吧。不过说真的，君家神子来了又能怎样？他再强，最多突破到天神境，想要对付王腾、龙傲天等人，也很勉强吧。这君莫笑果然棘手。灭我何用？不减骄狂。今日哪怕我君莫笑死，也要拉你们垫背。不妙，无中枪决。不愧是曾经君家的0号序列，即便状态处于低谷，身负伤势，依然能够以一人之力抵抗明神太子和王腾、龙傲天等4位顶级天骄，这实力简直了。一群蝼蚁也敢翻天，真欺我君家无人！是君家神子，他来了！怎么可能？我竟然无法准确感知到君家神子的修为气息！天哪，我怎么感觉像是一位仙人驾临了？他就是那位君家神子吗？云逍遥，你不出现倒还好。既然主动现身，那就别怪本少帝了。你就是君逍遥，敢招惹我妖神宫之人，还不跪下谢罪？怎么被吓得不敢说话了？道神境？怎么可能？这股气息和君莫笑与明神太子一样。我没感应错吧？道神境！啊！一掌捏死一位古代怪胎！告诉我，我在做梦？我也感觉我在做梦，这怎么可能？杀我想杀，灭我想灭，辱我想辱，你们准备好承受本神子的怒火。我君家难道还有一位古代怪胎？怎么可能？道神境！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道神境，怎么可能？怎会如此？青衣，之前我还有些不相信你说的话，现在信了。连我也没想到他的实力能达到这一步，随手灭杀古代怪胎。我拥有越阶挑战的能力，我不惧他。君逍遥，死来！怎么回事？君家神子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完全不将龙傲天放在眼中吗？这是。对了，君家神子貌似有一种秘密手段，能够一定程度上拥有法力免疫的效果。龙傲天，看来你又得到了一些机缘，但可惜，接下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我的七龙元之力。我怎么感觉
君家神子施展七龙元之力，比龙傲天施展出来强了10倍不止。是啊，我也这么觉得。君家神子施展龙族神通，竟然比龙傲天这位初代都强。兄弟，你是？君家当代0号序列，君逍遥。原来如此。逍遥兄弟，你选哪一个？你身有伤势，还是先调养吧。此地交给我。逍遥兄弟，那明神太子修为也在道神境，不好应付。一群土鸡瓦狗而已。这好吧。出手，不能让君莫笑恢复伤势。4连诛天阵。就这？怎么会这样？为我君家2位古代怪胎偿命吧！该死，为什么他能强到这种程度？龙傲天，你也长肥了呀！这可真是大韭菜啊！在本太子面前，轮不到你放肆。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在这个年纪修炼到道神境的，但在本太子面前，还是收敛点好。呵呵，时代变了，在这个纪元，你可以永远长眠。找死！天鬼邪魔爪！不好，君家神子的神兵竟然碎了！破！这怎么可能？那其中有我的七龙元之力。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算了，龙傲天，你这颗肥韭菜逃不出仙古世界。森罗死印6道轮回拳。这是何手段？可恨呐！今日本太子必杀你！不好，难道他又施展出那招了？不对，难道是那一招？这明神太子真是个疯子，竟然要施展这种神通！逍遥兄弟，慎重！有趣，希望别让本神子失望。不避免我，一叩首。能死在这一招之下，是你的荣幸。能不能来点新鲜的？天天说这句话不腻吗？6道轮回拳。逍遥兄弟的实力简直了！这是何神通？太恐怖了，好似能让万物湮灭于其中。怎么可能？我不信，我绝对不信！本太子还没败！独臂冥王，3叩首！这一招总算有那么点意思了，倒也有资格让我施展出那一招。对了，还有你，人族稀少的天禅一族，可惜招惹我君家，难逃覆灭。原来你才是最大的敌。接下来该轮到谁了呢？你之前不是说等你出关，我必死无疑吗？那现在呢？此人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强？来，
我等着你把我碾死。太虚神狠！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吗？怎么，你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为我君家2位古代怪胎偿命吧！君家神子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乾坤。放眼9天10地，独我君家称帝，君家的怒火，谁都承受不起。吾君灵苍必将永随神子，护我君家不朽之威名。吾君无双将永随神子上吾君家镇服9天。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君莫笑，愿随神子一起横扫地路，扬我君家之名。大征之势，妖孽辈出，只是这也太夸张了吧？此人必将独揽这个大征之势的万世繁华。终于结束了，但也并未结束。不朽战吗？我君家可从未怕过。怎么会这样？我儿可是大帝之资啊！怎么会是这个结果？灵神太子陨落了，不知道那一脉会不会震怒？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这就是仙骨令吗？整个仙骨世界是一个牢笼，而这仙骨令，圣衣姐，之后你可将这几枚仙骨令交于黎秋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仙骨世界要关闭了？那是7大不可思议之一的青铜仙殿，它竟然出现在了上古领土内。青铜仙殿传闻和仙有关，大机缘，这是天大的机缘。机缘也要有命去拿才行。多少强者进入青铜仙殿，最后都出不来，我可不敢靠近。该死，怎么办？难道我龙傲天要永远被君逍遥压制？那是青铜仙殿7大不可思议，皆是凶险无比。说是沾染因果，十有八九会陨落，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拼了，不过就是一条命而已。说这一世被君逍遥压着，那才是生不如死。青铜仙殿进入其中，几乎十死无生，但我无惧。青铜仙殿竟然会在仙骨世界内显现。7大不可思议，皆是凶险与不祥，常人避之不及。这处青铜仙殿虽有机缘，但同样凶险，应该没有几个人敢进去。哎呀，这青铜仙殿太邪门了，我可不愿意靠近。传闻这青铜仙殿虽有机缘，但同样邪门，连圣主至尊进入其中都会跌血，更别说我们了。哼，青铜仙殿太凶险了，不可沾染因果。我对这青铜仙殿倒是有些兴趣。逍遥，这可是7大不可思议之一，一不小心就会跌血，千万别去。逍遥哥哥，别走，那不是人去的地方。逍遥兄弟，青铜仙殿可不是闹着玩的，以你的天赋实力，没有必要如此冒险。多谢各位关心，不过我对这青铜仙殿的确好奇。那我和你一起去。还有我。不用，我一人足矣，自保应当无虞，但带上你们就不好说了。好了，就这么定下了，我一人进入，你们都别进去。
是祖龙朝的禁忌初代龙傲天，是龙家少帝王腾。他们两人竟然也闯进去了，你们也要进去吗？无碍，以逍遥帝的实力，他们两人无法造成什么威胁。我只是担心青铜仙殿本身的诡异。来吧，你不是很不甘吗？心底有怨气吗？我将给予你灭杀一切的力量。这是敌兵的气息，果然天不绝我王腾。君逍遥，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还没有签到提示，看来要进入更深处才行。唉，古往今来，到底有多少强者陨落在了这青铜仙殿中？君逍遥，又有底气了吗？君逍遥，这青铜仙殿将是你的埋骨之所。雨过了，天晴了，你又觉得你行？哦，来齐了。一起。君逍遥必须死在此地。差距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吗？我就不信你能无敌。结束了。我还没办地龙武装，太虚神痕。不愧是天地主角，临时爆发小宇宙这种桥段总是不缺。这就是你所得到的机缘传承。君逍遥，你还能笑得出来吗？可笑！那股气息是仙气？怎么可能？不是说只有在地路上得到了极大机缘的天骄，才有可能凝练出仙气吗？为什么你现在就凝练出来了？你们对力量一无所知。一起出手！君逍遥必须得死！斩我明道诀！太虚龙拳！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吗？为何这一世会有君逍遥这样的妖孽出现？少帝之名，你不配。轮到你了。呵呵，君逍遥，你真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吗？只要杀了此人，你的一切要求我都会答应。放心，你与本皇有缘，你的敌人在本皇面前不过蝼蚁而已。这股气息同9天仙域格格不入，莫非是异域强者留下的至尊残念？倒是识趣，本皇乃异域堕落龙族一脉邪龙皇。原来如此。君逍遥，受死吧！君逍遥，你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死亡，接下来你也会尝到这种滋味。有意思，我不是已经斩破了你的元神吗？原来如此，残缺地兵。君逍遥，受死吧！今日见证你的陨落。
你终于要死了！是父亲留下的护身符。怎么会？君逍遥怎么可能还有手段？你是父亲。不可能！你究竟是谁？那是白衣神王绝无悔，功亏一篑。既然你已经养肥了，那就安安心心被我收割吧。早知道，还不如不入青铜仙殿。不，君逍遥，你不能杀我！若杀我，我王家日后绝对不会罢休。掀起不朽战，整个仙域都会动荡。为什么你们死之前都要说这一句废话？就不能安安心心闭嘴等死吗？父亲，果然，你得到了9大天书之一的空书。已到达签到地青铜仙殿，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8仙稀有奖励，万物母气鼎。仙古世界要关闭了。真的结束了，青铜仙殿消失，君家神子陨落，死了。进入青铜仙殿的3人全都死了。龙傲天和王腾也就罢了，君家神子可是有机会独断地路的存在啊，竟然也陨落了。君逍遥真陨落了吗？早就说了，身为7大不可思议之一，青铜仙殿何其凶险，进入其中十死无生。可惜一位本有机会正道的天骄陨落了，不过也算是给了其余人一个喘息之机。对啊，青铜仙殿只是消失了，并不代表逍遥兄弟就陨落了。没错，相信公子。唉，若君逍遥没入青铜仙殿，现在怕是有可能去准圣之境了吧？18岁的准圣啊，想想都可怕。是啊，以准圣修为走地路，不说横扫地路，至少也是绝对的巨头。现在谈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若没有这古符护住元神，恐怕我也危险了。至尊器，万物母气鼎，不用任何花里胡哨，这一鼎压下去，圣人肉身都要直接爆碎。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地路签到。哦，过去多长时间了？连地路都开启了。这段时间多谢诸位前辈的照顾了。嘿嘿嘿，原来早就被发现了吗？晚辈君家君逍遥见过4位前辈。原来是君家的天骄，难怪。君家的小娃娃，面对我等，你竟然不害怕？诸位前辈若想对晚辈不利，晚辈现在也不可能安然站在这里和前辈说话了。不愧是主人的有缘人，这心性。18岁的圣人，古往今来都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啊！小弟弟还真是棒棒的呢。小弟弟，你肉身重塑，说不定会留下什么隐患。姐姐帮你检查检查身子。前辈请自重。好了，方秀娘，她可是主人的有缘人，
你再敢乱来，说日后被主人知晓了，哼！小娃娃，你难道就不好奇你为什么能活下来吗？是因为那位主人吗？多少年了，我们依循主人的命令，在青铜仙殿内漂流万古，等待有缘人。没想到，终于是等到了呀！就是，老子终于可以离开仙殿了。小娃娃，不管你到底和主人是什么关系，但现在你就是有缘人。我们4个也会听你的命令，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事情，我们都会答应的。多谢4位前辈抬爱，晚辈自然不会随意指挥4位前辈。若是前辈们不介意，等出仙殿后，可去我君家做客。逍遥小弟弟还真是有礼貌啊！既然如此，之后姐姐晚上就去你房间做客了。相比于圣人节，老夫觉得你应该对另一件事更感兴趣。何事？仙古世界。仙古世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小鬼。本来是老夫要炼化的仙骨之灵，最后让给你了。你在这2年内已经彻底炼化了仙骨之灵，不然元神怎么可能会有突破？原来如此，前辈的意思是我彻底炼化了仙骨之灵，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仙骨世界的意志。没错。真的是君家神子，他不但从青铜仙殿出来了，还能回到仙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君逍遥，你真是好胆，敢在我龙人族祖地放肆！终于有点像样的人出来了。君逍遥，虽不知你是如何从青铜仙殿出来，又重入仙谷的，但想在我龙人族放肆，未免也太天真了。本神子也懒得多言，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臣服本神子，永世为本神子之奴；第二，举族全灭，血脉断绝，一个不留。我没听错吧？君逍遥要龙人族举族为奴？君逍遥是不是在青铜仙殿里被弄疯了？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本神子给出的选择不局限于龙人族，而是所有仙骨族群。你们只有2个选择：臣服，或者死。有趣，着实有趣。看来你的确在青铜仙殿里把脑子弄坏了。想降服我龙人族，可以。你敢不敢踏入祖地，与老夫一战？有何不可？怎么办？我猎人族的强者也无法离开祖地。小子，为我族太子偿命来！神象崩天咒！怎么会这样？那君逍遥怎么会这么强？啊！神子大人竟然这么厉害！你们也想试一试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的选择依然在这里：臣服或者死。不好！神子大人惊动了龙人族的至尊老祖。小孽障，我龙人族不是尔等可以撒野的地方。疯了！这君逍遥绝对疯了，哪怕是圣人在至尊面前也是蝼蚁的存在。这也太膨胀了吧！真以为自己能对付至尊了？那位至尊老祖好像是太子敖光那一脉的老祖敖天明，这下君逍遥彻底完蛋了。小孽障，本祖没有找你算敖光的账，你倒是主动送上门来了。老东西，嘴巴放干净点。要不是你们这些泥鳅还有点废物利用的价值，本神子早就灭了你们。
找死！这是仙古世界的规则之力，怎么可能？仙古世界的规则为何会阻止本祖杀你？莫非君逍遥受到了仙古世界的庇佑？本神子的意志就是仙古世界的意志，忤逆我者，皆当死去。不可能！你凭什么代表仙古世界的意志？不过是卑贱的囚徒而已，还真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天尊了。君家神子，请住手吧。又一位老祖，掌权的总算来了。君家神子，暂且住手。君逍遥，你这是……抱歉，手滑了。神子大人竟然杀了一位至尊老祖！君家神子，你未免也太过了。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在本神子面前，你也不过是随手可杀的蝼蚁而已，还敢摆大天尊的架子？你！君家神子，是老朽不对，你直说来意吧。这样才对。来意我已经说明了，要么臣服，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这可否让族内商量数日？毕竟龙人族老祖也不止老朽一位。不必多说废话了。那些老祖如若不答应，那就一起赴黄泉吧。仙古族其余各族也和龙人族一样，臣服或者死，最好在1日之内给本神子答案。不然的话，或许我会挨个上门，去你们祖地走一遭。姐姐果然有先见之明，不然的话，恐怕我们猎人族也麻烦了。早知道君家神子有此能耐，之前仙谷开启时就应该和他打好关系。唉，谁知道君家神子有这么变态呢？竟然主宰了仙谷世界的意志！快回去禀告老祖！考虑好了吗？不得臣服。你们倒也不必颓丧。你们若无法离开仙谷，那本神子要你们屈服，又有何用？本神子的意志就是仙谷世界的意志。我既然可以杀了你们，自然也可以让你们自由。我没听错吧？我们竟然有出去的机会！敢问神子说的可是真的？吾等可以离开仙谷世界？现在你走出祖地试试。真的，竟然是真的！才走出祖地就如此开心，那如果我说能让你们都离开仙谷世界，去往更广阔的仙域？神子大人，不，主人，老夫敖苍渊愿携龙人族上下尽数臣服主人。不错，本神子喜欢聪明和识时务的人，早这样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是，之前都是敖天明、敖光等人不长眼，得罪了主人。既然答应了，那么之后我会以仙谷世界的规则凝聚成奴印，种在你们元神内，没意见吧？我等愿意。那就好，接下来你们就去整顿族人吧，还有三眼圣族、古巫族以及其余种族，若是臣服的话，3日后来猎人族祖地会合。我还从来都不知道仙谷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终于离开这座牢笼了，太好了！赶快去整顿族人，这个机会不可错过。见过离仙前辈。是你，君家神子。神子大人，这位就是我猎人族的真族大人离仙。你就是君家神子，
百闻不如一见。之前老听秋水和秋月两个孩子称赞你，如今一看，果真是人中龙凤。离仙前辈不必如此。其实君某有一想法，想以仙骨种族为底蕴，组建一势力。君某希望离仙前辈以及丽人族能替我整顿掌管仙骨种族。当然可以，君公子能给予我们自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恩惠。那好，数日之后，其余仙骨族若识趣，则都会到来，到时候再整顿吧。离仙知晓。看来君家神子有野心呢，竟然要组建自己的势力，这是要下一盘大棋吗？不过没关系，我族已经被困仙骨世界太久了，这个重获自由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神子大人，看来你们都是聪明人，多的废话本神子也不说了。本神子欲要组建势力，而你们都可算是第一批元老，真心臣服本神子，为本神子做事，你们得到的将是一个广阔而光明的未来。但如果包藏祸心，图谋不轨的话，当然投桃报李，你们忠于本神子，本神子也将给予你们权势、自由。最后，希望你们记住一点，你们跟随的将是一位未来的大帝。我等必将誓死追随主人的步伐。放心，本神子不会亏待你们，你们很快就能离开仙骨世界。在这之前，修为在准圣以上的人有资格进入青铜仙殿修行。那是青铜仙殿。青铜仙殿内竟然还有生灵，而且看这样子，莫不是已经听从君公子的命令了？还好臣服了主人，不然的话，撇开仙骨规则不谈，光是青铜仙殿内的气息就足以威胁我的性命。是时候给君家送上一份大礼了。是祖龙朝的龙龛至尊。看来你们祖龙朝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10岁宴时陨落于我君家山门前的幽龙至尊，已经忘了吗？来都来了，一起现身吧，何必藏着掖着呢？天哪！万皇灵山、麒麟古洞、上古恶狐的准至尊都来了，这是要变天了吗？今日来我君家，想急着投胎吗？我们来此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向君家讨要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那个人叫忘川。看来这些太古皇族不想让君家得到轮回魔宗宝库啊！这不是废话吗？君家底蕴已经深不可测了，说是再得到轮回魔宗宝库，那还了得？难道君家要服软了？忘川，有人想带你走，让你离开君家，你的选择呢？我忘川的主人只有一位，就是君家神子，他在哪，我就在哪。如果你们耳朵没有聋的话，应该听到了吧？哼，一个死人而已，依然认他做主人，你可真是赤胆忠心啊！你放肆！那人是，真的是君家神子，他竟然安然无恙从青铜仙殿出来了。龙傲天、王腾两人都陨落其中，他却安然出来了。牛批！青铜仙殿那种连至尊都可能喋血的地方，君家神子竟然能活着出来。哈哈哈哈！孙儿回来了。没想到本神子消失2年，
还能让诸位如此惦记，前来参加成人礼，君某在此多谢。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解决一些蝼蚁吧。君家神子是疯了吗？竟然对圣人出手！六道轮回拳。我没看错吧？君家神子一拳秒杀了3位圣人。是我眼花了吗？怎么可能？那可是3位圣人啊！君家神子归来，举世无双，何人可敌？君家神子若踏上地路，说不定能将整条地路打穿，其他的地路王者都不可能是君家神子的对手。哦，总算来了。好恐怖的气象！一般圣人渡过圣人界，都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景象。一念花开，君临天下，唯我逍遥。来！阿九，少主，阿九无碍。别说了，谁让你负伤，他们必死。少主，在我君家放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真的如此天真吗？你们君家想掀起不朽战吗？又是同样的话语，你们祖龙朝不会以为我君家真的怕了吧？天哪！君家的2位老祖竟然现出真身了！走。是我君家沉寂太久了，导致你们出现了错觉。谁都能在我君家头上踩一脚吗？住手！龙汉，你个老家伙，还敢出手阻止老夫？君家欺人太甚！君家真以为自己在荒天仙域无敌吗？既然如此，今日我祖龙朝便打醒你！战争龙起，起！祖龙朝和君家这2个宿命之敌，终于要决出胜负了吗？君家若掀起不朽战，我万皇灵山同样奉陪到底。什么？万皇灵山竟然也要对君家掀起不朽战？君家霸道蛮横，惹天怒人怨。今日若掀起不朽战，我麒麟古洞接下了。弑君计划就此开启吧，君家将从荒天仙域的版图中被抹除。那是北地王家的撼天战鼓，传闻此鼓敲响，就是王家举足掀起不朽战的时候。天哪，难道连北地王家也要参战？我堕神功与君家不共戴天，今日兵伐君家。世事轮回，纪元更迭，没有长盛不衰的势力。纵使强如君家，亦是要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我的乖乖，以一敌七，哪怕君家底蕴再深，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抵挡住吧？七方不朽势力联手，这只有在跨仙域级别的不朽战中才可能会出现呐。看来是我君家低调沉寂太久了，导致所有人都认为我君家可欺。既然如此，那就用一战来证明吧。我君家奉陪到底。感谢诸位今日来参加君某的成人礼，不过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小风波，诸位可暂且散去。日后君某定然再摆宴席，邀请诸位。说起来，
这次不朽战爆发，君家神子绝对是主因之一。没错，君家神子的天赋太妖孽了，令太古皇族等势力不安。此外，轮回魔宗宝库等等也是原因之一。这些人既然这么想死，那我君家便好心成全他们吧。没错，可以唤醒祖祠里的一些老家伙了。他们也睡得够久了，再不起来动一动，身子骨都僵了。我在想，是否该把域外星空漂流的那位也给拉回来？看情况吧，若真有什么意外，他会回来的。逍遥，你很不错，没让老祖我们失望。接下来的大战，哪怕以你的圣人修为，也是难以左右的。就先去族地休息吧。这些小风波呢，家族会摆平的。老祖，爷爷，别说了，此战严格来说，也和逍遥有关。我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你的事儿就是君家的事儿。敢对你出手，就是对我君家的挑衅。不错，我君家儿郎就该在战火中成长起来。放心去历练吧，没人能威胁你的性命。太古皇族势力果然恐怖，而且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底蕴，君家能扛下来吗？那我们要不要介入？暂且不用。小魔仙那妮子虽然和君家神子交好，但这一战涉及太深远了，若是此刻介入，祸福难料。道虚，这一战你怎么看？怎么看？君家的底蕴你们不清楚吗？我等还真是不太清楚，毕竟君家的水太深了。我们暂且观望吧，说不定君家的那些老家伙还不乐意我们江家插手此事呢。此战，七方不朽势力联手发起了不朽战，君家怕是有些够呛啊。永远都不要小看君家的底蕴呐。哦，莫非君家有能力抵抗七大不朽势力的联手攻法？那我倒是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七大势力都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大代价。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圣灵书院是教书育人的书院，不适合参与战争。但还是先看情况吧，说不定不需要我们出手呢。风水轮流转，君家当初夺我盘黄剑，如今也是被人群起攻之。不过君逍遥那小子天赋实力着实妖孽，儿的眼光还是不差的。看来是我君家收敛锋芒太久了，世人皆以为我君家锋芒不在。既然如此，那便让世人知晓，在七大不可思议之外，还有第八大不可思议。这第八大不可思议就是我君家。这是灭世号角，看来君家也要动真格了。这是哪一个纪元了？灭世号角吹响了，又有不长眼的东西惹我君家，平白打扰了老夫的清梦，你们也该起来了。何人敢惹我君家？是抑郁来犯了，还是生命禁区的那些老东西又不安分了？不知晓，管他什么，杀了便是。
你们也是醒了。是哪个不长眼的瓜娃子，脑子被驴踢了，敢惹我君家？是这样的，18族简单将局面解释了一下。原来如此啊！我君家竟然出了一位天资如此妖孽的后辈，这已经不只是大帝之资，有成仙之资了吧？想灭杀我君家的麒麟子，那些太古皇族简直是找死！逍遥见过各位老祖。哎呀，放心吧，这种小风小浪，我们君家见多了。七方不朽势力又能奈我君家如何？嘿嘿，既然醒都醒了，那就给太古皇族一点颜色看看吧。我君家剑指天下，犯我君家者，虽远必诛。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认清何为现实吧。我等也去会会他们了。那我就留守在此，以防万一。杀！今日是要覆灭君家！杀！君家上下一个不留！这就是祖龙朝的底蕴吗？也太恐怖了！怎么可能？祖龙朝的底蕴绝对不仅仅如此，但即便只是现在展现出来的力量，也足够恐怖了。这就是不朽战，果然是无数纪元难得一见的景象。瓜娃子，就这点能耐，还想灭我君家？该死！这些君家的老祖真是难缠，这样下去不行。王家、圣教、洛神宫，你们今日若再不出手，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卫兵，此战必灭君家！哎，可惜啊，可叹，君家的手笔，我今日算是见到了。君家一方不朽势力，独抗4大太皇古族，已经足够恐怖了。奈何向君家宣战的，足足有7方不朽势力。唉，传令下去，蒋家军队备战，随时准备出动。哦，难道江家要出手了吗？逍遥，你怕吗？请问老祖，怕这个字怎么写？好，好，不愧是我君家日后的顶梁柱，3军阵前面不改色。老祖，逍遥有一个不情之请。说。逍遥想单独一人一会3大不朽势力。什么？逍遥，不会是老祖我出现幻听了吧？逍遥想单独一会3大不朽势力。逍遥，你有正道成帝，甚至成仙之资，你日后的前途，老祖丝毫不担心。但是现在，老祖，你应当知晓，逍遥从来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那好，逍遥，你去吧。不过你的安危，老祖我会关注的。你们看，君家神子离开君家了，他这是要做什么？那个方向是3大不朽势力进军而来的方向。君家神子疯了吗？他要做什么？今日吾君逍遥死而等败亡。这小子
莫不是得了失心疯？王腾是我杀的。小孽畜，你是找死！那道身影是白衣身王君无悔，怪不得君家神子有恃无恐，三军阵前面不改色，原来是有白衣身王赐予的护身符。有此护身符在，想秒杀君家神子还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子，这就是你的倚仗吗？如果只是如此，那你的确天真了。本神子只想说，你们三大不朽势力都是废物，除了以大欺小，还能做什么？年轻一代，无一人是本神子的对手。现在，本神子就站在这里，你们三大势力有一位圣人能杀本神子吗？此人太嚣张了，让我来会会他。小子，我来斩你！就这？不愧是度过了堪比至尊劫的圣人啊！怎么，三大势力无人了吗？这样吧，本神子再退一步，三大势力任何圣人都可以出手，本神子绝不借助外力。这小子自己找死，我们也就只能成全他了。没错，不用跟君逍遥讲什么脸面，他本就不是人，是一个妖孽。那口鼎怎么隐隐给人一种地兵雏形的感觉啊？好恐怖的气息啊！连虚空都快被那口鼎给压裂了。天哪，那难道是传说中的万物母气？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思震惊吗？既然如此，那就把你们一锅端了。朕。这是什么？好恐怖的禁锢之法！君家神子是什么时候布下这封禁之术的？君家神子心机竟然深沉如此！君家小儿，你以此封禁之术困住我等，是打算将我们一网打尽吗？不得不说，你天真的有些可笑。没错，即便你在圣人阶段几乎无敌，能信手秒杀圣人，但我们这里足足有100位圣人，你又如何杀得完？蝼蚁话多，本神子向来不会和死人多嘴。杀！君家神子心机太深沉了，早在之前就已经在心里算计三大不朽势力的圣人了，太恐怖了！君家神子现在实力就这般变态，若是等他成长起来，那还了得？怎么，这就没有勇气了吗？继续啊！本神子给你们围杀我的机会。此子妖孽，直接杀了算了，老夫就不信君无悔的护身符能护他几次。那股气息，敢对我家逍遥小弟弟出手，头都给你打掉！逍遥小弟弟，姐姐帮你出了气，到时候你也要帮姐姐啊！是君家的强者吗？不过怎么感觉从未见过？那股气息太恐怖了，应该是至尊第5境无上玄尊级别的强者。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逍遥的机缘啊，或许不用担心他了。这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强者？一位无上玄尊虽强，却也不可能阻挡我3大不朽势力。一人不行，那么一个不朽势力呢？你口中的不朽势力，莫非是江家？即便是江家，想要阻止我等3大不朽势力，依旧是不可能的。众人杀，先斩了这小孽畜，再灭了君家。君地廷立人族一脉，遵君主之命。君地廷龙人族一脉，遵君主之命。君地廷古巫族一脉，遵君主之命。君地廷3眼圣族一脉，遵君主之命。怎么可能？那些都是仙骨种族。没想到啊，刚一出仙殿，就能碰到这种万古难得一见的不朽战。嘿嘿，精彩，精彩啊！老朽也想活动活动筋骨了。你们也总算肯现身了呀。4位无上玄尊，怎么可能？青铜仙殿仙骨种族还有4位无上玄尊？哈哈哈，亏我还说逍遥无法左右这场不朽战，但现在，唉，老了，以后是年轻人的天下了。臭小子，你瞄准点，打着我了！1万，1万！君地廷，敢以地为名，你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哈哈，我姓君，日后注定为帝，打造不朽天庭，为何不可称君地廷？一个没有底蕴的势力，何敢自称不朽势力？又何敢以君地为名？哼！我君地廷起8荒兵祸，乱9域风云，天下谁人堪与敌？杀！敢与吾地廷之主为敌，就是找死！我君地廷当横扫仙域。任何敌人都只能成为铁蹄下的齑粉。我们也该活动活动下筋骨了。没错，在青铜仙殿待了那么多年，骨头都僵了，也是该活动活动了。哦，到现在还有如此杀意，你还真是执着呢。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想对我家逍遥小弟弟不利？既然如此，老娘只能让你死了。请谷祖出山！请谷祖出山，铲除一切敌！我王家竟被一小儿逼至如此。可悲可叹！这股气息，至尊第7境混沌道尊。没想到王家还有混沌道尊存在，不过看上去应该是活了许多纪元了，气血衰败，不死药也无法挽回。造化神尊。既然如此，
就让我来会一会君家这个传说中的第8大不可思议。是这个老家伙，他竟然还活着，敢对我君家出手，找死！敢对我君家出手，找死！那是君家八祖君天命，他果然被惊醒了。天命老祖，现在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招惹我君家了？请杀尊大人降世，请老青龙大人降世。祖龙朝的那头老青龙也苏醒了。又一位混沌道尊，君家也当覆灭了。这么多混沌道尊现身，君家八祖怕是也吃不消吧？请大帝发旨。从我的地位，莫非又是一件地兵？不，并不是地兵，这是那位君家的传奇大帝君启天所留下的法旨。既然已经半截深入土，那就让本祖送你一程。不，仅仅只是一页法旨，要如何能镇压我等？姑祖大人，这就是混沌道尊的手段吗？不敢呐！若我君家，这就是下场。王家算是彻底完了。君家真是不可招惹啊！怪不得会被称为第8大不可思议，的确令人开眼界了。而且我感觉这好像也不是君家的全部底蕴。不愧是传承无数纪元的实力，这次不朽战落幕，整个荒天仙域哪还有一方不朽势力敢招惹君家？那股气息，你们真的敢吗？即便是准帝又如何？我君家的不朽战还轮不到其他仙域的不朽势力插手。大梦几千秋，今夕是何年？不长眼的东西，区区一阶准帝也敢对我君家出手？太恐怖了，这就是准帝之威吗？龙王殿，是我君家沉寂太久了，导致9天仙域其他不朽势力认为我君家可以随意欺辱，是太玄古祖苏醒了。这笔账我君家记下了，这场不朽战就此结束吧。敢插手我君家的不朽战，本神子记住了。姑祖大人，我要拉你们垫背！你们几个别跟我抢，我来送他上路。
去吧去吧，加油，把它宰了，多吃点龙肉。不错，可以给小辈们留点。16，我偷了2颗龙蛋，给你补补。滚！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要你死！呀！地兵，来！不就一把破地兵吗？喊这么大声干嘛？好像就你有似的。借逍遥的地兵玩玩。地兵，来！我要你死！好啪啪哟，吓到我了！哼，我要宰了你，好好补补。哥俩好啊，666啊，7大姑啊，8大姨呀。玩够了，该送你上路了。死！打完收工。哥俩好啊，666啊，7大姑啊，8大姨呀。记住，你们是军地庭的人，不能拿一针一线。除了一针一线外，其余一切烧光、抢光、杀光。从此之后，我荒天仙域的不朽势力估计都要养君家的鼻息了。没错，除非是有准地底蕴，不然的话，哪一方不朽势力敢招惹君家呀？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都逃不过因果。但君家神子杀了法海和妙无心，却无任何惩罚。虽说这其中也有法海等人的错，君家拥有掌控甚至斩断因果的能力，这种势力太可怕了。哼，小子，这可是稀有的地兵啊！你就这么交给我们了？哈哈，诸位前辈是我军地庭现在的最高力量，太上长老交给你们，晚辈自是放心。不愧是逍遥小弟弟，姐姐爱死你了。小子，既然你这么大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件凤翅鎏金躺，俺喜欢。哼，你们修炼的也不错。哪里，我们的天赋也只是如此了，连地路都无法前去，哪像公子？哼，没关系，人各有志，未必非要前往地路。再不济，有公子保护你们，你们还怕什么？你的表现
很不错。忘川将永世追随神子，不会有丝毫违背。对了，关于轮回魔宗宝库，差不多已经锁定了地点。很好，到时候我们直接去寻找吧，不必忌惮什么了。圣衣和洛离两人1年前就已经走上了地路，你之后可要去寻他们。看情况吧，如果能碰到的话。逍遥，你是不知道，在你被困青铜仙殿后，洛离那妮子都瘦了几斤，还有圣衣为你一夜青丝变白首，你若辜负他们，为娘可饶不了你。还有此事？你和圣衣的关系不算什么，加上你们体质还契合，将来说不定可以生出一个先天圣体道胎。此事日后再说吧。你呀，大轮回阵法，这轮回魔宗的底蕴倒也深厚啊！好浓郁的轮回之力。爷爷，我想在此暂且闭关。当然可以了。对了，我替你解除奴役。多谢公子。忘川愿成为公子的追随者，希望公子成全。哼，这有何不可呢？你本就是本神子的第3位追随者了。谢公子。你身体是轮回圣体，就和我一起借助6道轮回盘修炼。是。不知3道仙气在地路是什么水平？主人太强了，别拿我做对比，不然你的道心会不稳。是。你还是在此想办法先修炼出1道仙气，再进地路吧，不然的话，地路会很难闯。是，忘川遵命。接下来就是去和18族等人说一声，然后就可以走地路了。还有关于父亲等人的消息，18族也应该告诉我了吧？哈哈，逍遥，你来了。3道仙气，果然瞒不过老祖的慧眼。还未入地路，就已经修炼出了3道仙气，好，不愧是我君家的真龙啊！老祖，关于父亲的事，也对，你也成年了，也修炼到了圣人境，一些事儿也该告诉你了。逍遥，你应当知晓，9天仙域虽广袤，但除9天仙域外，整个宇宙依然很大。9天仙域虽然盛名，但却时时刻刻都在遭到威胁。异域、生命禁区、藏界，甚至是遥远的无边界海，都隐藏着巨大的威胁。而你的父亲是个英雄。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他曾在因缘巧合之下得到过一门无上神通——一气化三清。之后，仙域危机隐现，你的父亲以一气化三清之法，一身镇藏界，一身镇异域，一身镇界海，护我仙域安宁。之前之所以不将此事告诉你，是怕你心里有结，想去寻找你父亲。毕竟你那时还太年幼了。但现在你已经初步成长了，要不了多久，你自然有能力去帮助你的父亲。藏界、异域、界海，日后我君逍遥定然都会去走一走。对了，
18族，还有关于家族的事情。逍遥，你觉得我君家实力如何？强，很强。那如果我跟你说，这还不是我君家的全部实力呢？什么？现如今的君家其实并非完整的君家，在久远之前，我君家曾有主宰9天仙域的宏伟目标，就像当年横霸9天仙域的无上仙庭一般。但那时有部分族人却并不认同这个理念，那些族人认为君家应该韬光养晦，默默发展，锋芒毕露只会遭来针对。后来那部分族人离开君家，形成了君家隐脉，成为了一个隐世的不朽势力。那君家隐脉有多强大？比我本脉弱那么一点点吧。只弱一点点吗？君家隐脉可以说是我们所有老祖的一块心病。这次地路是你表现的时候，若到时候能够得到君家隐脉的瞩目支持，或许是一个让他们回归的好机会呀。当然，你也有可能碰到君家隐脉的天骄。此事，逍遥记在心里了。地路王者吗？对了，逍遥，你好像修炼了有9大天书之一的体书吧？毕竟能够踏上终极古路的，都是绝对的大气运者，每一位都有惊人的天赋和气运。逍遥明白了。很好，该嘱咐的事情都说了，接下来一切都靠你了。逍遥明白，在地路，我一人足以横推一切。诸位，不必如此隆重，不过是地路而已，算不得什么。众神子凯旋！天下风云出我辈，地路万里无称王。诸位，再会。已到达地路，是否签到？签到。呀好，恭喜宿主获得8型稀有奖励——山石仙经的1/3过去弥陀经。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宿主在终极古路签到。终极古路的签到奖励，不会是未来无生经吧？嘿嘿，看上去是一个刚进地路不久的厨，竟然敢单独行动。看他气质，或许是荒天仙域强大势力的传人，身上宝贝一定不少。星空盗匪？什么？圣人之境？不可能！才刚踏入地路，怎么可能就达到了圣人之境？哪怕是荒天圣榜上排名第1的叶家剑魔转世叶孤尘，现在也不过就是圣人境而已。荒天圣榜第1，叶孤尘，饶我们一命！叶孤尘，哎，你们听说没有？广寒古星域的月寒仙子邀请一众天骄集会，似乎是得知了某处机缘之地，想要联手去探索。机缘之地？是啊，听说青云古星域的青云公子等人都要赴约前往呢。青云公子，那位修出了一道仙气雏形的顶级天骄吗？没错，这场宴会若没有修出一道仙气雏形，都没有资格随月寒仙子一起前去。仙气雏形？哎，是青云古星域的青云公子，他果然来了。废话，人家可是月寒仙子的忠实追随者，自然不会错过。青云公子乃是青云古星域的青云门门主之子，一位不朽势力传人。
他身边跟着的仆人竟然都是准圣。这次刚好给了我一个接近月寒仙子的机会。月寒仙子终于来了，她可是广寒古星域广寒宫的圣女，修炼出了一道仙气雏形，不仅人美，实力还强，更擅长音律。若是能得到月寒仙子的临幸，让我埋骨地路也心甘情愿啊！竟然是纯阴之体，倒是上好的炉鼎体质。此人是谁？竟然如此口无遮拦，竟然说月寒仙子是上好的炉鼎体质。月寒仙子乃是堂堂广寒古星域不朽势力广寒宫的圣女，你竟然敢如此出言亵渎！怎么，说错了吗？感谢诸位前来应小女子之约。这次机缘有一定凶险，所以只有准圣以上或者修出一道仙气雏形的天骄，才有资格随月寒一同前去。不过月寒自然不会让众人白来，一首琴曲献上，算是谢礼吧。月寒仙子精通音律，她的琴曲可是一绝，今日能闻天籁，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无趣。这位公子是觉得月寒琴艺不佳？勉强尚可，但寡淡无趣。此人竟然不识月寒仙子琴艺之绝，简直对牛弹琴。分琴主贺，扫兴。那你的意思是，你的琴艺比月寒仙子好？那你何不来一首呢？我当然可以，不过想听我的琴曲，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人未免无趣，来给我伴奏吧。那好，除了琴艺，月寒还会吹箫。竟然是古圣兵，原来此人竟然还是一个高富帅，莫非是皇天仙域不朽势力的天骄？公子弹的琴曲叫什么名字？此曲名叫《丈母娘入阵曲》，别人听曲要钱，本神子要命。这是谁在出手？不要命了吗？难道不知道城关之内禁止武斗吗？死！来！顾叔，救我！难道是一位皇天圣榜上的天骄回到第6关了？小子，给公子偿命来！准圣大圆满，足以跟皇天圣榜上的一些天骄交手了。就这？大胆在剑门关内休要逞凶！你违背了剑门关的规矩，必死无疑！敢挡本神子杀人，你莫非想死不成？你在威胁我？告诉你，这里是剑门关，你是龙在盘着，是虎在趴着。看来是要教你做人了。不要！
若再不现身，休怪本神子血染剑门关！混账东西，还不住手！至尊之位，难道是那位？守护者大人，怎么回事？连守护者大人都现身了，这位少年到底有什么背景来历啊？总算现身了，本神子还以为你会装死。这位公子到底有何背景，竟然敢呵斥守护者大人？君家神子到来，倒是令我剑门关蓬荜生辉啊！竟然是君家神子！君家神子是那位荒天仙域年轻一代无敌的君家神子，不是有传闻他陨落青铜仙殿中了吗？这都能活下来？没想到神子已经达到了圣人之境，想必登上皇天圣榜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天哪！当初叶家剑魔转世叶孤尘，君家古代怪胎君莫笑等人踏上地路后，以最快的时间突破到圣人，创下纪录，被四方赞叹。现在算来，君家神子比最早突破圣人的叶孤尘、君莫笑等人还要早突破吧？不仅突破快，而且别忘了，君家神子的年龄才18岁啊！别岔个话题，实话跟你说，本神子很不喜。你自裁吧。这什么？守护者大人，我什么都没做错，是按规矩办事啊！那君家神子不守规矩。按规矩办事并没有错，可有些人是凌驾于规则之上的存在。神子可满意了？你可以走了。既然如此，那就不打扰了。希望神子此去地路称王。这就是特权阶级吗？爱了，爱了！你有君家神子这样的实力背景，你也可以这么嚣张。倒是月寒有眼不识泰山，怠慢了神子大人。准备一番，便上路。该死的！你这个长毛的秃驴，有种杀了我！你与我佛有缘，成为本佛子的坐骑，再好不过。缘你个大呀！老子的主人只有一个，就是君家神子，你算哪个从啊？本佛子不度化你，是对你的仁慈，希望你不要被失去。等我家主人前来地路，就是你的死期了。你口中的君家神子早已经陨落在了青铜仙殿内，他杀了我小西天的佛子和佛女，业障太深，结果现在自己也陨落了，这就是因果。我家主人神勇无敌，是年轻一辈第一人，横推当世，绝对不会死。孔宣，佛子大人，之前有消息说地路第9关有鲲鹏巢出现，说不定能得到些宝贝，或许还能得到鲲鹏大神通。是，那佛子大人您……地路12关外，地狱星即将开启了，本佛子需要准备一番，去其中取得仙髓，凝练第2道仙气。什么？佛子大人竟然快要凝练出第2道仙气了！恭喜佛子大人！等大人凝练出第2道仙气，足以冲击荒天圣榜第1。此话还为时尚早，你先去吧。是，孔宣一定为佛子大人夺得鲲鹏大神通。竟然要凝练出第2道仙气了！看来要不了多久，这鲲鹏巢应该就会打开了。哎，你说里面会有什么？不圣兵、至尊器、不朽圣丹，还是鲲鹏真血？我只希望能得到鲲鹏大神通，这样一来更有把握走到地路尽头，踏上终极古路。原来不是海神三太子，而是他的2位追随者翻江侯和闹海侯。这鲲鹏大神通对太子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得到。那是自然，三太子若是得到鲲鹏大神通，绝对是如虎添翼，说不定还能借此修炼出第2道仙气。是金翅小鹏王，他也来了。黑暗已经过去，要着眼于未来。等我得到鲲鹏大神通，定然可以冲击荒天圣榜前10之位。
金翅小鹏王本体是金翅大鹏，若能得到鲲鹏大神通，绝对是如虎添翼。是孔宣，玉佛子的追随者。这座鲲鹏巢的资源是属于佛子大人的。孔宣，那玉佛子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竟然这样忠心于他？佛子大人的强大，岂是你能了解的？当我得到鲲鹏大神通，提升了修为，一定要去会一会那什么玉佛子。佛子大人是无敌的，你没有机会。是虚空剑子，他竟然也来了。这番鲲鹏巢，我势在必得。看来这鲲鹏巢的机缘不好争了。竟然是广寒宫的月寒仙子！原来是月寒仙子。之前三太子曾多次邀你一起走地路，你却没有回应，如今可有答案了？转告那三太子，让他别痴心妄想了。好。只希望月寒仙子到时候不要后悔，哭着喊着求三太子收你。这莫非是那位庚金石灵？真的是啊，传闻他乃是神金化灵，实力强大。你竟然找来了一位庚金石灵做盟友，哼！所以穆月寒，你可要小心一点了。不过怎么不见你的盟友啊？苍头鹿尾的鼠辈。庚金石灵。不错，倒是可以炼化进我的本命器当中。这话让佛子大人说，或许还有几分可能。此人有些天真了，无知的是你们才对。不，一定是我听错了，不可能是那个人。那个人已经是过去了，一定不是他，可能只是嗓音类似而已。鲲鹏巢要开启了，冲啊！真有鲲鹏大神通，我一定要得到！暂且让你多活一会儿。神子大人，我们不赶紧前往吗？别急，你认为鲲鹏巢的宝贝会那么好拿吗？有神子大人在，月寒自然是放心的。走吧，进入其中。怎么了，神子大人？这难道是小世界？果然，也只有太古鲲鹏才有这样的手笔，那才是真正的鲲鹏巢穴，可能藏着鲲鹏真血以及至高鲲鹏大神通。冲！啊！怎么回事？这倒有古怪！装神弄鬼！怎么回事？这岛成精了？不对，这不是岛，而是……快跑！不可敌！悬空剑术！该死！若是我本尊到来，何惧这头孽畜？这样下去，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鲲鹏巢就要死光了。眼下只能一起出手了，先灭了这头妖兽，之后再各凭本事争夺。没错，先联手斩了这孽畜，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不成？此等孽畜也敢挡本神子之路？这剑气，莫非是叶孤尘来了？什么？叶孤尘来了？没错，也只有叶孤尘能够施展出这段剑招。怎么可能？叶孤尘竟然强到这种程度了！君逍遥，怎么可能？你进入了那等绝地，怎么还活着？君逍遥，难道是君家神子？是金翅小鹏王，许久不见，别来无恙。我是倒了8杯的血霉，才招惹到了君逍遥这个傻星。你原来是神子，你就是传闻中荒天仙域年轻一辈第一人，君家神子。没想到你也是专修剑道的剑修。
本神子并非剑修，不过消遣而已。你侮辱剑道，不配施展剑术。这就急了，那本神子偏偏还要再祭出一剑。李逍遥，你等着！我主来地路12关，剑子不会放过你。那是真正的鲲鹏巢。这是剑木，刚好可以将其融入万物母气里。是雷帝大神通。必须要得到这剑木，若是被我吞噬炼化，绝对能够修炼出不止一道仙器，与我神金之躯抢夺过来，哪怕他出手，也无法彻底杀死我。哦，真有不要命的。我的肉身无双，哪怕是叶孤尘到来，一剑也灭不了我。是吗？可本神子不是他呀。本神子说要拿你当炼器材料，就绝对不会食言。至尊器，万物母气鼎。地上的鸟雀安知鸿鹄之志，以你那短浅的目光来揣摩本神子的能为，倒是显得可笑。有意思，金翅小鹏王，看来你还是对本神子心有不服啊。本神子可以给你一个出手的机会。不是，是这鲲鹏腐骨碎片主动飞过来的，我并没有主动去争取。出手？我敢出手吗？是神不就世事了吗？我是傻子吗？不过君家神子还是没能得到完整的鲲鹏大神通啊。是啊，若是再让君家神子得到鲲鹏大神通，岂不是更无人能对付他？我们也出去吧。这是怎么回事？此地怎么会有封禁之术？这是怎么回事？此地怎么会有封禁之术？不可能，进来的时候还没有的。不可能！给了你们这么多时间，还无法轰破逃命，可惜了。原来还有这一手，怪不得君家神子丝毫不慌。没想到堂堂君家神子，竟然也会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本身子可从来都没说过自己是英雄。你难道就不怕他人非议你？哼，他们不过是达不到本身子所在的高度，从而嫉妒的犬吠者而已，何须理会？我们是海神三太子的追随者，就不怕太子追究？不，神子大人，不愿为奴为婢，哪怕当您的一条母狗也好。母犬？抱歉，我也不缺。接下来轮到你了，神子，可否饶他一命？哦，原来如此。不过，你确定要当接盘侠？他只是受到了玉佛子的蛊惑而已，希望神子大人能饶他一命。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玉佛子大人不会坐视不理的，你的九头狮子还被他镇压着呢。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九头狮子曾经是你的坐骑吧？如今已经被佛子大人镇压了。等佛子大人在地狱星历练后，修出第二道剑气，你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佛子大人。狗圣竟然被镇压了！玉佛子吗？小西天的古代怪胎，不知为何，我对这群秃驴都没什么好感。你敢侮辱佛子大人！够了！我看你绝对是被那秃驴洗脑了。
这种无脑的蠢女人，就该把她打醒。杀！身子请留情。君逍遥，你有种就杀了我！我本来的确是想杀你，但听到你说九头狮子被玉佛子镇压为坐骑了，那本神子便将他的追随者也镇压当作坐骑，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要把我当坐骑？不，我是佛子大人的追随者，你不能骑我。小鹏王，你不介意我骑一下你喜欢的女人吧？不介意，只要神子大人能饶他一命就好。这才对嘛！玉佛子镇压我的坐骑，我就镇压他的追随者当坐骑，这不是合情合理吗？你们可以走了。多谢神子大人，神子大人心胸如海宽广，我等佩服。还有事？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希望神子能够赐予一点鲲鹏真血给我。你要鲲鹏真血何用？因为我要挑战玉佛子。哼，就凭你也敢去挑战佛子大人？再吵，你连坐骑都当不了，直接把你炖了。我不求鲲鹏大神通，只要神子给我几滴鲲鹏真血，我愿意当神子的追随者。你还不够格，不过倒是可以给你几滴鲲鹏真血。神子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本神子何曾食言过。多谢神子，我愿跟在神子左右。神子大人，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先去玉门关吧，我需要消化一下这次机缘。接下来开始参悟吧。把孔仙镇压成坐骑，君逍遥，你这是在表达对我镇压九头狮子的不满吗？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主人绝对不会死，他会踏上地路，他会来救我的。你确定他是来救你，而不是来送死？你这个秃驴，主人的能力岂能是你能揣摩的？估计你那个追随者已经被主人调教的不要不要的了。哈哈哈哈！敢镇压我的追随者当坐骑，君逍遥，你很有勇气。如果能度化你，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奴仆吧？这就是鲲鹏大神通，果然不负其威名。敢问神子，莫非已经开始初步参悟了鲲鹏大神通？差不多完全领悟了吧？之后还需要一定的磨合和钻研。什么？神子大人果然是最强的。哼，那玉佛子等人竟然还敢挑衅，简直是不知死活。哦，还有这事，说来听听。玉佛子想要度化我，收我为奴。还有虚空剑子、海神三太子等人，也想对我出手。就说了，佛子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有皮痒了，欠调教。对了，神子大人，玉佛子等人也在虎牢关，等待地狱星开启。刚好顺路，一并清算，了结他们的性命。也只有神子大人才有这种气魄了。希望到时候神子能让我出手先对付玉佛子。随你。果然，越走到地路后面，遇到的天骄也就越强。君家神子就是这一代的荒古圣体吗？气息的确不弱，但还是主人更强一些。三太子殿下会在地狱星外的道场等你，希望你不要不敢前去。
地狱星道场。当然，三太子也说，只要你愿意交出鲲鹏大神通以及鲲鹏真血，然后去对他赔礼道歉，说不定他会饶恕你的。哼，神海三太子算什么东西，也敢威胁神子？这个时代群雄并起，并不是君家神子你一个人的舞台，得罪了三太子殿下，你好自为之吧。你说的没错，我的确应该考虑该向海神三太子赔什么礼了。你觉得用你的人头做赔礼怎么样？君家神子，你疯了！这可是虎牢关，你敢动手？在本神子面前，规矩是什么？包好，海神三太子不是要赔礼吗？不知这礼他可喜欢？杀人了！君家神子在城关内杀人了！守城士兵呢？不管的吗？管个屁呀！你没听说吗？之前君家神子在剑门关杀人，连守护者都出来赔礼道歉。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掌控了鲲鹏大神通。这一代黄骨圣体的确不弱。好了，接下来直接去地狱星道场吧，顺便给海神三太子送上这份大礼。走，我们也去看好戏。不愧是有勇气敢夺走本太子机缘的人，君逍遥，你这位黄天仙域年轻一辈第一人，的确有点东西。主人，主人，是我呀，九头狮子呀！你终于来了，我好苦啊！狗剩，看来你还挺有精神的，我倒是不用担心你了。主人，久别重逢，能不提我的黑历史了吗？你就是君逍遥，欺辱一个弱女子，可有失你神子的风范。佛子大人，你一定要镇压此僚。聒噪！怎么不继续笑了？总眯着眼睛，还真以为眯眯眼都是怪物。何必跟此人多嘴？反正他只要敢进入地狱星，就别想活着走出来。君逍遥，你虽然不弱，但这地路并非是你一个人的天下。现在交出鲲鹏大神通、鲲鹏真血等，本太子可以选择不与你为敌。你说的不错，本神子的确有东西要送给你。哦，莫非早就准备好了？虞美人，怎么样？本神子送的这个礼物，你可还喜欢？本太子要你死！别告诉我君家神子要以肉身扛住至尊器啊！这怎么可能？哪怕是黄骨圣体，在没有修炼到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扛住至尊器啊！死吧！就这，竟然真的挡住了！君家神子是什么妖孽肉身？君家神子的黄骨圣体到底打破了几重枷锁？肉身怎么可能会强到这种程度？好强的肉身，不比主人弱多少。你放开！竟然弹指震退了海神三太子！我不信，再来！都住手！地狱星即将开启，你们那时候想怎么斗都可以，但现在在道场不可胡来。那就到时候再说吧，毕竟本神子可是最守规矩的。这就是地狱星了。看来这一次的试炼难度比以往都要严酷啊！传说中的地狱星第19层是否会打开呢？接下来我会跟你们讲一些关于地狱星的规则，你们认真听，到时候若小命不保，可别怪我。地狱星从地表到深处共有18层，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一层，第19层。
想必你们也听说过。地狱星第19层，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没错，7大不可思议之一，地狱星第19层，那绝对不是你们能够进入的地方。不过以往地狱星第19层一般都不会打开，但这次可说不定了。7大不可思议之一，地狱星第19层。第19层就不谈了，你们只要不作死，别进去就行了。至于其余18层，每下一层都会有场域压制你们1/10的能力。最后到达第6层，你们肉身就只剩下4/10的力量。也就是说，若你们下到最底层，你们各方面的能力都只剩下4/10。这最后只剩下4/10的实力，这还怎么打？就是啊，地狱星本来就凶险，再只剩下4/10的实力，那不是送死吗？谁让你们下第18层了？能力不够就在上层混，实在胆怯也可以退出。恐怕也只有小巨头还有君家神子等人有资格深入了。好了，你们准备一番，应该要不了几日就能开启了。这是这枚玉符能够在1刻钟内抵御地狱星的场域束缚，也就是说，在1刻钟内，你们不论在哪一层，都能完全发挥出自身的全部实力。什么？还有这种好事啊？敢问统领大人，我们的玉符呢？没有。怎么能这样？这不公平！你们如果有他们的天赋实力、家世背景，大可以向我讨要；如果没有的话，就别逼逼。万恶的特权阶级！1刻钟内发挥全部实力，倒是不错。好了，传送阵将开启，你们踏入之后，会随即传送到地狱星的各个角落。走吧。主人，一定要教那个长毛秃驴做人！不可能的，我家佛子大人才是真无敌。哼，臭婆娘，你懂个屁呀！你，说不定到时候看到的是君家神子狼狈的景象。见过守护者大人。什么？连守护者大人都来了？只是有点好奇和感兴趣而已。看来守护者大人应该是为君家神子而来，不但进入青铜仙殿，而且还活着出来了，甚至掌控了青铜仙殿。君家神子，这次你会不会又再度创造出不可能的奇迹呢？这里就是地狱星吗？果然是一片不祥之地。这里就是入口吗？下面应该是地狱星第1层。仙髓一般位于地下，而稀有的仙髓矿脉更是可能碰见天魔皇、地魔皇等等存在。7大不可思议之一，地狱星第19层。若有机会，要不要进去看看呢？恭喜宿主，新的现代地点已刷新，请在地狱星第19层签到。系统，你就这么想让我作死吗？系统皆常为宿主服务，绝对没有任何不良之心，也绝对没有将宿主置之死地的想法。好吧，我相信你了。不错，但我要的可不仅仅是1块仙髓。怎么会？那位黑袍斗篷人竟然拥有小巨头级别的实力啊！莫非是终极古路上的禁忌天骄派来的？
就不知是哪位禁忌天骄派来的手下。不过，若是招惹上了君家神子，看到没有，楚姑娘，睁大你的眼睛，这就是我家主人的实力。君家神子现在还未完全成长起来，听闻连仙气都还没有凝聚出来。若是这个时候出手，斩草除根，说不定可以为主人解决一个隐患。不过他有一道玉符，可以短暂解除压制。为了保险起见，我一个人出手还不算稳妥。对了，之前好像也有几人对那君家神子显露出了敌意。是谁？你是？我就直话直说了，有没有兴趣一起灭杀那君家神子？灭杀君家神子？这怎么可能？小巨头，你究竟是谁？你不必知道，只要回答同意或者拒绝。好，如果你有把握的话。很好。接下来还要去找其他人。好浓郁的灵气，前方应该就是仙水矿脉了。魔皇倒是有些小麻烦，不过无碍。完了，这下君家神子真的危险了。不过是一些被怨念污染所化成的魔物而已，成王败寇，有什么可抱怨的？直接炼化这处仙水矿脉。好机会！藏在暗处的老鼠虽然构不成威胁，但是凡人还是拍死的好。不好，有这！藏在暗处的老鼠还是拍死的好。就这，黄九眼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荣虚皇和黄九眼，等我有空，定然去前路取他们性命。这是苍天霸体？不对，不是苍天霸体。你到底是谁？还好有主人赐予的一滴血，黄骨圣体。好一个黄骨圣体！你的主人是苍天霸体？等着吧，君家神子，主人注定会主宰这个时代。当你踏上终极古路，碰到主人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放心，不久后你会在黄泉看见你的主人。九劫诛魔雷！竟然一滴血就能让此人显化出一些苍天霸体的能力，莫非是楚霸天口中那位霸体之王霸王现身了？若是那位霸王真是要作死，我倒是不介意让圣体与霸体的夙愿彻底做个了结。还是先炼化这一条仙水矿脉吧。出来吧。金翅小鹏王，本佛子与你无仇无怨吧？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把孔宣蛊惑的鬼迷心窍，但你不配当他的主人。世人皆为情所迷，没想到连金翅大鹏一脉的传人都无法免俗。既然如此，那便让本佛子来度化你吧。没那么简单。哦，怪不得有自信，原来是那君逍遥给了你鲲鹏真血。
不！金翅大鹏同我佛也有极深的渊源，你日后倒可成为本佛子的护法之人。主人，你在外替我护法，继续深入，我倒要看看18层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哎，你们说，到时候君家神子若是碰上，会不会也被度化？不太清楚，不过君家神子的元神修为貌似也不弱。终于成了第4道仙气。本佛子感应到了仙髓矿脉，不，比一般的仙髓矿脉还要稀有。莫非那是仙髓之王？哈哈。看来我们都锁定了同一个目标。那君逍遥还会来吗？他不会连下18层的实力都没有吧？他若现身，也不过只是被我们镇压而已。没想到你竟然度化了金翅小鹏王。这仙髓之王，本佛子想要，不知两位可否让步？我会给予一定赔偿。这种场面话就别说了，手下见真章吧。别说了，来战吧！化形的仙髓之王，金翅小鹏王，将他抓来！别吃我！那仙髓之王是我的。那是怎么回事？之前进入的时候，周围并没有任何阵法呀。哦，化形的仙髓之王，倒是好运气。你也要吃我吗？我不好吃的，没有肉。待在这别动。君逍遥，天哪，那是化形的仙髓之王，足以让顶级天骄抢得头破血流。君家神子1对3小巨头，这下有看头了。不过3小巨头应该不会联手对付君家神子吧？那样就太跌身份了。在我前面，神也要低头，何况不过区区杂血后裔。海神一击，6道轮回拳，还想来这一招？只是如此吗？果然，看来你也找到了一条仙髓矿脉，但我可还不止如此。君逍遥，你还笑得出来吗？2道仙气就是你的倚仗。这还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啊！4道仙气，是我眼花了吗？4道仙气啊！1、2、3、4，没错，就是4道仙气。你这怎么可能？莫非在踏上地路之前，他就已经凝练出不止1道仙气了？本神子早就说过了，用你们短浅的思维去揣摩本神子的能耐，着实有些可笑了。
出手！不对，玉佛子等人要捏碎玉音了。我勒个去！主人也太生猛了吧！怎会这样？他既有4道仙气，之前为何完全不显露出来？切，这或许是主人不屑于展露了。这毕竟不是谁都有资格令主人记住4道仙气的。我告诉你，不愧是君家神子，这一手藏得真深。怎会可能？佛子大人怎会和其他人联手？事到如此，只能全力出手了。君逍遥，无论如何，你今日都必死无疑。虽然只有1刻钟时间，不过也足够解决战斗了。君逍遥，来吧！啊，君逍遥，你是想自寻死路吗？对付你们，又何须碾碎玉印？4成实力都嫌多。狮子搏兔，尚需全力。看来君逍遥，你并不知道这个道理。无需多言，只有1刻钟的时间，灭杀他。虚空解数，海神一击，阿难佛印。来得好，这样才有意思。什么？哼，怎么，你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接下来就是你，1万空间斩灭术。至尊气，万物母气鼎，不妙！是。你们佛家讲求因果。之前我杀了小西天佛子法海和佛女妙无心，你就认为本神子必会得到报应？君逍遥，你行如此杀戮之事，就算现在得不到报应，将来也一定会有业果报应。但现在呢？就算这世间真有因果，那也要看看这因果敢不敢落在本神子身上。千手佛陀，无题一探。真龙困天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领悟出第2式。我的乖乖，君家神子4成的实力就能够灭杀3小巨头，我不是在做梦吗？4成实力就如此恐怖，那君家神子若全力出手，谁人能挡他？哪怕是皇天圣榜第1的叶孤尘也不够看吧？剩下的7大天书拥有者，可要好好活着呀！等本神子去收割你。多谢神子相救，看来我还是失败了。没关系，你以后也不用再烦恼玉佛子的事情了。还真就是人参果了，该怎么处理呢？是先炼化胳膊，还是炼化腿呢？还是一锅炖呢？小哥哥别吃我，我不好吃。小哥哥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帅，一定不是坏人，对不对？哼，你虽刚孕育而出，不过看来也不傻。净说实话了，是把它当做食物养肥了再杀，还是当宠物养？日后说不定会培养成一尊小圣人。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
你是仙髓之王化形成人，那就叫你小仙儿吧。小鹏王，你看着他，我还有事。难道神子你要？我倒也想看看地狱第19层的风景究竟是什么模样。哈哈哈哈哈！哎呀，那个长毛秃驴终于死了。陈默娘，怎么样？知道我家主人的厉害了吧？啊！之前不朽战传闻果然不虚，君家神子的确无愧于无敌圣人这个称号。君家神子功德圆满，也该出来了吧？哎，不对，你们看，君家神子在继续深入，他想做什么？难不成想进入地狱星第19层？7大不可思议之一的地狱星19层，那可是一处禁忌之所。主人也太刚了吧！君家神子不愧是你。这里就是地狱星19层的入口吗？师兄，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人家所钟情的人是横压地路的盖世英雄。我会走地路，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有能力保护你。师兄，那我就等着了。等你名扬地路那天，就是我嫁给你的时候。地狱星第19层究竟是什么鬼？就凭你这种蝼蚁，也想走完地路？啊，简直可笑！不干，不干，我不干呐！悔恨埋骨地路的是我。原来如此，这就是地狱星19层的考验吗？怪不得那些偶然进入地狱星19层的人，从来都没有一个出来的。不，我不甘心，我要变强，我要保护我的族群，保护我的血脉亲人。强者生，弱者死。就凭你这蝼蚁，也想保护自己的族群？啊！我恨呐！大日如来，这地狱星第19层果然凶险，虽然没有明晃晃的杀机，却是暗中杀人于无形，倒是折磨人的一关。这是吾前半生大战万次，万次皆败，未得一胜。万败之后，由胜入魔，逆乱阴阳，颠倒生死，公参造化。吾后半生大战万次，万次皆胜，未尝一败。看来王腾之前身为天地主角气运之子，是有可能得到完整的乱古大帝传承，结果现在却被我半路劫来了。无尽的怨念不过是蝼蚁的叫嚣，通往王者之路必定有无数尸骸铺路，你们只配成为亡魂枯骨，诅咒天地，而我君逍遥将踏过你们的骨，登临那无上巅峰。地狱第19层不过尔尔，给我破！恭喜宿主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叮当，恭喜宿主获得7仙奖励罪业仙气。这就有一道仙气了。如果每次签到都能得到仙气，那我也就不用费功夫凝练仙气了。多久了，又有人来到此地？你是？吾永劫天女，执掌罪业劫数。这地狱星第19层，生人可进不可出。哦，你能取本神子的命？莫说是圣人，哪怕是至尊，也逃不过罪业劫数的惩罚。
以罪业凝成的仙气，怎么可能？看来你的手段对我无用。莫得意，世间万物皆逃不过因果束缚，既无法以罪业惩罚，那便以因果灭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不信！怎么可能？你的过去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因果，没有任何牵连。世间万物皆有牵连，因缘际会。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像是一个不存在于此方天地的人？哼，原来如此。难道是因为我是穿越者的原因？这为什么会这样？不对，难道是因为他难道是传说中3000体质排名第1的命运虚无者？多少年了，竟然遇到了你这样的人。天地间最大的艺术，不用无出手，你也会承受诸多劫难。劫数我度过不止一次了，看来老天爷暂时对我无能为力。你果然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沾因果，不染罪业，不堕红尘。你走吧。看来你也奈何不了本神子。你要做什么？都1个多月了，君家神子还未出来。是啊，听闻地路18关尽头，黄天战场不久就要开启了。到时候各路天骄都会汇聚其中，争取夺得正道之印，得到地路王者的称号。荒天战场那可是荒天仙域地路的终极试炼地，拥有无尽机缘。若能夺得传说中的正道之印，那日后成就最少也是准地啊。若是君家神子参与，不说直接成为地路王者，至少也能夺得1枚正道之印。不过看眼下这种情况，君家神子能不能出来还是两说。别在本神子面前高高在上，你不过是地路埋骨修士，以怨念业力汇聚所形成的生灵罢了。真惹火了我把整个地狱星毁掉，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你还想如何？你的能力倒也不差，有资格当本神子的追随者。什么？你要收我为追随者？你在开玩笑吗？以你的言谈举止，想必你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思维和灵魂。你就这么愿意一直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而且你说的好听点，是业力的执掌者；说的不好听，不过是那些怨灵的傀儡而已。你执掌因果业力，却无法斩断自己的因果，这岂不也是一种悲哀？而且实话告诉你，也只有我才有能力给予你自由，并且答应可以让你摆脱怨念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你真能给予我自由？那是当然。不过我无法离开地狱星，而且地狱星是我的力量源泉，如果脱离，我的力量会减弱很多。这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日后我自然会回来带你出去。至于力量源泉，到时候我也会想办法，而且以你的天赋，即便不靠地狱星，未来实力也不会弱。那好吧。接下来呢？你要离开吗？当然不，好不容易来到地狱19层一关，怎能这么轻易离去？难道是我的至尊骨第3神通将要觉醒了？万千因果，尽加无身，永世罪业，悉归无躯。因果、罪业、创世，这就是命运虚无者的强大吗？都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时间，君家神子还没有从地狱星19层出来，
不会是真的凉凉了吧？那倒不至于，之前君家神子入青铜仙殿也是隔了很久才出来，不等个几年时间，谁也不知道君家神子是真陨落了，还是在猥琐发育。地路18关的荒天战场都要开启了，君家神子若不出来，岂不是要错过夺取正道之焰的机会了？这主人怎么还不出来呀？哎，你家主人都挂了，你怎么还不走啊？真想和我抢坐骑的位置，门儿都没有。我只是好奇，君逍遥能不能从19层走出来？哼，这还需要怀疑吗？啊，奇迹这个词儿就是专门为我家主人创造出来的。我相信神子大人一定能平安出来。那君家神子未免也太恐怖了吧！以4成实力，竟然能够随手灭杀玉佛子等3位小巨头。对啊，而且君家神子还修炼出了4道仙气，这尼玛就是个超级大变态。哪怕是在终极古路，能修炼出4道仙气的天骄，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可惜啊，君家神子还是太冲动了，竟然踏入了地狱星第19层。虽然说不准他会不会陨落，但最少也有可能错过荒天战场开启的时机啊。君逍遥敢杀我徒儿，好，很好。该死，徒儿实力那么强，加上还修炼了半卷空书，绝对不可能被随手击杀。一定是那君逍遥以背景势力压迫我徒儿。徒儿，你放心，这仇为师绝不会就这么算了。君家是很强，我惹不起。但一个君逍遥，我还是有能力暗中灭杀的。只要我隐忍，等君逍遥离开地路，就找机会暗中灭杀他。哦，是吗？你们是？甘谋算我君家传人，不得不说你很有勇气。哼，何必废话？敢算计到我君家的宝贝疙瘩身上，灭了他！真是不知死活的蠢货！惹我君家，怕是想投胎都难。哈哈哈哈！逍遥这孩子才踏上地路多久，就创造出了这般惊人的战绩呀！地狱星第19层，对逍遥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哎呀，不过是一重稍难的考验而已，不算什么。真出了点问题，直接把地狱星抹除。可恨呐！我儿就这样陨落了。王上，你可一定要为我们的儿子报仇啊！他死的也太惨了，那君家神子不得好死。本王难道不恨吗？只是那君逍遥的身份难办，此事从长计议吧。什么？王上，你的意思是不给我们的儿子报仇了？那你说该怎么办？我不管，那君逍遥必须得死，而且还不能让他死得那么痛快，要扒他皮抽他筋，将其碎尸万段。哎呀，虽然同为女人，但也不得不说一句最毒妇人心呢。是谁？这是青铜仙殿，你们是？哼，敢把主意打到我家君地庭之主身上，你们胆子很肥啊！天哪，4位无上玄尊强者，原来是君地庭的4位太上长老驾临，本王有失远迎。什么废话都别说了，刚才此女的话我们也听到了，她侮辱地庭之主，该当如何？他方才说了什么，就让他自己尝一尝滋味吧。不然的话，我们君地庭可不会善罢甘休。没错，你们不识相，那就烧光、抢光、杀光！皇上，你可不能这样对待妾身呢。
别怪我。这样够了吧？你们觉得够了吗？何必如此麻烦？灭了吧！我也觉得如此。太好了，又可以烧杀抢掠了！你在戏弄本王！女人的话你也信吗？你们放肆！如今军地亭依然在发展当中，怎么说呢？欠缺一点钱粮。你们军地亭欺人太甚！军地亭想覆灭我海王古星月，你们也要出血！地兵出！杀！君逍遥，你不但没死，反而还更强了。这地狱星第19层，怕是也难以困住你。我手中唯有剑锋3尺，举目四望而无敌，转世重修求一败。君逍遥，若你出关，黄天战场尽头，天道擂台一战。叶孤城，这是向君逍遥下战书了。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将是这条地路的终极天骄之战。哎呀，不行了，要去压住了！你们赌谁赢？先别急啊，君家神子还不一定能从地狱星第19层出来呢。不过不论如何，君家神子若出来，一定会赴约，到时候就有看头了。这将是争夺地路王者的一战。都过去1年多了，怎么君家神子还没有出来的迹象？哎呀，谁知道呢？说不定真的凉了。如果这样的话，对其他天骄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到时候终极古路争霸，我黄天仙月可能会弱人一头。怎么可能？地狱星积攒了无数纪元的罪业之力，竟然被他吸收了大半。如此多的罪业因果，哪怕是至尊也承受不起。这就是命运虚无者的恐怖吗？大圆满圣人，勉强凑合吧。终于觉醒了，至尊谷的第3神通。至尊谷第3神通，罪业魔光。这次的收获不仅如此，在这世间有光就有暗。我的本源大道神通创世纪，第1式是神之光。当光出现的时候，暗也随之伴生。世间无尽因果罪业，都是暗面的力量。这股气息，这一招就叫神之罚吧。这第2式神之罚代表暗，而第1式神之光代表光。这2招若是能结合在一起，去！这是怎么回事？是地狱星出现变故了？莫非是君家神子出来了？什么？主人要出来了？那到底是什么波动？莫非是地狱星19层的未知存在发怒了？恐怖，太恐怖了！那股波动若沾到一点，绝对粉身碎骨。这样看来，君家神子岂不是危险了？还不错。那是什么？是自由。我想离开。可以，我带你离开。离开地狱星后，我的力量会被削弱很多。没关系，你的天赋在这里，追随我，日后你可看见这世间3000繁华。走吧。是君家神子出来了，他真的出来了，从地狱星19层。我的天，之前击穿地狱星的不会是君家神子吧？君逍遥真的是无敌的吗？那难道是这位？难道是地狱星第19层的那位存在？没错，他就是19层的那位存在。不过现在
已经是本神子的追随者了。什么？君家神子竟然把地狱星19层内的存在带出来了！哎呦，不愧是君家神子，七大不可思议，君家神子独闯了2个，牛批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们说剩下5大不可思议，君家神子会不会一一探索？很有可能，你们别忘了，君家可是有第8大不可思议的称号。我觉得君家神子应该被称为第9大不可思议。没错，第8大不可思议是君家，第9大不可思议就是君家神子。斗胆问一句，神子大人如今的境界，勉强达到圣人大圆满，不算快。什么？天哪！君家神子一次闭关，横跨了5个境界。或许神子又能得到一个史上最年轻圣人王的称号了。对了，神子，有另一个消息，想必你应该会很关注。何事？在荒天战场内，江圣一得到了一枚仙胎，被顶上了风口浪尖。听闻可能有人会对他不利，要展开围剿。有这种事？听闻龙西皇、黄九岩、恶祖后人等太古皇族天骄，似乎也有可能参与其中。总有些不自量力的蝼蚁。既然如此，那就在踏上终极古路前做个了结吧。去荒天战场。仙胎，那可是连本尊都会心动的东西。不过让本尊疑惑的是，江家的那个小女娃得到了仙胎，为什么不直接炼化呢？再坚持下去，一定要等到他来。姬青衣，是你。江圣一，青衣不想和你宣战，我可以用各种奇珍与你交换仙胎。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以仙晶交换如何？什么？你有仙晶？我的仙晶自然也不是完整的，不过也有半部足以修炼出仙道神通。是吗？那真是可惜呢，你错过了一个结交善缘的机会。结交善缘？和你吗？不是我，是真正的人仙教传人，一位注定成为无上的存在。而我不过是辅助者而已，这仙胎也是想替他取得的。真正的人仙教传人，那位注定会成为无上的存在，正是人仙教主脉中一位沉眠了诸多纪元的逆天传人。他的体质也是3000体质中排名前10的恐怖体质，其来历背景更是禁忌，甚至可以说那位的背景不比君逍遥差。你不交出仙胎，又不融合仙胎，莫非是因为你想将仙胎留给君逍遥？如此珍贵的仙胎，你若融合，加上先天道胎，绝对可以极境升华。龙须皇等人在你面前都得隐败，而你却甘愿被追杀、围剿、受伤，只是为了将仙胎留给君逍遥。看来传言果然没错，你之前为君逍遥一袭青丝变白首，现在又为了他以性命保住仙胎，只为了能够给他炼化。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我是不会将仙胎给你的。君逍遥入地狱星第19层，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出来。这段时间你若撑不过的话，仙胎岂不是白白让给他人了？这不关你的事，我会以性命护住。那江圣一，你好自为之吧。这仙胎我要替逍遥留着，等他来荒天战场，亲手交给他。那些家伙太放肆了，竟然敢公然围剿圣衣甲！如果君逍遥在的话，他们敢如此放肆吗？不管怎样，我们赶快去救人吧。
原来是赤焰古星域的小巨头古焰。诸位，你们这是要去哪儿？江家的掌上明珠，果然娇俏可人。不知古某可否有幸和姑娘谈谈人生与理想？就凭你这个丑八怪，配吗？实力比不过逍遥哥哥的一根手指头。至于容貌，拿你的容貌和逍遥哥哥比，那是对逍遥哥哥的侮辱。哼，那君逍遥进入地狱星19层，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喜欢一个死人有什么好的？你放肆！想阻拦我等援助江圣一，就直说，何必弯弯绕绕呢？既然明白就好。你们是想安安静静的坐下，还是想要一战呢？我只是有些好奇，龙须皇等人是许诺了你们什么，让你们愿意帮他？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既然如此，那便让我来领教一下上古炎魔到底有多强。哈哈哈，我也想试试江家的古代怪胎到底有几分真本事。之前在仙谷世界，我们君家陷入危机时，江家也是出手援助了。这次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没错，理当如此。至于君无双他们，也应该行动起来了吧？你们这是何意？君家的诸位序列，江家的事你们还是别参与吧。没错，我们也不想和君家交恶，让你们如此兴师动众，倒是君某的荣幸了。不过，你们挡得住我吗？我们自然是难以挡住你，不过只是拖延的话，应该还是能办到的。那便试试吧。江圣一，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玩腻了，也该结束了吧？江圣一，何必挣扎呢？乖乖交出仙胎，还可免受皮肉之苦。果然，还是难以逃过被围剿的命运。青衣仙子，你为何之前不直接把仙胎抢来，我也好带回给主人呢？江圣一身怀先天道胎，本就不是容易对付的对象。不过我真正顾忌的是他背后的君逍遥。那君逍遥真有传闻中那么强吗？虽说他和主人一样，身怀排名前10的竞技体质，不过荒古圣体已经没落，注定不可能重现辉煌。你并不是荒天仙域之人，自然不知晓君逍遥在荒天仙域拥有何等声望和地位。那又如何？在主人面前也不过如此。你们真的决定要与我江家和君家为敌了？别拿江家的和君家来压人了，到时候我祖龙朝、万皇灵山、上古恶虎等势力联手，难道还对付不了江家和君家？圣胎只有一个，你们3人该怎么分呢？这种战术就别玩了，也无需你操心。你们就不怕逍遥到来会将你们全部灭杀？暂且不说君逍遥能不能从地狱星19层出来，即便能够出来，我也无惧他。我的凤凰孽生诀倒也需要一个对手来实现最后的蜕变。龙皇撼天掌！可恶！你们太欺负人了！尔等休要猖狂！难道是君家神子的追随者来了？3位赫赫有名的天骄，竟如此欺辱一个女子，龙须皇，你还真是活回去了！哼，龙姬公主，我看你是被君逍遥欺上瘾了，祖龙朝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这就是荒天战场吗？
是君家神子来了，他竟然从地狱星19层出来了！天哪，那股气息好像要将我的灵魂都震灭。圣人大圆满！我的天，恐怖，太恐怖了！之前还认为君逍遥若对上叶孤尘有些悬，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而且听说君家神子还修炼出了4道仙气，这简直不是人啊！进仙第3封。君家神子竟然要封印整个黄天战场，他要做什么？君家神子，你这是要做什么？关门杀狗。君家神子这是关门打狗，不准备放过一个人啊！狠，太狠了！君家神子简直是第一狠人。他能办到吗？对付江圣一的可不仅是龙须皇等人，还有上百位小巨头以及近千位天骄。君家神子是不是该收敛点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黄天战场又提前封闭了？不好，情况有变，先去龙须皇那边。我们也去。终于来了吗？心念君心，君可知？为君九死犹不悔。圣衣姐，你怎么这么傻？出现幻听了吗？圣衣姐，没事，接下来交给我吧。是君家神子。逍遥，你终于来了。圣衣姐，等我先解决掉这些杂碎。不，我是无敌的龙皇体，我不会败。君逍遥，凭你一人，难道想对付我们所有人吗？3界光明，竟无次生；一念黑暗，举世沉沦。那究竟是何等力量？天哪！一招，仅仅只是一招，3大太古皇族天骄，100余位小巨头，还有近1000位天骄，全都死了。那100余位小巨头可都是圣人啊，竟然被君家神子一招秒杀了，这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吧？哎呀，君家神子还真是大手笔啊！君逍遥，你灭杀我等，难道就不怕祖龙朝和万皇灵山掀起不朽战？放心，他们已经在黄泉等你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朽战早已结束了，4方太古皇族不复存在。不可能！你在动摇我的道心！逍遥，你总算来了。原以为我提前踏上地路，至少会追赶上他，结果或许可以把这仙胎融入圣衣姐体内。逍遥哥哥，圣衣姐是为了留下仙胎才如此的，你若这样做，岂不是让圣衣姐的心血白费了？我相信圣衣姐醒来后绝对不愿意看到仙胎已经被她融合，这是她的心意。是啊，逍遥哥哥，你这样做不是辜负了江圣一的心意吗？也对，你就是君家神子，果然如传闻那般有点本事。哎，那位女子是谁？竟然敢以这种口吻评价君家神子？嘘，我听说此女好像是前路某一位禁忌天骄的追随者。原来如此啊，怪不得有这个底气。陈飞，你君家神子，
你既然不用仙胎，不如结个善缘，将其让给我家主人如何？我家主人一定会看中你，甚至可以让你成为左膀右臂。这女的脑子被驴踢了吧？谁知道呢？那些追随者都认为自家主人是最强的，看不上其他天骄也很正常。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你家主人又算什么东西？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和我主人结下善缘，绝对好处无穷。天神魔功！不，你不能杀我！杀了我，你就沾染了大因果，我家主人不会放过你的。万古圣体，天降枷锁，无法正道，注定是陪衬我家主人的绿叶啊！抱歉，公子，是轻盈冲动了，可能因此结怨了一尊恐怖人物，请公子责罚。不过是有人自寻死路而已，和你无关。至于他背后的人，我不在乎。应该还有一些曾参与过围剿的漏网之鱼，并没有来到此地吧？劳烦诸位去灭杀一下。难道那股封印之力是？没错，是我设下的。出手的人，一个都别想跑。这是什么封禁阵文？出去！我要出去！快让我出去！那个君逍遥就是个魔鬼，不，比魔鬼还恐怖。君家神子究竟是干出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竟然会引起这般反应？死了这么多天骄，估计皇天仙域又要闹腾一阵了。不过以君家、江家和君地庭的手段，倒也只是一些小风波。这些先别谈，我倒是听说，在终极古路可能会有无上仙庭遗留下的禁忌传人出现。无上仙庭的禁忌传人，若是和君家神子碰面，那就有意思了。对呀，这岂不是也代表着冥冥之中君家和无上仙庭的气运之争？公子，那叶孤尘既然想与你战，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那是因为他在等我去找他，他想让我有时间调整状态和心情，然后再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迎战他。原来如此，我怎么感觉君家神子的赢面要更大一些？那寒怒的一世神通简直毁天灭地。我也这么认为，不过叶孤尘也不赖啊，斩断过去，重塑真我，这种大勇气、大毅力可不是谁都有的。没错，叶孤尘也藏得很深，他与人对战几乎都是一剑秒杀。这下有意思了。逍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面我们走遍了仙域人间，去观山，去看海，在星河之中漫步，在红尘之中游历。圣衣姐，我什么都不必说了，一切都是我自愿的，我也不需要逍遥你为我做什么。圣衣姐，等我从古路回来，会给你一个承诺。都是洛离没用，救不了圣衣姐。不怪你的。好在结局圆满，没出什么事情。若逍遥能够打败叶孤尘，那就更加功德圆满了。以逍遥堂弟的修为，应该没什么问题。逍遥，你要和那剑魔转世一战？没事的。对了，我怎么感觉我身体好像比之前更好了？那是因为逍遥将心脏内的圣体精血炼化进你体内了。逍遥，你怎么这么莽撞？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吧？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哎呀，人家真的不想吃狗粮了。好了，那叶孤尘估计也已经等了许久了，这荒天仙域的地路的确也该落幕了。逍遥，你一定要小心，不可大意。放心，他是个有意思的对手，但能击败我的人只有我自己。
你终于来了。还要多谢你，之前没有参与围剿。不用说谢，如此下作之事，无不谢为之。要是君某想差了，既然如此，那便以战赔礼吧。哈哈哈哈！他篇剑道之巅，一问天下英雄。君逍遥，你值得我出剑吗？任风云变幻，英雄兴替，独君称王，天下皆臣。少年轻狂，真好。叶孤城这是疯了吗？竟然与君逍遥肉搏？那莫非是传闻中几乎失传的造化金身？不愧是转世的强者，觉醒了速会，能够记起诸多已经失传了的神通。是。君家神子果然是不败的。无敌传说，君家神子的神话将延续。现在双方才只是互相试探而已，结局如何犹未可知啊。对啊，叶家剑魔是以自己短处试探君家神子长处，被击退也很正常。别忘了，叶孤城还没有动用他的佩剑呢。那种诡异的法医免疫能力。叶孤城，不必有多余的试探了，拿出你真正的实力吧。君逍遥，你很强，甚至可以说你是古往今来天骄中的艺术。不过这样才有趣。君逍遥，你值得我用剑。剑来！哦，既然如此，那便以剑对剑。剑上谁解快哉风？剑缺一败探独孤。血杀苍穹，斩星灭神。露心剑诀。就分出结果了吗？叶家剑魔不会就这样完了吧？不可能！叶孤城不可能会败。君家神子真的是不可战胜的吗？能在我手中坚持这么久，叶孤城，你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再来！圣剑三绝，那是修罗剑意。传闻叶孤城将仙气融入了剑意当中，每一种剑意都是一道仙气。有趣。叶家剑魔竟然拥有4道仙气，万剑乾坤。君逍遥，这一剑你能接下吗？你既然全力进出，那便也让你体会一下本神子真正的力量。之前不是4道吗？看来君家神子炼化了仙胎后，又多出了1道仙气啊！妖孽，万古无一的妖孽！君逍遥，你莫非是那位古代天地转世？
我君逍遥只是君逍遥，不是任何人。看来所有人都不知道，主人真正恐怖的并非是荒古圣体、至尊骨，而是命运虚无。我君逍遥只是君逍遥，不是任何人。的确如此，叶孤尘也只是叶孤尘，不是什么古代剑魔。或许曾经我是某个人，但现在我是叶孤尘，剑道之宗叶孤尘。这是？不会吧？难道又要来一次啊？叶孤尘也有像君家神子一样的底牌吗？此招乃是我斩断过去，重塑真我时所领悟的剑道神通。君逍遥，你有资格让我施展出这一招。什么自创神通？不够，还不够！以血为引，以身为技，万剑来朝，听吾号令，乾坤一剑，万神之劫。这一剑谁人能挡？那就来比比，你我自创的神通，谁更厉害？创世纪，神之法，万神劫！赢了，君家神子赢了。果然，君家神子是年轻一代无敌的传说。不败神话将延续。君逍遥是我荒天仙域的地路最强王者，还是败了吗？看来除了终极古路上的那些禁忌天骄外，再无人能威胁到君家神子了。我败了，能在我手中撑这么久，你足以自傲。我能感觉得到，你并没有尽全力。若是你全力出手，我可能很难支撑这么久。怎么了？叶孤尘是受不了打击吗？多久了？终于尝到一败了。站在高处，何其孤冷。接下来，我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超越你，君逍遥。好，我等着。这一败对叶孤尘而言，或许并非坏事，而是一种涅槃与新生。这是，看来是天道奖励要来了。不知道君家神子的天道奖励是什么？不好，我的正道之焰，我的正道之焰也没了。那是天道王冠，戴此王冠者必成大帝。什么？自创大道，违逆天地，万古艺术。永进正道，自创大道，违逆天地，万古艺术，永进正道。你们有没有听到？那天道之音说的是君家神子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那意思是，君家神子最多只能修炼到准帝修为，无法真正成为正道大帝吗？虽然准帝已经很强了。不过，在这个大争之势中，还不够看。怎么会这样？之前君逍遥在下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这注定是一条逆天而行的路，上苍不会允许这条路存在的。如今天鹰开口降下禁锢，君逍遥再难突破，对人仙教传人也就没有了威胁。果然。命运虚无者是连天道都忌惮的存在，绝不会允许其正道。君家神子不会是外表冷静，内心崩溃吧？我君家祖上弃天大帝曾说过，天道加冕不过累赘，我身正道，万劫成仙。我君逍遥若想成仙，何时需要通过天道认可了？天，你想证明我赢不了你吗？那不如来设一个赌局，待本神子正道成仙时，
定要让天道寂灭，重塑天地秩序。君家生子是疯了吗？与天对弈，哪怕再强者都不可能忤逆仙域意志。何人能与天博弈？我君逍遥能。哈哈哈哈！不但如此，我还要圣天半子。怎么不敢吗？七皇帝印，逆君七皇，诛万国艺术，得天道加冕。逆君七皇，莫非意思是将会有7位天骄皇者融合7枚正道帝印，对付君家神子啊？很有可能，你没听到吗？诛万古艺术，得天道加冕。这话估计是说，得到了7枚正道帝印的天骄皇者，谁若能诛杀君家神子，谁就能够取而代之，得到天道王冠的加冕。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可是万古难得一见的博弈，君家神子与天道的对决。布下7枚棋子困杀我，这是想玩大逃杀吗？还是把我当成终极 BOSS 了？哼，有意思。这局我君逍遥接下了。仙域意志选中的妖孽，定然极为恐怖。若是再融入正道帝印，说不定真的能够对君家神子造成大威胁。没错，那些天骄绝对都是终极古路上的禁忌存在。我一定要去终极古路，亲眼见证君家神子最后的结局。没错，这个大争之时，君家神子究竟能不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我很好奇。我想要正道之印。我们很熟？那其中有1枚正道之印，曾经是属于我的。你也知道是曾经，但现在是我的了。你……当然，你想要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代价呢？你之前在下界还一直摸人家腿来着，现在不喜欢了吗？人家足艺也还行哦。逍遥哥哥，这个女人在说什么啊？逍遥，你如果真的喜欢，不必去找别人。我的腿不行吗？你可需要？不需要，只是在下次挑战你之前，你可别死了。天书掌控者、逆君七皇，还有其他的地路王者，禁忌天骄，看来终极古路应该不会太无趣。前路一切敌，莫让我失望。本神子将赐予你们挑战神的机会。原来如此，连天道都不认可的地路王者，可笑至极。此等徒有虚名之辈，竟然需要7位皇者一起针对，也的确是小题大做。但这天道王冠，本弟子要定了。古弟子大人的修为又变强了。是啊，以古弟子大人的实力，定然可以重振无上仙庭的威名。到时候和帝女凌渊大人一起，无上仙庭之名将再度响彻9天仙域。究竟是何等绝代人物，需要7位天骄皇者一起针对，倒是引起本宫的兴趣了。虽然天道王冠很吸引人，但想让本宫当棋子也没那么简单。抱歉，圣衣、洛离，还有所有人，我在前路等你们。继续前进，我的路还很远。这就是龙门。我听说前段时间古兰圣教的一位圣子踏入龙门，足足引起了5000丈大道光辉。什么？5000丈？那岂不是堪比5个小巨头啊？这也算什么？你听说过玄天仙域西天教的那位古佛转世梵天吗？我也听说了，那位梵天恐怖到极点，竟然引出了2万丈大道光辉，而且还伴有异象佛光，
简直是禁忌中的禁忌。果然，这个大征之事，什么妖孽都现身了，但，哼，也只是如此而已。哎，那人是谁啊？浑身仙芒笼罩，气机深邃。他来的方向貌似是黄天仙月，难道又是一位小巨头？竟然是黄天仙月！最近黄天仙月的消息可是传遍了整条古路。那位万古异术是吧？听闻乃是荒古世家君家的神子。那位公子是谁啊？气质真不凡。你们猜，那位黄天仙月的天骄会引起多少丈大道光辉啊？最少也是1000丈级别的小巨头吧？那气机太深邃了。什么万丈禁忌天骄？莫非是那一位？是他，踏上终极古路了。他若踏上古路，无人可阻。哦，你的意思是我不如他？那倒不是，只是没必要和一个注定无法正道的人拼个你死我活，白白便宜了他人。我与他的体质同样排名3000体质前10，刚好可以分个高下，你无需再劝说了。最擅长修炼与运用仙气的人的仙体，对上神力无双的荒古圣体，究竟孰胜孰败？君逍遥，你会令人失望吗？纵使经验万古岁月，但得不到天道的认可，到头来也是一场空。不论是你君逍遥，还是你背后的君家，想要执掌仙域，无疑是痴人说梦。大道光辉无尽，百龙齐鸣。果然不愧是万古异术，又打破了一个记录。君逍遥吗？听说是一位谪仙般的人物，是时候调查一番了。这就是终极古路吗？恭喜宿主已到达青道地，是否签到？这样才有趣啊！签到。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无上神通诸天生死轮。诸天生死轮，或许我还可以借助这一世神通，领悟生死之意，凝聚出下一道仙气。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古路尽头签到。古路尽头吗？签到这么久都没有9星和10星奖励，下次是不是该让我欧皇一回了？只希望这系统别像前世某场，抽中高星的概率只有0.点几。之后的目标，一是继续凝练仙气，二是累积底蕴，强势突破圣人王。让你滚不滚，在这挡路！那人是谁啊？刚好撞在了枪口上，真是倒霉。太古王族8小圣，那可都是登上了巨头榜的天骄，8人若联手，连禁忌天骄都可抗衡。我倒是听说这8小圣好像和太阳神山有某种联系和合作，怪不得8小圣比之前更嚣张了，原来是和太阳神山有联系了。年轻人，路走窄了呀！放肆！找死！你是何人？是天狗族、鬼蛟岭，还是黄风洞的小圣？我不欲惹事，你们却偏要找死，路走窄了呀！这怎么可能？霸天，该死，一起上，杀了他！我的乖乖啊！怎么回事？那人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怕不是被吓傻了吧？哎，还以为有多少本事，原来也被吓得不敢动弹了。哼，就这怎么可能？就这也能自称8小圣？
我们是奉金乌石太子的命令前来追杀余孽，你敢对我们出手，九头虫大哥他们不会放过你的。都是垃圾罢了。那年轻人明明浑身仙光笼罩，若谪仙一般，手段却如此诡异霸道。没错，他是哪一位魔主传人吗？还是魔道源流的后裔啊？这位公子，请等一等。折耳兔，你难道是月神宫的那只太阴玉兔？我是太阴玉兔，多谢公子救我。我本意也并非救你，只是他们找死而已。求求公子，救救我家小姐吧！你家小姐？他家小姐应该就是那位月神宫圣女玉婵娟。我家小姐正在躲避金乌石太子的追杀，那四小圣追杀我，也是想从我这里得到小姐的下落。那与我有何干？走吧。我家小姐是太阴圣体。太阴圣体，那个天下第一炉鼎体质。玉婵娟可是我们玄天仙域的女神啊。太阴圣体的确不错，但也就那样。若是被金乌石太子找到我家小姐，她很有可能练成后天混沌体。那太阳神山石太子虽是金乌王最小的儿子，但天赋却是最强的，拥有太阳圣体。难怪了。我倒是听说，那太阳神山之所以攻陷月神宫，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金乌石太子想得到玉婵娟，修炼成后天混沌体。我家小姐还掌控有月神宫的太阴仙经。金乌石太子追杀我家小姐，除了想得到小姐外，还想得到太阴仙经和太阳神山的太阳仙经结合，将会有无上阴阳造化之能。你确定你家小姐会给我？应该会的吧，只要公子能够帮助小姐对付金乌石太子。算了，无所谓，我想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公子难道是禁忌榜上的天骄？杀了8小圣中的4人，九头虫他们应该不会善罢甘休。还有那太阴玉兔，貌似是金乌石太子要围剿的人吧？那个年轻人应付得了吗？那人就是击杀4小圣的神秘天骄吗？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不知道，他施展的那一手生死之术看不出来历。阁下究竟是谁？报出背景，不然的话，让你和仙子共处一室，秦某心里也会不安。阁下没听到秦某的话吗？你在教我做事？我来自荒古世家秦家。你算什么东西？秦家又算什么东西？这年轻人究竟是谁？是说大话还是真有来历啊？此人果然猖狂，就让我来试试。来。果然，这位年轻人好像拥有某种法力免疫的能力。之前面对4小圣时，也曾显化过。哼，装模作样，不好！吃！公子果然厉害。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试探我吗？嗯，那是乱古地符的气息，好恐怖的实力啊！天哪，灵魂实质化，此人的代神究竟何其庞大？此物从何而来？这是我的九兄秦无量送给我的。秦无量果然是秦家的那个小太岁。秦无量可是禁忌榜上有名的天骄，也是秦家的神子。莫非这秦无量也拥有部分乱古大帝的传承，而另外半枚乱古地符应该经在他手中？
不，你不能杀我！我是荒古秦家的人，无量九兄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不愧是敢和苍天博弈的君家神子，这等实力，奴家佩服至极。竟然是君家神子！君家神子，我今让那秦无量来找我吧，本神子倒要看看，他能让我动用几成实力。九劫诛魔雷！没想到是小的瞎了眼，竟有眼不识真龙。直说来意吧，你专门为本神子举办的这场晚宴，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让我欣赏这出舞吧？那奴家就直接说来意了。神子大人可听说过太恶神庙？那是何地？位于古路第23关天冥古星。天冥古星是古路种族蛇人族的地盘，其族中最强者是一位圣主强者，名叫美杜莎女王。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太恶神庙。有消息说，可能要在近几年开启。那太恶神庙中有什么？传闻和神话地有关，甚至还存在可能与仙有关的东西。为什么选择我？因为神子大人敢与天争雄，是古路上最强的禁忌存在。呵呵，我一个被上天降下诅咒、无法正道的存在，竟然能被神女坊花魁这般高看，倒是令人受宠若惊。神子大人何必自谦呢？说实话吧。实不相瞒，那太恶神庙十分诡异，充斥着诅咒。虽未列入7大不可思议之中，却也差不了多少。神子大人曾进入过青铜仙殿和地狱星19层，并且安然出来。这等险地，想必也威胁不到神子大人。再者，神子大人身负荒古圣体，对于各种诡异诅咒也有免疫之力，闯太恶神庙简直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你这是把本神子当工具人了？奴家岂敢！神子大人似是对奴家有误会。实际上，奴家之所以看中太恶神庙的机缘，是因为我神女方之后将要选择出下一任方主。我们神女7美皆是候选人，其余之人也会拉拢盟友。其他人奴家不在乎，但有一人乃是太古皇族9尾天狐族的贵女，是奴家最大的竞争对手。她有可能会拉拢到禁忌天骄助她。帮助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能得到奴家的芳心，算好处吗？如果我不愿呢？君家神子在天女渊的住所待了1夜都没有出来。哼，果然啊，纵然是高高在上、圣洁无双的仙子，面对君家神子同样无法免俗，会欲求不满。怎么，你嫉妒了？换作是其他男子，我绝对会嫉妒。但如果是君家神子，除了佩服，再不敢有其他意思。公子，你有了美人，也不能忘了小鹿啊！大哥，没想到灭杀雄霸天等人的，竟然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君家神子。君家神子又如何？一个被天道摒弃的存在。别看他现在光辉万丈，最后无法正道，终究只能黯然落幕。没错，君家神子坏了金乌石太子的好事，竟然救下了太阴玉兔，他注定会惹麻烦上身。哼，走吧，让我们去会会这位传说中的万古异术究竟有多强大。都1个月了，乖乖，君家神子战斗力也太强了吧！我倒是听说荒古圣体的肾异于常人，十分生猛，可夜遇3000女。我去，真有这么生猛吗？我若是荒古圣体就好了。哎，说到这里，我好像听闻这次天骄集会上将有荒古圣体精血拍卖。什么？荒古圣体精血？这是从何而来的？
不知道，传闻是有人从古路深处带来的，很可能是圣体一脉的宿敌干的。若是让君家神子知道有人在拍卖荒古圣体精血，不知他会是何态度。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神子大人可真是奴家的福星啊！那是你自己有天赋。哎，公子，你总算出来了，天骄集会也将要开始了。神子大人可真是厉害了，整整1个多月啊！对了，公子，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有人在拍卖场拍卖荒古圣体精血。哦，还有这种事？走，去看看。我倒是听说，这圣体精血好像同古路深处的荒古圣殿有关。荒古圣殿，那早已经荒凉落幕的一脉吗？咦，那位是镇雷宗少宗主雷震，传闻他降生时有雷霆汇聚其眉心，化为一枚不灭雷符。那位是天宝宗的小少爷钱多才。天宝宗小少爷钱多才以有钱闻名，传闻连一些不朽势力传人的财富底蕴都没有他多。那位小少爷真帅。那是人帅吗？那是钱帅。不过有钱多才在，其余天骄想要得到宝贝很困难啊。可恶，那天女渊竟然抢先一步和君家神子搭上了关系，这下麻烦了。论容貌，论身材，论技巧，我哪一样比那女人差了？不行，还得谋算一番。贵女大可不必烦恼，我家主人也未必就比那君家神子弱。我并没有贬低你家主人的意思，只是君家神子的确不是一般人。我看贵女是太高看那君家神子了吧？他被天道诅咒，注定无法正道，要不了多久就会泯然众人矣。而我家公子乃是天生圣灵，注定要成为比肩大帝、搏击古皇的存在。你家公子的实力，人家自是明白的，只是……不管了，今日那件东西一定要拍到，可能对闯太恶神庙有帮助。不愧是万族商盟的交易会，倒是有些热闹。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君家神子，百闻不如一见，的确是个神仙般的人物。胡青青，你选择的那位盟友怎么没来呢？怎么，神子是你一个人的吗？还不准别人搭话了？神子大人，你看中天女渊哪一点了？容貌、身段还是技巧？这些人家都会，还比他更好呢。天女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什么味道？一股狐狸的骚味。君家神子，注意言行！胡青青贵女是我家主人的盟友，你难道在教我家公子做事？别把你家主人拉出来扯虎皮！我家公子乃是圣灵岛的少年圣灵莫锦瑜。什么？竟然是圣灵岛的那一位禁忌天骄莫锦瑜？圣灵岛每一代也就只有几位传人而已，而这莫锦瑜乃其中之最，其本体乃是九窍灵石，传闻他有大成圣灵之姿。圣灵岛莫锦瑜，他的本体是？回公子，那莫锦瑜本体乃是九窍石灵，天生九窍，吸收天地之精，日月之华，实力真的不弱。九窍石灵，很好。我的万物母祭鼎之前炼化过一个庚金石灵，之后若是再吞噬一个九窍石灵，倒也不错。君家神子，你竟然口出狂言，这般妄语！别说莫锦瑜了，就连他这位追随者也极为强大，其本体好像是通天石灵。放肆！竟敢呵斥公子！通天石灵虽不如九窍石灵，但拿来祭炼我的鼎也不差了。不！什么？难道你敢？君家神子，还请住手！长老还请出手！
这里是万族商盟，应该不允许杀人吧？至尊器，万物母气鼎。这就是君家神子的霸道吗？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是啊，生灵岛的生灵说杀就杀，丝毫不顾忌。废话，论身份，整个九天仙域能和君家神子比肩的屈指可数。圣灵岛是很强，但也不足以令君家神子退缩。抱歉，诸位，出了一点小意外，接下来继续交易会吧。这还算是小意外？接下来要交易的乃是稀有的混沌元晶，不论是用来修炼还是祭炼神兵法宝，都是极好的。混沌元晶，我出100枚仙髓，我出200枚，500枚仙髓，我家神子大人要了。唉，有时候钱多也不是万能的呀。既然没有更高价，此物就归君家神子了。诸位，接下来要拍卖的东西，在场的南修应该会很感兴趣。我出100枚仙髓，我出300枚仙髓，800枚仙髓，我要啊！诸位，接下来这位异族女奴身份可不一般。听抓她的人说，她还是那一族的公主。蛇人族。诸位，蛇人族女子也不用老夫多介绍了，用过的都懂。不过这位身份可不一般，她貌似和蛇人族的圣主强者美杜莎女王有关。没有底气的客人还是谨慎一点为妙。我出300枚仙髓，我出500枚仙髓。哎，胡青青要拍这食人族少女做什么？莫非是想亲自调教？她莫非是那位圣主强者，美杜莎女王的女儿？神子大人，我们一定要拍下此女，她可能对我们的太恶神庙之行有帮助。800枚仙髓，君家神子又要拍了。今天来买了个寂寞。诸位，接下来的几样东西算是这场拍卖的重头戏。仙丹碎片，这种东西竟然也有人舍得拿出来拍卖啊！哎呀，这很正常。仙丹碎片虽好，但也要看能不能吸收，不够资格的强行炼化只会爆体而亡。我出500仙髓，我出1000，2000仙髓。在下对这仙丹碎片也颇感兴趣，先在此赔礼，得罪神子了。3000仙髓，我家公子叫价5枚正道之印。我家公子叫价5枚正道之印。他在说什么？好像是5枚正道之印。我的个神啊！正道之印，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吗？我若能融合几枚正道之印，早就可登上巨头榜啊！对了，我倒是听说君家神子的确有很多正道之印，他自己用不上，还像白菜一样送给身边的人。这年轻人不讲武德呀，还让别人怎么竞争啊？那可是正道之印呢，如果我能得到的话……我败了，第一次在财力上败给其他人。既然没有更高价，此物就归君家神子了。诸位，还有最后一样宝贝，这荒古圣体精血。神子，这……让开！哎，好嘞。啊！荒古圣殿，神子，拿出这精血交易的人在哪儿？抱歉，神子，这个商盟有规矩，我们不能说。不能说？你确定？
君家神子的真正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啊？想跑吗？神子饶命，饶了我，一切与我无关。与你无关？说清楚。我不过是受人之托，将精血拿来交易拍卖而已。这精血从谁身上弄来的，我也不知道。受谁之托？霸星，苍家。霸星，苍家。这荒古圣体精血，本身子要了，谁有意见？神子，这神子，这不合规矩。放心，本神子也不会白拿。哼，现在符合规矩了吗？符合，符合。走吧。不愧是君家神子，这种霸道，今日见识了。是八小圣中剩下的4位，那位就是八小圣之首九头虫吗？听闻他身负太古九凤与太古九鹰的血脉。是啊，之前我也曾听说，这九头虫似乎曾在禁忌天骄手中从容离去。那他的实力，即便不是禁忌，估计也差不了多少。这次来应该是替死掉的4小圣讨回公道了吧？是想为那4人报仇吗？君家神子，你我井水不犯河水，虽然杀了我4个兄弟，但现在只要你交出太阴玉兔，一切恩怨一笔勾销。公子这么喜欢撸我，才不会把我送出去呢！你们4个丑八怪，就死了这条心吧！哼！君家神子，你的决定呢？你们知道吗？你们很倒霉。你这什么意思？本神子现在很不爽，所以拿你们的命来发泄一下。本神子现在很不爽，所以拿你们的命来发泄一下。不好，大家一起出手！走！这就想走了？君逍遥，你难道真想为了一个太阴玉兔和太阳神山、金乌石太子等人结仇不成？不过是10只杂毛鸡而已，拿来威胁本神子，是否太可笑了？放心，要不了多久，那10只杂毛鸡便会下黄泉陪你的。天神之矛！强！能在禁忌天骄手中从容离去的九头虫，却是挡不住君家神子一掌，这样被随手灭杀。一般的禁忌也没有君家神子这样的战力吧？应该是禁忌中的禁忌。君家神子这次是得罪死了太阳神山和金乌石太子吧？别说金乌石太子了，你们有算过君家神子到商丘古星招惹了多少禁忌存在吗？这么说来，君家神子才踏上终极古路没多久，就招惹了4方禁忌存在，厉害了！我竟无言以对。没有几人敢招惹君家神子，但君家神子招惹的禁忌可不少了。嘿，接下来有意思了。
难道这就是蛇人族女子的种族天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碧玲。放心吧，公子很好的，不会对你怎么样。你是蛇人族的公主，你的母亲是美杜莎女王，你的父亲是谁？我没有父亲，听娘说我是她一个人孕育出来的。天女渊，你好像知道什么内情。其实奴家也不知道太多，但觉得应该还是和太恶神庙有关。太恶神庙吗？你暂时先在这里住下，之后会前往你的故乡天明古星。什么？碧玲可以回家了？当然可以了。咦，又有禁忌天骄踏龙门入古路了，不知是哪方仙域的禁忌。哎，这个大征之时，果然什么妖孽都出来了。第3位，怎么回事？短短时间内又有一位禁忌踏过了龙门。怎么回事？短时间内有3位禁忌天骄踏上了古路。3位禁忌是一路人，看来古路之上又要出现一脉强悍的势力了。逍遥，强者总是独行，但我不允许你一人孤独。哈哈，没错，虽然比起天赋实力，我们不如逍遥，但也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他一个人担着呀。虽说逍遥堂弟一人就可横推万古，但我们也不能落下太多，我们也要跟上公子的步伐。我的乖乖，这些人都是君家神子身边的人。诸位，古路尽头见。难道君家神子要突破到圣人王了？那倒不至于，并没有雷劫落下，但是有仙意在弥漫。难道君家神子又要凝练出一道仙气了？我之前倒是听说，君家神子已经凝练出了5道仙气，这样一来，岂不是有6道了？6道仙气吗？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9道仙气不是我的终点。短短不过半年，神子便再度凝练出了1道仙气，现在6道仙气加身，神子大人在禁忌中也绝对是顶流。这不算什么。恭喜公子修为再度精进。随后，路人甲将近期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君逍遥，包括地路13大道扬言要掠夺君逍遥圣体精血和至尊骨。君公子可不能小看了那地路13大道，他们身份神秘，来历成谜，其中的禁忌都不止1位。那13大道排名前几的存在，都能对禁忌天骄造成生死威胁。传闻那13道排名第1的诛仙道，戴着鬼脸面具，拥有吞噬血脉、灭杀禁忌的实力。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神女方的情报能力，君公子难道还不知道吗？呵呵，确实。公子，你之前地路的亲人也进入古路了。看来圣衣姐他们也是踏上古路，开启了自己的试炼。那位怀有先天道胎的江家神女，奴家也知晓，是君公子的红颜吗？是。那她真是幸运呢，能得到君公子如此对待。并不是幸运，而是真诚。好了，准备一番吧，已经耽搁不少时间了，离天明古星可还有不短的距离。很感谢公子，但小的能力有限，去了那等兄弟也只是平白给公子添麻烦而已。况且在情报方面，天女渊要远胜小的。那好，遇到危险，献出此令，报我的名。多谢公子。
终于启程了，机会来了，是时候通知他们几个了。君逍遥，你的荒古圣体精血和至尊骨，老大要定了。碧灵，你能隐藏起来吗？为什么？你觉得那些蛇人族若是看到你在我身边，他们会怎么做？可能会先把公子当成坏人。没错，哪怕你去解释，他们也会强行要把我们押送到美杜莎女王那里。所以如果你能隐藏起来，等我到时候进入天冥古星，便把你直接放在蛇人族的某个部落，让你安然回归，岂不更好？公子考虑的真周到。君公子，你这是在欺骗小姑娘吗？这能叫骗吗？我这是保护她。垂丝挣扎，天蛇秘典。快跑，不可敌！九节逐魔雷。那人是？管他是什么关系，反正今日都得死。颜如梦，看你的情况不太妙啊。半步大圣。你一个圣人境的人族小子，竟然能扛住本将的一击？运气而已，我是路过的，现在可以离开了吗？还不是怕了？快走，你不是他的对手。想走？你认为呢？今日真是幸运，一下碰到3位极品。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放肆！就这？去！这是禁忌天骄。没错，看来果真是那位。他是谁啊？公子难道不知吗？那位年轻人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万古禁忌君家神子啊！什么？他就是那位与天博弈的万古禁忌君逍遥？难怪颜如梦会是那表情了。是君逍遥又怎样？他纵使逆天，但最多能在普通圣人王手下逃命就不错了。可这岩蛇大将是圣人王大圆满，甚至到达了半步大圣境界，这根本就不是年轻一代能抗衡的。不错，接我一掌而不死，不愧是半步大圣。这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小怪物？难道是真龙子嗣皇后代？你这小怪物，还真以为本将制服不了你吗？啥？我等着你把我碾死呢！天蛇秘典。此等招式，不过挠痒痒而已。人王印，他又比之前更强了。真以为本将治不了你了？怎么，你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
太慢了，快点，再快点！人呢？给你机会，不中用吗？天神之矛！轮到你了，小子，敢当着本将的面杀人，找死！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吗？小孽畜，你是找死！公子也太厉害了吧！随后，颜如梦将浮云公子差点将他踢出去当挡箭牌的事告诉了君逍遥。君逍遥，且慢，我父亲是……管你爸是谁！你们走吧，就说此人是我君逍遥杀的。君公子救了我等性命，我们感激还来不及，绝不会透露出去。先上船再谈吧。岩蛇大将的气息没有了，是谁杀的？难道是人族的古路执法者？不可能，天明古星域周边有我蛇人族的探子，人族执法者短时间内不可能来到此地。难道是那些前来历练的天骄？那怎么可能？除非是岩蛇大将遭到了围攻暗算，有这个可能。算了，眼下还是女王的大计最为重要。那些古路天骄应该大部分都被太恶神庙吸引来了吧？那里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我倒要看看那君逍遥敢不敢前来太恶神庙。以圣灵族同阶无敌的威势，莫公子想对付那君逍遥，自是不在话下。别说那君逍遥是圣人大圆满，便是圣人王修为，我也不在乎。以我现在的实力，哪怕是面对圣人王后期的强者，都可从容逃离。以莫公子圣人大圆满的修为，竟然能从圣人王后期手中逃离，不愧是圣灵族。对了，那些蛇人族好像并没有攻击我们。我们圣灵族和蛇人族没什么恩怨，蛇人族也不敢主动来招惹我们。选择莫公子，果然是奴家做的最为正确的事情。这次多谢了。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欠了你一次。哦，那你拿什么来还？以身相许，够吗？说实在的，吸引力不大。你想得美，人家不过是开玩笑而已，还当真了？对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的本体到底是什么？长着一双这么修长漂亮的玉腿，你的本体不会是鹤吧？你才是鹤呢！我的本体是天梦迷蝶。不过我怎么觉得你并没有显化出天梦迷蝶的能力？那是因为我并没有完全觉醒，需要至强血脉为引子。要不送我几滴荒古圣体精血？你想多了，要不要抛弃妖神宫，加入我军地庭？你若是能征服小妖后，整个妖神宫都可以加入你的军地庭。当然，如果你能帮我找到觉醒的至强血脉，要加入也不是不可以。可以，不管怎样，先去太恶神庙。是君家神子，他果然来了。
的是他们？他就是君家神子，他的身上也有罪孽因果线缠绕，他斩过佛门的人。君逍遥，你还真的敢出现？你就是那圣灵岛的九窍石灵，不错。放肆！啊，君逍遥，你果然是传闻那般嚣张霸道、蛮横无忌。他是古兰圣教洪门的圣子圣弘一，那位应该就是西天教的梵天了。君逍遥，刚好，就让我来终结你年轻一代无敌的神话。还有我，濒临死关还在内斗，真是可悲啊！这气息是大圣境。蛇人族的大圣怎么会来到此地啊？按照古路的规则，他们这些强者不能对我们出手。岩蛇大将的陨落和你有什么关系？岩蛇大将是我杀的，怎么了？什么？君家神子杀了蛇人族4大将之一的岩蛇大将？这怎么可能？那岩蛇大将虽没达到大圣境，但也是半步大圣。或许是认错了吧？击杀半步大圣，这怎么可能？这也未免太离谱了。算了，别管这些了，反正今日他们都得死。万蛇复界大阵！不好，蛇人族早就计划好了，以太恶神庙引我们上钩。该死，他们就不怕执法者震怒吗？不要紧，此地的动静一定会被执法者发现的，他会来救我们的。真是愚蠢！既然计划好了，怎么可能让你们有生还之机？太恶神庙需要无尽鲜血开启，等神庙开启，我们蛇人族将有举足蜕变的希望。没错，我蛇人族受压迫、受掠夺、受捕杀的历史将要过去。救命啊！那人还真有一些本事。听说他是古路上一位十分强大的人族天骄，背景雄厚，来历不凡。管他什么来历，今日大计若能成，我们蛇人族将无所畏惧。是。参见女王陛下。今日所有来到此地的人族都会悲惨的死去，就像是本王的族人因你们而悲惨死去那般。怎么办？完了！圣主降临，还能怎么办？只能等死了。你就是美杜莎女王，的确有几分枭雄的手段，但这后果你承受得起吗？是君家神子，有他在，我们不一定会死。没错，他背后可是站着威慑9天仙域的君家。美杜莎女王再强势，敢杀君家神子吗？神子大人，请救救我们，为我们出头！君家神子威震四方，岂会害怕区区蛇人族？哪怕是美艳的美杜莎女王，也只配给君家神子当暖床丫鬟而已。人族，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本神子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今日我身上若留下一滴血，不仅是你们天冥古星的蛇人族，这9天星域所有蛇人族一个不留，斩草除根。轮回路上断你蛇人族的轮回道，诛绝一切，永世不得超生。轮回路上断你蛇人族的轮回道，诛绝一切，永世不得超生。女王陛下，不可！怎么？女王陛下，此子万万不可杀，杀了的话，我蛇人族会惹来灭族之祸。怎么不动手了？你可以活命，但必须得等到无族计划完成后才能放你走。但我想进太恶神庙怎么办？你别得寸进尺。这样吧，我们来打个赌，如何？什么赌？
3招，本神子若能接你3招，你让我进入太恶神庙。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他究竟想做什么？神子大人，你千万别这么做。是啊，请神子三思啊。对一个圣人竟都不敢出手吗？你是在给本王下套，到时候你出了什么问题，整个蛇人族都要给你陪葬。那这样吧，再加一个，若能接你3招，给本神子暖床如何？放肆！女王陛下，让我杀了这小子！你在故意激怒本王出手？我是认真的。不过好像忘记了，蛇是冷血动物，暖不了床。看来你连当我暖床丫鬟的资格都没有。之前听闻君家神子的嘴皮锋利如刀，足以把人气得1佛出世，2佛升天。之前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无需3招，1招即可。太可怕了！虽然只是本王随意的意志，但也不是区区的一个圣人就能抵挡下来的。你们都躲开！圣主强者，就这？再来！死了吗？这就是所谓的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这个敢亵渎女王的小子，应该死了吧？啊！怎会？这小子不可能！荒古圣体受天地禁锢，有10道枷锁，即便他打破了几道枷锁，也不可能让他挡住圣主的攻击。还剩最后1招了，可别留情啊！不然你这堂堂女王，可真要当本神子的暖床丫头了。既然如此，那本王便成全你。是。赢了，君家神子赢了。君家神子果然是不败的。此子肉身，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女儿碧灵在哪里吗？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女儿碧灵在哪里吗？你知道碧灵在哪里？是你掳走的。本神子还不屑于用这样的手段，放心吧，她没事。碧灵呢？娘，碧灵，你没事吧？碧灵没事儿，能平安见到娘，还多亏了公子呢。虽然你很令人讨厌，但还是多谢你救了碧灵。美杜莎女王，我要的可不是一句谢，方才的3招之约，算我胜了吗？你难道真想让本王当你的暖床丫鬟？这是次要的。另外，我们或许还可以讨论一件事情，或许会对蛇人族有帮助。女王陛下让我们暂时停止万蛇附界大阵，等之后再说。怎么会这样？那小子竟然能让女王陛下改变主意啊！有什么话就说吧，本王耐心有限。你想要太恶神庙的机缘，无非是想令整个蛇人族摆脱如今凄惨的处境。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太恶神庙内没有能令你们蛇人族蜕变的机缘呢？到时候古路执法者到来，你们蛇人族都得完蛋。如果本神子给你一个机会，可以让蛇人族100%安稳生活下去，而且还能得到丰厚的资源，你愿意吗？什么？你能做到？
很简单，臣服于我。要让我们蛇人族当奴隶？是臣服，不是奴役。还不是要听你的命令？美杜莎女王，你不会这么天真吧？你应该知道，这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整个世界是金字塔，一层压迫一层，而本神子就是站在金字塔最巅峰的人。你信不信，能随手毁灭你蛇人族的古路执法者，在本神子面前也得低头拱手。本神子还是君地庭之主，随口一句话就可覆灭你蛇人族万次，所以这是本神子对你们蛇人族的怜悯。你能确定保证我们蛇人族的安全，不会被古路执法者覆灭？本神子若阻挡不了，那也没谁能阻止得了了。让我们蛇人族投诚，可以，只是那恶神庙内的秘密，对我们蛇人族也很重要。这个放心，我们可以一起探查。那好，我们同意了。哼，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好，之后你可以一起探寻太恶神庙。你该叫我什么？公子。很好。对了，我对那碧鳞的血脉很是好奇。很久之前，太恶神庙曾经有过一次暴动，其中喷出了一滴古血。我便以蛇人族古老的血源造生之法，淬炼这滴古血，孕育出胚胎，最后就是碧鳞了。什么？碧鳞竟然是太恶神庙内一滴古血化成的？这血源造生之法十分苛刻，而且成功率太低了，可能是那滴古血的缘故，最后才能成功。那好，既然谈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去吧。咦，已经谈好了吗？我去，真的把美杜莎女王变成暖床丫鬟了！牛批！君家神子是真的牛批！女王陛下，你撤去阵法吧，具体情况之后再谈。多谢神子救命之恩。不必如此。接下来，我蛇人族将去探寻太恶神庙，除了君公子以外，其余人都滚吧。阿弥陀佛，看来此庙与小僧无缘。莫公子，这……美杜莎女王，我乃圣灵岛莫锦瑜，也想进入这太恶神庙。你不说话，倒还忘了你。想进入太恶神庙，可以，先过我这一关再说。天生圣灵的莫锦瑜竟然怂了，能不怂吗？换作是他，能接得住圣主三招吗？别说圣主了，恐怕连半步大圣三招都接不住吧。人家君家神子可是直接灭了一部半步大圣啊，生猛的一批啊！君逍遥，你别欺人太甚。本神子就欺负你，又如何？不仅是你，盛红衣、梵天，你们三个大可一起上，本神子全接着。阿弥陀佛，太恶神庙与小僧无缘，小僧就不介入其中了。君施主，后会有期。看来也不是所有的佛门天骄都和法海玉佛子那般愚蠢。你们也要跑吗？君逍遥，休得猖狂！我圣灵族受上天眷顾，同阶无敌，岂会惧你？石化魔光，与圣灵族的石化魔光，号称大成之时，辉光一照，可将整颗古星生灵石化。就这？君逍遥，你什么？一招就落入了下风啊！结束了，至尊器，万物母气鼎。君逍遥，你莫嚣张！我古兰圣教八门，不是你君家可以轻易挑衅的。其他门的圣子也会替我报仇。
你连九窍石灵都不如，当材料的价值都没有。其他门的圣子若敢挑衅，也不过是白白送死而已。玩够了，该送你上路了。结束了。谢雨燕，神子大人还未发话，你凭什么出手？神子大人，请饶恕我，奴家愿意跟随神子，做牛做马都行。想留在公子身边，你配吗？杀着！公子不会怪罪奴家出手杀了胡青青吗？无碍，我心里有数。准备一下，进入太恶神庙吧。君家神子的实力已经远超一般禁忌了，怕是只有禁忌中的禁忌，那些天骄至尊才能抗衡啊！说不定君家神子真能打穿整条终极古路。真想亲眼见证这一幕啊！诸位，以法力隔绝。凭什么让我们听这人族小子的命令？好了，按照公子说的做。难道此地也和异域的黑暗物质有关？我无法发挥出圣主级的实力了。果然如此，和元天至尊秘藏一样，任何生灵若沾染了这种灰雾，都会双目猩红，陷入狂乱。异域黑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又从何而来？太恶神庙又为何会出现这种灰雾？难不成其中有某种存在沾染过黑暗物质？不好，是魔物之潮！一起出手，开出一条道路。我们走吧。好像要往那里走。难道这就是太恶神庙的主庙所在？这地方太诡异了，前面有熟悉的气息。这难道是某种祭祀场景？这是我蛇人族最原始、最强大的血脉。说你不想蛇人族举族全灭，就收走此血脉。公子这是什么意思？这血池之内拥有诅咒之力，还有和那灰雾同源的物质。这可是我蛇人族蜕变的希望。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公子可有办法？很简单，我的荒古圣体拥有克制邪祟之力，若是以荒古圣体精血洗礼，或许可以让这一池血脉变回纯净。君公子，我……哼，既然蛇人族愿意臣服于本神子，那么这点小牺牲，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多谢主人，此恩我每度沙河蛇人族必当相报。无碍。是蛇魔，是我蛇人族古老的液化血脉。冥蛇。有意思，看来这些蛇魔
也是受到了魔气的侵蚀污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骨血的血脉源头很可能与那位神话帝有关，也足够让你觉醒了。多谢。这应该不是全部的机缘，继续深入。有诅咒阵法，这该怎么办？这其中或许有生门，可以试一下那条路。你去试试吧。唉，看来是我看错了。小子，敢阴我！雷射大将，别怪本王，要怪就怪你对主人心怀怨憎吧。本身子向来不喜留下隐患，敢对我心怀怨念，那只能去死了。碧灵，你去试试。公子，主人，这……放心吧，难道还不相信我吗？碧灵相信公子。果然，那是至尊吗？不，难道是帝？应该不是。真正的帝，哪怕尘阶陨落了，都可盖压9天10地。威胁不可能只有如此，应该只是一道被污染的分身，不知是否尚有残魂。君公子，奴家能求你件事吗？何事？能给我一滴荒古圣体精血吗？你是想榨干我？奴家倒是想，不过以公子的身体，就算累死奴家，也不可能榨干吧。你有把握能得到机缘吗？有把握。好。多谢。那是什么血？天女院的身份来历究竟是什么？她竟然能得到灭妃女娲的传承。我仿佛看到了有一袭白衣，背对苍生，镇压黑暗源头，孤身一人，独断万古。原来前辈尚有一缕残魂留存。你是哪一族的？哦，莫非前辈认识？那一族屹立仙域无数纪元，便是黑暗动乱，异域厮杀，亦无法令其坠落。你们那一族至今还有几位在奋战，镇压动乱。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位打破了10道枷锁的大成荒古圣体。你可能是这个乱世的最大艺术。莫非前辈尚存在于某地？只希望你日后有能力来源头找我，共抗纪元大劫。若你继续成长下去，或许有一天会在源头见到我。源头，祭世大劫。对了，我那位同伴竟然能得到前辈的传承，一个可怜人儿罢了。这是什么意思？我能感觉得到，本尊在面对某种很可怕的东西。那些景象难道是
我蛇人族先辈所经历的事情。没想到我蛇人族还有这样的过去。入谢。在那王座之下吗？本神子还在想，你们到底能够隐忍多久？现在看到宝贝出现，总算忍不住露出马脚了。是地路13大盗！你竟然早就感知到我们了！你们自以为是的隐匿手段，在本神子看来，不过是小孩子躲猫猫而已。别被他影响，杀了他！敢对公子出手，找死！你们在此地也只能发挥出圣人级别的实力而已。虽然我只能发挥圣人实力，对付你们绰绰有余。给我死！主人，这些人该如何处置？你们一开始就盯上了本神子，究竟有什么企图？难道是因为我的荒古圣体和至尊骨？你们13大盗的首领，那位神秘的诛仙道，收集各种血脉体质，究竟想要做什么？有什么目的？今日我们是栽在你手中了，但你要知道，我们4人只是13大盗中最弱的4个，其他9位每一个都比我们要强，更别说排名前几的大盗，足可对付你。若是我们老大诛仙道出手，纵使你君家神子，一样打得你叫爹。没关系，到时候本神子会让你们13大盗整整齐齐一起下黄泉。但在此之前，我还有另一件感兴趣的事情，你们到底从何而来？你这话什么意思？这个时候还装傻充愣吗？若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是来自异域吧？什么？13大盗竟然来自异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们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原来如此，我懂了。看来逆军七皇的第1位已经出现了。麻烦的不是明面上的敌人，而是隐于暗处的老鼠。知道了身份，就好办了。看来接下来又有事情要做了。他到底是什么来历？那玉佩的一滴血，又是属于谁的？又为何要说他是一个可怜人？君公子，奴家多谢你了。君公子难道不好奇奴家得到了什么传承吗？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蛇人族，你们当真是胆大包天，竟敢狩猎试炼古路的天骄，今日请你们红烧煲汤。娘，我怕。现在知道怕了。之前狩猎古路天骄的时候，怎么胆子就那么肥呢？古路执法者何必这么大的火气呢？不过是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蝼蚁罢了。奶奶的，谁打断我说话？没看到我在装逼吗？啊！哎呀，瞧我这眼神，原来是君家神子驾临，多有冒犯，还望神子不要介意。无碍，
你也是秉公办事而已。古路就是需要你们这样的存在，才能保持稳定。神子，这里的情况没什么，一点小意外而已。如今蛇人族已经归顺我军地庭了，不会再做出任何伤害古路天骄的举动。哦，原来如此。既有神子担保，那一切好说好说。多谢。哪里？多谢主人，若不是你，公子太厉害了。没事，你们蛇人族先暂时继续栖居在天明古星，等之后我走完古路，便安排人将你们转移去荒天仙域军地庭。在这段时间里，有我的名号，不论是古路执法者还是其他天骄，都不会对蛇人族出手。诸位，雷蛇大将和鸣蛇大将虽然陨落，但我们蛇人族在君公子的带领下，将会更加辉煌昌盛。多谢神子大人对我蛇人族的恩惠。好了，此地事了，我们先离去吧。美杜莎，主人，主人不会真的要我那个吧？这卷功法你们蛇人族都可以修炼，搭配上骨血，蛇人族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多谢主人，我蛇人族必将永世效忠主人，若有违背，天打雷劈，举族全灭。很好，你去吧。你这是？之前主人不是说要你暖床？玩笑而已，你去吧。公子，天女院找你。哦，找我有何事？奴家要回神女坊，得到继任坊主的位置。那是好事啊，恭喜。那样的话，就要离开公子身边，算什么好事啊？奴家要离开了，公子就没有一点不舍吗？没有。哼，真绝情。你到底是谁？如果君公子想奴家的话，只要捏碎这玉佩，奴家就会不顾一切回来找你啊。之后我需要你帮忙，借助神女坊的力量，探查13大盗的消息。奴家明白，公子的吩咐，奴家一定会办的。天女渊，你到底在隐藏着什么？一条游不出宿命长河的鱼，天女渊，谁是主掌你宿命的人呢？看来你已经得到了传承。没错，我已经得到了蛙皇天心诀。很好，本宫的蛙皇圣体终于可以彻底蜕变。到时候整条终极古路能与本宫交手者，不过无指之数。不过那君逍遥的确远远出乎本宫的预料，不仅能灭杀半步大圣，甚至还能挡住圣主3招。看来谨慎点果然是应该的。你对付不了他的，不仅是你，哪怕加上古弟子或者其他人都不可能。渊，你知道你是不可能动心的。我已经替你得到了蛙皇天心诀，那我要的自由呢？等你成为神女坊继任坊主后就回来吧，本宫还需要你。此外，古弟子的耐心也很有限呢。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啊，对了，还有，古弟子已经派出4小天王了，接下来又有戏可看了。君公子。
10道仙器吗？我怎么感觉还不够？如果没有造化仙晶的话，我想凝练出这宇宙雏形，也要耗费许多时间。是时候离开了。终极古路真正精彩的还在后面。看来这1年多，你们蛇人族发展的不错。这都是多亏了主人，没有主人，就没有我们蛇人族的今天。客气话就不必了，以后你们都是君地庭的人。公子，公子，1年多都没有被你撸了，人家好无聊，好寂寞呀。啊，对了，公子，小姐终于发来消息了，她在暴乱星海那边。还有，天女渊姐姐派人发来消息说，13大道好像有一个秘密据点，被隐藏在暴乱星海当中。知道了，都凑一块儿去了，那倒也方便，一起解决。看来颜如梦也已经觉醒成功了。好强的力量，这是梦幻之道。不愧是天梦迷蝶，传闻成熟期的天梦迷蝶，若是振翅，一颗生命古星的生灵都会陷入梦境当中，无法自拔。怎么，人家太美，看呆了？的确很美。大意了，竟然有种被撩到的感觉。真是一个怪物，怎么修炼都赶不上你。对了，你不是说如果能帮你觉醒血脉，你就会加入君地庭吗？现在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可以啊，不过我要在你身下，不是在你手下做事。可以，只要你能跟得上我的节奏。应该能跟上吧，只要你节奏别太生猛，让人家受不了就好。你们先待在天冥古星，等我走完终极古路，会派人将你们转移到荒天仙域，加入君地庭。多谢主人，主人大恩，我们全体蛇人族永世不忘。按照之前天女渊传来的消息，13大道的据点位于暴乱星海内一处名叫罪恶坑的地方，那里充斥着混乱，是各种盗匪、恶人、魔道修士的聚集地。这次13大道别想从我手中逃出。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堂堂君家神子，竟戴着这样一个拙劣诡异的面具，像小孩子的玩具，这是想扮猪吃老虎吗？13大道的情报能力不弱，加上此地是他们的一个据点老巢，恐怕整个暴乱星海都有他们的探子眼线。如果还像之前那般无所顾忌，怕是刚一进入暴乱星海，13大道就会得到消息，那样就打草惊蛇了。我可不想白来一趟。好了，你也演示一下吧，这么漂亮，太招摇了。虽然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但为什么还是觉得很开心呢？星空盗匪，我不欲惹事，你们却偏要找死，路走窄了呀！天神之矛。随手灭杀圣人强者，这是哪位禁忌天骄？脸上戴着面具，莫非是老一辈强者？若是跟着这位前辈，我们定然可以安然到达巨阙城。前辈且慢。有事？这位公子难道也是因为万族商盟的召集令才前往巨阙城的？万族商盟召集令，什么意思？或许公子不知，其实是前段时间万族商盟夏家的2小姐夏初晴被罪恶坑的第一罪手绑架了。
现在夏家发布了召集令，要征集一批修士，在巨阙城集合，一起征伐罪恶坑。听说愿意加入的都能得到一笔极为丰厚的报酬。我们倒是可以去尝试尝试。好了，我们走吧。诸位，罪恶坑的一群罪徒胆大妄为，竟敢绑架我夏家二小姐，还妄图得到我夏家地兵聚宝盆。我夏家广邀诸位正义之士一起讨伐罪恶坑，每一位参与的兄弟都能得到仙元、仙髓以及各种仙丹、神兵奖励。对了，此外，我夏家大小姐夏冰云暂时在一处地方修炼，无法到来。等之后她若到来，表现好的天骄修士甚至可以得到大小姐的亲身接见，甚至奖励。我一定要亲手救出夏家二小姐，那样的话，绝对能够得到夏家大小姐的接见。哼，就凭你有那个本事吗？如果那么好救的话，夏家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吗？好了，诸位决定要一起出征的，就在此报名。7日之后整装出发。我们走吧，随意找一艘舰船登上。公子，我们也跟着你吧。可以，我们现在就走吧。那是无上大族风族的战舰。多谢风族的道友前来相助，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就更大了。哪里，夏道友客气了，罪恶坑本就是一个毒瘤，早该铲除了。夏冰云这个白富美手中掌控的资源，甚至足以令不朽势力都眼红。若我能得到夏冰云，最少也可拥有1半的资源。到时候我在风族的地位便可超过其他几个道子，得到最大的话语权，最后说不定还能得到风族族长之位。好一位佳人，竟丝毫不输夏冰云。哎呀，如此佳人若死在了罪恶坑，倒也可惜。这位姑娘也是去罪恶坑的吗？不如去我风族战舰上，如何？抱歉，我和夫君是一起行动的。那你们几位就一起吧，我风族战舰倒也宽敞。不必了，公子请回吧，我有些累了。毕竟昨天晚上我家夫君太坏了，让人家一宿都没睡。既然如此，打扰了。好一处花田，却已经被人耕耘播种了。你都是用这种手段打发苍蝇的？要不是你在身边，我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损毁我名誉的方法。那算是你占我便宜了。你，公子，你若喜欢那位人妻，不如让在下去帮忙。本道子是那种贪恋他人娇妻之人吗？再说了，别人耕过的肥田，本道子还不至于接盘。不过可惜啊，如此红颜，最后却要在罪恶坑香消玉殒。不知这一趟去是夏家全军覆没，还是罪恶坑覆灭？第一罪首，现在交出我夏家之人，还可免除祸患。本座要的地兵聚宝盆呢？我看你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不得不说，你们夏家的行为很愚蠢。大哥，无需与他们废话，先灭了他们的舰队，
在等着夏家送上聚宝盆。是。说，那13大盗的据点会在哪里呢？应该就在罪恶坑深处吧。不过以他们谨慎的性格，想必不会参与战争，应该想着要转移了吧。竟然还不慌，是真的有底气吗？道子，真的不用把那女子抓来吗？算了，她既然执意和她丈夫一起死，那就随她吧。唉，香消玉殒，可悲可叹。我也该趁乱去找夏初晴的关押地了。这不可能！我没看错吧？一拳秒杀圣人王级别的基拟太美，那鬼面男子究竟是何方神圣？怪不得有这般红颜佳人相伴，原来真的是一位大佬。难道他真的是老一辈的强者？但是不应该呀。看来还是太招摇了，我们走吧。他们去哪儿了？算了，还是先去找夏初晴要紧。夏初晴应该就是被压在这里。虽然我们要撤离罪恶坑，但这最后一块肥肉可不能丢掉。至于烂摊子，就让第一罪首等人去收拾吧。嘿嘿嘿。这是黑吃黑，不出手吗？你认为这罪恶坑据点会只有他这一位大盗吗？赤炼，血杀，我来了。幼苗，你总算来了，我们收拾一下就离开吧，这罪恶坑不能留。不知为何，我总有一种心神不宁之感。是你想多了吧？或许是因为尹魔道他们陨落在了君家神子手中的关系。我倒是听说古路深处贪狼道他们已经着手准备计划，猎杀那拥有先天道胎的江家神女江圣依。到时候整条终极古路哪位天骄会是老大的对手啊？到时候整条终极古路哪位天骄会是老大的对手啊？你说你们要猎杀江圣依？啊，那面具是？你是谁？怎么会有老大的面具？你说你们要猎杀江圣依？江圣依真是幸福啊！是又怎样？不对，难道你是君逍遥？快走！走得了吗？天神之矛！九天仙域年轻一辈，怎么会有如此妖孽的存在？哪怕是我们异域的年轻诸王，不朽地族后人，也完全不是此人的一合之敌。你要做什么？难道……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吧，还可以给你一个痛快。不可能！非要自己找罪受。原来如此，彼岸组织已经渗透了仙域许久，而彼岸组织背后的势力，乃是仙域不朽地族彼岸一族。看来要对付诛仙道等人，还得深入终极古路。我们先走吧。聚宝盆，夏家小富婆夏冰云，这倒是一块肥肉。要把她带回去吗？怪不得那风族道子如此上心，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夏冰云的资源相助。吓死本小姐了，还以为你们不管我了呢。
我怎么会不管你呢？好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吧。多谢，之后我一定会让姐姐重重奖赏你的。啊，无知的小姑娘啊！道子，是夏家小姐。真的是她，但怎会被她救出来？他们是谁啊？好像不是罪恶坑的那些坏人。你是夏家一起来的风族之人。初晴姑娘，我是风族风啸天，前来救你的，快跟我一起离开吧。不用了，本小姐现在很安全。既然如此，那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大家一起才更安全。不必了，你只会拖慢我的速度。这位兄台，我好歹也是风族道子。什么风族道子？让开吧。总算找到你了，还想跑？不好，是罪恶坑的第5罪手。之前有人通报说这只小肥羊跑了，不过看来你们还是徒劳无功。大圣境，怎么办？走！想跑，给我死！完了，难道本道子要死在这里？放心，这种场面还不至于。那是第5罪手，他找到夏家2小姐了。天哪，那个鬼面男子竟然有勇气和第5罪手对战，那可是一位大圣强者。上！那位圣人究竟是谁？竟然有如此实力？怎么会？他怎么可能？看来这1年多的闭关，他境界虽看似没有提升，但实力要强太多太多了。我们走。这次就先到此为止，这笔账我夏家记下了。竟然在整合势力，彻底灭了你罪恶坑，该死！若无公子之助，我们也不可能如此顺利救出2小姐。就是啊，公子实乃神人也，实力之强，令我等老一辈都是汗颜了。哪里，诸位长老不必如此。初晴啊，这位公子深入罪恶坑救了你，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初晴多谢公子相救。不必如此，举手之劳罢了。人间有不平，我愿平之。公子真是大善人、大英雄，初晴佩服不已。夏家这是想拉拢我？对了，公子，之后我夏家大小姐会去巨阙城，公子此番对我夏家有恩，定然要让我等盛情款待。既然如此，那就却之不恭了。都是因为那鬼面男子。小姐，那罪恶坑敢掳走我妹妹，当真可恨。不过好在被一位英雄给救回来了，冰云倒是要见识一下呢。终于可以见到冰云了。冰云姐，没事就好，下次不让你出门了。冰云姐，都是那位小哥哥救了我。冰云多谢公子救出了舍妹。举手之劳而已，不必。难道那股气息，莫非？公子既然救了舍妹，想要任何报酬都可提出来，我夏家应该可以满足。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客气了，我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公子，你想要冰云身上什么东西呢？
此地不方便，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私聊吧。兄台，有些过了吧？不说其他，光是你戴的这一副面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你的来历。与你何干？是君家神子，竟然真的是他！现在你看到了，满意了？君家神子，我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请神子恕罪。神子，还请饶恕无族道子一命。风族，太虚之风。现在，本神子有资格邀请夏姑娘私聊了吗？冰云惶恐，能和神子促膝长谈是冰云的荣幸，冰云高兴还来不及呢。如果小姐能和神子攀上关系的话，对我夏家而言意义重大。对啊，哪怕做妾都没关系，这可是我夏家一飞冲天的机会，说不定我夏家可借此成为万族商盟第一巨头，掌控整个联盟。冰云，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紧张什么？本神子也不是什么恶魔，怕我会吃了你？第一次见到传闻中的神子，冰云难免紧张。哼，不必。你知道我想要你身上什么东西吗？冰云不知。难道是？本神子要的是你身上的9大天书之一宝书。神子大人是如何知晓的？因为我也是天书掌控者。原来如此。那神子是如何知晓冰云掌控的是9大天书之一的宝书呢？地冰聚宝盆能是随意捡到的吗？果然是瞒不过神子大人。呵呵。那现在本神子想要这珍贵至极的宝书，你会交出来吗？宝书在此。如此珍贵的东西，你就这么交出来了？神子救下舍妹，冰云感激不尽，一卷宝书而已。神子若想要，自然会奉上。哼，看来这卷宝书你应该已经参悟的差不多了吧？不论是什么原因，你的确令本神子意外了。能够为神子尽一点微薄之力，是冰云的荣幸。既然如此，你愿意一直为本神子尽忠吗？冰云当然愿意。你要考虑清楚了，我不只是要你，而是让整个夏家加入我麾下的军地庭。这也就代表着夏家的一切，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归军地庭所有。包括那些资源，还有地兵、聚宝盆。神子大人，这件事不是冰云一人能够决定的。夏姑娘可是觉得本神子太霸道了。冰云岂敢这样想？如果我说我能帮助夏家掌控整个万族商盟呢？什么？你难道就不觉得你的妹妹刚好被罪人坑的人绑架，有些蹊跷吗？有本神子的帮助，你们夏家想掌控整个万族商盟，并不难。我夏家愿意以神子为尊。很好，等我走完终极古路，这件事会找人安排的，你们就耐心等着吧。多谢神子。以后就是自家人了，不必如此。这是……我对待自家人向来不吝啬，你收下吧。请公子为冰云种下奴印。那就不必了。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背叛这种事情，你不会做。对了，你们夏家有没有9天息壤、无根之水、不灭神火、太虚之风这4样东西？这4样东西都非常稀有，我夏家也没有。
不过公子也算幸运，我们没有，但有人有啊。果然，是那风啸天吗？风啸天来自风族，风族应该拥有太虚之风，而石族拥有九天息壤，羽族拥有无根之水，炎族拥有不灭神火。事情简单了，到时候直接让他们进贡就好了。那是自然，哪怕是为了和公子结下一份善缘，他们也会答应的。对了，公子搜集这4样东西，莫非是想修炼世界造化之道？你很聪明，所以呢？公子，之前传出消息，在暴乱星海内域，好似有造化之舟出现。传闻造化之舟乃是古代大能根据神话中的杜氏方舟伪造而成的，其中内藏一个完整的小世界，藏着诸多资源、神兵宝物、不死药等等。对了，你可知道那打造造化之舟的古代强者有什么来历？好像是古代无上仙庭的大能者。无上仙庭？接下来，你们要密切关注造化之舟的动向。是。这下真的麻烦了。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请神子恕罪。神子，还请饶恕无族道子一命。起来吧，你该庆幸你没有过界。多谢神子大人有大量，饶我一命。神子果然是个胸怀山海之人，不过这次的确是啸天顶撞了神子。若神子有什么需要，我们风族定当满足神子。其余人暂且离开吧。是，神子，我等告退。你们风族有太虚之风？若神子需要，我之后就从族中取来。不错。另外，你们风族应该也和石族、羽族、炎族等元素种族有联系吧？的确如此。既然如此，本神子还需要九天息壤、无根之水、不灭神火3样天地奇物。你转达本神子的话，若他们愿意交出部分给我，本神子不会亏待他们。我定当转达，能够帮助到神子是他们的荣幸。多谢神子恕罪，啸天愿意跟在神子身边，做牛做马，鞠躬尽瘁。不必了，你们先退下吧。把我们商议的结果跟你们夏家之人说一下吧。是。那就是风族第一道子风修然，他竟然亲身前来了巨阙城。是石族的道子石红，传闻他天生拥有大地灵体，可汲取大地之力为己用。怎么回事？风修然或许是为了给风啸天找回场子，但石族和君家神子又无仇无怨。神子，4族前来拜见。让他们进来吧。这就是君家神子吗？果然名不虚传。神子，之前我那愚蠢的族弟冒犯了您，还是您大人有大量，放了他一马。过去的事就别说了，东西呢？神子，这是我族的九天息壤。神子，我族的不灭神火种子奉上。神子大人，我族的无根之水在此。很好，你们4族辛苦了。神子客气了。冰云，记得关注造化之舟动向。放心，之后若是有消息，我们会直接前往，到时候直接在造化之舟附近建立传送阵，公子就可以直接过来。那就好。老大，你之前听到消息说这片海域有奇宝出世，是不是真的呀？应该是真的。他奶奶的，搏一次，说不定我们也能飞黄腾达。
那是什么？难道是造化之舟？造化之舟出现的地点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赶过去，之后可以在那边建立传送阵，方便公子过去。可以，事不宜迟，我们准备一下就出发吧。实不相瞒，我们这次前来暴乱星海，除了给神子送东西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造化之舟的机缘。暴乱星海内域本就危险，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出发行动，彼此也好有个照应。这倒不是不可以。那就好。那神子会一起行动吗？公子正在闭关，他的事我无法肯定，不过之后应该会去吧。造化之舟还未开启吗？不过应该也用不了几天了。看来我们来早了，还要等上一段时间。那是神残谷的天骄。我感觉到了一股与我无比契合的气息。你是妖族，本体是什么？与你何干？你或许听过我的名，我叫元残道子，来自神残谷。你的名？没听过。你们呢？我只知晓神残谷出现了一只9变神蚕，的确不曾听闻什么元残道子。没听说没关系，之后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了。现在我只想知道你的本体是什么。再说一遍，与你无关。既然如此，那只能让我亲自探索一下了。这位兄台，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夫婿是谁。什么？他已经有道侣了？没错，我已经有夫婿了。难道你还想纠缠？那不是更好吗？我家夫婿是君家神子君逍遥。什么？君家神子？你在唬我？的确是真的。怎么不说话了？哎，君家神子又如何？我神残谷的9变神蚕会怕他？是太阳神山古兰圣教的诸位太子来了。是太阳神山古兰圣教的诸位太子来了。看来我们没有来晚。造化之舟传闻乃是古代无上仙庭大能者打造出来的，现在看来，无上仙庭好像并没有来人。我知道你们就在这里，月神宫和异族的余孽，别妄想逃走了。怎么回事？难道太阳神山的诸位太子不只是为了造化之舟而来？还想躲着吗？该死！快跑！太阳神山之人果真丧心病狂。哎，他竟然在这里！怎么，你认识他？他是君逍遥的追随者。原来如此。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和太阳神山应该是有恩怨的。没想到你还真敢来造化之舟，不过你们又能躲哪里去呢？乖乖束手就擒。你身为太阴圣体，只配给师弟当修炼炉鼎，别再挣扎了。没错，能得到师弟的灵性，也算是你幸运，说不定你也能修炼成后天混沌体。不过是一群扁毛畜生而已。敬酒不吃，直接镇压他。至于他身边那位异族传人，直接灭了。今日想得到玉婵娟，可能有些困难，不过那男子必死无疑。看来不用我们出手了，但得不到玉婵娟，着实可惜。我们也去。
那我们呢？看来那一男一女都和神子有些许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出手。没错，这是一个和神子拉近距离的机会。你们好大胆！是你，颜如梦。今日就放心吧，没人能动你们。难道公子在暴乱星海？玉婵娟，我的主人就在暴乱星海，我们报仇的机会来了。没错，小姐，你以后也不用再躲躲藏藏了，公子会帮我们撑腰的。你们说的不会是同一个人吧？修炼出来了第11道仙气，世界演变之道所化成的世界仙气，还是需要造化之舟内的世界造化本源，在参悟之后，可以将其本源之力炼化入自身内宇宙中。公子，你姐呢？造化之舟已经出现了，冰云姐他们已经去了，还嘱托我等公子出关后，便带公子去传送阵。好，走吧。他们交给我。那人也太猛了吧，是个狠人。我记得他好像是那位神子的追随者。我要不要出手呢？怎么回事？谁来了？是师弟。这群人，唉，要完了。区区一道法身，也敢在本神子的面前逞凶？是谁给了你这只扁毛畜生自信？是。君逍遥，敢灭本太子的法身，坏本太子的好事。等我彻底炼化了这件准地器，就是你的死期。公子，这就是君家神子的威严吗？即便一语不发，金乌三太子等人也不敢有丝毫妄动。去吧，仇人就在眼前，先收点利息。你们当真要赶尽杀绝吗？我太阳神山是不会罢休的。现在说这些，不觉得可笑吗？你这是做什么？起来吧。没有公子，就没有我一羽的今天。等一羽报了仇，便让剩下的异族人都投靠公子，赞颂公子真名。哈哈，你有心就好。婵娟多谢君公子，若没有君公子，今日怕是危矣。你就是月神宫圣女，倒是百闻不如一见。小姐，公子人可好了，当初也是他救下了小玉。
能够遇到公子，着实是我们主仆的幸运。造化之舟的入口又打开了，进去吧。怎么回事？他不会发现了什么端倪吧？应该没有察觉啊。这次我们耗费如此大的手笔送上的这份礼，希望那君逍遥能承受得起。这里就是造化之舟内的世界吗？能够创造出这等稳定的小世界，应该是准地以上的手笔。不过这天地法则，仍同9天仙域的规则没什么两样。虽然没有走出自己的路，但这些大能者所塑造出的世界，的确是十分成熟。此地的天地法则经过特殊改动，灵气浓郁，适合修士修炼，各种植株也长得更加茂盛。有了这株不死药，我的伤势就能全部恢复，而且更进一步。这里果真是一处机缘之地啊！你们可以分头去寻找机缘，不过记住，遇到任何变动，不要多想，立刻离开造化之舟。想玩吗？那本神子就奉陪到底。如今加入了公子的军地庭，一定要展现出我夏家的价值。不得到那个女人，的确不甘心。算了，还是不要随意出手为妙，等待机会。广木，差不多了吧？君已入瓮，直接催动那件东西吧。能够让我们4人同时出手，也算是给君逍遥很大的面子了。不得大意，古弟子大人设下此局，一定要一举拿下君逍遥。那就镇压他，只留他一口气，然后让古弟子大人击杀，夺得天道王冠。开始吧。君逍遥，给我死来！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既然如此，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手段吧。难道是？只是太古异兽。之前我斩杀的岩蛇大将，只是半步大胜，哪怕是罪恶坑的第5罪首，也是因为其身受创伤。眼下这头大圣境的太古异兽，刚好可以检测我现在的实力。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哼，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天使之矛。如今的我，面对大圣，也不用有丝毫忌惮。终于找到了造化世界本源。终于要出手了吗？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难道造化之舟要关闭了？公子曾说过，若造化之舟内有什么异动，不要犹豫，直接离去。原来如此，以造化之舟内的天地规则来对付我，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
他们是无上仙庭的四小天王，真的是四小天王？他们怎么会来到此地？难道是因为……公子呢？公子怎么没有出来？别着急，他自然有他的想法。他们是无上仙庭的四小天王，方才的一切都是他们做的，难道？恐怕这君逍遥根本不知道，打造造化之舟的无上仙庭大能者来自伏羲仙统。古弟子大人因缘机遇，得到了造化之舟的控制枢纽，将其交给了我们，布下此局，镇压君逍遥。我们一定要圆满完成这个任务。不知现在造化之舟内的情况怎么样了？看看不就知道了。是公子。什么？他竟然连一点伤都没有！什么？他竟然连一点伤都没有！怪不得古弟子大人让我们别大意，这君逍遥倒真是不能以常理推断。那又怎样？君逍遥现在已经是笼中困兽，还怕他逃了不成？加大力度攻击君逍遥，不过别把他杀了，到时候还要留他一口气，交给古弟子大人击杀。难道无上仙庭中有逆君七皇存在？终于让我找到机会了，想救君逍遥是不可能的。元残道子，你会后悔的。看来你们都是疯了，敢对我无上仙庭出手！与公子为敌，是你们做的最愚蠢的事情。这种手段，想舍我君逍遥的命也不够。继续！怪不得我的神蚕宝体会起反应，原来你的本体竟是天梦迷蝶。这最少也是地境规则，打造这造化之舟的是一位大帝。是。就这样都能坚持下来。要是再加强规则之力，不小心把那君逍遥杀了，可就不好了。我们进去吧，有天地规则之力的镇压，那君逍遥翻不出什么浪花。君逍遥，没想到连秩序神炼都无法杀死你，你的确出乎我们的预料了。仙庭的四小天王，本神子还没找上仙庭，你们倒是先找过来了。看来这造化之舟之局是你们给本神子准备的大礼了。哼，错意，不是我们为你设的局，而是古弟子大人为你设的局。古弟子，那位伏羲仙统的传人吗？那位古弟子应该就是逆君七皇之一了。看来你并不傻。古弟子大人身怀无上伏羲圣体，更得到过大帝传承，日后注定要带领无上仙庭重新崛起。而你君逍遥就牺牲一下，让古弟子大人得到天道王冠吧。回去告诉那古弟子，逆天尚有例外，逆吾绝无生机，与我为敌之人皆是死人。回去告诉那古弟子，逆天尚有例外，逆吾绝无生机，与我为敌之人皆是死人。放肆！瓮中之鳖而已，还敢妄言，让我来镇压你！
就这？这不可能！怎么可能？难道你没有受到规则枷锁的压制？我不信，再来！愚蠢！我相信公子的实力。看来君家神子无敌的神话要在今日破灭了。四小天王在禁忌天骄中都是绝顶的存在，每一位都曾斩杀过禁忌天骄，结果现在竟然打不过实力只剩3成的君家神子。死来！一切阴谋算计，在绝对的实力下，只会显得愚蠢又可笑。赤果，快以造化之中规则镇压！君逍遥，死吧！我即是天，天即是我，我所站立之地，便是神魔不侵、万法不堕的无上净土。给我破！怎会？你这是什么力量？别以你那蝼蚁般的思维来揣摩本神子的能力。不可能！这是大地所遗留下来的天地规则，即便残缺了，也不是你一个圣人能够抵挡的。四王猎神，神可不是那么好杀的。走！想走？怎么可能？四小天王，就此灭吧！九劫诛魔雷！仙庭四小天王就这样死了。不仅四人同时出手，更借助了造化之舟天地规则的压制，结果依旧不是君家神子的一合之敌，甚至连让君家神子受伤的能力都没有。从前你跟我说过，有人能打穿整条终极古路，我不信。但是现在看到君家神子，我信了。我就说了，公子是无敌的。诸位，你不是说想镇压老娘吗？一语，你们等人都进来吧。看来那造化之舟的所有机缘都要归君家神子所有了。真羡慕神子的追随者。这造化之舟内灵气充裕，极适合修炼。我要在此闭关，你们也可以在此修炼。另外，我已经得到了造化之舟的枢纽，造化之舟内的所有资源宝物都归我们所有。等闭关之后，我会将造化之舟枢纽给夏冰云。造化之舟之后就由你们夏家先掌控，也方便你们运输物资以及和军地亭来往。公子，造化之舟这等珍贵之物，给我夏家真的可以吗？夏家也是军地亭的一份子，身为地亭之主，这点赏赐算什么？多谢公子。虽说是残缺状态，但毕竟是大地遗留下的规则，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哼，看来以后我要寻找机会，不停吞噬各种能量物质、世界本源等等，加速内宇宙的蜕变进化。公子，怎么了？婵娟只是想和公子道谢，若无公子之助，我可能就……不必如此，哪怕是为了一语，我也会这么做。不论怎样，始终都是公子救了婵娟。可是婵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东西，
若公子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提，婵娟会尽力满足的。岳婵娟，哼，在你眼中，本神子原来是这种人呢？啊，婵娟不敢。其实你说的没错，说对太阴圣体一点都不感兴趣，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若真这么做了，和那金乌石太子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不，这不关公子的事，是婵娟自愿的。哼，现在不谈这些，我倒是的确需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太阴仙晶。原来是这个呀。好了，你也去修炼吧。太阳神山之事，本神子不会置之不理。多谢公子，婵娟告退。在造化之舟内闭关，参悟炼化这团大地遗留下来的造化世界本源。没想到仙庭的传人竟然是逆君七皇之一，莫非老天爷知道君家曾经和仙庭有矛盾？但这是否有些不公平了？仙庭的仙统不止一脉，君家神子却只有一个。到时候若各方仙统传人联合对付君家神子，那哪怕是神子，估计也不好受。现在已经确定，伏羲仙统的古弟子是逆君七皇之一，不知那蛙皇仙统的帝女是否也是另一位？古弟子身为伏羲仙统传人，这手烂棋，简直把我仙庭的脸都丢尽了。不过那古弟子竟是逆君七皇之一，看来连老天爷都认可他。但没关系，这一世仙庭9大仙统的传人都有机会竞逐仙庭少皇之位。我身为擎天仙统传人，岂弱于人？古弟子这回算是栽了一个跟头，不知他会如何应对。还有那位君家神子，也太厉害了吧！真想亲眼见见是个怎样绝代的人物。身为精卫仙统的传人，我魏芊芊也要努力才行。这一步的确走差了，我已经足够看得起君逍遥，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现在恐怕其他仙统的传人都在看本弟子的笑话吧。等本弟子修炼出9道仙气，到达9之极数，就会让所有人明白，一个君逍遥在本弟子面前不过蝼蚁罢了。对了，给凌渊传讯。古弟子，恭喜你，在古路彻底扬名了。渊，你说话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留情面啊。别用那种亲密的词来称呼本宫，别忘了，你我也是仙庭少皇之位的竞争对手。看来对于我的失败，你并不意外。哼，那君逍遥之前就能斩杀半步大圣，更能扛住圣主3招，光靠那4个废物，即便有造化之舟镇压，也难以成功。凌渊，你也知道那君逍遥不好对付，本弟子早就提议，伏羲仙统与蛙皇仙统联合在一起，你我联姻。不必多言，此事之前不是已经做下决断了吗？本宫会将天女渊嫁给你。凌渊，你应该知道，你我的结合是伏羲仙统和蛙皇仙统共同的意志。到时候我们2大仙统联合，足可压过其他仙统，重组仙庭，共同成为掌权仙统。对啊，所以本宫才退让一步，让天女渊嫁给你。不然的话，你以为本宫舍得把她交给你吗？好吧，待本弟子修炼成功，便迎娶天女渊。那天女渊好歹也拥有部分蛙皇圣体之力，若被我的伏羲圣体吸收，必将助我成功。到时候，凌渊，本弟子一定会征服你。
逍遥堂弟如今闹出的动静可不小，我这个做堂哥的可不能弱于人后。先庭9大仙统虽然都有禁忌传人，但我君家也非只有逍遥一人而已。诸位，这株大道灵根对圣医有大用处，各位抱歉了。哈哈哈！哪里，不过区一株大道灵根而已，给圣医仙子就是了。没错，谁敢跟江家神女抢，老子打爆他的狗头！多谢诸位了。跟了一路，总算忍不住动手了吗？怎么会？是谁对江家神女出手啊？给我束手就擒！你们是古路13大道？只要老大能够炼化你的先天道胎，之后再镇压君逍遥，将他的荒古圣体吞噬，到时候谁人是我们老大的对手？敢算计逍遥，你们罪无可赦！是因为君家神子吗？怎么可能？你还藏拙了！大道囚龙，斩道之刃。老大不会放过你的！江家神女对先天道胎的运用，简直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之前还有人说江圣一只是君家神子身边的花瓶，现在看来大错特错。我觉得江家神女都足够跟仙庭帝女等人媲美了。这株大道灵根炼化后，我的先天道胎之力将进一步加强。师尊，你怎么出来了？君逍遥是谁啊？为什么你听了之后反应这么大？是我的，不会是你家男人吧？师尊，你这话说的，他是徒儿心中最重要的人，所以徒儿要变得更强，才能走到他身边，不让他一人孤独。我要继续前往终极古路深处，你们怎么打算？我还是独自去历练吧。跟在你身边，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看风景。可以，随你心意。我想先留在造化之舟内修炼，我还要主掌造化之舟的事宜，就不拖累公子了。诸位，古路尽头再会。哼，连一点不舍都没有。公子还有要事呢，我们岂能拖累他？什么？君家神子来了？他可是荒古圣体啊！来此难道是为了……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荒古圣殿签到。新的签到地吗？先去那座古城看下，打探一下情况。是执法者大人。拓跋战见过神子。你是？神子有所不知，在久远之前，我曾有幸得到过君家六祖君太玄的一丝指点。可以说，没有六祖的一丝指点，我绝不可能成就至尊之位。原来如此。神子，不介意的话，让我来宴请一番，接风洗尘。多谢了。估计也只有君家神子会得到执法者大人这般恭谨的对待。是啊，不过神子这次来，怕是带着目的。哎，你们说，莫非是那位霸王？前辈，您应当知晓，我来此70关，可不只是路过而已。我明白，是因为霸姓苍家吧？看来前辈知晓我来此的目的。那是自然，神子身怀荒古圣体，和苍天霸体乃是宿敌，怎么可能不会来此？那前辈可否知晓，
为何现在霸星与荒星会是这种情况？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只是听闻过，曾有一尊实力强绝的荒古圣体在此被苍天霸体所击杀，血染星空。竟然有这种事情！那尊古代荒古圣体共残造化，听闻貌似打破过极限，虽未彻底斩断10道枷锁，但也打破了7道枷锁，极为强大。按理说，他即便打不过霸体，应当也不会被击杀才是。不过这已经是个谜了，现在无人知晓原因。前辈可听说过荒古圣殿？那是荒古圣体的一处祖地，就在荒星上。多谢前辈宴请了，君某还有要事，就不打扰了。身子去吧，有什么事情我会注意的。多谢了。这其中一定藏着什么隐秘。这里也太贫瘠了，灵气稀薄，大道法则破碎不全，根本难以修炼。哥哥，你们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宁晨，这是我妹妹宁轩。小哥哥是仙人吗？呵呵，这个年轻人是谁？竟然敢出手！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过他既然能挡下苍家强者一招，应该也是修行者吧？你是何人？敢管我苍家的闲事？你们来自哪里？我们来自大荒村。该死，你没听到吗？我走。你的实力，死！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大修行者，来历非凡呢。太恐怖了，难道是传说中的无敌圣人？哈，能带我去你们村子看看吗？好的。走吧。我的乖乖，这究竟是何方神圣？连大荒村都敢去，他是真不怕苍家吗？嗨，谁知道呢？苍家的道神境强者竟然抵不住这青年人一拂袖，他最少也应该是准圣吧？我有预感，接下来黄星和霸星怕是不会平静了。苍家死了几位族人，也绝不可能罢休。爷爷，他是谁？爷爷，是这位大哥哥救了我们。你是修行者，多谢公子仗义相救。不过我们大荒村拿不出什么可以报答公子的。没关系，公子，苍家并不好惹，趁现在他们还没发觉，公子先离去吧。我若离去，那苍家会拿你们泄愤吧？老人家，我是来此寻找答案的。公子是？那气息是天命之人来了吗？那气息难道是荒古圣殿出变故了？不可能，荒古圣殿的那位不过是在等死而已。难道是他来了？终于来了吗？无需主人出手，我苍渊便可盖压荒古圣体。这股气息是荒古圣体，我族世风之主。老人家可以把话说清楚。说实话，居某真是一头雾水。是和大叔叔一样的人。大人，是小老儿唐突了。老人家不必如此，我只想知道一些真相。大人，真的是荒古圣体。果然，大人终于来到荒星了。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荒古圣殿如此鼎盛，为何如今在仙域默默无闻，
甚至连荒形都变成了这般模样。哎，大人也是荒古圣体，应该也知晓禁锢天地法则巨变，天降10道枷锁，限制荒古圣体。不但是荒古圣体，连我们守殿人一脉也因为体内含有荒古圣体血脉的原因，实力遭到了极大的限制。当然，即便如此，荒古圣殿也不可能直接就没落下去，都是因为曾经的古代霸体。想必大人来荒星的时候也听到过，曾有一尊无敌的荒古圣体在这片星域被苍天霸体击杀。没错，莫非这其中还有隐情？那是当然，荒古圣体是无敌的一脉，即便受到天地枷锁限制，也不至于被苍天霸体击杀。那是因为那位荒古圣体是曾经荒古圣殿的一代殿主，实力强绝。他为了守护仙域，曾和异域的3尊不朽之王大战，灭杀了其中1位不朽之王，还重创了另外2位不朽之王。当然，那位大人虽然强大，但也付出了极大代价，从异域重创归来。而最可恨的是，那一纪元的苍天霸体阴险无比，竟然趁此机会挑衅，要与圣体一决雌雄。那位大人本可不应战，但那样就会有损圣体威名，加上身为圣体的骄傲，让他不能忍受退缩。现在传说变成这样，应该少不了苍家的推波助澜吧？哼，没错，苍家是苍天霸体一脉的追随者后裔，本就和我们守殿人一脉不对路。他们篡改历史，抹去圣体功绩，让一切荣光都归功在了苍天霸体上。苍天霸体，等着吧，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可是一个不讲武德的荒古圣体。大人，抱歉，让您了解到了这些沉重的历史。老人家不必顾忌，这本来就是君某想要了解的真相。对了，老人家，你应该知晓荒古圣殿的所在地吧？当然可以，不过大人杀了苍家的人，若是苍家找上门来……苍家很强吗？苍家可是有传说中的至尊强者坐镇，曾经我守殿人一脉也有，不过现在……唉，没关系，区苍家而已，若敢来，就灭了他。老人家，请带路吧。荒古圣殿的那位大人已经为我们大荒村付出了太多太多，希望大人有能力能帮一帮。老人家放心，同为圣体一脉，君某自不会坐视不理。这荒古圣殿内还有一位荒古圣体吗？是的，那位大人就在正中央的主殿之中。大人，新的圣体终于来了。进来吧，已经等你许久了。看来前辈很照顾这对兄妹，甚至不惜将自身所剩不多的圣体精血都赐予他们。我是想，哪一天即使我陨落了，也能为圣体一脉留下一点星火。这一对孩子天生骨骼精奇，体内圣血比其他守殿人一脉的后裔都要多，他们是星火，在日后足以燎原。这几滴圣体精血也是前辈的吧？我是荒古圣殿最后一位殿主，也是末代圣体。我天资有限，仅打破了5道枷锁，
最多也只能修炼到圣主境，再无法寸进。我已经愧对仙人了，不想再连累誓死追随圣体一脉的守殿人一脉。我原本想战死，但某一刻我看到了那一对兄妹，好像看到了希望的星火。我要活下来，哪怕受尽屈辱，也要守护那一个村子，将星火延续下去。不知前辈尊姓大名？我名武护。武护前辈，既然我来了，那就不允许一切悲剧发生。荒古圣殿还有守殿人一脉，不会就此没落。还不知小兄弟姓名？在下君逍遥。君逍遥，姓君？难道莫非是那个君？没错，在下来自荒古君家。这怎么可能？在你的血脉气息中，没有任何被压制的感觉。难道？在下是打破了10道枷锁的完整荒古圣体。好，多少年了，我圣体一脉终于出了一个为你上苍，打破天地禁锢的存在。太好了，没想到在荒古纪元过后，我圣体一脉还能再出一位完整圣体。有你在，哪怕我现在死去也无憾了。前辈何必这样说？有我在，绝不会让前辈出什么意外。对了，我荒古圣殿仙人还留有一些东西，说是要留给圣体一脉的天命之人，随我来。这东西是？这就是那位对付3大不朽之王的先辈殿主。这是历代圣殿殿主和圣体所留下的圣体精血。这是真龙不死药。将一滴血滴在其中，若天命之人真的是你，圣殿秘地将会打开。果真没错，这些应该都是历代殿主和其他圣体所遗留下来的修炼手札。为了圣体一脉再度崛起，历代殿主和圣体真是煞费苦心。君逍遥，这些都是你的了。你是禁锢时代唯一打破了10道枷锁的圣体，你就是我圣体一脉的希望。武护前辈，这里的机缘你也可以使用。不用，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你是打破了10道枷锁的完整圣体，日后注定会成为真正无缺的大成圣体。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现在修为还不够高，圣体精血也不够凝练，等我修炼突破一番后再做打算。在你来荒古圣殿之前，已经释放过一次气息了吧？接下来恐怕会惊动苍家。不过放心，你只管修炼，而且以你君家的背景，他们苍家也会忌惮一二。我一定会让苍家付出代价。我一定会让苍家付出代价。放心，这段时间我来为你护法。我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守殿人一脉，照顾好那一对兄妹。这些都是历代在血池中滴落圣体精血的前辈们。圣体一脉，不信天，不信地，以双掌撑开天穹，以双足踏碎大地。等这次修炼后，我的实力会达到何种程度呢？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荒古圣殿，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准地兵大荒戟。
荒古圣殿，没落的圣体一族，难道还能翻得出什么浪花来吗？之前留你们一条残命，是为了让我藏家儿郎知晓你们圣体一脉究竟有多卑微。不过现在无所谓了。至尊强者不得随意插手干扰古路之争。执法者，不愧是神子啊，竟然真的能够得到那位圣体的认可。我也很好奇，接下来神子能达到哪一步？我觉得最少也打破了3、4道枷锁，不止吧？君家神子修炼到现在都没有丝毫瓶颈。最少也应该打破了5道枷锁才是，也就只有君家才能从小给君家神子堆资源，助其突破。圣体与霸体之争倒是令人好奇，不过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帝女大人这么关注一个男子呢。如英也想看看这位名传古路、与天博弈的奇男子究竟有着何等绝代风姿。君逍遥，我圣教8门圣子。有4位因你而死，你是真有3头6臂吗？君逍遥，多年不见，不知现在的你走到哪一步了，倒是令青音好奇。我教的那位逆天传人，实力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仙气也快修炼到了9职级数。你们2人若碰上，不知会是怎样的光景。金逍遥和江圣一倒还真是一对儿，把我13大盗都杀得差不多了。贪狼和破军那2个家伙派我来打探君逍遥的情况，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怎么回事？为什么霸星苍家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莫非是几个月之前宇宙深处传来的至尊波动有关？诸位长老，我们为何不前往黄星，直接将大荒村连同荒古圣殿一起灭了？老祖曾出手过，但却被古路的执法者阻止了。那位执法者怕是同那君家神子关系匪浅。那又如何？既然如此，那就不让老祖等顶级强者出手，我们出手，难道那执法者也会阻止吗？哎，你们看，霸星那边有动静了。那是苍家的禁忌天骄苍渊，听闻是那位霸体的追随者，实力强绝。还有苍家的一些圣人王和大圣境长老，这是要去对付君家神子吗？我怎么感觉像是要去灭族啊？有意思，去看看。终于要再见到你了，不知道你是否还如从前那般，能轻易创造不可能的奇迹。以神子的能耐，应该能对付吧？不行的话，我再介入。终于来了吗？比我想象中的要晚了几个月。武护大人，难道是他们来了？无碍，我不会让你们还有君逍遥出任何事情的。我是圣体一脉的耻辱，如今就让我散发最后一点光和热吧。败者，那君逍遥在何处？呵呵，不过是先被霸体的手下败将，阶下囚而已，也敢摆出这种态度。今日我不会再有任何隐忍，退或者战。你倒是硬气起来了，
就不怕我们屠戮这些大荒村民吗？半蛇，你现在让开，让我等进入荒古圣殿内查探，我苍家还可饶你们一条狗命。踏过此线者，死！踏过此线者，死！大胆！一介败者也敢如此威胁，给我射！荒古斩天诀！救命啊！该死！这圣体倒真是邪门，之前都取了那么多圣体精血了，现在竟然还这么生龙活虎。没关系，困兽之斗而已。别忘了，我们还带来了那个东西。君家神子怎么不在？有他在的话，局面也不至于如此。难道是怂了？这不可能！君家神子的霸气众所周知，他还不至于怕一个苍家。那现在他怎么不下？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吧。没必要拖延了，用那招吧。呜呼大人，射！给我跪下！都给我上！今日就是圣体的末路。圣体一脉还真都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切都冲我来！你真这么倔吗？如果现在臣服，还可饶你一命。我命硬，绝不来弯腰。该死！给我震！斩天诀！怎么可能？喂！他已经压榨了极限，到了生命尽头，一起上！我算是明白，为何圣体一脉即便受到天地禁锢，也未断绝传承。人定有时能胜天。荒古圣殿曾经鼎盛时期，也让我先庭忌惮，没想到如今却是这般境况。无意而已，小至极。给我杀！进仙第四，进空间。这声音是他。进仙第四幅，进空间。不对，快退！这是特殊的空间封禁规则。这种空间手段，难道是一位圣尊驾临了？这声音是他。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一位大帝出关了？是哪一位远古闭关的大帝出关了吗？怎么会这样？听声音是他，但他绝不可能拥有地道气息。什么？大帝？怎么可能？荒古圣殿怎么可能有大帝存在？请大帝恕罪，我等不知大帝在此。今日除了你们的命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消你们的罪。是你，君逍遥啊？不对，你的气息，大圣境，怎么可能？大圣境？怎么会？大圣境？君公子，你可是给了青衣一个好大的惊喜啊！
大圣境，我的乖乖，好在没有出手，看来要重新计划一番了。我操，竟然是君家神子啊！他的修为还达到了大圣境，明明是年轻一辈，修为境界却已经赶上了老一辈强者。君逍遥，有种放开我！无需霸王出手，我和你一战！是。怎么可能？年轻一代怎会有如此妖孽？君家神子，你真要和我苍家结怨？现在你若离去，老夫可以不计较之前的恩怨。你们在斩杀大荒村民时，也可曾想过自己会有这般绝望的时刻？君逍遥，休要放肆！就这？老六，该死！霸血无敌！阴阳生死图！君家婶子，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还可以商量。吾等永远追随大人，至死不渝。圣体一脉有你，实乃幸事。今日，本神子宣告，荒古圣殿与守殿人一脉将再度崛起于仙域，无人可阻。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接下来一切都可安心交给你。五户前辈，你可不能卸任，你还要亲眼看到霸体一脉的惨败。能坚持到现在，我已经知足了，也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我君逍遥虽然得到了荒古圣殿历代仙人的传承，自然也要为荒古圣殿尽一份力。君逍遥，不可！大人，您这是……这些精血赐予你们，自己的仇还是自己亲手报最痛快。可你不必为我担心，难道五户前辈忘了那一池子圣体精血了？神与魔，君公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亦或者两者都有？之前我认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位男子配得上我家帝女大人，即便是那古弟子也不行。但现在看到这位传闻中的君家神子，我竟然会觉得他和帝女大人很般配。唉，可惜仙庭与君家注定难有和睦的关系。等你们炼化完毕后，我们便杀回霸星苍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大人说的没错，我们守殿人一脉的屈辱，要由我们亲自来洗刷。跟随大人，踏霸星，灭苍家，还能有效吗？前辈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盛雨一等人死得不远，怕是盛天一等人对上他也是够呛。是青衣仙子，她竟然主动去和君家神子搭话了。他们都是黄天仙与天骄，听闻之前是认识的。不过现在青衣仙子可是人仙教那位神秘传人的辅助者，这样接近君家神子会不会不太好？这算什么？换做我是青衣仙子，看到如君家神子这般优秀的男子，也会忍不住上前攀关系的。君公子，许久未见了，没想到再次碰面就看到了你这般英姿。久见了。
君公子莫非是怪青衣之前没有出手相助吗？那倒不至于，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那怎么感觉许久不见，君公子态度有些疏远？是青衣哪里让君公子讨厌了？那倒不是，只是本神子有一个疑问。哼，你是敌是友？君公子此话可是令青衣有些伤心了。之前我的追随者燕青影灭杀了那位人仙教传人的追随者，而你又是那位神秘传人的辅助者，你说我该不该问你这句话？我的确是那位传人的辅助者，但并不代表我不能和君公子做朋友啊。朋友？又或者，君公子有本事能说服青衣，将青衣拉到你这边来。你可以向那位转告，他不主动招惹我，我也懒得追究他。但如果他不识相，那么人仙教可以开始培养下一位传人了。我会转告的。千秋无绝色，月末是佳人。君公子也是用这样的甜言蜜语让江圣一对你至死不渝的吗？本神子是那样的人吗？苍牙老祖，你这是要去哪儿？原来是执法者。我苍家万人陨落，此事难道还闹得不大吗？之前说过，古路规矩不得破坏。你们苍家派大圣境长老出手，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现在连你这位至尊老祖都亲自出手，未免有些过了吧？回去吧。老夫不找君逍遥，去找那位荒古圣殿的圣体也不行。不论如何，到时候君家神子也一定会卷入其中，你们一样是犯规。你这是在假公济私！苍牙老祖，你敢出口污蔑执法者，休怪我叫其他执法者一起来镇压你。好好，听说那君逍遥会踏上霸星，来我苍家讨公道，老夫倒要看看他怎么讨这个公道。之前我这样做，单纯是为了能和君家搭上关系，想成为君家门人。不过现在，在看到神子的天赋后，哪怕只是为了教好神子，也是绝对值得这样做的。那拓跋战还是很尽职尽责的嘛。看来君公子背后还有高人相助。没什么，不过是一位和我君家仙人有关系的执法者罢了。道神境，多谢大人恩赐。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没什么，这只是起点而已，你们的未来无可限量。这是怎么回事？整颗荒星都在颤动，是那位圣体，他要突破了吗？那是天道枷锁。天降枷锁又如何？不减我辈骄狂气！这是要突破到准至尊境了。听闻真正的至尊劫会有许多古时强者浮现，与当世渡劫者一战。眼下虽是准至尊劫，却也恐怖至极啊！太可怕了！我也不是没有见过准至尊强者，但这气息简直和那些准至尊不在一个层级上。废话，这可是一尊圣体，如果和普通准至尊一样，那还叫荒古圣体吗？五虎前辈，
恭喜了，君逍遥，多谢你了。前辈何必客气呢？我也得到了荒古圣殿的传承，自然要尽一份心力。对了，我听闻你背后除了君家外，好像还有一个军地町，那是你自己建立的势力。没错。不知我可有这个荣幸加入军地町？当然，欢迎之至。大人，还有我们也要加入。好，你们都可以加入。这件事之后我会计划。不过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事情没做？我等这天也等得太久了，是时候了。五户前辈，你如今虽然突破到了准至尊境，但那苍家除了苍家至尊老祖外，还有2位准至尊老祖。在我圣体一脉没落后，荒星也是随之衰落，反倒是霸星吸收荒星灵气越发强盛。我圣体一脉连天道都无法压制，何况区区一颗霸星？怎么办？如今要向我苍家发难的可是那位君家神子啊！君家随随便便派出一位强者，就足以覆灭我苍家，这怎么比啊？怕什么？听说霸王大人要来了，到时候什么神子都得靠边站。什么？太好了！只要我们苍家能撑下来就够了。没错，霸体祖堂是不会放弃我们苍家的。天神之矛。别过来！恶魔，他是恶魔！放肆！看来今日黄泉路会有点拥挤。君逍遥，我要仗着你的身份背景胡来，现在退去还有余地。必死之人何必废话？五户前辈，动手吧！尔等受死！杀！苍家篡改历史，污蔑圣体仙人，荒古圣殿仙人，维护仙域，力战异域3大不朽之王，斩杀1位，重创2位，最后归来，却因霸体算计而败落。儿子今日便以命赎罪。放肆！休要污蔑我霸体仙人！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当年那尊圣体竟然是因此陨落的？君家神子说的话是真的吗？什么？你敢不相信神子大人？神子大人是绝对不会说谎的。为什么神子不会说谎？像神子大人这么帅气的人，怎么可能会说谎啊？君逍遥，你太猖狂了，先将你镇压下来。镇压本神子，您配吗？霸权！诸天生死轮，阴阳生死图。小子，休得猖狂！拓跋战，之前你阻我去荒星，如今他们杀上来，你就不管吗？这是你们苍家的事情，与本执法何干？自己都要下黄泉了，还有心情管其他吗？孰胜孰败，犹未可知。无谓的反抗有何意义？就让你们自己的罪带自己下地狱吧。无谓的反抗有何意义？就让你们自己的罪带自己下地狱吧。真龙困天术！我的乖乖，差点忘了，君家神子除了荒古圣体外，还半生有一块至尊骨。没想到君家神子的至尊骨也已经蜕变到这种程度了。你们灭我苍家，难道就不怕霸体祖堂的报复？
放心，等灭了你苍家后，霸体祖堂也会步你们的后尘。霸王有令，立即停手！哼，我来自霸体祖堂，这是霸王的战书。霸王，什么时候连蝼蚁都敢在本神子面前叫嚣了？天神之矛！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君逍遥，你太过分了！圣体一脉终是我霸体一脉的踏脚石。那位难道就是霸王？哼，刚好，本神子也有话说。霸王，滚来受死！哈哈哈哈！这才是我圣体一脉该有的气魄。是。神子已经不能以年轻一代的眼光来看待他了。君家神子或许会是这个大征之时最快突破到至尊境的年轻妖孽。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在此等霸王来受死。神子是真的不在乎霸体一脉啊？这不是废话吗？君家神子现在的实力，有几人能够被他放在眼中啊？不过那霸王绝对不可小觑，是无上禁忌天骄。那位难道就是霸王？真的是那位霸王？他在赶往古路70关，是因为君家神子吗？我前几天听闻了70关的消息，霸姓苍家被君家神子给灭了。吾霸王向飞来此，今日赐圣体一拜。霸王是那位霸王来了。君逍遥，灭苍家，斩杀我霸体祖堂之人，今日准备好引拜了吗？君逍遥，灭苍家，斩杀我霸体祖堂之人，今日准备好引拜了吗？竟是如此。这世上有2种人死不足惜，一者自寻死路，一者无力求生，而这2者你都占了。哎，是谁给你的自信？这就是3000体质排名前10的圣体与霸体吗？这就是霸体一脉的实力，不过尔尔。不对，你不是寻常的圣体。哦，你看出来了？不，这不可能！自荒古以后，怎么可能还有你这样的存在？打破了10重枷锁的圣体，这绝不可能！我没听错吧？霸王口中说的是打破了10道枷锁的圣体，难怪君家圣子如此妖孽，一具完整的荒古圣体，无妖孽才有鬼了。既然如此，那你准备好受死了吗？没想到竟然让我碰到了一具完整的圣体，如果能够杀了你，我向飞将留名霸体史册。霸体神行。很谦虚地说，杀你如屠狗。九劫诛魔雷。这是圣体诅咒之血，你不是霸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圣体必绝啊！怎么回事？那向飞祭出的乌黑鲜血，竟然对圣体有这般克制作用。我倒是听说，圣体一脉自古就有一种诅咒，十分诡异难缠，甚至大成圣体都不一定能避免，
更别说君家神子了。对了，还有君家神子说的那句“向妃不是霸王”，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可能不是霸王？难道这都是霸体一脉的阴谋？君逍遥，诅咒之血的滋味怎么样？这可是我霸体祖堂从一位被诅咒的古代至尊圣体尸体内取出来的。哼，看来你只是一个可悲的棋子。看来你只是一个可悲的棋子。棋子又如何？现在的你沾染了诅咒之血，圣体的实力会被一步步削弱，而霸王大人会杀了你，扬我霸体一脉的声威。他是无敌的存在。我去，这一代的霸王竟然强到让一位苍天霸体当追随者。原来我们之前都陷入误区了，以为苍天霸体就一定是霸王，殊不知霸体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原来如此，看来霸体祖堂是想牺牲你，以诅咒之血削弱我的力量，好让那一位真正的霸王踩着我上位，踏临巅峰。不得不说，牺牲一位真正的苍天霸体还真是有魄力。既然你已经是弃子，那本神子就好人做到底，送你上路吧。诸天生死轮，阴阳生死图。霸王大人会为我报仇的。看君家神子的样子，似乎早就预料到向妃不是霸王。是啊，君家神子的态度从始至终都很不屑，在他眼中，怕是连霸体都不算什么了。只有真正的霸王才能勉强入他的眼。不过现在君家神子似乎沾染了某种不祥，身体难道会出问题啊？君公子没有大碍吧？怎么，在为人仙教传人打探情报？那倒不是，玩笑而已。君公子，你是真的无碍，还是强装无恙？君逍遥，你怎么样？没事吧？武护前辈不必担心，我们先回荒古圣殿再议。你们说君家神子身体到底有没有事情？看上去怎么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可不一定，你没听那向妃死之前说吗？那可是从古代被诅咒的至尊圣体内取出的诅咒之血，怎么可能一点事儿都没有？那就奇了怪了，莫非君家神子在强装无恙，实则有很大问题？或许吧，不过神子的能耐谁也说不清楚。这次多谢前辈了，君某会记住的。哪里，神子没有大碍就好。没关系，暂时问题不大。君逍遥，你对圣体诅咒有几分了解？并不算太了解，在圣殿留下的典籍中也没有太多的记载。你可曾听过地府？地府？地府被称为黑暗里的仙庭，曾经无上仙庭主宰9天仙域，而地府则执掌万物生死轮回，甚至于如今的万古藏土都和曾经的地府有一些关联。还有这种事？前辈的意思是，地府和我圣体一脉的诅咒有关系？没错，这关乎到一些远古大秘。不过我曾偶尔听过，在终极古路前方有一处名叫黑渊的凶险禁地。黑渊？那里会有关于圣体诅咒的一些蛛丝马迹吗？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黑渊签到。霸体一脉倒是好算计。这是霸体一脉惯用的伎俩啊！我圣体仙人不就是被他们以肮脏手段污蔑的吗？手段再多，与我何用？不过你还是得小心，历来霸王都不是好对付的角色，更何况这一代霸王藏得如此之深，甚至还有这个替身。我明白，我也有点好奇，
那位霸王究竟是什么角色？不论如何，敢算计本神子的人，通常连死都是一种奢侈。是。不错，接下来便是想办法去黑渊，看能不能查到一些线索。如果能找到诅咒之秘，当然最好；找不到的话，镇压在我内宇宙之中，短时间内也无大碍。以寻常眼光推测我，是你们霸体一脉最大的失误。霸王，等着！如果得知我身体出状况，不知会有什么牛鬼蛇神冒出来，想要捡便宜。我可真是太坏了。什么？被我当做沙包用的向飞死掉了？不行，我要去找那圣体算账，把他揍得连他娘都不认识。瑶儿，你又调皮了，说了多少次不准你出去？看来瑶儿你已经能初步掌控黄金古龙的血脉威压了。怕是所有人都想不到，这一代的霸王会诞生在我太虚古龙一族中。龙渊爷爷，为什么不让瑶儿去对付那圣体？他把我的沙包给杀掉了，太可恶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是我太虚古龙一族的希望，不能有什么闪失。那君逍遥太危险了。看来君家神子也算是遇到对手了，那位霸王绝对是一个不世枭雄。你真的决定好要前往黑渊了吗？那是一处极为凶险之地。前辈不必挂心，300守殿人就交给你了。等我走完古路，会统一让军地庭的人和你们交接。公子，你不如小玉了吗？黑渊太过危险，你跟我去不能保证安全。之后玉婵娟若前来了，你就跟着她吧。逍遥大人，我们一定会努力变强的。还有我，我相信你们。那么，再会了。恭送大人。古弟子，你忙着计划和那天女渊结亲，举办联姻盛会，竟然连正事都忘了。你再不动手，休怪我捷足先登了。若能击杀那君逍遥，这一代仙庭少皇之位当属于我。我蚩尤仙统也将成为仙庭的领导仙统。君家神子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观察他的气息，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强盛了。如果有谁想要对付君家神子，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机会。没错，如果真能打败君家神子，那绝对会一举成名，直接起飞。黑渊，在终极古路第90关左右的位置，那是一片常人完全不敢踏足的净土。真正的大征之时来临，这一代踏上古路的天骄都将得到最大的历练。不过我倒是好奇，在终极古路尽头的最终试炼究竟是什么？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本神子再如何不济，也不至于拿这些阿猫阿狗来试探吧。难道君家神子没出事儿？这不一定，万一是君家神子强装的呢？而且也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出手。怎会？看来你不是无名之辈。有人要我来取你的命！天煞之刺！这招式，你是血浮屠的人？你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又是一个拿自己肤浅的眼界衡量本神子实力的蠢人。不可能吧？君家神子竟然真的没有事？太古4大凶阵，听闻是早已失传的阵法，
这手笔倒是不小，现身吧。君逍遥，你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镇定。你是仙庭蚩尤仙统的传人，看来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那你应当知晓，其他人畏惧你的身份，我可不畏惧。你就这么有把握对付本身子？还在装吗？之前的试探，你的确没露出什么马脚，看上去依然强大，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令人怀疑。之前若露出一些弱势，反倒会证明你受伤可能是假装的，因为想要引蛇上钩，所以才故作虚弱。但你偏偏依旧做出一副强势的样子，让人以为你并没有多少大碍，实则你是外强中干，强弩之末。呵呵，有什么可笑的？我在笑你聪明反被聪明误。什么叫无心脑补最为致命？今日算是明白了。结束了。千重灭。你的实力，先祖之影，灭杀诸敌。你的实力，这绝不可能！你没有那个能力对付诅咒之血。一只蝼蚁无法揣摩人的力量，同样，人也无法揣摩神的能力。我算是明白了，古弟子为何迟迟没有动手。这是什么元神法？曲逍遥，你要杀就杀，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不过是想知道一点情报罢了。原来如此，仙庭少皇之争，看来仙庭是想推出一位少皇，来与我争夺这一世气运。天女渊、凌渊，难道莫非那掌控天女渊命运的人，就是蛙皇仙统的仙女凌渊？可是天女渊又为何要嫁给古弟子？天女渊、古弟子、凌渊三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交易？算了，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前往黑渊，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其他。天女渊，你这条鱼儿啊！
这具大圣法身拥有我1/10的实力，不过足够了。不错，以赤烈的身份作为掩盖，就可安然进入盛宴。到时候见机行事。除天女渊外，还可探查一下仙统各方传人的虚实，可谓一举两得。逆军7皇之一古弟子，哼，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我好像听闻那位帝女似乎不愿和古弟子联姻。还有这种事？那凌渊帝女的眼光未免也太高了吧？是啊，连古弟子都不入她的眼，那天下间还有哪一位男子能入她的眼？嘘，到了飞灵星，千万别随便乱说，若是被人听到，传到古弟子耳中，我们小命都要没了。我倒是听闻那位天女渊似乎之前和君家神子有些许交集啊。我怎么突然感觉古弟子有些惨？帝女看不上他，他的联姻对象还和君家神子有些不清不楚的交集。好了，别说了，快到飞灵星了。他们是谁啊？这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蚩尤仙统的年轻天骄。什么？蚩尤仙统？那个魔道仙统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参加那古弟子的联姻啊？就是，我们蚩尤仙统跟伏羲仙统又没有什么好说的。为什么我们要来参加那古弟子的联姻啊？就是，我们蚩尤仙统跟伏羲仙统又没有什么好说的。当初伏羲仙统执掌仙庭的时候，可没少让我们蚩尤仙统的修士去当炮灰。这是赤烈大哥的命令，你们有问题吗？赤龙姐，赤烈大哥为什么要让我们参加古弟子的婚宴啊？对啊，赤烈大人和古弟子关系也不好吧？他们曾经还因为仙统之争起过冲突。这你们就不用管了，赤烈大哥自有他的打算。我相信这次婚宴，赤烈大哥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我们走吧。哟，你们这群醉仆怎么也来了？好像古弟子大人没有邀请你们蚩尤仙统的人吧？你最好注意一下你们的言辞。不过只是事实罢了。我们走。慢着，古弟子大人好像没有邀请你们吧？那你们就是擅自闯入。你们，如果不是因为赤烈大哥，我们才不来参加这婚宴。赤烈是精卫仙统的传人魏芊芊，见过芊芊小姐，也多谢精卫仙统的同僚前来参加古弟子大人的婚宴。不过就是来凑凑热闹而已。你是非要把我们拦阻在这里了？倒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们姿态能卑微一点，特别是你，或许我会让你们进入。怎么回事？好强的气息啊！这是何人？好像是蚩尤仙统的那位神秘传人。什么？难道他就是赤烈？这就是赤烈大哥给我们的惊喜吗？这里就是伏羲仙统的据点驻地。赤烈，古弟子大人好像没邀请你吧？让开！你赤烈大哥牛批！赤烈大哥，莫非是在替我出气不成？蚩尤仙统的那位传人，未免也太刚了吧？不对呀，之前赤烈虽然也和古弟子有冲突，但每次都是古弟子占的上风，赤烈吃瘪。怎么现在赤烈变得这么强势了？这伏羲仙统的底蕴倒也不差。哎，那是，哼。他是谁啊？竟然敢直接靠近那处地方，不怕被剑光斩碎吗？他就是蚩尤仙统的传人赤烈，没想他竟然也来了。方才这位可是下狠手，废了一群伏羲仙统的天骄，猛的一批啊！原来如此，和那位植物系古代大兄有关。
足可同鲲鹏大神通、雷帝大神通等媲美。那赤烈是疯了吗？竟然敢靠近九叶剑草遗骸！他莫非想将草字剑诀参悟出来？这怎么可能？哪怕是古弟子大人，也只是从中参悟出了草字剑诀的零星招式而已啊！那赤烈想参悟草字剑诀，简直痴心妄想。古弟子大人也才参悟出了3、4成而已，他以为他能和古弟子大人媲美吗？算了，就当是个小丑罢了。等古弟子大人出来，他还不是会变成缩头乌龟？赤烈大哥果然是无敌的。赤烈大哥到底是得到了何种机缘，竟然变化这么大？哎，那是赤烈，他的气息怎么变得这么深不可测了？有意思，赤烈这是得到什么机缘了？竟然连我都看不透了。不过这些古遗迹只开放几天，赤烈想在这几日内参悟其中的草字剑诀，也着实有些异想天开了。苍离，你也来了。看来在这段时间内，赤烈得到了不小的机缘。苍离，看来你又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了。有压力才有动力。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有人把压力当成动力吧？还有，怎么感觉你好像压力山大呀？哎，其实也没关系，你应该佛系一点，和我一样。果然，这几日功夫还是太短了。看来赤烈是失败了。啊，吓了我一跳，还真以为赤烈有这么逆天呢。嘿嘿，就是有人如此不自量力。这莫非是完整的草字剑诀？这威力应该没错了。可这怎么可能？才过去几天时间，难道那赤烈之前就曾领悟过草字剑诀？不愧是古代大凶的神通，威力的确不俗，也难怪能和真龙、鲲鹏等神通比肩，更是5大神诀之一。那处古遗迹没有了。怎么，之前不是嘲讽的挺欢吗？现在不说话了？在赤烈大哥面前，你们又算得了什么？哼，等古弟子大人出来，有你们好看。赤烈大哥，赤烈兄，从前怎么没有发现你有如此悟性和实力？对啊对啊，赤烈，你到底得了什么机缘？怎么进步这么大？他这是飘了吗？这怎么可能？那赤烈……你怎么了？苍离，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太恐怖了！赤烈到底得到了什么逆天机缘？哼，不就是领悟了草字剑诀吗？神气什么呀？我也，好像领悟不了。神农仙统的人也来了。魏芊芊、苍离、赤烈，看来这次婚宴只有我们4人来了。不知道凌渊姐姐会不会来？凌渊，没想到我们这些仙统传人中藏得最深的人，竟然是你。帝女大人有事不能前来，特意让如英前来祝贺。如英，听闻你之前在古路70关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君家神子，他究竟长得什么样啊？什么性格？有多厉害？天下滔滔，舍君其谁？陌上公子，举世无双。如英，这16个字说的可有点重啊。没错，举世无双这个词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如英说的
可没有半句虚言。真有那么神？如英，你到底是我们仙庭的人，还是君家的人？这只是如英的真实感受罢了。喂，你不会对那君家神子一见钟情了吧？哪有？不过如英倒是觉得君家神子与帝女大人还挺般配。如英，你这个笑话可有点好笑了。就是，这有点不现实。啊，真是好奇啊！如果那君逍遥能出现在我面前就好了。哎，赤烈，你怎么都不发表意见啊？那君逍遥也算是我们仙庭共同的对手吧？她就是天女渊，也难怪能够入古弟子的眼。是啊，一开始我还认为以天女渊的身份配古弟子是否有些高攀了，现在看来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不过我怎么感觉这天女渊好像并不是太高兴啊？嘘，别说，我倒是听闻这天女渊之前貌似和君家神子有一些交集。还有这种事情，难怪了。那是伏羲圣体异象，伏羲眼八卦。多谢诸位前来参加本弟子的婚宴。啊哈哈哈！哪里，能参加弟子大人的婚宴是我们的荣幸。赤烈，他竟然来了。不过他的气息，他就是古弟子。哎，古弟子，等等。何事？我想再舞一曲。只愿为君长袖善舞。好了，天女渊，继续婚典吧。赤烈，你这是何意？这婚礼，本神子不许。我没看错吧？那位是君家神子。天哪！君家神子竟然来到了伏羲仙统道场，而且还在古弟子的婚宴上。他是因天女渊而来吗？今日难道要上演抢婚的戏码？怎会如此？我以为我们蚩尤仙统将会扬眉吐气，但却是这种结果。他就是君逍遥，好帅啊！哦，难怪我之前的推演会遭来反噬。还以为是赤烈得到了什么大机缘，原来如此。我就说呢，那赤烈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难怪。君逍遥，你胆子还真是大，敢到我伏羲道场来砸场子！天下之大，君某何处去不得？看来你真以为你是君家神子，本弟子就奈何不了你了。你既然穿着赤烈的铠甲，那想必他死了。什么？赤烈真的死了？赤烈真的死了？他的实力可并不弱，击杀了我仙庭仙统的传人，还敢在此现身。君逍遥，你的底气究竟是什么？君公子，你快走！无碍，一群阿猫阿狗而已。今日你就留下来吧。今日，哼，本神子就不奉陪了。君公子何必走得如此匆忙？我们仙庭还没有好好招待你呢。就是，来者是客，何必着急离去啊？君公子何必走得如此匆忙？我们仙庭还没有好好招待你呢。就是，来者是客，何必着急离去啊？震卦，狂怒一击。不愧是伏羲圣体，操控八卦之力，执掌天地造化。怕吗？只要能和君公子在一起，奴家什么都不怕。
如果我能击杀君逍遥，得到天道王冠的加冕，那么仙庭少皇之位将没有丝毫悬念。这就是无上禁忌天骄之间的大战吗？君逍遥呢？他怎么样了？竟然一点事都没有！哎，那是怎么回事啊？君逍遥，这只是你的一具法身。什么？这只是君家神子的一道法身？这怎么可能？君家神子一道法身都可以在几天内随意领悟草字剑诀，现在更是可以抗衡4位仙统传人。什么？真的只是一具法身？君逍遥，你这是在蔑视本弟子！蔑视？抱歉，在本神子眼中，法身前来已经是足够给你们面子了。古弟子，下次见面时，本神子会告诉你何为尊卑之道。哪里跑！乖乖，没想到这次前来参加婚宴，会见到如此精彩的一幕。是啊，君家神子单枪匹马闯入伏羲仙统道场，以一具法身对抗4大仙统传人，最后更是掳走了新娘子。这桥段，哪怕是说书先生也不敢这么夸张吧？唉，真是万万没想到，只是一具法身就有如此实力，他的本尊究竟有多么强大？真是帅得掉渣呀！你到底是哪一边的？如英，我算是明白了，你之前为何会说君逍遥与凌渊姐姐很配，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她可是帝女大人重点观察的对象呢。大人，这婚宴都散了。赤龙姐，我们呢？我们回去吧。我们难道不要为赤烈大哥报仇？唉，有时候我真希望那君逍遥是我们蚩尤仙统的人就好了。古弟子兄，我们也告辞了。其实不必太过介意，我们若一开始就认真动手，那君逍遥法身绝无逃脱的可能。没错，古弟子，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男人的胸襟就应该像绿色草原一样宽广。女人跟别人跑了没关系，只是可惜了，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送不出去了。好了，我们先走吧。一个天女渊而已，本弟子还不至于如此。但这个消息若传到凌渊耳中，未免令他对我的印象再度降低。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一战洗刷耻辱。君逍遥，你的死是心域的意志，你斗不过我，更斗不过天。现在你算是暂时安全了，不过我这具法身是临时凝聚的，你若想得到庇护，可以去荒古圣殿找武护前辈。不用了，君公子，奴家逃得过初一，逃不过15，永远也逃不出凌渊的掌心。无论奴家在哪里，他都能找到我。那你和凌渊到底是什么关系？君公子可曾听过蚌人吗？蚌人？蚌人是一支十分奇特的种族，他们很弱小，但他们却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能够在体内孕育珍珠，所以有很多人豢养和奴役蚌人，待他们体内珍珠成熟后就剖腹取珠。奴家虽不是蚌人，但其实处境也差不多。奴家和那凌渊乃是一体双魂，有时候奴家觉得还不如让我一开始就湮灭于天地间，或者将我的魂魄剥离出来，直接让我灰飞烟灭算了。但是没有，以蛙皇仙统的底蕴为我塑造一副身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奴家却从此要受凌渊的奴役。所以接下来你就成了凌渊的工具人。没错，我所修炼的任何功法神通，凌渊不用学就会。我替他修炼，当他的影子，他想要情报网络，我就去神女方去当花魁。
他探查到蛇人族太恶神庙中可能有女娲和蜜妃传承，就让我前去查探。古弟子想和他联姻，他不愿，但迫于蛙皇仙统和伏羲仙统的压力，他就让我去。蛙皇仙统和伏羲仙统在9大仙统中都算排名前列的，他们也都当过掌权仙统。说是这2大仙统联合在一起，说不定还真能得到其他仙统的附和。不过9大仙统倒也不是完全铁桶一块，比如蚩尤仙统，或许这是一个突破口。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摆脱了吗？君公子是在为奴家担心吗？好开心啊！君公子，奴家不想让你因奴家为难。不论奴家逃到哪里，最后凌渊都会知晓，这是逃不开的。不，或许还有一个办法，镇压凌渊不就行了？怎么，不信？奴家当然是信的呀。不过奴家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君公子能不能答应？什么请求？公子你能陪奴家一段时间吗？哪怕只是法身也行。奴家还想为公子起舞，想和公子看遍万水千山。公子还想看人家穿丝袜吗？希望那一刻能来得慢一点，哪怕慢1日、1个时辰、1刻钟，甚至1个刹那都可以。我只想再多看他一眼。原来如此，一体双破，不知可否借由天女渊反制那凌渊？现在知道赤烈被我杀死后，想必外界也应该明白，我的身体大致是没有出问题的。接下来也钓不到什么大鱼了，直接全速赶往黑渊。哎，那人是？到底是谁？竟敢强闯黑渊，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啊！这是哪位大佬？哼，有趣，真是有趣。本宫现在竟然有点可怜那古弟子了。帝女大人，不过这样看来，那君逍遥应该是没有受到诅咒之血太多的影响，他的实力深不可测。那君逍遥不但拥有实力，更善于算计。赤烈那个蠢货就是上钩的鱼儿。不过天女渊敢违背本宫的意志，如英，你说本宫该不该让他直接消失呢？如英不敢判断，帝女大人想要如何就如何，反正那天女渊也不过是您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你觉得本宫若以天女渊性命为要挟，那君逍遥会受制吗？帝女大人，如英觉得若真如此，天女渊会主动自尽。哼，别忘了，若本宫不愿，那天女渊想死都难。你觉得君逍遥会是什么态度？如英猜不透君逍遥，他在荒星时为了圣体一脉大杀四方，算是很有情义。但他有时候也冷酷的可怕，好似众生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过眼云烟。这样的男子，如英着实猜不透，所以这才是本宫没有贸然行动的原因。猜不透的人才是最危险的。帝女大人接下来要对那君逍遥出手吗？本宫一定会出手，但不是现在。对了，冥王一脉有动作了吗？天明子他貌似前往了黑渊。黑渊吗？听闻那是一处古老绝地，和传说中的地府有关。如果能够得到地府的机缘传承，那本宫登临少皇之位将不会有太大的悬念。本宫要前往黑渊，另外别忘了继续搜集那君逍遥的情报。现在恐怕没有能够探查到君逍遥的踪迹吧，真是难办啊。之前就听说13大道收集各种天赋体质和宝血，现在看来，难道全部被诛仙道炼化了？应该是如此。那股气息虽然很强大，但也有些驳杂。
这怎么可能？怎么有人能够量化这么多的体质和保险？难怪他会对江家神女出手啊！先天道胎可是最顶级的体质之一。如果诛仙道成功吞噬了先天道胎，然后再得到圣体精血，那就是你盯上了逍遥，你和君逍遥都得死。放肆！老大来了，今日结果无悬念。圣医，师尊，这是圣医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谁能想到闻名古路的江家神女，如今竟会这般狼狈？阎王令，死神过境，死！这般残忍的手段和那异域生灵又有何异？难道只能如此了吗？圣医，为师怎会让你陨落在此？敢动我君逍遥的女人，你们是找死！这股波动，难道是他来了？圣医姐，抱歉。玄月老大，哼，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哼，在本神子面前，还想故弄玄虚吗？为什么？他明明是我该诛杀的对象。做错了事，总要付出代价，不是吗？啊，那是乱古大帝的帝兵乱古斧。难道君家神子得到了乱古大帝的传承？不对，虽有帝兵之威，却并非实质，那是一道烙印。虽然只是一道烙印，但也足够恐怖了。这一斧让你们明白，宁愿惹天，莫要惹我。这一斧让你们明白，宁愿惹天，莫要惹我。怎么可能？这神蚕公主竟然被打回了原形！我明白了，传闻神蚕一族在濒死时都会启动防御机制，退回残体。若能向死而生，则有可能继续蜕变。之前这神蚕公主已经蜕变了9次，若继续蜕变下去，难道会成为10变神蚕？原来如此，熔炼万种血脉体质于一身，这条路果然不差。但可惜，今日要断绝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看到君家神子长这么帅，不舍得出手了？此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哥哥，为什么？她明明是我该诛杀的对象。这女人怎么回事？那是五行斗骨之力。还有虚空黄体的波动，那是天幽魔瞳的能力。哼，现在想跑了？本神子想镇压的人，还没有能跑的。逍遥，等等！圣医姐，何事？洛离她进入了生死门。什么？洛离进入了生死门？是被贪狼道等人逼的。逍遥，快去看看，如果洛离真出了什么事儿……圣医姐，你先别急，你难道不相信洛离那个妮子吗？我相信，但是……圣医姐，心急则乱，之后我一定能前往生死门，查探洛离的下落，他不会有事的。有逍遥你在，我就放心了。圣医姐，你太傻了，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不，这是我的选择，从你不告而别，
孤身一人踏上终极古路开始，我就发誓一定要跟随在你身边。怪不得能让圣医心心念念，我家徒儿眼光果然不错，是一位绝世非凡的公子。逍遥见过前辈，看来圣医姐也有自己的姻缘际遇。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差点忘了一件事，前辈，圣医姐，稍等。君逍遥，放开本公主！呵呵，放开你，把圣医姐逼得这么惨，还想得到饶恕？哼！君逍遥，停下！你想怎么样？该怎么样呢？君逍遥，停下！你想怎么样？该怎么样呢？君兄，你的速度可真是快啊！看来我又错过一场好戏了。是羽化王，没想到今日竟然能够见到如此多的顶级妖孽。你手中那只神蚕，难道是一只不乖的小虫子罢了？如果本公主身边不是那个废物妖月空，而是像君逍遥这样的人物，我又怎会败得如此凄惨？惹上君兄，当真是有些凄惨啊。圣医姐，这神蚕公主就由你来决定吧。她就是那位江家神女吗？果然如传闻那般生得极美呢。唉，你这傻丫头，不如暂且放过她这一次吧。不如圣医姐给她种下奴印，一只有潜力继续进化的九变神蚕，倒也有做宠物的资格。君兄想法还真是，清奇啊。接下来只有2个选择：死，或者放开神元限制，让圣医姐种下奴印。我愿意。圣医姐，你的伤……莫要担心了，圣医只要完整的接受了瑶池洗礼，再炼化渡劫仙莲，他的伤势不但会痊愈，天赋和境界都会再次蜕变。那就好，圣医姐，你快去炼化此地机缘，我倒要看看谁敢与你抢。圣医姐，你去吧。无事之人，全都给我滚！逍遥，洛离的事情别忘了。逍遥，下次别再不辞而别了，我怕。明白的，抱歉，圣医姐，下次不会了。好了，逍遥，你去吧，去找洛离。君兄，你可以放心去，我倒是不介意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放心吧，有我们在，不会有人打扰他的。多谢。没想到那诛仙道竟然能够逃走，不过凭借他的力量，也对付不了君逍遥吧。这生死门貌似……哼，有意思。界海的另一边是什么？还有生命禁区。传闻在9天之上的归墟之界，也是自成一方世界，同样不受仙域规则的约束。算了，这些谜题日后自会有答案，还是先探寻洛离的下落。算了，这些谜题日后自会有答案，还是先探寻洛离的下落。那位是君家神子，这就是我们和无上禁忌之间的差距吗？九劫逐魔雷！法力免疫。不错的实力，相当于大圣境。若是再加上其法力免疫的能力，一般大圣
应付起来也很困难。难道这生死门内传承的不是仙域大帝的传承？如果再多击杀几头异兽的话，以我现在的法力免疫之能，统阶大圣想干脆利落的破开，几乎不可能。这些气泡倒更像是从某个完整的小世界脱落分离出来的力量。不过，这倒也是难得的机缘。那是一个残破的世界，这世界之力对我的修炼的确很有帮助。如果能得到传说中的世界的树的话，那么我就完全不用在意修炼资源的事情了。若离，找到你了。果然，这妮子也有属于自己的机缘。逍遥哥哥，终究还是长大了呀，虽然个子还和以前一样。逍遥哥哥，又是在做梦吗？能够在梦中见到逍遥哥哥，人家也知足了呢。毕竟逍遥哥哥还有自己的路要走，洛离也不想掉队。乖，做得不错。逍遥哥哥，说实话，我很讨厌自己，讨厌那个嫉妒的自己。看到逍遥哥哥抱着圣衣姐的时候，明知道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可还是没有办法。之前洛离竟然还想过下药的笨办法，想和逍遥哥哥生米煮成熟饭，现在看来的确很可笑呢。之前洛离竟然还想过下药的笨办法，想和逍遥哥哥生米煮成熟饭，现在看来的确很可笑呢。傻丫头，还没睡醒？这不是梦，逍遥哥哥，真的是你？难道在你面前的是假人吗？逍遥哥哥，别哭了，我这不是来了吗？圣衣姐知道你进入了生死门中，不知道有多担心。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圣衣姐也来了，洛离又让她担心了。无碍，知道你没事就好了。到时候你们可以一聚。是圣衣姐让逍遥哥哥来找我的吗？如果圣衣姐没说的话，依然。我在梦中似乎看到了一些模糊的画面，天地破碎，万物沉沦，还有这个气泡世界，好像叫做元灵界，是属于某位禁忌存在的。那就好，等你蜕变为元灵仙体后，应该能够掌控这个残破的元灵界吧？绝对可以。对了，逍遥哥哥，你若是需要世界之力的话，我可以把元灵界给你的。不，这是属于你的机缘，你就安心炼化吧。我只需要吸收外面那些分离出去的微型气泡世界就够了。快点修炼吧，之后我们要离开，去找圣衣姐。多谢大姐姐帮忙了。这老狮子的破阵倒是令人家很苦恼呢。龙族是哪一脉势力？难道是龙王殿？小妹妹，你是跟随其他人来的吗？不是的，人家是一个人来的。大姐姐，此地的机缘我要了，请你圆润的离开。龙地点？不对，你到底是……你到底是谁？我太虚谷龙族龙瑶儿，也是无敌的霸王。
此地机缘我要了，圣体我也要揍。我太虚谷龙族龙瑶儿也是无敌的霸王，此地机缘我要了，圣体我也要揍。我龙瑶儿公主注定主宰这个大争之势，让圣体在我的脚下颤抖。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妖孽？好无聊啊，离机缘出世还有些时间。果然，那股波动是从这里传出的。哎，那是龙族。刚刚还觉得无聊呢，就有沙包送上门了。才100多个须弥世界之力，就让我的肉身之力再度暴涨。若是彻底练成3000须弥世界，看来还是得找一些天才奇物放入内宇宙中，加速内宇宙的膨胀扩张。若我的内宇宙范围和荒天仙域一样，那几乎是至尊无敌；若内宇宙范围和九天仙域一样，那就是真正的地者无敌；若内宇宙范围超过九天仙域，无所极限，那么我将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看来洛离快要成功了。收。8道仙气，圣人王后期，不错，你已经是一个小高手了。好了，我们先离开此地吧。总算是离开那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了。逍遥哥哥，怎么了？那股气息，龙气，看来又有地级机缘要出世了。不过，莫非是霸王？霸王，哼，我倒要看看你这位不世枭雄究竟有几分真本事。逍遥哥哥，我们去找圣衣姐吗？先不了，我想去见一个更有意思的人。千秋无绝色，愿目是佳人。怎么，老哥心动了？可惜她是君公子的女人，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没有，只是一时感慨罢了。如今的我若与她交手，并没有十足把握。竟然如此优秀，难怪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得到君公子的另眼相待吧。难怪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得到君公子的另眼相待吧。江姑娘且慢，我倒是得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好，公子请说。我羽化神朝的天骄打探到消息，似乎又有一个地级机缘出现，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似乎有和君兄有关系的人被镇压了。竟有此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那处机缘之地看一下，说不定君兄也会前往。有道理，既然如此，我们便前往吧。天魔古域的少主竟然被一拳打爆了，明心剑宗的剑子也被一拳撂倒了，还有金角神蜥族的天骄，这一族肉身无双，掌控力之极境，结果也被一拳打碎了肉身。弱都弱爆了！我那沙包多好呀，那么能扛揍，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弱呀？那小姑娘到底是谁啊？而且她对付敌人都是一拳，没有施展神通法术，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她的来历啊。但她的肉身是真的变态，这么小的躯体里却有那么恐怖的力量，我觉得应该只有君家神子的荒古圣体才能扛住吧。
你们怎么都不上了？一起出手啊！我不介意的。竟然是这一位大帝！哼，等瑶儿得到这个机缘，就去找那圣体算账。这是九指圣龙帝，是羽化王，还有江家仙女。龙吉公主，江圣依，你们是来抢这仙缘的？我警告你们，别惹瑶儿，瑶儿的拳头可不长眼睛。你是龙族？你可知道你镇压的龙和谁有关？是谁都没关系，瑶儿我见一个揍一个。哼！君逍遥。什么？那头龙竟然和君家神子有关？哦，好像是龙吉公主，的确和君家神子有关系，貌似是她的坐骑。那还刚好省了瑶儿的功夫。为何？因为他就是霸王。是君家神子。我没听错吧？君家神子说那小丫头蛋子是霸王。君兄，这……他不仅是霸王，更是太虚古龙一族的无上禁忌天骄。他不仅是霸王，更是太虚古龙一族的无上禁忌天骄。是啊，如此恐怖的肉身，也只有苍天霸体才拥有。没错，而且他还是太虚古龙族天骄，这两大血脉结合在一起，的确能达到肉身极致啊！难怪肉身那么恐怖，面对任何天骄都是一拳头撂倒。超帅的呀！不，我可是霸王，他是圣体，还把我的沙包弄死了，我一定要揍他。但真的好好看啊！这样杀了他太可惜了，要不镇压他当男宠？哦，拿我当男宠？怎么不行吗？我瑶儿身为霸王，注定会把你踩在脚下。但是我不想打伤你那张脸，所以乖乖到本霸王碗里来。你打伤了本神子的坐骑该怎么办？你想怎样？杀了你，如何？你敢？那便试试吧。哇，君逍遥，你已经让瑶儿怒不可遏了，瑶儿一定要镇压你的沙包和男宠！哼！君家神子不会步之前那些天骄的后尘吧？不至于，不至于，你想多了。瑶儿，这是你必经的一战。看来很多的大佬已经注意到这边了。你竟然挡下了！不错的肉身力量，不愧是苍天霸体与太虚古龙血脉的结合。我龙瑶儿才不需要你的点评呢，你别得意。你的肉身怎么这么变态？打破了10重枷锁的圣体这么强大吗？你应该庆幸你是太虚古龙一族的人。竟然敢瞧不起我！龙瑶儿是无敌的霸王，注定将你踩在脚下，霸者无敌！当时霸王被两大势力雪藏至今，没想到一出手就震惊世人啊！总算是出现一个能稍微制住君家神子的人了。竟然让瑶儿出血了！你竟然拿了我的一血！你这个混蛋！你竟然拿了我的一血！
你这个混蛋！还以为这一代的霸王会令本身子提起兴趣，没想到也只是一个天真的熊孩子而已，令人失望。我刚才只是试探而已，接下来才要真正动全力。难道是有肉身仙气又如何？拿出真本事吧！看来你也有自知之明，知道瑶儿我还没有动用真手段。太虚神痕！太虚古龙族的仙精吗？仙精是太虚古龙族的仙精。君家神子施展的是乱古大帝的禁忌法。霸王受伤了，君家神子同样被震退了。不会吧？难道连霸王也无法对付君家神子吗？不对呀，方才那股对抗的恐怖力量，哪怕是大圣，也不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吧？这就离谱！可恶，你这个怪物！太虚古龙一族的恢复能力这么强吗？即便叠加苍天霸体，这恢复能力也太变态了吧！简直先天立于不败之地啊！曲逍遥，你绝望了吗？现在束手就擒，当我的沙包和男宠，还可以少受点苦。是九大神雄霸体的极招啊！这不信了，还制服不了你。已经4大异象了，可惜传闻圣体共有6种异象，而且有2种没有修炼出来。没错，传闻圣体6大异象完全形成后，这就是6道轮回，重推一切底。这下君家神子危险了。诸天生死轮，阴阳生死图。什么？怎会？这下君家神子危险了。怎会？哥哥，你要不去帮帮君公子吧？先别急，君兄再如何也不至于直接陨落吧？难道君兄还藏拙了？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君逍遥，这次你必败无疑，就让本霸王来终结你的无敌传说吧。君逍遥，结束了。已经要结束了吗？圣体的无敌传说就此终结。不对，君家神子不至于如此，他还有底牌没出。不枉霸体祖堂和我太虚古龙族如此培养，瑶儿，你没有让我等失望。君逍遥，本霸王给你个机会，主动乖乖当男宠，瑶儿可以不让你那么狼狈。呵呵，那倒不必。啊，那就没办法了。太虚神痕！怎么可能？圣体的无敌传说就此终结。看来还是本身子小觑了，一具法身还不足以镇压你。怎么会有2个君逍遥？
你脑子秀逗啊！明显和霸王战斗的是法神，也就是说，霸王方才一直都是在与君家神子的法神搏杀战斗。应该是这样。别忘了，君家神子之前也曾以法神大闹古弟子的婚宴。洛离，这就是你口中的惊喜吗？那当然了。怎么样，逍遥哥哥这个惊喜还行吧？这被气哭了。君逍遥，君逍遥，你现在就哭了？哼，那抱歉，还没到真哭的时候。第4封，宁。这你妈！君家神子不仅实力强大，心智更是如鬼神一般，我辈不起啊！是啊，在君家神子面前，感觉龙瑶儿连傻白甜都不是，就是一个智障。霸体一脉这次丢脸丢大了呀！这你妈！君家神子不仅实力强大，心智更是如鬼神一般，我辈不起啊！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吗？霸王心态有点崩啊！也该结束了。不，我龙瑶儿是无敌的霸王，怎么可能会败？那是霸中。不对，虽有地位，却并不是真正的地兵，莫非是地兵烙印？地兵烙印。是乱骨斧。是。小小年纪，别那么中二病，天天想着称王称霸，这怎么可能？哪怕是霸体加上太虚古龙的血脉，恢复力也不可能强到这种程度吧？不，我龙瑶儿是无敌的霸王，怎么可能会败？让本神子当男宠，看来是不可能了。不过你这位霸王倒是挺适合当一条小母狗。够了，君家神子，你这手段有些过了吧？好恐怖的气息，至尊之上，是太虚古龙族的那位太上长老龙渊，大天尊强者。没想到连这等强者都现身了，看来君家神子是不能动霸王了。那也不一定，君家神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他来说连天都不在乎，何况只是一位大天尊啊！大天尊？哼，君逍遥，你身为堂堂君家神子，这羞辱的手段有失你的身份吧？哦，本神子倒是不知哪里过了。龙瑶儿可是口口声声说要镇压本神子当男宠的，这样的话，本神子镇压他当母宠，又有何不可？那你想怎么样？你真敢杀了瑶儿？下一次剑气说不定就会落在他的脖子上，本神子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要再长一个脑袋出来。放肆！你也会有愤怒。当初霸体向飞用诅咒之血对我暗算时，我也很不爽啊。什么暗算啊？人家根本就不知道。看来你并不知情。该死！阿九，果然是你。少主，久违了。那位好像是君家神子的护道人，好漂亮！他可是君家白衣神王君无悔麾下的神王八部众之一啊，生有无双重瞳。能有此等绝世美人当护道人，还是重瞳女，真是羡慕不来啊！小天尊敬，敢对少主无礼，即便你是太虚古龙族天尊又如何？你是那位的人？现在
可以冷静谈谈了吗？龙渊，何必忌惮？太虚古龙一族，加上我霸体祖堂，莫非还怕了君家不成？那是霸体祖堂的人，看来他们是坐不住了呀。是他，霸天诀。圣体一脉什么时候堕落到这种程度了？需要靠阴谋算计来取得胜利。少主死！别以为你是君无悔手下的人，我就不敢动你。我霸体祖堂怕过谁？什么？难道他也是霸体？你错了，霸体和圣体一样，一个纪元才只有那么寥寥几位，怎么可能随便一人都是霸体？一些霸体祖堂的核心强者能够得到浓缩的霸体精血，拥有部分苍天霸体的能力。原来如此。神王八部众之一的重瞳琴女，可惜境界尚差一筹。再敢伤阿九，本神子直接灭了霸王！君家神子住手！尔敢！你看本神子敢不敢？君逍遥，你这是要掀起不朽战吗？这代价你承受得起？少主，你大可试试，看看本神子是否有这个胆子。君家神子，有话好好说，不至于如此。哼，打伤了我君逍遥的人，就是这种态度吗？这股气息好强啊！难道又有大人物现身了？会是谁？难道是君家的强者现身了？这股气息，难道是他？不，他应该不可能来此才对。无上玄尊气息是谁？难道是君家的强者来了，要给太虚古龙一族和霸体一脉一个下马威？你难道是？他是谁啊？果然是他。你难道是？是你，战神蛮，你怎会来此？竟然是他！白衣神王君无悔麾下，神王八部众之一，天行者战神蛮，是父亲的手下。此事我霸体祖堂记住了，不会善罢甘休。污蔑少主，伤我神王八部众之人，还想留命？太好了！敢毁我身躯，接下来该死的是你！现在水变浑浊了，什么臭鱼烂虾都跑出来了。是霸体祖堂霸尊那个小东西，才从混沌道尊突破到一阶准地，就有胆子招惹我君家了吗？君家七祖君太阿，如果是你霸体祖堂的霸祖苏醒，说不定老夫倒还真要忌惮2-3分。但就凭你这个后生仔，时间不多了，我君家这一代的种子叫君逍遥嘛，是个不错的娃娃呢。这绝不是至尊七境能有的力量。准帝，有准帝级别的无上人物在暗中出手，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出手，是君家准帝。果然出手了，就不知是哪位古祖。现在你还能跑吗？不！我的乖乖，霸体祖堂的玄尊说杀就杀，不愧是神王八部众。废话，这可是跟过白衣神王的人物，往
将手下无弱兵，肯定有这胆识啊！这位道友，老夫并未伤人。白衣神王军无悔麾下，神王八部众，战神满，参见少主。前辈请起，这次还要多谢前辈相助。无父无犬子，少主风姿令人折服。战神满，你不是跟随主上在异域边关吗？怎么？此事，前辈，此事之后再谈吧。阿九，少主，今日还好战神满前辈杀了那霸天绝，不然的话，我会很不爽。今日还好战神满前辈杀了那霸天绝，不然的话，我会很不爽。少主成长了，现在也想保护阿九了。我会保护任何我想保护的人，可惜现在还没有阿九你境界高。阿九相信，以少主的天赋，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超越阿九的境界。君家神子，我们是不是该谈一下了？之前本神子想谈，你们却想动手，现在你又想谈了？你是古路执法者，他们怎么现在才现身啊？神子，我们执法者这边也希望神子能暂且饶了霸王一命，毕竟你们都是有资格成为种子的存在。种子？少主，执法者和守关者一脉有点关系。只要能答应本神子的条件，要我放了龙瑶儿也不是不可以。哎呀，神子果然大度，胸怀山河日月。条件很简单，本神子要龙瑶儿所修炼的天书。什么？天书？原来是9大天书之一的生书。难怪霸王的恢复能力那么恐怖，断去四肢都可瞬间重新生长，原来是修炼了生书。可惜修炼了生书又如何？到头来还是惨败在了君家神子手中。君家神子肉身已经堪称无双了，若是再得到生书，那简直……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得到生书！此地没有狗说话的余地。看来是没得谈了。本神子给执法者面子，但你却不给本神子面子。龙元道友，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生书还是落入君家神子手中了，真是如虎添翼啊！是啊，如果君家神子能搜集到其他天书的话，实力会更强。好了，生书也交给你了，可以放人了吧？你在耍本尊？本神子可不是这样的人，若一开始就这样和平交谈，条件的确就只有这一个，我直接就会放人。但你们却不顾本神子交谈的意愿，选择武力出手，还让我的护道人受了伤，这笔账是不是也该算一算？你这是得寸进尺。那你们就当我是在得寸进尺吧。还有什么条件？我听说太虚古龙一族中有一天地至宝，名为生命之泉。我听说太虚古龙一族中有一天地至宝，名为生命之泉。你这是敲诈勒索！哼，注意你对少主的态度。哼，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拒绝。本神子也不过是多了一条狗而已。恶魔，他就是一个恶魔。我需要联系一下族里。可以，不过本神子耐心有限，7天之内给结果。我的个娘哎！君家神子真是逆天了，史无前例的圣体霸铁之战足以载入史册。没错，一具法身可以和霸王缠斗那么久，本尊一出更是强势镇压了霸王。没错，当神子本尊踏空而出时，我感觉自己头皮炸了。君公子也太帅了吧！哥哥，
我是第一次觉得有人把你比下去了。唉，你呀，难怪是一个能与天博弈的存在。都是奴家不好，麻烦主人了。没事，此地九指圣龙帝的机缘倒也不错，你去接受传承吧。不，如此珍贵的机缘，该归主人所有。不必如此，是你的机缘，就是你的。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会拿的。此地九指圣龙帝的机缘倒也不错，你去接受传承吧。7天快到了，也差不多该来了吧。等到了生命之泉，我的实力将会再度蜕变。这一次你不会再出尔反尔了吧？本神子向来胸怀坦荡，宽厚待人，自然不会做出那种事。逍遥哥哥真是虾仁诛心呢！拿去。好了，放人！别再放无意义的狠话了。相信我，你日后若再招惹，我会让你真正明白变成狗是什么滋味。还有，我知道你还有什么身份，所以别再惹我。瑶儿，我们走。君家神子真逆天了，这个大征之事，所有的光辉都落于他身上。神子果真令人大开眼界，不愧是有资格成为种子的人物。种子？埋藏于尘封历史中的天骄，记载于古史之中的无上妖孽，每一个纪元最顶尖的那么一所天骄，被称为种子，就好像是把种子埋进土壤里，等待开花结果的一刻。原来如此，看来将来倒也不会太过无趣。原来如此，看来将来倒也不会太过无趣。当然，我也很期待神子走到古路尽头，参与终极试炼，相信一定会给异域的狗崽子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终极试炼？终极试炼和一位神话帝有关，若神子幸运，说不定能得到传说中的至宝世界树。什么？好了，若神子走到古路尽头，自然会有人接引你前往终极试炼地，那么我就先告辞了。君兄的确是让吾等大开眼界，那就期待在古路尽头和君兄再相会了。哦，对了，君兄可曾知晓，为何在藏地星没有看到无上仙庭诸位仙统传人的身影？莫非羽化道兄知道什么？我倒是的确知道一点，貌似如今仙庭正在举行仙庭少皇之争。原来如此。仙庭少皇的选拔地是在一处叫仙碑林的地方，其中机缘并不比藏地星少。君兄和仙庭传人有些许摩擦，我只是提醒一下君兄，仙庭的水太深了，凌渊、古弟子等人也绝对不可小觑。仙庭少皇大概只会在凌渊和古代弟子两人之间产生，会是谁呢？君公子，云长期待与你再会。再见吗？朋友，多么奢侈啊！逍遥哥哥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也越来越多了。放心吧，逍遥不会是一个沉溺在儿女情长中的人，他将来注定成王。战神蛮前辈，之前阿九说前辈从异域边关而来，不知我的父亲。主上他……前辈请说。主上他的气息消失了。什么？父亲的气息消失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主上并非镇压地关，而是深入异域，一人就是最强的威慑。不过异域似乎有恐怖的道音响起，甚至波及到了边关，大地光辉照耀9天，可能异域有新地诞生了。异域有新地诞生？少主莫要担忧，阿九觉得
主上只是气息消失，倒也并非是真的出了意外。无妨。不愧是少主，这般心性。对呀，少主，且不说主上实力莫测，退一步讲，即便真有什么意外，那也不过是主上的3清分身之一而已。少主，且不说主上实力莫测，退一步讲，即便真有什么意外，那也不过是主上的3清分身之一而已。这个我明白，有劳前辈传递消息了。我此次从边关归来，倒也不单纯是为了给少主传递消息。主上曾说过，什么时候若他消失，那就是异域躁动的开始，接下来可能将会有大波澜，纷乱大事将拉开帷幕。所以我之后要回君家，将一些事情禀告，也好让君家做好应对的措施和计划。那就有劳前辈了。那少主就保重了。对了，少主在闲暇时经常独自眺望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黄州君家。逍遥，你们都别过来，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你们也不必过多担忧，我相信少主。逍遥他太累了，还是太弱呀。怎么，圣衣姐以为我自己一个人躲在这里哭鼻子了吗？我们都很担心你。没事，只是偶尔也想停下脚步休息一下。之后还要上路，前往终极试炼地。说实话，我其实是一条咸鱼，并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英雄。苍生与我有何干？只要我身边的人都安稳幸福就行了。逍遥，并非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在这个大争之世，注定会有人站出来，独断万古，镇压一切敌人。而那个人就是你，逍遥，你注定是英雄。哼，英雄吗？多谢圣衣姐，突然觉得好多了。对了，我之前曾说过，等走完了终极古路，我会给你一个承诺。可是，逍遥，不必多言。我知晓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得知了你父亲的事之后。没关系，让我等10年、100年、1000年、万年都没有关系。只要最后那个人是你就好。圣衣姐，逍遥哥哥，外面有人来找你们。洛离，有什么事？哦，那个，好像是瑶池圣地的人来了。那去看看吧。洛离，圣衣姐，什么都别说了，谢谢你之前关心我的安危，也谢谢你关心逍遥哥哥。逍遥哥哥现在也应该需要像圣衣姐这么温柔的人吧。也谢谢你关心逍遥哥哥，逍遥哥哥现在也应该需要像圣衣姐这么温柔的人吧。不过洛离也不会放手哦，这次就算是扯平了吧。扯平了？啊，洛离，你的心思又骗得过谁呢？洛离，我也不会放手。前辈是大名鼎鼎的君家神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乃瑶池圣地长老。瑶池圣地？其实今日前来是为了他。既然能得到西王母传承，那便是我逍遥圣地的圣女。瑶池圣女？你是老祖宗？好徒儿，秀恩爱都秀到为师脸上了。师尊，圣衣，为师还是建议你前往瑶池圣地一趟。你拥有完整的瑶池仙经，而且还有9窍10胎没有吸收炼化，这些你都可以在瑶池圣地进行。瑶池圣地内也有一口瑶池，方便你来修炼。没错，如果江姑娘答应，我瑶池圣地的一切资源，你都可以调用。圣衣姐，如果有需要，你就去吧。瑶池圣地更适合你修炼发展。
我明白了。那可太好了。喂，逍遥哥哥，看啥了？人都走了。没有，休息了这么久，我也该修炼了。阿九，你可以自由行动，不必一直暗中保护我了。少主，为何？雅九，你的天赋，如果不是一直暗中跟随我，你如今的境界应该不止小天尊境。阿九不介意的。你不介意，但我不能耽误你。好，既然是少主所言，那么阿九自当遵从。等等，一直以来，多谢了。只是拱手道谢吗？阿九，之前你护我平安，之后我护你一世无恙。多谢少主了。逍遥哥哥，渣男！终于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不过这样也好，我也要开始闭关，同时为接下来的计划筹谋了。与天不义，我绝不能输。你们是不是脑子秀逗了？君家神子本尊实力摆在那里，即便法身只有他1/10的力量，也足以碾压许多禁忌人物了。你们一个个本尊都跟弱鸡似的，还想学神子拿法身压人装逼啊？果然，最后的少皇之争还是要在冷渊姐姐和古弟子两人中决出。就是不知他们谁能成为新一任仙庭少皇。那古弟子几番在君逍遥手中吃瘪，没想到最后还是他有机会争夺少皇之位。等到少皇之争尘埃落定，估计我们就要为少皇马首是瞻了吧？凌渊，果然，最终还是只有我们两人走到了这一步。古弟子，不必如此虚伪了，直接出手吧，本宫可不惧你。凌渊，你应该知晓我对你的心意，也知道我不想对你出手，与你争锋。凌渊，你怎么了？本宫现在不想谈感情的事情，直接出手吧，决出最后胜者。凌渊，且慢，我有一个提议。什么意思？我可以将少皇之位让给你。什么？古弟子虽然爱慕凌渊姐姐，但也不至于拱手让出少皇之位吧？古弟子究竟在想什么？古弟子，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想哄本宫开心吗？自然不是，我是真的想把少皇之位让给你，但与此相对，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联手，在终极试炼时灭杀君逍遥，让我得到天道王冠。古弟子真的要把少皇之位拱手让给凌渊姐姐吗？我觉得其中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古弟子的确倾慕凌渊，这算是对他的示好。其二，古弟子也的确恨极了君逍遥，毕竟君逍遥抢婚，让他颜面尽失，成为笑柄。其三，古弟子与其和凌渊争斗，得罪家人，还不如灭杀君逍遥，得到天道王冠，注定正道收获一样不小。怎么样，凌渊，你可同意？杀君逍遥吗？如果君逍遥陨落的话，说不定这种影响就会解除了。凌渊，还不能做下决定吗？我的诚意已经够足了吧？好，本宫答应你了，但别以为是本宫怕你，真要比起来，你难以胜过我。本宫凌渊将成为仙庭史上第一位女性少皇，运转乾坤，操纵天体。9大仙统听吾号令。伏羲仙统，古弟子见过少皇。精卫仙统魏芊芊参见少皇。仓颉仙统仓离见过少皇。刑天仙统刑路见过少皇。神农仙统姚青见过少皇。参见凌渊少皇，参见凌渊少皇。放心，本宫一定会凭借天地宝座烙印，找到真正的仙气。天地宝座。
等真正的天地宝座重现仙域之日，便是我仙庭再度登临无上之时。少皇威武！少皇大人，你应该知晓，现阶段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敌人，也就是君家传人君逍遥。君家野心不死，一直想取代我们无上仙庭的地位。之后若是能铲除君家传人，想必也是对君家的警告。没错，君家神子太嚣张了，完全不把我们仙统传人放在眼中。是啊，蚩尤仙统的痴烈还是被君家神子杀死的。君家神子还杀死了我们仙庭的4小天王。放心，那君逍遥本宫一定会对付。少皇大人，我倒是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绝对可以在终极试炼中彻底绝杀君逍遥。哦，不过这个之后再和少皇大人详说。古弟子在打什么算盘？他真有这个能耐吗？怎么，听你的口气，好像并不想看到君逍遥出事。哪里有，只是觉得这样一位美男子陨落，有点可惜罢了。哎，这看脸的时代。你说什么？那君逍遥在藏地星得到了乱古大帝的传承。不但如此，一具法身都可以和无敌霸王缠斗，最后本尊强势碾压霸王，而且还勒索了太虚古龙一族，得到了一本天书和生命之泉。还有霸体祖堂的一位玄尊，也因君逍遥而陨落，被神王八部众击杀。什么？那君逍遥竟然强到这种地步了？霸王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君逍遥，果然必须得执行计划，单打独斗对付君逍遥胜算不大。凌渊，聊一下吧。所以你的计划是？我觉得先应该要找到逆君七皇的其他几位。你认为自己应付不了，所以决定要联手了？上天既然钦点了七皇，那就代表了一个人是难以打败君逍遥的。能不要把怂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吗？能活着笑到最后的人，才能主宰这个纪元，夺一世天命。逆君七皇虽然彼此不识身份，但冥冥中却会有一种感应，之后可以找机会碰面，然后再在终极试炼地神虚世界布局谋划，灭杀君逍遥，并不难。不对，不仅是因为百世孽缘的关系，还有他。渊，你的舞跳得真是越来越好了。看来如你所愿，你成功了。是的，本宫成功了，成为了仙庭少皇，日后甚至有可能成为仙庭之主。渊，我的妹妹，你不该为我高兴吗？妹妹，哼，你我一体双魂，你从来都只是把我当作多余的存在。塑造新的躯体，也不过是奴役我，利用我，何曾真的将我当成过妹妹？渊，这你可就错了，本宫可是很宠爱你的。是吗？所以让我和那古弟子联姻，本宫也很不舍，只是迫于仙统的压力，无奈之举罢了。谁知古弟子那个废物，竟然还无法保住你，让你被君逍遥抢走了。是啊，那可是我唯一的宝贵记忆，只有君公子真心对待过我，前来抢婚将我带走。怎么，气愤了吗？我和君公子的珍贵回忆，是你无法夺走的。渊，你不必激怒本宫，之后本宫会带你去见君逍遥。什么？不过是带你去见证君逍遥的陨灭，他将陨落在终极试炼地神虚世界当中。不可能！君公子同辈无敌，你们是不可能成功的。是吗？如果逆君七皇一起出手呢？放心，等君逍遥陨落，你心中的执念就可斩除，你依然是属于本宫的。你们不会成功的，君公子是个能创造奇迹的人。那便拭目以待吧。
君公子，渊想你了。神灵不灭术，不错，此术不仅能恢复肉身，甚至元神损伤了也可恢复。再叠加专属元神的乱骨地符，别说至尊之下了，便是至尊，又能杀我几次？终极古路也快到尽头了，想必逆君、七皇等人也有些按耐不住了，说不定现在就在谋划，该如何在终极试炼中彻底灭杀我，得到天道奖励。哼，不过可惜，你们的格局还是太小了。待我将生命之泉炼化至内宇宙中，想必实力境界也会再度拔高一层。到时候在终极试炼地把那些碍眼的家伙都杀了吧。诸位长老，那太阴圣体在何处？推上来吧。推上来。太子殿下，人到了。人呢？堂里面呢。你们确定不是在逗我？太子殿下，太阴圣体实在是太稀缺了，这还是我们太阳神山好不容易从一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放心，我们检查过了，这具太阴圣体以玄冰棺封存，形体保持完好，没有腐烂，至少还能用。几位长老，你们是在开玩笑吗？这是尸体。太子殿下，虽然只是尸体，但也有机会让您修炼成后天混沌体，其中太阴之力为师啊。那就直接将其中的太阴之力提炼出来。哎呀，不行啊！后天混沌体乃阴阳调和而生，必须得经过程序，不然概率会很低，相当于浪费了。可是，太子殿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连尸体都畏惧，那还有什么资格成为顶尖强者？要不您老上？老夫年事已高，天赋耗尽，不比太子殿下正当青壮，而且还有大仇未报。太子殿下，现在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将来混沌体之威必将盖压整个9天仙域。太子殿下，若是嫌冰冷，可以先加热一下。够了，别说了。9位兄弟的血仇都在我一人身上，我一定要报仇。好，那太子殿下，我等先退下了。不对，这脖子上怎么会有喉结啊？胸也是平的，怎么还多了不该多的东西啊？太子殿下，差不多得了，至少还是个人。对呀，性别不用卡得太死，你就当是修炼工具罢了。太子殿下，想想你9位兄弟的仇，你难道不想报仇，不想手刃君逍遥吗？君逍遥，你一定得死！君逍遥，给我等着！还有玉婵娟这个贱人，等我修炼成后天混沌体，一定要让你们体会和我一样的痛苦。今日之事绝不能传出去。这是当然。不过，太子殿下还真是豁出去了，是个狠人。瑶儿，你确定想好了吗？瑶儿想好了。噬龙洞可不是那么好闯的呀。瑶儿，你可想好了？以你的天赋，即便独自修炼，也能很快成长起来。龙渊爷爷，瑶儿已经决定了。好吧。对了，
霸体祖堂那边又送来了一些浓缩的霸体精血，还有几件骨器。你若能从噬龙洞出来，再交给你。多谢龙渊爷爷，那我去了。哦，对了，瑶儿啊，我还是不建议你去招惹那君逍遥。君逍遥已经成为瑶儿的执念了，若不能酣畅淋漓的再打一场，瑶儿不甘心。季道一，你闭关许久，终是突破9之极限，修炼出了10道真气。青衣，你说以我如今修炼出来的仙气数量，是否可称终极古路第一啊？若无意外的话，当是第一了。那你说现在的我能不能打败君逍遥？你闭关许久，消息不灵通，里面的一些消息你看下吧。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不一定要与他敌对。我承认他的确不俗，但我也并不好惹，该算的账还是要算的。只是我有疑惑，上天钦点我为逆君7皇之一，降下正道地印，却无法融入，这什么意思啊？谁能亲手击杀君逍遥，谁就能够得到天道王冠，这应该不会有假。只是有其他逆君7皇在传讯，之后将找时间碰面。接下来的局面越来越有意思了呢。它只是一睹相似的花，仅此而已。之后神学世界开启，任务完成的差不多的话，就可回归我界了。另外9天仙域这边值得注意的天骄需列一份名单，到时候那些仙域天骄就是我界天骄的猎物。猎物吗？7皇巨兽。早知道就不该让他贸然进入噬龙洞，鲁莽了。我倒是相信瑶儿，他从前虽然贪玩顽劣，但经过这次圣体霸体之战后，他成长了。他内心的不甘会成为他突破的动力。我倒是相信瑶儿，他从前虽然贪玩顽劣，但经过这次圣体霸体之战后，他成长了。他内心的不甘会成为他突破的动力。黄金古龙血脉觉醒了！是瑶儿公主，瑶儿公主从噬龙洞出来了，成功觉醒了黄金古龙血脉。瑶儿，瑶儿，龙渊爷爷，我成功了！哈哈哈哈！好，太好了！瑶儿公主有正帝之姿，将来绝对是我太虚古龙一族的女皇！哈哈哈哈哈！以瑶儿公主现在的实力，若再去对付君逍遥，恐怕她不会好受。君逍遥，龙渊爷爷，我有事，先出去了。等等，这是霸体祖堂给你的东西。瑶儿，别冲动啊！等君逍遥陨落后，就可以真正考虑和凌渊联姻之事了。你确定其余几皇会来吗？绝对会来，因为神虚世界是最佳机会，若错过了，再想杀君逍遥就非常困难了。看你的样子，倒像是胜券在握了。不能说100%吧，把握倒是有些。而且关于7皇的秘密，我也隐约参悟出了一些。上天赐予我们对付君逍遥的武器，也许不只是正道地印。哦，不过也是，你身怀伏羲圣体，对于推演悟道是最为擅长的。可惜啊，凌渊，你我若能联姻，互相炼化对方能量，最后诞生的体质绝不会比混沌体弱。够了，本宫现在不愿谈论这个。你是
龙瑶儿，如今的我今非昔比。很好，你实力越强，我们的把握也就越大。我想再和君逍遥一战，堂堂正正，洗刷耻辱。这种精神值得敬佩，但你有把握吗？或者到时候迎来的是更大的耻辱呢？你这是瞧不起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万一呢。不过无所谓，你想单挑也行，但和我们的计划并不冲突。竟然是他！真没想到会是你，季道一。季某也没想到，逆军七皇中先庭就占了2位，还有一位太虚古龙一族的霸王。季某也没想到，逆军七皇中先庭就占了2位，还有一位太虚古龙一族的霸王。哼，之前在终极古路上一直没听到季兄的传闻，直到现在听闻季兄修炼出了10道仙气，当真是震撼世人。难道那个君逍遥真的强大到需要我们联手吗？总之不可小觑，还是需要未雨绸缪一番。是你，诛仙道，你就是那个专门掠夺他人血脉体质的大盗。混乱的血脉气息，你走的竟然是熔炼万法的路子。你不会也在打我们血脉体质的主意吧？不必如此，既然都是逆军七皇，就代表我们暂时处于同一阵线。现在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不能内乱。看来逆军七皇要以你为首了。那倒不是，季兄可别这么想。法神，这位兄台有些见外了吧？一个密会而已，无所谓。难道有趣？当真有趣！不愧是仙域意志，这招太绝了。君逍遥，你以为你能斗得过天？其实天不过是在耍你，视你为掌中玩物。怎么，顾弟子，你知道我是谁？不知。诸位既已到齐，那么我便将自己从正道敌印中参悟出来的一些秘密告诉诸位。上天赐予我们的武器，并非只是正道敌印而已。那是阵纹，那难道是仙气诛仙剑？七皇相聚，势可诛仙。七皇诛仙阵，好恐怖的气息！看来这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绝杀君逍遥的底牌。没想到其中还有这种玄奥。诸位，收起来吧！好强大的力量！这下我们可安心了。到时候谁能亲手了结君逍遥，就凭运气了。天道王冠注定正道成帝，这个奖励太诱人了。只要君逍遥彻底陨落，百世孽缘和冤的影响都可消除。既已结束，我也该离去了。诸位，那就终极试炼地见了。虽然有这底牌，但我龙瑶儿还是会和君逍遥一战，洗刷耻辱。且慢，何事？你和彼岸组织有关系，是异域的人吧？艮卦，万暂且停手，本弟子没有与你为敌的意思。你是如何知晓的？可不要小看了仙庭的情报网络，你们彼岸组织的渗透，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甚至还知道彼岸组织背后站着的是异域不朽地族彼岸一族。所以呢？放心，你是逆军七皇之一，等于是同一个战线的战友，本弟子自然不会对你做什么，也不会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所以你的目的是？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愉快，
本弟子所求不多，君逍遥对你们异域来说是个大威胁吧？所以本弟子希望你能通知异域，在神虚世界让异域顶尖天骄一起围猎君逍遥。如何？这对你们异域也是有利的事情，而且你上报也是大功一件。到时候到神虚世界，你也可以直接回异域。在此之前，本弟子不会暴露你的身份。你真的很恶心。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自古枭雄有几个手段是干净的？你确定他会通报？那是当然，哪怕我们不点破，他应该也会上报。现在不过是确定而已。你的这一计若是被他传出去……放心，他不会，至少他还在仙域就不会。等在神虚世界利用他祭出七皇诛仙阵后，直接杀了他就行了。古弟子，本帝又重新认识了你一次，你的手段可真是狠毒啊！异域之人利用完就杀，不是很正常？那你好自为之吧。若这样还灭不了君逍遥，那就太可笑了。第一重杀招，七皇联手；第二重杀招，七皇诛仙阵；第三重杀招，异域联合围猎。按理说，这三重杀招就足够灭杀君逍遥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是本弟子亲手杀的。凌渊虽答应本弟子让出天道王冠，但其余5人都是竞争对手，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但本弟子还有第4招，这一招能保证让本弟子彻底亲手杀了君逍遥，得到天道王冠。哪怕是季道一、龙瑶儿等人，都只能给本弟子涂作嫁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这里就是古路尽头的原始地城吗？真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来到这里。我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走到古路尽头原始地城。不知道公子有没有来原始地城？小月好怀念被公子撸的时光啊！你呀，有了新主人就朝三暮四是不是？哪有？只不过被公子抱在怀里抚摸的感觉真的很棒啊！我也想知道被公子抱是什么感觉。小姐，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们进入吧。怎么？我怕有人来抓我们。放心，10大太子因君公子陨落9位，剩下的10太子也是在藏地星被君公子重创逃遁，不用太过担心。咦，那好像是守关者家族，蔡家的家族卫兵。那位女子难道就是那位太阴圣体？你们是？你就是太阴圣体。是。跟我们走。你们要做什么？啊！我们又要被抓了。没什么，不过是请玉姑娘去做客而已。是蔡家公子蔡松，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做什么？我没有兴趣去你们那儿做客。玉姑娘不必如此，蔡某不会对你怎么样，不过是想为你引荐一位贵人而已。贵人？没错，就是贵人。你若跟着那位大人，日后绝对可以俯瞰仙域，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抱歉，没兴趣。这你可就有些不明智了。你口中的贵人又算什么？可知道我们背后站着的公子乃是君家神子君逍遥。哼！等那位大人出来，年轻一代将要重新洗牌，君家神子也不过是暂时位于顶峰而已。跟我们走吧，放心，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对那位大人还有作用呢。如果我不愿呢？不愿？放心，那位大人还未出世，你就先好好回去待着，我们不会亏待你。
这里是元始帝城，难道就没有王法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王法？我们守关者家族镇守边关，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就是元始帝城的王法。公子一定会救我们的，你们就等着吧。没想到正主还没出来，狗腿子倒是先出来指挥人了。他们也快出来了，到时候就是真正的百舸争流，顶级大事。他们也快出来了，到时候就是真正的百舸争流，顶级大事。我倒是想知道君逍遥会怎么做。守关者一脉并非难对付，只是不好处理，一不小心名声就会臭掉。他应该也会谨慎吧。那就拭目以待了。见过兴盛户，太阴圣体玉婵娟已经被软禁起来了。很好，放心，当我家大人出事，看到太阴圣体一定会欣喜，传你们禁忌法，甚至收你们为追随者。多谢兴盛户大人，多谢兴盛户大人，多谢兴户大人。我倒是好奇，君家神子走到哪里，哪里鸡飞狗跳。等他来到元始帝城，会不会也掀起大波澜？哼，这可不一定。这里毕竟是元始帝城，守关者家族就是这里的规矩。是西天教的那位无上禁忌天骄，转世地佛子。传闻他得到了圣佛传承，觉醒了素慧，现在实力恐怖无边。对了，我倒是听到过一个小道消息，这转世地佛子有可能是逆军七皇之一啊。什么？真的假的？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小道消息而已。那位是荒古叶家的剑魔转世叶孤尘，他曾经在黄天仙域地路和君家神子展开过王者之战，虽然最后败了，但却得到了君家神子的尊重。君逍遥，叶某期待与你再会。君公子还没来吗？真想快点再见到他啊！财大胜尽大圆满，收获也算不错吧。等在终极试炼地中得到世界树，炼化进内宇宙中，那时我的实力才会暴涨。别说突破到圣主境，便是直接突破到至尊境，也不是不可能。签到应该是在终极试炼地圣虚世界的核心，我总感觉这次签到奖励应该会很特殊。这次能签到什么呢？我很期待。打败年轻时的九指圣龙帝，却不显于世的神秘天骄，莫非就是那些埋葬于古史之中的种子级人物？古路尽头，圣虚世界应该会稍微有趣点。逆军七皇还有那些异域天骄，最好能搞点事情，毕竟无敌真寂寞。那位是君家神子，有神子在，感觉对付异域都有信心了。是啊，我就不信了，异域年轻一辈中还有比神子更加厉害的存在。君公子，叶孤尘，君逍遥，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会有机会再战的，不过在此之前，倒是可以比比谁杀的异域生灵更多。可以。君兄，许久不见了。看来现在终极试炼地还未开启。君兄不来，有谁能扛起我仙域年轻一辈的大旗啊？有话道兄可是捧杀君某了。对了，有件事我想你应该知道，因为我和玉婵娟并无关系，所以不好插手其中。但听闻君兄你和他有些联系，这才告诉你。守关者家族的后裔嘛，倒是挺有勇气。君兄，守关者一脉身份地位有些特殊，不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打杀，不然会遭来极大非议。所以他们才有恃无恐，敢招惹我。不过可惜，他们算错了我的性格。
1刻钟内见不到人，休怪今日地城染血。大圣巅峰，大圣巅峰境，之前君家神子才突破大圣境，怎么现在就到大圣巅峰境了？无碍，你们去，他不敢动你们的。是我们自然有底气。君家神子百闻不如一见，果真超凡绝俗。人呢？君家神子，据我所知，你虽救过玉婵娟一次，但她好像并非你的追随者，也和你没有太大关系吧？本神子在问，人呢？君家神子，既然那玉婵娟对你而言并非是重要的人，那不如你开个条件，只要我们能满足。最后一遍，人呢？够了，君逍遥，我们是看在君家的份上才对你以礼相待，你不要不识抬举。人我们要了，是不会交给你的。哼，3遍了，本神子对守关者后裔已经足够仁慈与宽容，奈何不好。君逍遥，你疯了！放肆！你们都是上过战场杀过敌的，难道要为了一个纨绔二世祖失掉自己的性命吗？杀人了！君家神子肆意杀戮我们守关者一脉，我们祖上为仙域抛头颅洒热血，生死一遇而不悔，如今后人却是被仙域之人杀戮。我们祖上为仙域抛头颅洒热血，生死一遇而不悔，如今后人却是被仙域之人杀戮。君家神子真的只能靠杀戮解决问题吗？这样对守关者一脉的后裔是否太残忍了？没错，不过就是2个女人而已。君家神子为了女人杀守关者后裔，有些不地道啊！哎，这下麻烦了。怎么会这样？明明是守关者后裔不对啊！给我闭嘴！此人不会聒噪，世人毁誉与我何干？我要杀，谁敢阻？一群只会仗着先辈英名、狐假虎威的混账二世祖，死不足惜。本神子给过你们机会，但你们却不珍惜，现在晚了。不，大人救我！君逍遥，在原始地城还敢如此肆意妄为，没有规矩，是否有些过了？蔡松他们带走玉婵娟是为了无主，我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此作罢吧。难道是种子快出世了？哥哥，你的意思是他们背后站着种子级人物？没错，若真如此，那就代表了埋藏在古史中的种子可能蠢蠢欲动，要破芽开花了。到时候仙域年轻一代的格局会巨变，重新洗牌。君兄再想当年轻一辈第一人，估计会很困难。本神子不想与狗腿子说话，让你背后的人滚出来。君逍遥，你……我家主人还未出世，不过当他出世，你就……聒噪！君逍遥，你真敢动手！我家主人……管你背后的人是谁，他敢出世，我就让他去世！不是大地转世，却更胜大地转世。他竟然这么强！不愧是你！你杀了星守护大人！身为守关者英雄的后代，却甘愿当别人的狗腿子，卑躬屈膝，奴颜媚骨，本神子都替你祖上丢人！你竟然如此污蔑我们守关者一脉！何必废话？哼，要不你和我一起去神虚世界，我们来比比谁杀的异域生灵多？不敢吗？那就让本神子替守关者家族清理门户吧。够了，住手！
够了，住手！宗叔救我！云逍遥，这里是原始地城，不是荒天仙域。在荒天仙域，你君家可以一手遮天，不过在这里还是规矩点好。宗叔，那君逍遥肆意屠戮我们守关者一脉的人，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够了，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君逍遥，人你也杀了，各退一步吧。至于庞家、洪家那边，我来应付，如何？人交出来。玉婵娟是要献给那位大人的，不可能交出来。看来你是真的很想死。君逍遥，你过了！君逍遥，你什么？君家神子竟然对菜鸡至尊出手了？你叫菜鸡？哼，还真是个菜鸡！小辈猖狂！今日我就代替君无悔教育教育你。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替我父亲教育我？哼，真就是菜鸡本鸡了呗。怎么回事？地城的防御阵纹被激活了，有至尊级别的大斗气息。难道有异域至尊潜伏进地城了？咦，那气息是蔡家的人，是蔡姬那小子？不对，他的对手，那气息，该死，不会招惹了那一家吧？蔡崇道友，怎么了？出事儿了！那股气息是恩人的血脉。该死，恩人镇守边关多年，为名震一域，而他的血脉却在地城被镇压。谁干的？老子扒了他的皮！准至尊哪怕只是一指，都足以重创圣主级强者，可是却无法奈何君家神子。而且君家神子别说受伤了，甚至连一点勉强的意思都没有。住手！老祖，这是打完了小的来老的吗？你果真是他的儿子？家父正是君无悔，今日之事，我倒要看看你们该怎么办。家父正是君无悔，今日之事，我倒要看看你们该怎么办。混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欺压恩人后代？混沌道尊，是八四爷，就是你！不，八四爷，八四爷，且慢，饶了我吧，有话好好说。八四爷，您老先消消气，先把事情讲明白了再做决定。像，果真是像。多谢这位前辈出手，不知您老……你就是逍遥吧？和恩人果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原来如此，父亲曾经救过前辈。是啊，老夫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在异域战场，老夫正在巡视，却被异域的一些老阴逼布局偷袭。老夫头上的4道疤，就是异域孽龙一族的道尊留下来的。当时几位异域混沌道尊一起围杀我，结果恩人出现了。老夫到现在都忘不了啊，恩人那时的风姿，白衣飘飘，一手简简单单拂去，就像是掸去灰尘一般，将几位混沌道尊灭杀呀。这么说，我也算是强二代了。这里究竟是什么情况？你们最好给个交代。蔡姬，究竟是什么情况？快跟八四爷说。看来你是想被关到地牢里去。我说。
糊涂啊！看来你们只愿享受仙人的光荣，而不愿意和仙人一样流血牺牲。不是的，这次都是我们几家的错，小友，抱歉了。诸位前辈不必如此，既然罪首已经死了，把我的人交出来也就算了。那是当然，你们还不快去把人带过来？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赏罚要分明。下次若异域战场再起战事，你们3家给我冲在前面。是。哎呀，逍遥啊，抱歉了，你初来地城就遇到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前辈说哪里的话，晚辈还要感谢前辈出手相助呢。对了，作为赔礼，逍遥可以去功勋殿免费选一样东西。虽然异域已经沉寂许久，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小摩擦和小范围战争还是不时发生。虽然异域已经沉寂许久，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小摩擦和小范围战争还是不时发生。功勋殿在许久前就建立了，里面放有许多不朽势力、古老大教、无上皇朝、荒古世家的传承神通功法，还有各种从异域战场或者神虚世界得来的宝贝、异域真经、古兵器等等。不过这一切都只能以功勋点兑换，而功勋点需要通过击杀异域生灵取得。就算是给小友的赔偿，小友可以免费挑选一样东西。多谢前辈。公子，总算是见到你了。和公子分离的日子，小玉连吃胡萝卜的胃口都没有了。是吗？那我可真是罪大恶极。是的，所以公子要补偿小玉。怎么补偿？天天撸，给我顺毛。还有，小玉要吃很多萝卜，胡萝卜、白萝卜、青萝卜。公子，又麻烦你了。没关系，举手之劳罢了。但是麻烦的可能不止这些。听那蔡松说，他背靠着一位神秘贵人。我的敌人也不止一个两个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婵娟无以为报，愿意跟随公子左右，加入军地庭，为公子效力。逍遥啊，你先在地城内暂时落脚，估计要不了多久，终极试炼地神虚世界就要再开，到时候我会带你们前往。同时，你们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艰巨任务？没错，甚至关系到边关的存亡。当然，那个任务等人到齐了我会再说。现在逍遥就暂时在地城落脚，调息一段时间，迎接接下来的挑战。哇，这是仙家洞府吗？的确不错。君兰溪，逍遥族兄，你果然来到了原始地城，不过刚一到来就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呀。你知道的这么清楚，看来尹麦在原始地城也有人。尹麦的君英皇和君青岩两人也在地城吗？他们两人在地城却不前来拜见，看来是对本神子有意见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尹麦并没有对逍遥族兄抱有敌意。哼，不必如此，我并不在意。对了，该去功勋殿看看了。是君家生子吧？之前八四爷已经派人打过招呼了，生子可以在功勋殿免费挑选一样宝贝。多谢了。哇，好多宝贝啊！紫金人参、天普果、白玉大萝卜。地冰，此地宝物太多了，一件件看下去不知道要多久，倒不如……好强大的元神之力啊，无量级！咦，这股元神之力，还以为是哪位至尊来了，
原来是君家神子。可惜没有天书。神子可选好了？就这个吧。神子啊，这枚莲子也曾有人检测过，并无太过特殊之处，可能只是某一古种失去了生命力，也不算特别稀有。说实话，地冰、仙晶、不死药，在下都不是特别缺，只是随便挑一挑而已。虽然暂时不知这莲子有什么稀奇，但我有生命之泉。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有何事？这次的你应该不是法身了吧？你应该庆幸，在婚宴上我是身法到来，若真身到来，你人不一定还在。君逍遥，本宫还有账没有和你算。君逍遥，你难道不好奇天女渊的下落吗？应该在你那儿吧。放心，这次本宫带他来了，他会见证你的失败。怎么，仙庭欺我君家无人吗？是君家的第一序列和古代怪胎，一位怀有无敌重瞳，一位拥有镇世人皇铁。你们仙庭就是习惯以多欺少，我来会会你们如何？看来我这位堂哥收获也不小。人数多不代表你们就能压过我们，我和凌苍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其实我倒觉得光凭逍遥一人就足够压过你们全部。我倒是希望你们出手，只是别再像之前那般令我失望。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连口气都是一个样。君家是进出狂人吗？一个个都如此洒脱肆意，不将一切放在眼中。哼，果真都是一样，令人生厌的性格。果真都是一样，令人生厌的性格。那是君家隐脉的君阴皇和君青岩，果真是隐脉的天骄。之前青岩就曾听闻三位族兄大名，今日一见，果真风采过人啊！诸位，在功勋殿前冲突不好吧？而且终极试炼将起，你们将要迎接异域的挑战，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先别内斗了。既然倚老发话，那就算了。君逍遥，在神虚世界，希望你还能保持这份无敌的心态。看来你应该是已经计划周全了吧？不过你要知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都显得愚蠢可笑。哼，那就拭目以待吧。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去我府邸吧。看来我们也得避嫌了。你们的来意可以说了。君炫明的死，是否该给一个解释？说出你们真正的目的吧。本神子不想在无聊的事情上多费唇舌。不愧是主脉的神子，架子倒是不小。这里面的内容你们都知道了？不知，但可以跟你说，想让我隐脉回归很困难。的确是很困难的条件，甚至困难到几乎不可能完成。转告本神子的话，就说我接下了。我倒是很好奇，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多谢族兄救了我这一脉兰溪的性命。举手之劳。族兄，如果说谁有能力让隐族回归，应该也就只有族兄了吧？有趣，真是有趣啊！不可能完成的条件吗？天，你想证明君某赢不了这一场博弈吗？那么就来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哼！古弟子，希望你们的阴谋能带给我一点惊喜，因为这个局
没你们可不行啊！既然来了，就现身吧。堂堂帝女深夜来访，可是很容易让人误会的。你知道我来此是为何？为何？痕迹去掉。原来只指这个，不过是个小小的惩罚罢了。本神子不喜欢你以天女渊来要挟我。原来只指这个，不过是个小小的惩罚罢了。本神子不喜欢你以天女渊来要挟我。那你就不怕本宫杀了他？你可以杀，但你也要为他陪葬。怎样你才肯去掉？来下一局吧。若你胜了，痕迹抹去，本神子鞠躬道歉；若你败了，抱歉，多加一笔。来就来，本宫会怕你吗？君逍遥，希望在神虚世界，你还能如此从容。到目前为止，天还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你。太子殿下快要成功了吗？恭喜太子殿下出关。后天混沌体，但却有些许瑕疵。但无所谓，如今我的实力报仇足够了。君逍遥，本太子要折磨你到死！公子，八四爷派人来说要集合了。终于要开始了吗？逍遥，这回是真正的挑战了。古弟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还有逆君七皇，哪怕异域大敌当前，他们也会下绊子。不必为我担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毕竟我们君家可以少了我和莫笑，但唯独不能少了你。公子，天女渊，放心，我会救你出来，这是我对你的承诺。够了！君逍遥，本宫带渊前来，可不是让你们团聚的。君逍遥，我龙瑶儿会堂堂正正的和你比一场，不然绝不甘心。愚蠢！看来之前本生子对你的告诫都忘记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就算是一些还没到的天骄，之后也可直接前往。走。那是，这是什么？我们是来到世界尽头了吗？此处难道是世界尽头的界壁？不，这只是一堵墙，这里就是边关，边关外是边荒，而边荒的对面就是世界的另一岸——异域。到了，你们的终极试炼地——神虚世界。这就是父亲一直在镇守的边关吗？恩人，您的子嗣和您一样有着赤诚之心啊！不愧是污秽大人的子嗣，果真一片赤诚。是啊，将来说不定又是第二尊白衣神王，杀得异域闻风丧胆。历史上，异域不止一次入侵过我们九天仙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异域出过不止一尊天灾级不朽，给我仙域带来了巨大浩劫，甚至边关都被打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当初边关被打破了缺口，形势岌岌可危。若是让异域彻底全面入侵，那九天仙域就彻底难以翻身了。最后是一位神话帝出手了，以自己的身躯堵住了边关的缺口，最后化为了一朵青莲，正是青帝。果然，那是万古青天一株莲。青帝乃是混沌中孕育的一株青莲，就是你们眼下所看到的巨型青莲，
那其中就是神虚世界，也是青帝的内宇宙。众所周知，这次终极试炼将和以往不同，因为这次异域发现了神虚世界中的一个致命缺陷。什么？青帝画出的神虚世界将要崩溃啊！这样一来，缺口再现，异域大军岂不是会长驱直入？那请问前辈，有阻止的方法吗？当然有方法，不然也不会和你们说这么多了。青帝大人以身化界，堵住了边关缺口，自然是有着限制的。只有至尊以下的境界才能进入神虚世界，也就是说，在神虚世界内，最高战力也就是准至尊。正是因此，神虚世界才能将异域的顶尖强者挡在关外。即便有异域的准至尊想要偷偷潜渡，不知你们可知晓神奇念？我知道，神奇念乃是地级强者的心魔和执念，在地者陨落时有一定概率诞生。没错，青帝大人十分伟大，以身化界，堵住边关缺口，但他并非没有执念。在神虚世界内，遗留下了青帝大人的7罪神奇念，共有7道，分别封印在不同的秘地之中。7道神奇罪念，若是破封，合而为一，便会化为恐怖的神奇恶念，从内部破开神虚世界。异域生灵显然也是发现了这一点，准备找寻7道神奇罪念所在地，将其解封释放。异域生灵显然也是发现了这一点，准备找寻7道神奇罪念所在地，将其解封释放。你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阻止异域解封神奇罪念，若有能力将神奇罪念消除最好。前辈，这你可就说笑了。青帝大人留下的神奇罪念定然恐怖绝伦，我们怎么可能有能力灭除啊？没关系，神虚世界内有青帝大人遗留下的世界规则，那些神奇念即便破封，也只有准至尊修为。但是当7道神奇罪念合一，形成完整的7罪神奇念时，这7罪神奇念就可直接打破神虚世界的规则，将其毁灭。接下来点到名字的天骄上前：君逍遥、君灵苍、古弟子、凌渊、羽化王。你们这些天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种子级人物。你们接下来会抽签分配到各个大骑士的队伍里，协助他们破坏异域计划。这也算是对你们这些顶级人物的铁血试炼。至于其余天骄，能多杀一个异域生灵就多杀一个，不过不必勉强，活下来最重要。当然，你们若能活着回来，自然能得到丰厚奖励。至于被点到名的天骄，若能活着回来，将会有仙级造化等着你们。倒是下血本了。好啊，接下来开始抽签。是君家身子就好了。君家身子虽是大圣，但却可同准至尊交手，哪个队伍抽到他，那不就是稳了？对啊，那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接近准至尊的战力，在危急关头绝对能改变局势，力挽狂澜。看来还是我闭关太久了呀。蒙家队伍，萌萌队伍。哈哈哈，神子，我是蒙家的蒙战，欢迎神子加入我的队伍。蒙战，你真是好运气啊！神子竟然抽到了你那一队。就是，你们这回估计会立大功啊。队长不必多礼。前辈，我觉得这样不妥，不如重新划分吧。这可不行。按规矩来吧。无所谓，本宫岂会弱于他人？唉，一个累赘与麻烦。你，神子，这次神虚世界可能会有异域王族的生灵现身，他们是比普通异域生灵更加恐怖的存在。不过，相应的功勋点也会更高。如果是击杀了传说中不朽地族的生灵，那功勋点就惊人了。不朽地族，我倒是希望他们现身呢。哼，好了，
诸位，差不多可以出发了。这就是神虚世界？这就是神话地的内宇宙吗？什么时候本宫体内才会诞生这样一个世界啊？神子好像并不惊讶呀。说实话，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震惊了好一会儿。不愧是青帝，虽然还残留着少许仙域规则，但却也演变出了属于自己的规则。日后本宫体内也一定要诞生这样的内宇宙，开辟神国，让众生万灵朝拜。对了，世界树，这是我的主要目的之一。龙战队长，听闻神虚世界内有世界树，不知在何处？的确有所听闻，貌似在神虚世界的最核心处，但听闻那里有青帝留下的强大封印，根本无人能够进入。无法进入吗？倒也未必。如果用那种方法的话，怎么？你在想怎么得到世界树吗？现在你应该想的是，你该如何活着离开神虚世界。聒噪！你，我们出发吧。逍遥，小心点。君兄，万事当心。青公子保重。渊一定不会让他们伤害公子的计划得逞的。什么？这次行动，王族来了不止一脉，甚至那位新晋不朽之王所在的准帝族也来了。没错，赤霄一脉的赤霄王大人，前段时间刚来仙域边关，听闻那位大人还和仙域君家的那位白衣杀神交过手。这次赤霄一脉年轻王者到来，听闻要延续赤霄王的辉煌，将仙域军事的天骄斩尽，扬我界之威。这算什么？似乎可能会有地脉的后裔现身。这下仙域那帮蝼蚁估计要傻眼了。哈哈哈哈！没错，等打破神虚，就是我界大军挥兵直入的机会。如此多的尸体，恐怕会孕育出某些不祥之物。异域好战且残暴，有时候他们会将我界生灵集中在一个地方斩杀，过后斩杀之地便怨灵滔天，成为魔土。异域生灵，该杀。你那是？那是地狱魂魔花，是属于亡灵的花朵。咦？身子小心！尘归尘，土归土，你们的仇，我替你们报。不愧是神子啊！不愧是神子啊！这小子有点门道。异域生灵，总算现身了吗？异域的狗杂种！就这？你这小子竟然能挡住本至尊一招，应该是仙域的种子吧？如果杀了的话，会有很大的奖励。找死！看你的样子，应该也是仙域的顶级人物吧？细皮嫩肉的。我曾吃过不止一位仙域女修士，那美妙的滋味难忘啊！给本宫死！不对，你也是种子级人物。听说你们异域争强好胜，结果还是一群只会围攻的废物。杀了你这位种子级人物，那就是立了大功。死来！他再诡异，也只是大圣境。我们一起出手，这小子必死！
什么？这小子是傻了吗？第一个，你怎么可能？好，走得了吗？九节逐魔雷！果然，黑暗物质。敢杀我姐这么多生命，你是找死！像你这样的种子，需要被斩除。快拦住他！嘿嘿，你们仙域的这颗种子就要陨落了。看来没人来救你了。你算什么东西？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他是要死在古弟子手中，不能死在异域生灵手中。你算什么东西？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找死！小心，又是那百世孽缘在作祟。他是要死在古弟子手中，不能死在异域生灵手中。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就这？殊死，休得猖狂！暗咒大手印！你这小子肉身太恐怖了，射你的肉身，日后绝对能让本圣主突破到不朽之王。神子小心！小心！敢夺舍本神子，自寻死路！诸天生死雷，阴阳生死图！去！不！你们就全忘吧。等天魔王族的强者到来，那才是你们真正绝望的时候。给我死！既然夺舍了这位仙域种子，就先离开吧。该死！你这小子，老野找死！死了！碎！这尼玛有些过分了吧？这家伙，这次多谢神子了。若不是神子突然出手，那蛇夜叉最后应该能够逃掉。队长不必如此，这是我应该做的。能有神子加入我们队伍，真是幸运。你刚才想帮我？本宫才没有，只是觉得你再怎么样也不该死在异域生灵手中。之后抽空炼化这朵地狱魔鬼花，我的元神等级应该会朝着恒沙级迈进一大步。之前蛇夜叉在战斗时透露了一个信息，天魔王族的人可能会出没。异域王族？之前蛇夜叉在战斗时透露了一个信息，天魔王族的人可能会出没。异域王族？没错，天魔王族是异域百大王族之一。听闻年轻一代出了8位顶级天骄，号称天魔8旗。他们8人联手，有重创过准至尊的记录。天魔8旗吗？本宫在想什么？竟然会同情这个可恶的家伙。蒙战队长，难道我们并不知晓神奇念的具体封印之地吗？
神子有所不知，那神奇面封印地并非是固定在一处，而是会无规律变换地点。这也是为什么异域也很难找到封印地的原因。咦？难道？龙战队长，要不我们去那个方向看看？莫非你知道神奇念的封印地？不会说话就闭嘴。那好，就往这边吧。明月的灵气啊，此地莫非有天地至宝？此地灵气浓郁的有些不正常，有异域崽子的气息。还有一股能量，一股极为磅礴的能量，在这星球之内。没想到这处神奇念的封印地，竟然是在一阶仙元祖脉之下。还好我们来时有擅长推算卜卦的不朽者大人，大概推算出了封印地可能出现的地点，不然想找到也是很困难。不过之前蛇夜叉那一队的气息已经消失了，似乎是遇到了仙域强敌。什么强敌？在我们天魔八奇手中都是渣渣。没错，仙域修士来一个杀一个。该死，那是我仙域的祖脉，竟然在被那群异域崽子发掘。身子，这是我仙域的仙元祖脉，一定不能让异域的那些狗崽子抢走。那是当然。可是有天魔王族的高手，我倒是有一个计划。看来神子已经有把握了。进仙第四封。好吧！该死，敌袭！是仙域修士，是仙域的无上禁忌天骄，竟敢暗算大人，找死！之前杀了蛇夜叉等人的，应该就是你们吧？竟然还敢主动前来送死！杀！为老八报仇！竟然让3位大人都出手了！去！不对，你不是无上禁忌天骄，你是仙域的种子。玩够了，该送你上路了。好庞大的仙元祖脉，哪怕在我蛙皇仙统，也只有一条而已，还比这条稍小一些。好美，这是情人花。此地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你知道？我想，我应该明白，此处被封印的是哪一道神奇念了。若猜得不错，应当就是七原罪当中的色域。你是怎么知晓封印地在此的？我跟你很熟吗？群逍遥，你这种子到底和青帝有什么关系？是其留下的暗手吗？出来吧。一位准至尊加2个大圣境的蝼蚁，也敢深入此地？仙域的年轻人现在都这么勇了吗？就是你们杀了我4位兄弟！你们那4位兄弟太弱了，希望你们能给我带来一点惊喜。找死！自寻死路！蒙战队长，坚持住！身子放心，我撑得住。真龙困天术！此人不对，你不是无上禁忌天骄，你是仙域的种子。蛙皇仙长，又一位种子，种子，2位都是种子。5大神诀之一，仙劫剑诀。5个神奇
面一一破封，到时候就是你们的末日。竟然一下出现了2位种子级人物，天魔笑血，为兄弟偿命来！这是什么肉身？跟我比肉身之力。人王印。老大，你到底是谁？记住，送你们下黄泉的是君逍遥。那位白衣杀神是你什么人？看来家父在你们异域倒也颇有名声。妈的！不妙，神奇念破封了。这就是神话地残念的一缕气息吗？本宫要死在这里了吗？是青帝在神虚世界所留下的规则，这下有点麻烦了。多少年了，尔等将永远沉沦欲望之中。必须得炼化地狱魂鬼化，令我的元神之力变强，才有可能摆脱。你想做什么？不，本宫不会，本宫绝不会和你。别打扰我！算便宜你了。没想到堂堂仙庭少皇竟然还有这种特别的癖好。君逍遥，本宫杀了你！林渊，记住，别在本神子面前玩贞洁烈女那一套，看了又如何？难道你还想挖本神子的眼睛不成？你也别委屈，至少我还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会一直沉沦在梦境中。真的是为了救本宫吗？当然不是，我是看在天女渊的份上。所以你是为了天女渊才救本宫的？不然呢？林渊，你不会真以为本神子会大发善心，诚心诚意救你吧？本宫还没那么天真。走吧。应该是那神奇念出来时散发出的威压，直接震死了周围所有生灵。神子、帝女，你们竟然还活着，真是太好了！侥幸而已。队长，此地情况是……哦，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接下来神子如何打算？神奇念既然已经破封，那就只能去寻找其他神奇念了。不然你们都身有伤势，还是先在此调养一番吧。至于我，对这仙元祖脉倒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先在此调养一番吧。至于我，对这仙元祖脉倒是挺感兴趣的。这仙元祖脉，你要一个人得？怎么，有意见？别忘了你的命是谁施舍的。君逍遥，你这么一大条仙元祖脉，小仙把你撑死。这就不劳林渊少皇费心了。你把仙元祖脉放到了空间法器里？应该是某件古老的空间法器吧。
队长，你们先恢复伤势，到时候我们再出发。多谢神子。这个计划是火中取栗，一不小心就是全盘皆输，但值得一赌。还是需要继续提升境界，实力才是一切的。哼，仙域君家之人终于出现了吗？天魔八旗已经陨落，看来这位君逍遥的确如消息情报中所说的那般。不过这样打败君逍遥才更有趣味。我要延续赤霄王大人的辉煌，不用哥哥出手，我就能横扫君家年轻一辈。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去另一处被发现的封印地。君逍遥，之后我会亲手斩他。那是混沌体的气息，怎么可能？最有名的那位，不是被某位无上存在埋入了混沌之扉当中吗？应该还未出世才对。不对，虽然有混沌体的气息，却要远弱于混沌体，是后天混沌体。原来是太阳神山的那一位，他竟然真的成功了。后天混沌体果然还是比不得真正的混沌体，不过也很强了。但怎么感觉有一股淡淡的死气？君逍遥，等着，很快本太子就会找到你，但不会那么快把你杀死。本太子要让所有和你有关的人都死在你的面前，你的痛苦要比本太子多1000万倍。此人是哪位老古董？劣质的混沌体，别挡道！真的是种子，但这是一道分身，看来本尊还未彻底出世。真的是种子，但这是一道分身，看来本尊还未彻底出世。一道分身就有准至尊修为，这些埋葬在纪元中的种子真是恐怖。他们虽年轻，但也只是相对的，少说都有几百岁了。当然，和我们这些修炼了数万年才堪堪达到至尊的人来说，还是妖孽太多了。种子发芽的时代到来了，不知逍遥小友能不能镇得住场子？那位种子级天骄到底是何身份？来自哪方势力？算了，报仇为主。等对付完君逍遥，先休一段时间。本太子不会比这些种子级天骄差。7罪神奇念之一，代表愤怒原野的业火红莲，其攻击力和战力在7道神奇念中也算是数1数2。这是本弟子唯一的机会，只要成功了，一切就尽在本弟子的掌控。虽然不能控制太长时间，但对付君逍遥足够了。到时候，本弟子就可以借助神奇念的力量，在这股力量面前，君逍遥又算得了什么？君逍遥，局已布下，这个死局你如何能破？终于突破了圣主境，如果突破到了圣尊7境，那么这面玻璃就可彻底打破，真真切切地感悟到大道流动的规则。该出关了，是时候看看其他神奇念有没有破封了。古弟子等人应该也计划好了，还有那位也该来神虚世界了。
不对，你的气息……哈哈，恭喜神子突破到了圣主境。圣主境，是因为那条仙元祖脉？可即便有仙元祖脉，也不可能这么快啊！不对，本宫与他本就是生死大敌，为何要心虚？神子，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寻找下一处封印地吧。一切都听神子的。本宫何必在乎那个混蛋？反正他注定要被古弟子击杀。这古弟子反应竟如此平淡，是对七皇珠仙阵太过自信，还是有其他底牌手段？这古弟子若是让他得到天道王冠，之后绝对会再度想和本宫联姻。杀！一定要攻入那处封印地，将其中的异域准至尊斩杀，阻止神七念破封。休想！现在你们是自身难保。阿弥陀佛，你们这群受到黑暗玷污侵蚀的生灵，需要被度化。你们都只是功勋点而已。荒古宋家的那位公子陨落了，仙域的禁忌铁蛟，杀了你们会有很多奖励。不过很快就有强援来了，我们必须提前击杀，不然到嘴的鸭子就飞了。你们是找死！究竟是谁找死了？准地族天骄？怎么可能？是赤霄一族的天骄，赤凌空。赤霄一族曾经的王族，新晋的准地族，之前那位赤霄王曾在边环扣关。赤焰焚天，该死！这么弱，连种子天骄都不是。一语杂种，休要猖狂！仙域的诸罗，一群蝼蚁般的弱者，也有勇气挑衅，欺人太甚！明域真经，火暗之界。有点意思，不过也就这样吧。三界乾坤，不如火柴，焚尸狱。不好！君家的人，我就喜欢君家的人。赤霄王大人将你们君家的白衣杀神给斩了，而我赤凌空也要横扫你们君家天骄。你放肆！我毁族属岂会被异域之王斩杀？这已经是事实，又何须争辩？还真以为白衣杀神是永远不败的吗？他也是人，也会被杀。放肆！君家之人就这？赤霄一族，就这？是君家神子，神子来了！果不其然，我就说一定是君家神子出的手，只有他有这个能耐。是君家神子，神子来了！你就是君逍遥。多谢逍遥族兄相救。没事，这里让我来处理。君逍遥，白衣杀神之子，你的父亲都陨落在赤霄王大人手中，更别说是你。镇守异域的不过是家父的三清分身之一，即便是分身，我也不认为会败给什么赤霄王之流。大胆！神子竟然突破到了圣主境！逍遥族兄竟然突破到了圣主境！圣主境，三界乾坤犹如火柴，焚尸狱。逍遥族兄小心！火柴焚尸狱。
给你机会，不中用。天神之矛，住手！存在吗？都给我上！你今日必死！这该死！君家怎么尽出妖孽？这君逍遥，除非是我哥哥来，不然难以胜过他。天魂解体！好得了吗？这种波动是9大天书之一的魂书。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魂书很可能就在异域赤霄一族手中。莫非还要去一趟异域？怎么可能？这都甩不掉！狐狸兽耳娘，涂山地族三公主，请救救我！三公主，我的哥哥曾上涂山求亲，虽然最后被拒绝了，但好歹还有这层关系吧。死吧！看来你们异域也并非铁板一块。他的哥哥很讨人厌罢了。想必公子就是仙域鼎鼎大名的君家神子君逍遥了。小女子涂山一族，涂山潇潇。想必公子就是仙域鼎鼎大名的君家神子君逍遥了。小女子涂山一族，涂山潇潇。要动手，本神子奉陪到底。请君听小女子一曲。既然三公主有雅兴，那么君某也献上一曲。你败了。是的，小女子败了呢。君公子不知，小女子曾经立过一个誓，谁若是能在音律上打败小女子，就有资格成为小女子的夫婿。你认为本神子有如此天真吗？君公子不信吗？别废话，就让本神子看看异域不朽地族的天骄究竟有几分本事。君公子莫非不信？小女子可没有半句虚言。本神子并不缺媳妇，但还挺喜欢养宠物的。刚好你是只九尾狐狸，不如当我的宠物如何？君公子说笑了，小女子是选夫婿，可不是选主人。可惜我只有收宠物女奴的兴趣，至于老婆，你不配，还是束手就擒吧。君公子过分了。君公子，我们还会再见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涂山一族倒是有些秘密，不过若想招惹本神子，小心引火烧身。真是一个令人挑不出什么瑕疵的完美男子呢。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嘴巴毒了一点。不过二姐可能会喜欢这种调调。啊，可惜啊，这样的男人竟是出自仙域，难怪我们姐妹在异域挑不到合适的对象，无法实现自身的升华。一定要得到他，对我甚至对姐妹们都很有帮助。不仅是我，还有姐妹们，红绳也一直都没有反应。现在既然我的红绳有反应了，姐妹们或许也有可能。可我们姐妹共有5个呀。那君逍遥虽是荒古圣体，气血旺盛，但受得住吗？神子回来了。哼，竟然没有出意外，也算命大。祖兄，那赤霄一族的天骄死了。不愧是逍遥族兄。不过中途出了一点小意外，遇到了一族不朽地族的天骄。什么？不过可惜，还是让他跑了。
不过中途出了一点小意外，遇到了一族不朽地族的天骄，不过可惜，还是让他跑了。身子大人简直……阿弥陀佛，军师主真是令人震惊。小僧倒想知道，军师主是哪位天地转世身？哼，君某一介凡夫俗子，可不是什么大人物的转世身。军师主当真自谦。不过，军师主难道就不好奇，小僧究竟是不是逆军七皇之一？其实我并不在乎，你是也好，不是也罢，对本神子来说并无区别。就好像地上有7只蚂蚁，你路过直接踩死，难道会俯下身去观察踩死的是白蚂蚁还是黑蚂蚁吗？赢不了的。军师主的风姿气度令人折服。小僧现在可以明说，我并非七皇之一。那很好，我已经杀了一些佛门天骄了，也不想再造杀孽。神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世界树在神虚世界什么地方？听闻是在神虚世界的最深处，一颗名叫青帝星的星球内部。不过这颗星球上有青帝留下的封印，无人能够打破。那些破封的神奇念应该会汇聚在青帝星，那里可能是我们与异域的最终战场。好了，你们可以先去寻找其他神奇念封印地，我暂时有事。是。站住！林渊少皇又有何事？你要去哪里？君某去哪里，还需要向林渊少皇报备吗？别误会，本公主只是觉得你最好别死在异域生灵手中，那样本宫会很不爽。好啊，我们也准备前往其他封印地，一定不能让异域崽子的计划成功。出来吧。一人现身，还是想找死？逆军七皇有过密会，以古弟子牵头，将会算计你。我也已将情况上报，等那些准地族甚至地族天骄现身，你是头一个会被针对围剿的。所以呢？我们逆军七皇有一个合击阵法，恐怖无边，到时你绝对难以抵挡。现在离开神虚世界，或许还有活路。为什么？你愿意听我讲一个故事吗？月儿，你变得这么强了，哥哥也就放心了。以后你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可怜的人儿啊，愿意加入彼岸组织吗？或许还能有让你哥哥轮回转生的方法。可怜的人儿啊，愿意加入彼岸组织吗？或许还能有让你哥哥轮回转生的方法。所以你是在我身上看到了你哥哥的影子，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你的故事或许令人动容，但我君逍遥不是任何人的替身。我知道，所以你选择离开神虚世界。那就不劳你操心了。看在你告知消息的份上，这次本神子放过你，但下次你我就是生死相向。为何？因为你伤了圣衣姐，想夺取她的先天道胎，差点令她身陨。又是那个女人。走吧，下次见面我不会对你留手。堕落妖皇族黄孽天孽龙一脉，九目邪龙。没想到尊贵的涂山地族三公主殿下也现身了。这次仙域倒是出了一位狂人，将我界的准地族赤霄一族的赤灵空击杀了。我倒想会会那尊人物。放心，到时候自有机会。还有不朽地族前来。狐妖，你竟然会出现！这里倒是热闹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神虚世界能吸引你来临，我以为你只会去边荒战场呢。如果只是一个神虚世界，我自然没有兴趣前来。
但如果加上世界树，那就不一样了。哦，世界树不是一直处于被封印的状态吗？我有预感，这次七罪神奇念若成功破封，世界树的封印将会被解开，到时候就是我的机会。除此之外，听闻仙域君家的那位神子可是有点不好，我倒也想会。阻止不了了，撤退吧。这样下去，神虚世界真的会毁灭吗？哪怕天塌了，也有个高的顶着，这不是凭我们一己之力就能扭转的。不，有一人能够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你是指君兄？没错，之前不是听到消息吗？君公子连斩异域10位王族天骄，更是斩杀了准地族天骄。希望如此吧。世界树应该就在这颗星球的内部，如果失败了的话，边关将破，那我应该算是整个9天仙域的罪人了。看来暂时还是无法进入青帝星。异域大军，难道他们也是为了世界树而来？是仙域修士，只有一人，竟然还不跑！有趣，这是已经认命了吗？君公子，又见面了。此人就是君逍遥。我借赤霄一族的赤灵空，就是被你所杀，就让我来杀了此人！天犯魔音！那种诡异的法医免疫能力，死吧！碎！让我来！这怎么可能？怎么，你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天神之矛！怕是成长起来又是一个白衣杀神。让我来吧！准地族的大人要出手了，一定可以将这君逍遥斩于马下。龙气诀，坤天术。怎么会这样？这该死！杀！先斩杀了此子，再进入青帝星。你们这些异域的狗杂种，敢对神子出手，简直找死！世界树所在地，世界树找到了。哈哈，这就是世界树吗？放眼两界都难寻的天地至宝。不管怎样，此人必死。君逍遥，死来！有点意思，不过今日世界树我必得，你也必死。不管怎样，此人必死。君逍遥，死来！有点意思，不过今日世界树我必得，你也必死。我去会一会他。君逍遥，死来！星辰逆行，风雷助我，神兽凤凰，龙翔9天。看来在得到世界树之前，还要先灭杀你们这群蝼蚁。休要逞凶！就这？这
陆仙剑诀。这也太恐怖了吧！以圣主境界反压准至尊，还好现在发现了他。如果再让他发育几年，说不定真的又是一位白衣杀神。世界树，君逍遥，这里作为你的传奇落幕之地，还挺不错吧？有意思。古弟子，你放肆！君逍遥乃万古异术，逆天之人，连仙域意志都容不下他，降下七皇要将其诛杀。我古弟子顺应天时，承七皇之位，杀君逍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等君逍遥陨落后，天赐天道王冠，到时候自然会选出新的仙域领头者，守护仙域。呵呵，恐怕仙域的领头者才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吧？让我先来。手下败将，看来你并没有吸取教训。过去的已经过去，今日一切都将改写。龙泉无量。这是黄金古龙血脉，龙妖儿当真逆天。本神子说了，你一日是狗，一世是狗。兵法诀。一个必死之人还叫嚣，君逍遥，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实力。够了，真想车轮战，也要先问问我们的意见。君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逆君七皇和君逍遥的事情，其他人就不要插手了吧。没错，这场戏我也想看下去。君逍遥，你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名声，是因为我没有出事。没错，这场戏我也想看下去。君逍遥，你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名声，是因为我没有出事。有为极数，季道一竟然打破了9之极限，不愧是人仙体啊！这一个大征之势，仙域倒也出了一些人物。这就是你的倚仗吗？哈哈，仙气我也有。不可能，我可是人仙体，最擅长修炼仙气的人仙体。不对，12道仙气绝对有古怪，不可能完美运用12道仙气的力量。对付你一招足矣。不好，道一天诀。古弟子，你也应该很想出手，那就来吧。君逍遥，你以为本弟子有那么天真吗？既然上天钦点了七皇，那自然是要七皇一起出手对付你才对。本弟子可不会逞能单打独斗。哼，你的意思是七皇都已经来齐了？你自然会知道。出手！离卦，天火燎原。会是伏羲仙统传人。君逍遥，不管怎样，你今日都难以逃生。真当我们不存在吗？今日传奇将要落幕。来吧，尽管来，我倒要看看今日谁能取本神子之命。九天神行，人仙拳。明渊还不出手，别忘了少皇之位。这怎会？真是抱歉啊。哈哈哈哈！君逍遥，怎么样？这算是上天对你的戏弄吗？君逍遥，现在你应该知晓，与天博弈是何其愚蠢的事情了吧？你
永远斗不过天。谁输谁赢，尚未可知。竟然还如此自信！果然，朋友的东西还是很奢侈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哥哥怎么可能会是七皇之一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哥哥怎么可能会是七皇之一呢？你早就知道了？这怎会？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哈哈，有区别吗？说实话，其实，在藏地乡，金乌石太子等人欲要围剿你时，我是准备出手的。但看到你信手碾压了他们之后，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你，或许做个朋友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呀。可惜什么？如果你一直这么隐藏下去，其实我是可以装作不知道的。毕竟朋友这东西的确很奢侈，但我君逍遥更厌恶背叛。不，哥哥，别出手！云长，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不争就会被淘汰。都来吧，让本神子看看，上天安排的7枚棋子究竟有几分本事。落仙剑诀，君逍遥，你一人焉可翻天？君公子，你是天女渊，金乌石太子。你这么急，难道是要去找君逍遥？不会的，想用我威胁君公子是不可能的。哈哈哈哈！本太子都等不及看这场好戏了。时机差不多了。还好，此等人物是在仙域，不然的话，若是在我异域，别说10大天，恐怕七小帝的荣光都会被分走许多。君逍遥这等绝代人物，若是在我异域，绝对会被倾尽全力培养，生怕其夭折。可笑的是9天仙域那边竟然想方设法杀他。所以说，仙域之人目光短浅，都是蠢货。不过也好，可以为我界铲除一个大隐患。坤卦杀破天葬，道一天诀，落仙指9大神行，封天绝地。诸天生死轮，阴阳生死图。这么多人打一个还没事，真是牛逼呀！这就离谱。诸位，别藏着掖着了，都拿出真本事吧！来吧，本神子给予你们挑战神的机会。诸位，别藏着掖着了，都拿出真本事吧！来吧，本神子给予你们挑战神的机会。九劫诛魔雷。坤卦杀破天葬，这真的是年轻一辈的战斗吗？结果到底如何？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吗？君逍遥还是人？该死，他究竟是什么妖孽？祭出你们真正的底牌吧，光是这样可无法令我尽兴。君逍遥啊，君逍遥，总算找到你了。那是金乌石太子？怎么可能？金乌石太子不是惨败于君逍遥之手吗？怎么现在现身了？不对，周身是混沌气，难道金乌石太子真的修炼出了后天混沌体？你看他身边禁锢的那人是天女渊。金乌石太子，放开他！君逍遥，你杀了我9个兄弟，更让我如此凄惨，
本太子的一切悲剧都是由你造成的。现在你最好别轻举妄动，不然的话，本太子现在就捏死他。金乌石太子，如果你认为可以拿天女渊来威胁本神子，那就大错特错了。本神子不会受任何威胁。哦，是吗？金乌石太子，本宫再跟你说一遍，住手！想要蜕变出后天混沌体，需要太阴与太阳交融。据我所知，现在仙域已知的太阴圣体，好像就只有玉婵娟一位。这个贱人！而且你的混沌气中带着一股淡淡的死气，莫非？难道神子是指这金乌石太子是通过特殊的方法修炼出了后天混沌体？没错，比如掘坟开棺，挖掘出已死的太阴圣体什么的。这妈太重口味了吧！石太子，如果你有这个特殊爱好，那你应该去万古藏土才对。逍遥，石太子，本神子保证，你再动一下，你会生不如死。石太子，本神子保证，你再动一下，你会生不如死。金乌石太子，惹怒本宫的后果你应该明白。本太子就是喜欢看到你这模样啊！哎，再愤怒一点，最好再痛苦一点。我不会跟疯子多话。你这个疯子！是吗？那现在本太子要你乖乖站在那里，让我出手，不然的话，我就杀了天女渊。公子是在谈心渊吗？公子，渊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在遇到公子前，渊一直以为此生悲凉不过只是某个人可悲的影子。之前渊也一直不明白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但是现在渊明白了，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为了遇到公子。所有黑暗都留给过往，从遇见公子开始，凛冬散尽，星河长明。天女渊，不要做傻事。渊，你在做什么？凌渊，你以为可以永远控制我吗？忘了跟你说了，在把蛙皇天仙诀交给你之前，渊动了一些小手段。凌渊，你我本该就是一体，既然如此，就恢复到最开始的状态吧。渊，难道你……不，你不能这样！渊，你啊，怎么回事？愿为江水，与君重逢。不要！愿为江水，与君重逢。愿为江水，与君重逢。凌渊，没事吧？本宫没事。金乌石太子，死来！君逍遥，休得猖狂！本太子也修炼出了后天混沌体。金乌石太子，死来！君逍遥，休得猖狂！本太子也修炼出了后天混沌体。创世纪，神之光！
君逍遥，哪怕本太子死，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太阳宝轮，无上禁忌之间的差距吗？这金乌石太子，死来！难道君家神子真的是无可战胜的吗？这等人物太危险了，必须扼杀在萌芽之中。没办法了，诸位，施展出那招吧。只能如此了，活着才有机会成为传奇，没人会记住一个死人的光辉。那是什么？这是何等手段！君逍遥，死吧！那是诛仙剑，这就是你们的最终底牌吗？七皇联手，势可诛仙。君逍遥，这就是上天赐予你的最后礼物。斩！怎么回事？这股波动怎么可能会在神虚世界内出现？那是什么？糊涂啊！成功了吗？哼！什么？竟然还没死？这怎么可能？怎会？这君逍遥真的是不败的吗？不愧是神子大人。这就是上苍赐予的杀招吗？的确恐怖，竟然令我受创了。快上！不能给他恢复的时间。君逍遥对你们一语而言，应该也是大威胁。你们难道不出手吗？出手！青公子，你看，连你守护的仙域之人都要杀你，不如你加入我涂山地族，成为小女子的夫婿如何？青公子，你看，连你守护的仙域之人都要杀你，不如你加入我涂山地族，成为小女子的夫婿如何？不用废话，要上，一起吧。啊，可惜呢，家园难觅啊。天皇大手印！哈哈，君某何德何能，能让仙域、异域两界天骄一起围杀？能让我们如此多的人围杀你，君逍遥，你死也该瞑目啊！来吧，让本神子见识一下，所谓的两界天骄究竟有何能为？魔威释放！极煞之掌！三界光明，竟无自生，一念黑暗，举世沉沦。恐怖，太恐怖了！那股波动若沾到一点，绝对粉身碎骨。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吗？这怪物还死不了！神子，这古弟子是想找死啊！古弟子，哼，我虽受创，却也不是你一人可以挑战的，是吗？这是神奇念，那是七罪神奇念，怎么可能？古弟子怎么可能操控青帝的神奇念？哼，
古弟子，你可真是机关算尽啊！竟然还没死！终于要结束了，君逍遥，你的传奇将在今日落下帷幕。世人只会记得成功者，失败者没有被人铭记的资格。终于要结束了，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君逍遥不可能再有其他底牌了。不可能！君逍遥不可能再有其他底牌了。不好，是最后一道神奇念！完了，一切都完了。唉，最终还是没办法了。一切都完了，需要去通知九天仙域各方不朽势力，大战将起了。还有这尊神奇恶念需要制约，不然定会让生灵涂炭。哎，哪有那么容易？想要制约这神奇恶念，需要不止一位大帝。因为太古盟约的关系，现在仙域的无上大帝少得可怜，短时间内哪里找几尊大帝啊？情况不太妙。神奇恶念若破封，哪怕我们几人联手，也绝对不可能镇压。会有奇迹诞生吗？这是此方世界自成规则。晚辈君家君逍遥见过前辈。君家后人，当初吾也曾与君家原始古帝论道，不知他是否还在？原始古帝，看来自家的水也很深。此方世界为你所创？正是。奇怪，你仿佛是一片虚无，是跳出了天地间的艺术，难怪你能创造出这方世界。说不定你真有一丝希望。前辈，此刻神奇恶念将要破封，神虚世界将毁，到时候将是九天仙域的浩劫。你可知吾为何会诞生神奇恶念？这不知。吾有执念，甚至至死不休。敢问前辈有何执念？吾想建造人间仙界，而神虚世界就是吾的一个实验。吾要人间仙界，人人可成仙，人人可长生，永世太平。但吾失败了，神虚世界就是失败留下的产物，所以吾不甘，执念不灭，从而形成了神奇恶念。但吾知晓，其日后会成为隐患，故此将其一分为七，分别镇压，但还是难以逃脱今日。但吾知晓，其日后会成为隐患，故此将其一分为七，分别镇压，但还是难以逃脱今日。那青帝前辈，神奇恶念就无法阻止了吗？原本的确无希望，但你这个艺术的出现，或许能改变一切。请前辈明言，只要晚辈能做到，一定会做。吾能以特殊方法将神奇恶念封建在你的内宇宙中，但你的内宇宙若承受不住，会直接毁灭，你本人也会陨落身亡。这个风险和代价，你能承受吗？请前辈出手，晚辈承受得住。好。
谁能救救我们仙域？这怎么回事？君家神子这是怎么了？这不可能！不对，有古怪，那并非是他本身的力量。不好，神子有危险！来吧，我君逍遥不惧一切。那尊虚影是青帝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神子大人以自己的身体封印了神奇念，这怎么可能办到？难道神子体内拥有一个内宇宙或者小世界？不过他才只是圣主境界啊！神子果真和无悔大人一样，为我仙域满心赤诚。好机会！古弟子，你是找死！古弟子，你敢！成王败寇，胜者为王。只要本弟子能杀了你，得到天道王冠，哪管他洪水滔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结束了。见过天子。见过天子。天子？难道是那一位？天子。神子君逍遥。天子？难道是那一位？天子。神子君逍遥。难道你才是七皇之一？该死！看来你才是真正的七皇之一。君逍遥，你是上天必诛的对象，还有何遗言？哦，你就这么有信心能诛杀我？知道九指圣龙帝？当然知道，曾光耀万世，盖压一个纪元的存在。那你知道九指圣龙帝的手指因谁而断吗？难道他那一指因我而断？安心上路吧，君家有我就够了。希望你说话算数。那是乱古大帝的乱天秘术，现在祭出秘术还有何用？结束了。我一直期待有人能败我，因为站在巅峰有点冷。真的死了？我们撤。可惜了，一位奇男子。神子大人，神子怎会？怎么可能？逍遥，明明我应该开心的，可为什么死了？一位传奇落幕。死了好，但是天道王冠。天道王冠显示，神子真的陨落了，君逍遥真的死了，但可惜。君家那位天子在想什么？君别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正道成帝有何难？不会真有废物需要这天道王冠来正帝吧？恭喜天子！看来你认为我做错了。轻言不敢。结束了。哎，离我远一点。云长，有些事情没得选择。如果我不是七皇之一，如果他不是君逍遥，或许我们会成为真正的朋友。那个君逍遥真是个妖孽，要不是他牺牲自我，封印神奇恶念，怕是君别离都不一定能打败他。
君逍遥真是个妖孽，要不是他牺牲自我，封印神奇恶念，怕是君别离都不一定能打败他。不过没关系，君逍遥已经死了，接下来我需要人仙教的全部资源。青衣，之后我们可以一同前往人仙教的残仙遗址，若你愿意，还可跟我回9天之上的家族。季青衣，季道一，看来你比青衣想象中的还要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青衣才是七皇之一啊！季青衣，你这个贱人，给我等着！青衣可不愿成为谁的辅助者，这个大事也将有属于青衣自己的一份光辉。君逍遥，若非万不得已，青衣着实不愿与你为敌。而事实也证明，青衣的选择是对的，和你为敌没有好处。不过，你真的陨落了吗？不对，如果君逍遥真是诈死的话，那上苍不可能降下天道王冠，君逍遥再算计，也算计不过天呢。可惜了，原本以为君逍遥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他的绝对实力加上我的谋算，两人联手足以主宰这个大事。算了，君逍遥传奇落幕后，将是种子出世、野花盛开的时代，百花齐放，百舸争流。谁能接替君逍遥的地位和气运很重要。我该去寻找一位种子级人物合作了。君别离，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做了什么？我不过是顺应上苍之意而已。前辈，我这只是一道法身，您对我出手完全没有意义。唉，年轻人，你好自为之。君别离，我们主脉不会轻易放过你。一切后果我一人承担。圣龙帝前辈曾说，他唯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后人能弥补他年轻时的遗憾。不知道主人现在在哪里？师尊，发生什么事了吗？没有，一切平静。圣医，你安心闭关修炼吧。是吗？青灵前辈，真的不把君逍遥陨落的消息告诉圣医吗？你以为圣医察觉不到吗？前辈是说圣医已经知晓君逍遥出事了，他应该是察觉到了，不过他对君逍遥抱有绝对的信心。那前辈认为君逍遥是否真的陨落了？这我并不清楚，但君逍遥这次的对手可是上苍啊。道虚，暂且息怒，君家那边还暂时没有行动，毕竟这次和君家隐脉相关，我等不好直接插手。若事情真的确定下来了，那些对我孙儿出手的人，我都不会放过。那是当然，逍遥也是我们江家少主，刘唐有一半江家的血脉。已经确定了，逍遥的命牌碎裂，应该是真的陨落了。该死，那隐脉的君别离怎么有胆子敢这样做？18，先别急，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还需再做定夺。没错，如果是其他势力，直接灭了即可，但隐脉还需斟酌一二。那难道逍遥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当然不是，但若真要和隐脉开战，还需要经过诸位谷祖同意才能发动。敢问天命老祖，诸位谷祖是否有降下过谕令？
诸位谷祖未降下谕令，难道是因为逍遥没死？但不可能啊！天道王冠都降下来了。诸位放心吧，那些谷祖自然有他们的打算。若真惹怒了我君家，便是掀翻这苍天，又有何难？诸位谷祖的意思，难道是……别急，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但也是该敲打敲打某些势力了。君别离见过主脉的前辈，尔等可有交代？日后别离自当前往君家主脉负荆请罪。这是负荆请罪能解决之事吗？这日后别离自当前往君家主脉负荆请罪。这是负荆请罪能解决之事吗？这君泰啊，你还是老脾气，就别拉下脸刁难后生了。是你，君翠花，你这个老不死的还活着？你还活着，老身怎么可能会死啊？看来你要保下这小子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切皆有定数。有因必有果，他日再看吧。很快，一切都会有结果。这是……九儿，多少年了，我终于找到了让你复苏、与我共长生的办法，那就是让你也拥有成为大帝的资质。你们或许很疑惑吧？为什么我不惜背负血脉相残的骂名，也要得到天道王冠？只因为我放不下他。或许很自私，但没办法，也许人都是自私的。接下来，我也会让隐脉回归主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你们想听个故事吗？很久没跟人说过了。喂，你这家伙不认识路吗？喂，要不先去我家吧，我泡茶给你喝。喂，你这人怎么不会笑啊？看上去有点呆呆的。如果能修炼的话，那日后就来找我吧。我并不会祈求谁的原谅，即便千夫所指，万人唾弃，也无所谓。况且，这本就是隐脉回归的条件。天子大人，难道让隐脉回归的条件就是……没错，让隐脉回归的条件就是让我得到天道王冠。正是这个不可能完成的条件，君逍遥他完成了。所以，其实天子大人本身对神子大人是没有敌意的。那是当然。说实话，对于这位惊艳寰宇的后起之秀，我也很感慨。那天子大人认为，神子大人是否真的陨落了？这不能确定。但他既然这样做了，就证明这是他的选择。你还是那么年轻。而我已经这么老了。秋儿，你在我心中还是初见模样。这次沉眠后，
我可能难以再醒过来了。不会，我会用尽任何办法，也会将你救醒。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这是梦吗？我答应你的，做到了。放心，若君逍遥真不死，那日后我甘愿臣服于他，回报此大恩。若他真陨落了，那轮回之后，我再为他做牛做马。天子大人，您何必如此？君逍遥对青儿有恩，就是对我有恩，光是让隐脉回归，弥补不了这个恩。该死！你们君家疯了不成？让罪魁祸首出来下跪谢罪，尔等莫要放肆！那就来试试。两方啊，都各退一步吧。眼下异域大敌当前，也的确不是内战的时候。是我错了，我是罪人，不该暗算仙域的英雄君逍遥。该死的，这君逍遥死了多有气魄！这回貌似有些玩大了。虽然耍了苍天一回有点爽，但这代价可不小啊。那君别离下手还真不轻。恭喜宿主已经到达终结古路尽头，是否签到？系统，你在玩我？签到。恭喜宿主在终结古路尽头签到。恭喜宿主，此次签到获得幸运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10连签到奖励。这是10连抽，这么爽吗？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偷天换日大法。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斩天诀。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九仙逆命丹。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道仙众魔诀。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万物土。恭喜宿主获得8星奖励，道之本源。恭喜宿主获得8星奖励，准地冰，大罗剑胎，可剑化。恭喜宿主获得8星奖励，三生仙药。恭喜宿主获得9星奖励，信仰之种。恭喜宿主获得10星奖励，上苍黑血。这下是真要起飞了。待我回到仙域之时，不知会是何种情况。多少年了，这个璀璨的黄金大事终于等来了。见过圣阎罗大人。
诸神的黄昏将要降临，新的大事将要开创。无上的真主说，越是灾劫的乱世，越是需要真理与信仰。信春哥，不对，信五谷兰圣教，可得永生。追寻真理之子，遵循真主的荣光。天幕难道又发生什么变故了？难道是又有沉眠的禁忌人物要复苏了？嘘，不要多言，小心惹上不祥的因果。这不是九天仙域的天地规则，这里是哪儿？与九天仙域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这神奇恶念给我的内宇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不破不立。只要有世界树，我的内宇宙将会向前迈进一大步。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成功了，这还是多亏了前辈出力，晚辈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地方而已。你不必自谦，说不定你真有可能完成吾之遗志，打造人间仙域。另外，你可知你还拥有什么？排名3000体质第一的命运虚无者。命运虚无者，3000体质，命运为王。世间万物都自有其运行的轨迹，但你却是跳出了命运长河的存在，没有人能探寻你的因果，连天也不能。前辈，以前曾有过与我同样的命运虚无者吗？命运虚无者，因为太过逆天，古往今来都几乎没有被发现过，甚至许多人认为这种体质原本就不存在，只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但吾曾在古史卷书中探寻到了一丝痕迹。吾不知他的姓名，不知他的来历，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存在过，只知道他有一个代号——算命师。算命师？算了，现在你该想的不是这些，而是如何在异域活下去。原来这是异域。神奇恶念已被封印，无关你肉身已碎灭，短时间难以恢复。吾所留33品混沌青莲，可助你再塑身躯，更可拥有比肩混沌体的威能。多谢前辈相赠。不必，这就算是你帮吾解决了神奇恶念这一恶果的报答吧。既然决定在异域探查情况，那么荒古圣体很难让我行动。对了，混沌青莲能给我带来混沌体质。既然如此，君逍遥，想到如果异域出了一尊万古无双的混沌体，想想都觉得刺激。偷天换日大法能隐藏气息，屏蔽探查，甚至强到连因果都可以隐瞒和改变。有了偷天换日大法，其他人就难以轻易探查出我的来历。倒是可以用这万物土栽培世界树。如果将道之本源融入荒古圣体的话，是真的要起飞了。信仰之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道心众魔诀不就是绝佳的传教圣典吗？这东西貌似同异域的黑暗物质有关，莫非是源头之一？而上苍之上又是什么？在何处？这滴黑血又是谁的？
低贱的黑皮族，上供的日子来了。大人，前段时间不是刚上供吗？怎么现在又有？你这是在质疑吗？小的不敢。如今我界与仙域战争日渐频繁，需要消耗的资源自然也更多。原石、草药、金属矿物都交出来。你们太过分了！小雨，不要冲动。哟，不错。对了，还有你们族的女人也要征收一些，用来慰劳我族的将士。你们这些畜生！有胆识的小子，可惜太愚蠢了。小雨，今日你们若不从，便把你们整个黑皮族都给屠了。反正你们这些低贱的奴族，像是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同意，我们同意。阿兰姐姐，孩子，如果我够强的话，我太弱了。天幕到底怎么了？最近时常有动静，莫非出现了什么变故？如果我能得到的话，这样苟且偷生又有什么意思？不如赌一把。不错，这次的收获太大了，我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准至尊境，而且这还不是极限。随着内宇宙的扩张，我甚至不用刻意修炼，境界都会水涨船高。而且我的内宇宙也是终于蜕变成了微尘世界。混沌青莲所画出的混沌体质，应该要不了几个月就可以成型。不过融入了道之本源的荒古圣体，想要彻底蜕变为准先天圣体道胎，估计需要一段时间。有意思，没想到有人敢来这处禁地，而且还是肉体凡胎。这奴族少年倒是一个传教的好人选，而且亲手打造一位气运之子，也是挺有意思。该死啊！果然，我不是画本故事里的人物吗？尔等可想变强，挣脱命运。是谁？吾是命运的规划主，是创世的主宰，是诸天的源头，是永恒的终末。一切由吾而始，一切将由吾终。果然，天不亡我！伟大的命运与创世之神，请救救我！我愿意成为您永恒的信徒。这是，果然，不愧是伟大的创世之神，不朽之王。拓跋羽拜见命运与创世之神。诵吾真名者，轮回中得见永生。多谢命运与创世之神的恩赐。拓跋羽愿永生永世，虔诚信仰命运与创世之神。道仙众魔诀，不愧是命运与创世之神赐予的无上功法。我一定要将命运与创世之神的荣光照耀所有奴族。棋子已经落下了，新一轮的布局开始了。
道心铸魔诀，不愧是命运与创世之神赐予的无上功法。我一定要将命运与创世之神的荣光照耀所有奴族。棋子已经落下了，新一轮的布局开始了。接下来就看拓跋羽怎么办。我可是赐予了他相当于自己1/1000的修炼天赋。害你天了，这就是命运与创世之神大人的赏赐吗？我一定不能让神奇大人失望。是你小子，真是来找死吗？小雨不要！今天我拓跋羽就要告诉你们，我永不为奴。小雨，姐姐，没事，之后再跟你说。姐姐，你一定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对于姐姐，拓跋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命运与创世之神的荣光告诉了姐姐。什么？命运与创世之神？这门命运与创世之神大人赐予的功法，你拿去修炼。不单是你，其他人也要修炼。之后，甚至其他奴族也要修炼，让他们一起信仰命运与创世之神大人。我要让命运与创世之神大人的荣光照耀所有被欺压的奴族。父王，叫秦雪来有何事？最近天幕那里有些不寻常，说不定会有什么机缘，也许可以找到让你体内寒冰天骨恢复的方法。秦雪明白了。对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火炎王族那边传讯了，炎皇子想娶你为妾。父王，这不可能！如果单纯只是火炎王族，那为父勉强也可以承受压力，但不知怎么的，他们竟然和黑孔雀一族搭上了关系。清雪，你不只是为了自己，也要为整个家族考虑啊。是啊，清雪小姐。让清雪自己静一静吧。不错，拓跋羽已经开始干活了。这是至尊神血，不错，蜕变成至尊神血后，还可孕育出第4至尊术。此外，之前的3大至尊骨神通也可施展，并不影响。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天幕深处签到。天幕深处签到？这就是斩天诀的威势吗？现在的我远比过去的我要强大太多太多，几乎可以说是轻易的碾压过去的自己。虽然是准至尊境，但我现在的实力加上肉身恢复，估计准至尊大圆满也奈何不了我。又有生灵来天幕了，而且这次是王族生灵。那位就是冰莲王族的王女，飞晴雪吗？不愧是我天幕大洲知名的美人。美人又如何？还不是一个花瓢。听说要被火炎王族的炎皇子收为妾室。可惜了。清雪，你果然来了。清雪，你嫁我为妾，对你我和背后的家族都有好处。万一之后和仙域的2界大战再起，
你们冰灵王族再死掉几人，比如你的父亲冰灵天尊，到时候或许你们连王族地位都无法保持了。你在威胁我？当然不是，没那个必要。嫁给我对你有好处，说不定我们还能双修，演变出冰火双极体什么的。你那废了的寒冰天骨不要也罢。你只让晴雪觉得恶心。费晴雪，别不识好歹。本皇子和黑孔雀一族的天之骄子可是有关系的。之后天幕大洲天仙宴开启，我会前去赴宴。到时你若再不答应，休怪本皇子难以保持风度。抱歉了，父王，但是晴雪受不了这种侮辱，宁愿一死。可恶，宁愿死也不从我。你想死我还不同意呢，你死了，谁来实施我的计划？那难道是世界树？是不朽王的气息。不是命运的规划主，是创世的主宰，是诸天的源头，是纪元终末。飞晴雪参见无上。接下来君逍遥自然又是一番忽悠，当然只画大名可不行。最后君逍遥也是将道星种罗诀赐予了飞晴雪，不但如此，他还赐予了一滴血，让飞晴雪的寒冰天骨蜕变为了寒冰道骨。多谢命运与创世之神的赐予，小女子飞晴雪愿成为命运与创世之神的永恒信徒。一位低层的奴族少年，一位废了天骨的没落王母。虽说现在暂时不准备渗透王族，不过棋子也已经提前埋下了。还有天仙宴，倒是有点意思。这种异象，难道我异域又有绝世妖孽要诞生了？天地共鸣，这是一尊何等妖孽？难道又是某不朽地族的种子出世了？果然，大事出真龙了！这种妖孽出现，对我界有大好处。又有一位妖孽要现世吗？这样也好，仙域这一带怪物不少。不过好在君逍遥已经陨落了，最大的隐患已经被拔除。真不知道又有什么妖孽要出世。怎么，大姐又思春了？啊，是想男人了，不过可惜我界当代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眼的。哎，三妹，你说你的红绳曾经释放出了姻缘红信，对象是仙域君家的神子君逍遥。的确，
那君逍遥啊，是一位万古无双的奇男子，不仅容貌无双，实力也是冠绝仙域当代。原本小妹想把他拐来我界，可惜最后以身封印神奇恶念，遭仙域之人灭杀。唉，真是可惜，难得有个男人能引起姐姐我的兴趣，真想试试他的长短。对了，我们五姐妹招亲的日子也是定下来了，到时候只能看看谁能入眼了。对了，月月姐，五妹已经消失一段时间了，没关系吗？小五啊，她不过是抗拒招亲而已，之后再找她就行了。感觉貌似还不错，不知道真正的混沌体在我面前够不够看呢？准先天圣体道胎还需要蜕变一段时间，是时候出世了，也刚好测试一下混沌体质的实力。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进入天幕深处。有了这滴上苍黑血，说不定很多异域的诡异禁地，我都可以进入探索。这是观其正文，应该是十分古老的能量牵引着，而此地有如此多陨落强者的关谷，这些能量都聚集在了一处。那是，难道末世神话要开启了吗？那是，难道末世神话要开启了吗？前辈，那六芒星代表着什么？黑暗六芒星代表末日神话中给仙域带去末日的灭世六王将要觉醒了。找，快去给我找！一定要将拥有黑暗序列印记的逆世天骄给我找来！一定要给我去找到那位黑暗序列印记拥有者！一定要找到那位逆天骄子！我要将女儿嫁给他！我要10个女儿，只要那位妖孽够强，都嫁给他又有何妨？仙元、不死药、准地兵，只要我们有的，统统都可以给，只要能招揽到那位妖孽。神死了，魔灭了，我却活了下来。我能感觉得到，这个纪元才是真正的大争之时。我秉持天命，降临在了这个属于我的称王时代。若猜得不错，应该是异域这边的种子级人。该死，是谁？这是混沌体。兄台，你可知道我是谁？哪怕你是混沌体，看在同为我界生灵的份上，你休要自误。一块磨刀石，也这么多废话。找死！这才像话。斩天诀，仙魔等域，鱼海万劫，阎王法相。
种子级天骄有这么难缠吗？你以为只有你才有异象吗？不，我秉持天命，应运而生。我是无敌的存在，是灭世诸王之一。你是哪一方不朽地族的传人？可知我乃是黑暗序列，地位崇高。若杀了我，你所在的地族要生生世世背负大罪名。我本就不是异域生灵，何须背负什么大罪名？杀你，理所当然。什么？怎么可能？你不是我界生灵。我当然不是异域生灵，我来此只为颠覆异域。真是愚昧！自己透露身份，是想逼我杀你吗？当你说出这话的时候，你就注定要死。你错了，我主动说出，是因为我要杀你。你是找死！我吞噬。差不多了。什么意思？我对自身实力了解的差不多了，你这块磨刀石的价值也没有了。试一下至尊神血所酝酿出的第4至尊术。怎么可能？神死了，磨灭了，我都可还活着，怎么会死在你手中？现在的种子级天骄都这么难杀吗？还需要记出我这么多手？这是灭世六王，秉持天命，覆灭仙域，如为黑暗，序列1。灭世六王，覆灭仙域，序列1，有点意思。难不成我取代了一位黑暗序列，将来会成为为覆灭仙域的灭世六王之一？接下来就是签到了。恭喜宿主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8星奖励，映照诸天。映照诸天，所以说这就是用来装逼的。日后我的力量越强，映照诸天的力量也就越强，说不定真的可以达到送我真名者，轮回中得见永生。接下来就是离开天幕，探查异域的各种情报。9大天书之一的魂书，很有可能在赤霄一脉的赤红羽手中。还有那鬼面女子和异域彼岸一族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我的父亲，他和赤霄王一战后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在异域？该死，贱丫头，给我站住！竟然敢欺骗戏耍我等！活该，是你们这群白痴太笨了，看不出小姑奶奶我的幻术。哼！逃啊！你这死丫头，有种再逃！前面就是天幕内部，你若踏入，必死！劝你赶快把血皇不死药交出来！尔等晚辈，见我还不速速跪拜！该死，贱丫头，给我站住！竟然敢欺骗戏耍我等！给我上！生擒了那白毛丫头！嘿嘿，二傻子们再见了，姑奶奶去也！那是什么？难道是陈年的老古董苏醒了？莫非是准地族，或者是不朽地族天骄深入其中，
现在出来了。这位前辈，您从哪里来啊？嗯，我从天幕来。什么？哇，听声音像是一个帅哥哥耶！丫头，该死！你想跟到什么时候？真是帅的掉渣呀！纯纯只是想要探查出他的身份，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小不点，你想探查什么？多谢前辈救了纯纯，这株血皇不死药送给前辈。不必，我也没救过你。有点意思，不知道圣衣姐怎么样了。不过她应该不会相信我陨落的事实吧？纯纯还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叫我先生就可以了。先生？因为我喜欢传教育人。传教我知道，育人是喜欢教书吗？不，是生理上的育人。先生可别吓唬纯纯，纯纯也不是小孩子，已经可以生小孩子了。先生，接下来你要去哪里啊？四处云游。那先生知道天幕大洲即将举办的天仙宴吗？天仙宴？没错，天幕大洲有诸多神异之地，除了天幕外，还有一处地方名叫堕仙岭。堕仙岭上长着一株天仙树，传闻乃是以一滴鲜血滋养起来的古树，其叶片都蕴含仙道纹路。以仙灵液泡茶，一杯就可以让人原地悟道。此外，还有更为稀有的天仙果，1000年一结果，如今也不过才结出几颗而已。先知血滋养的天仙树，那就去天仙宴吧。好哎！终于到了，不过天仙宴要过几天才开启。先生，我们可以先入城等待几日，这样才和先生的气质匹配嘛。看来这炎皇子是铁了心了，要收冰灵王族的王女飞清雪为妾。不过你们有没有听说，飞清雪在天幕中似乎得到了什么大机缘？没错，她的境界竟然突破到了圣人王，而且听说那块废骨也恢复了，貌似变得更强了。飞清雪，本皇子倒是没想到，你还真在天幕中得到了大机缘，土鸡变凤凰。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改变不了冰灵王族没落的事实，你也改变不了嫁给本皇子为妾的命运。你已经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刚好天仙宴将要开启，不如趁着这个好日子，你直接嫁给我吧。想要娶我为妾，你有那个能耐吗？真以为你在天幕得到一点奇遇，就可目中无人吗？绝对灵动。皇子大人！冰灵王族的王女手段倒是果决。是10大顶尖王族之一的黑孔雀王族，那位是黑孔雀王族的年轻高手孔祥。这位孔祥不仅本身实力不俗，他更有一位表姐，名叫孔芊芊，实力比起年轻一辈10大天王都不差多少。这位孔祥不仅本身实力不俗，他更有一位表姐，名叫孔芊芊，实力比起年轻一辈10大天王都不差多少。哎呀，我这位便宜朋友可真是可怜，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到手啊！你
这贱人！哎，炎皇子啊，你可是有些狼狈啊，连个女人都搞不定。让孔祥兄见笑了。没关系，你我都是朋友，小事情而已。难不成这冰灵王族还敢拒绝我吗？那就先谢过孔祥兄了。我朋友能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今日话撂在这里，天仙宴之后，炎皇子会收你为妾，没意见吧？我飞晴雪死也不会成为炎皇子的妾室。另外，你也很恶心。你说什么？我的话不会重复第二遍。大胆！飞晴雪，你竟然敢这样和孔祥兄说话！有意思，真有意思。装清高的女人我见多了，但最后她们还是一个个跪在我的脚下，抢着舔我的鞋子。孔祥公子，还请宽恕我族飞晴雪的顶撞，我们会安排她择日下嫁给炎皇子。诸位长老，你们……哎，本公子其实也是很好说话的，让这飞晴雪跪下，爬到我脚下舔我的鞋子，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孔祥公子，这不做吗？可以，只是这后果不知你们冰灵王族担不担得起。我觉得你可以先做一个示范。这是哪家的公子？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可以示范一下如何趴在地上舔鞋子。英雄救美这一套可有些俗了吧？而且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去救呢？你是何人，敢如此放肆？前辈何必装作年轻人戏耍我等？前辈，我可当不起这个身份呢。我说过，你可以示范一下如何趴在地上舔别人鞋子。那是因为我身份比他高，实力比他强。那简单，我实力比你强，现在就可以杀了你。那是因为我身份比他高，实力比他强。那简单，我实力比你强，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别太过了，我是黑孔雀王族的人，我的表姐是孔芊芊，更和不朽地族人物有婚约在身。哼，嫁给地族算什么？也不过是个小老婆而已，屁都不是。好了，我耐心有限。我做。这股气息好强啊，好恐怖的气息，至尊之上。这位公子到底是什么来历？敢这样得罪黑孔雀王族？是啊，这可是把火焰王族和黑孔雀王族都得罪死了呀。为什么呢？抱歉，我有洁癖。这不准备招待我一下吗？哦，好的，公子随晴雪来。我的乖乖，那位白衣公子到底是何方神圣？难道真是地族传人？完全没听说过呀。不过若是没有大背景的话，估计也得罪不起黑孔雀王族吧。那就拭目以待吧。孔祥陨落，他的表姐孔芊芊肯定不会放过此人。等天仙宴开启，有好戏看喽！你知道我为何要救你吗？晴雪不知，为什么呢？哼，我是命运与创世之神，行走在人间的代言人，是他的传教者与意志的化身。飞晴雪见过神使大人。你不必紧张，称呼我为先生即可。只要虔诚信仰命运与创世之神，神会垂青他的信徒。那是自然。
晴雪是命运与创世之神大人的永恒信徒，愿意为其奉献一切。很好，我也知道你们冰灵王族的处境的确不算太好，但没关系，神会庇佑你。你接下来可以将神赐予的道心种魔诀交给族中其他人修炼，然后将你们整个族群默默变强。之后等我的命令安排，再将道心种魔诀传到其他王族、将族之中。晴雪谨遵先生之命。好了，接下来就静待天仙宴开始吧。另外，让你们族那些长老也无需担心，火炎王族和黑孔雀王族麻烦，我不会置之不理。多谢先生。另外，让你们族那些长老也无需担心，火炎王族和黑孔雀王族麻烦，我不会置之不理。多谢先生。晴雪小姐，那位公子的身份是？诸位长老不必担忧，诸位长老不用担心这种事，等到天仙殿，一切自见分晓。你们根本不知道先生拥有何等来历，他背后站着的又是何等无上伟大的存在。天仙宴将要开启了。听说这次天仙树上共结有5枚天仙果，不知谁能有幸尝到。你就别想了，连仙灵液泡的仙茶都不一定能喝到1杯，还想着天仙果呢。别说喝仙茶，哪怕只是闻到一缕茶香，就足以让人升华了。对了，还有前几日灭杀了炎皇子和孔祥的那位神秘公子，不知是否会赴宴啊？应该会去吧，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先生，天仙宴将要开启了。走吧。是冰灵王族。果然，那位神秘公子也要参加天仙宴，有看头了。这次神虚世界计划，我界惨败，年轻一辈除了地族的蒲妖和涂山潇潇外，竟然全数陨落，真是令人吃惊啊！更令人吃惊的是，听说横扫我界的仙域天骄只有1人，那人乃是仙域君家的神子，名叫君逍遥，听闻是一个万古无双的绝世奇男子。银良，你这话说的好像我界没有好男儿的一样。倒也不是如此，前段时间不是有异象惊天，黑色六芒星显化天穹之上，有人传言可能是末日神话之中的黑暗序列苏醒了。就是不知道那位黑暗序列是何方神圣，说不定等战神学府开启，就可以看到黑暗序列现身了呢。那是一涛族的天骄，果然有准地族天骄现身。战神学府真的要开启了？应该是了，之前我也听过消息，仙域那边的至高学府9天仙院已经开启。想要培养真正的核心精英，我界自然也要有应对措施。战神学府开启，势在必行。战神学府那可是我界的至高学府，数个纪元未曾开启过，没想到要在这个大时开启，不知将会掀起何等风云。其实天幕大洲的天仙宴之所以开启，也是为了战神学府做准备，想要提升我天幕大洲年轻一辈的竞争力。黑孔雀王族的枭女来了，她身边那位是？难道是不朽地族之人？没错，明兆一族的李九明，10大天王中战力敢排进前3的存在，真正的地族精英，领军人物之一啊！吓死我了，还以为是孔芊芊的那位夫婿来了。他若前来，还有我们什么事儿？孔芊芊身边那位男子，好像是李九明的一位仆从，这次随他前来，应该是来助长声势的。芊芊小姐，主人说他需要闭关，准备战神学府之事，
这次让我陪您前来采摘仙灵叶和天仙果，芊芊小姐是因为您那位表弟的事情吗？放心，这件事我会解决的。我那表弟虽不成器，但终归和我有些血缘关系。击杀他的那位白色男子今日若出现，就别让他离开了。那位白衣公子竟然真的来了，胆子还真是大，明知道龚芊芊会在天仙宴驾临，这次可还有地族之人随同，这位公子怕是有些不妙啊。就是你杀了我的表弟。没听到芊芊小姐问你话吗？敢做却不敢承认吗？吴坤，怎么了？没什么。诸位骄子，天仙宴要开启了，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解决吧。他若敢登山，就顺势解决他吧。好了，诸位，天仙宴开始吧。天仙树就在那上面了。哇，要有天仙果吃了！先生，我们这天仙宴倒是有些无趣，那就直接去摘采吧。走吧。我举报他作弊！怎么回事？这后背倒是有点东西，竟然难以探查出其气息，并没有任何异状，一切照常进行。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那我们来此参加天仙宴的意义是什么？以他的速度，不论仙灵宴还是天仙果，估计都会落在他的手中。他也要有那个命去享受啊！难不成他敢一人得罪我们所有的王族、准地族乃至地族？这就是天仙树吗？哇，要有天仙果吃了！是个不错的宝贝。那是，那气息有点像是……这年轻人还真是……先生，这……不必担心，小不点，清雪，泡茶。好啊！先生，茶泡好了。好茶。这位朋友，你这样做的有点过分了吧？没错，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兄台，这可是做的有些绝了。这位道兄，做人可不能这样啊！说那么多干嘛？直接出手抢就行了。吴坤，此人有些诡异。此人的确有些诡异，我竟然也无法探查出他的气息。不过没关系，他还分不了天。真没想到能在天仙宴上看到这一幕。是啊，历届天仙宴哪次不是龙争虎斗、针锋相对？哪像这次，所有天骄都被一人镇住了。一人镇住了整个天幕大洲年轻一代。这位公子，不知银铃是否有幸可尝一杯仙茶呢？
你算什么东西？该死！这位公子，不知银铃是否有幸可尝一杯仙茶呢？你算什么东西？诸位，你们甘心吗？当然不甘心。他手里还有一些仙灵液，我们可以联手夺过来。我们难道要联手？这也有点儿……此人的确诡异，若是不联手的话，的确难以对付。住手！我奉了主人之命，除了要帮芊芊小姐得到一枚天仙果外，主人也需要一枚天仙果，所以识相的话，交出3枚天仙果。虽然是苍蝇，但总是聒噪，也是烦人。一起上吧，天仙果就摆在这里，你们能拿到，那就是你们的本事。实在是太嚣张了！一起上，上！不要怕，一起上！大家一起出手，难道他还能横扫我们所有人不成？就这，哼，给你机会了，你不中用啊？怎么会？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和魔羯一族有什么关系？魔羯一族传闻那一脉无上帝族，万法不侵，掌控有法力免疫之能。对了，方才此人施展出来的，的确像是法力免疫的效果。难怪他这么厉害。没想到真的是不朽地族传人。魔羯地族这一族的族人数量极为稀少，而且非常神秘。没想到现在就有传人出来行走世间了。虽然像是魔羯地族的能力，但此子真是那一脉的人吗？老夫倒是未曾听说过那一脉有什么动静。地族传人高高在上，不轻易行走天下，又岂会像你这般？而且我家主人也是知道魔羯一族的天骄，其中似乎并没有你这一号人物。你的能力莫非是从哪里偷学来的，或者是相似的？你今日若不说清楚，怕是魔羯地族之后也会找你麻烦，他们不会允许此能力流传出去给外人。魔羯地族又算什么？也有资格与我的血脉相比？你大胆！真是猖狂自大之辈！既然不是魔羯一族的人，那杀了也没关系吧？真是猖狂自大之辈！既然不是魔羯一族的人，那杀了也没关系吧？让我来会会你！哇，先生竟然这么强！那是自然，先生可不是一般人呢。怎么可能？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这才是主地族天骄的威势啊！再来！还有你。冥蛇动九天，够了，吴坤，我们一起上，不能再让此子成凶。今日此子必死无疑。什么？准至尊？现在来比一比。混沌体，准至尊级别的混沌体，怎么可能？天哪，真的是那种气息！混沌体，万古无双的混沌体。一位混沌
沌体出世，这是我界的大事啊！你竟然是混沌体！该死，连死了都要连累我。先生竟然是混沌体！先生不愧是命运与创世之神行走在人间的代言人，连体质都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还是我们演出了呀！没想到这位公子竟然是混沌体。是啊，白担心了。出手吧！够了，哪怕是混沌体，也不能冒犯地祖之威。是明照一族的邪眼，明照之眼，邪眼附神，有趣。混沌体又如何？还不是要败在我吴坤的手中？不过是在分心体悟这一道的奥妙，还真以为能束缚本公子不成？天神之矛！不过是在分心体悟这一道的奥妙，还真以为能束缚本公子不成？天神之矛！这是明照帝族的不世天骄李九明。敢动我的人，不得不说你胆子很大。给你个机会，前来我明照一族负荆请罪，还可。一缕神魂元灵，还没有与本公子对话的资格。太可怕了！我也不是没有见过准至尊强者，但这气息简直和那些准至尊不在一个层级上。你哪怕是混沌体，也不能招惹我明照帝族。现在的你已经杀了诸多王族，还有准地族天将，若是再杀我们，那明照一族和黑孔雀王族都不会放过你的。小友，点到为止吧。你已经得罪了许多王族和准地族了，不能再得罪真正的地族了。就是啊，你是混沌体，天资无限，不必给自己树立这么多敌人啊。现在的局面你也看到了，你混沌体的确是强，那又如何？还是不能招惹我等地族。这样吧，你把5枚天仙果交出来，说不定主人不会追究你冒犯他之罪过。也罢。交出天仙果和仙灵叶，我那表弟之死便算了吧。所以你们就是欺我没有背景。你虽然是混沌体，却也要明白我界的规则。这样，你若交出天仙果，我未尝不可让你加入黑孔雀王族或者明照一族。也对，你说的的确不错。你明白就好。哎，那位混沌体在干什么？难道……你是命运的规划主，是创世的主宰，是诸天的源头，是永恒的终末，是不朽之王，参见不朽，参见不朽！怎么可能？背后站着一位不朽？不可能！他到底是来自哪一脉地族啊？现在，本公子有资格杀你们了吗？这……求求公子饶了我吧！芊芊愿意为奴为婢，您怎么对我都可以，怎么摧残蹂躏我都可以，就是别杀我！求求公子饶了我吧！芊芊愿意为奴为婢，您怎么对我都可以，怎么摧残蹂躏我都可以，就是别杀我！这不过只是伟大的命运与创世之神的一个仆从而已，就把你们吓成这样。若是真正的命运与创世之神降世，你们又会震惊成什么样子呢？没想到这位盘一公子来头竟然这么大，看来是我们眼拙了呀。
小姐能与这等人物有交集，是她的福分呐。拿去吧。晴雪，还有你。多谢先生。先生，这太珍贵了。收下吧。多谢先生。若是我们冰莲皇族能抱起这位公子的大腿，小友啊，天仙果不是这样服用的呀。就让我看看，7杯仙茶，3枚天仙果，能让我实力提升多少？好恐怖的气息！不愧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不能以常理夺之。可以想象，我界会因为这位混沌体而再现风波。是啊，那些地族精英、封存的弟子、古族传人，估计都会按捺不住，想要和这位混沌体切磋吧。老夫倒是有些期待。这位混沌体与各大地族天骄争锋的场景了。到时候战神学府开启，不知道这位混沌体能不能争夺到战神称号。现在看来，这位混沌体有无敌之姿，很有可能啊。这就是混沌体的妖孽天赋吗？妖孽，绝世大妖孽！我怎么感觉那些地族精英、领军人物突破起来都没这么快？仔细点，把感觉去掉。这就是无双的混沌体啊！如果能和这位公子结合双修就好了，一定会有莫大好处。这就是无双的混沌体啊！如果能和这位公子结合双修就好了，一定会有莫大好处。给这位公子生猴子，后代会不会也继承混沌血脉啊？你们想多了，混沌体大人会看上你们吗？这些如狼似虎的饥渴女人，真以为先生会看上你们这种庸脂俗粉吗？除了实力提升到了准至尊小圆满，还有混沌仙气外，我还从天仙果中提炼出了法则碎片。如果有更多的法则碎片就好了。恭喜小友境界大涨。这天仙树是无主之物，的确是无主之物，或者说是公共之物。那好，小友不要冲动。被仙之血淬炼的树木，连枝桠都堪比仙晶了，看来还是很难抗拒。小心！既然是无主之物，那么自然是有缘者得之。无奈，本公子平平无奇，就是运气稍好了一点。对了，小友啊，关于战神学府的事情，和你说一下。战神学府，战神学府若开启，将会有8方妖孽汇聚。小友若想磨练混沌体，去战神学府是最好不过的选择。原本我有前往9天仙院接受仙级传承的资格，但一番机缘际遇，却是流落到了异域。不过异域战神学府开启，其中也应该有和仙院差不多的顶级传承，这算是东窗不亮西窗亮。先生，离战神学府开启还有一段时间，先生若不嫌弃，可前往我族暂时休憩。也好，我们走吧。该死！
冷静啊！对呀，击杀皇子殿下的可是一位混沌体，背后更是有神秘的不朽之王撑腰。那位混沌体或许是某个隐世地族的种子级人物，不可招惹。老祖传话，绝对不可招惹那位混沌体。同时，把我族侵占冰灵王族的那些城池土地全部交出去。老祖传话，绝对不可招惹那位混沌体。同时，把我族侵占冰灵王族的那些城池土地全部交出去，甚至还要准备大批资源前往冰灵王族谢罪。什么？老祖之言，此子绝不可招惹。哎，你听说没？芊芊小姐在天仙宴上被人击杀了。没错。击杀芊芊小姐的乃是一位混沌体。天哪，那种逆天体质竟然现世了！不但如此，那位混沌体默念真名，有不朽虚影降临。难道真的如传说那般，那尊混沌体来自一脉古老的隐世地族？吾等求见老祖。此事吾已知晓，待吾推算一番。让吾来推算，尔等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可能？只有两种结果。第一，那混沌体根本就没有过去，是一片虚无，不存在的人，但那不可能。第二，就是有至强者屏蔽抹去了他的因果，最少也得是不朽之王以上，比吾强太多了。莫非真是隐世地族？可是未曾听闻过呀。老祖，够了，尔等不要沾染此事。那老祖，这仇怨就这么算了吗？原本我族还和明照地族有联姻，那此事就让明照一族解决吧，或许他们有那个底气。是。看来那尊混沌体真是有天大的来头啊，连老祖都记得。看来那位混沌体真是来头大过天，连明照一族都记得。也可能明照地族不愿因为一个孔芊芊而和混沌体其背后的不朽之王交恶吧。我李九明期待和混沌体在战神学府碰面切磋。地族精英嘛，倒是有点兴趣。先生，地族之人没一个是善茬子，一定要小心呢。你这小不点也会关心人了？哪有？只是怕先生一不小心着了道，之后没人给我喂食。父王，多谢小友驾临我冰霜城，当真是让我冰灵王族蓬荜生辉。哪里，冰灵族长不必多礼。哈哈哈哈！小友不知，火炎王族之前来了，不但把霸占的土地退回来了，更是赔礼道歉，并且约定互不侵犯。难怪，
冰灵族长难道就不好奇我背后有什么势力吗？小友说笑了，小友的来历，我等怎敢查探？族长不必如此，我可以直说，我背后站着的不是什么隐世地族，而是命运神教。命运神教？父王之前不是好奇女儿在天幕中得到了何等机缘吗？晴雪，你的意思是？随后，飞晴雪便是将他所经历的事情都告诉了冰灵天尊和在场的一些长老。什么？命运与创世之神？是神的恩赐，让你残废的寒冰天骨转为了斗骨。小友是命运与创世之神行走在人间的使者，还有那尊神秘的不朽之王，竟然是那尊神的仆人。酝酿的差不多了，族长，我能解你族一时之患，但要知道，在我界实力之上，没有真正的实力，受人庇护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冰灵王族愿不愿意加入我命运神教，信奉伟大且至高无上的命运与创世之神？我命运神教有一至高功法，名叫道心种魔诀。晴雪她已经修炼了，她的修为进步，你们也是知道的。你们只要信奉命运与创世之神，也可修炼此功法，举族实力都会提升一个等级。你们只要信奉命运与创世之神，也可修炼此功法，举族实力都会提升一个等级。到时候，哪怕是火焰王族，也会被你们甩在身后，随手可灭。若还不信，那便先将一段法诀交给你体悟吧。能加入命运神教，是我们冰灵王族之幸。族长果然是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不过，我命运神教暂未显示，以后的一切我都会有安排。那是自然，我等自当遵从神使之令。哼，倒也不用如此，只要虔诚信仰，不要轻易泄露我教的秘密就行。你们冰灵王族还是你们冰灵王族。多谢神使。自神虚世界开始，一切都是急匆匆的，也该慢下来了。局已经一点点布下，接下来就是等待战神学府开启。对于搜刮异域的机缘，我倒是挺感兴趣的。照这样下去，应该要不了几个月，就能再度结出天仙果。刚好，我也欠缺法则碎片。第一道法则就选择肉身法则了。黑皮族反了！这些卑贱的奴族都反了！该死！他们的实力怎么强了那么多？上！多谢拓跋羽大人，没有拓跋羽大人，我们可能现在还在受独眼巨人族的欺压。没错，拓跋羽大人是真正的英雄。诸位，我拓跋羽只不过是一个反抗者，你们真正应该信奉、应该赞美的，是伟大的命运与创世之神，是伟大无上的神奇大人，改变了我们奴族悲惨的命运。我等愿永为命运与创世之神的虔诚信徒。是伟大的命运与创世之神，是伟大无上的神奇大人，改变了我们奴族悲惨的命运。我等愿永为命运与创世之神的虔诚信徒。
但受欺压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奴族。谁愿意和我一起去解放更多的奴族？我血骨族愿追随拓跋羽大人和命运与创世之神。我地精族愿追随拓跋羽大人和命运与创世之神。哎，是少主闭关之地，战神学府开启，少主也要出关了。啊！返祖之眼，没想到少主已经将明照邪眼修炼到了如此地步。参见少主。虽然孔芊芊只是我乡中的一名小妾，但终归是我的人。混沌体倒是有点过了，真以为有神秘的不朽撑腰就能肆无忌惮吗？去战神学府看看那混沌体究竟有几分本事？推测不出那位混沌体的来历吗？到底出自哪一脉地族？难道是出自不可言之地的那几脉？嘘，那几脉不是我等能妄加推测的，天灾己不朽，哪怕只是在议论时谈到，都能有所感应。那该怎么做？我魔界地族的唯一神通能力不能外传。弟子尚未苏醒吗？还差些时日。那等弟子苏醒，让他去调查解决吧。也好，毕竟弟子乃是我界7小弟之一，出事时也需要一场大战，刚好拿混沌体来磨刀。花莲，看来你管理的彼岸组织不是太好啊。谁知道玄月那小丫头会背叛呢？明明她是组织里最为冷血麻木、最为无情的存在。哼，是啊，最冷血无情的，最后反倒是先动了情，背叛了我彼岸一族。不过没想到玄月那丫头竟然那么命大，活了下来，竟然还回到了我界。不过没想到玄月那丫头竟然那么命大，活了下来，竟然还回到了我界。战神学府已经开启，接下来我要前往。至于玄月，你在抓到了之后就交给我吧。我要当着无数生灵的面将其折磨致死。我彼岸一族不允许有叛徒出现。啊，真是有点舍不得呢。毕竟玄月是那样锋利的一把刀。背叛者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哼，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不过是一支脉而已，还如此嚣张。彼岸天女大人应该也快苏醒了吧？毕竟当初是她钦点我去找到玄月这把刀的。战神学府开启了，应该会遇到一些有趣的家伙呢。倒是大姐他们一心准备招亲之事，连这等盛会都不参加。我婉婉才不会靠男人修炼呢。将来我看中的男子，最少也应该是得到战神封号的男子。对了，还有之前三姐说过，她的姻缘红线曾和仙域君家的神子系在一起过，真的是有点荒谬。算了，还是先前往战神学府吧。小黑，备马。是，公主殿下。我感知到了第一王的气息，看来他已经苏醒了。真想快点见到他呢。还有第五王的气息，看来在这个时代是真的有可能打开位于不可言之地的道路，得到禁忌传承呢。
混沌体对付10大天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七小弟可不同，那些可是真正的年轻至尊。这也说不定，混沌体的战力你也看在眼中，灭杀乌坤那种准至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那就拭目以待吧。这混沌体如果真的前往战神学府，必然会和明照一族的李九明一战。没错，那可是10大天王中战力前3的强大存在。哼，除了修为境界稍弱七小弟，其他方面并不差多少。真是令人期待呀！看来异域黑暗物质的起源和不可言之地有一定关系。这些黑暗物质造就了异域生灵的强大，但也并非良药。若彻底堕入其中，理智都会被完全吞噬。父亲会不会也对不可言之地感兴趣？你们有没有听说啊？这次战神学府似乎有10个准战神的席位。我也听说了，好像是天幕大洲那边出了一位混沌体。那可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啊！我界有多久没有出现过混沌体了？哼，也难怪会被战神学府相中。不过一上来就得到准战神的身份，未免有些不妥吧？毕竟10大天王级别的存在都还没封，更别说七小弟级别的逆天人物了。也是，混沌体天赋绝对无双，但是资历貌似不太行，唯一的战绩也就是在天幕大洲的天仙宴上横扫了4方而已。哼，没有经过考验，谁有资格白白得到准战神的身份？哼，混沌体又如何？准战神的身份谁也不能跟我抢。不要，看来你也并不想让那尊混沌体白白的得到准战神的身份。啊，是古族的天骄古痴，金甲一族金斩，加上我们2个，哈哈，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准战神名额应该是靠自己争取，而不是靠战神学院的内定施舍。不过没关系，李九明不是还和那混沌体有约战吗？他如果打不过李九明，还有什么脸去得到准战神身份？把眼红说的这么冠冕堂皇，还真有你们的。听说涂山5位的公主的招亲宴也将定下来，到时候一定要参加。嘿嘿，你也只能看个热闹了，难道真以为自己有那个资格去其中的一位？嘿嘿，我当然只是看热闹。不过你说，会不会有大佬一下子把5姐妹都娶了？哼，我看你是在做梦，这怎么可能？哪怕是陈眠的弟子，古老隐世地族传人，也没有那个资格吧？原来是4公主。4公主此言差矣，那混沌体才出世不久，本就没什么资历，让他成为内定的准战神，对他未必是好事。那你就有资历了。没实力的人才会谈论资历，有实力的人可无视一切。这位就是天幕大洲现世的那位混沌体。混沌体？为何感觉此人如何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应该是错觉，君逍遥已经陨落了。这位就是混沌体吗？五妹，你怎么在这里？那是涂山5公主。涂山5公主一直跟在混沌体身边，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一点惊讶都没有啊？你的狐狸尾巴，我会看不出来吗？难道五妹真的找到了真命天子？
见过穆老。这位就是混沌体吗？果然是货真价实的。前辈谬赞了，晚辈也就占了一个体质的便宜而已。小友，直接前往内院吧，什么检测关卡都不用做了。这会不会有些不妥？嘿，小友客气了。别说进入内院，准战神的身份已经内定了你一位了，以后你就拥有了最大的资源调度权限。这倒是让晚辈有些受宠若惊。哪里，这都是你应得的。穆老，可否容晚辈唐突一句？混沌体资质虽逆天，但就这样直接得到一个准战神身份，是否有些不妥？你觉得不公，那就向学院的诸位古老无上诉苦去。小友，那就随我前往内院吧。穆老，在下倒是想会一会这位战神学院新受封的准战神究竟有几分能耐。那就来吧。穆老，在下倒是想会一会这位战神学院新受封的准战神究竟有几分能耐。那就来吧。真是有趣啊！爽快。我想你理解错误了。什么意思？我不是指你一人，10大天王级的天骄皆有资格一起出手。不愧是混沌体呀！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混沌体，你未免有些自傲了吧？是看不起本少主吗？实话实说罢了。哈哈，真是一个狂徒！李九明，你先别出手，让我来会会这个心高气傲的家伙。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吗？不退冥王！哇，果然是准至尊修为。不愧是混沌体，那位的眼光还真是……唉，怎么可能？那尊混沌体……不可大意，出手！天雷极焰！哈，成功了！算了，我啊！不愧是混沌体呀！李九明，出手吧，别让我产生10大天王都是弱鸡的错觉。哪怕是七小弟也不会这般开口。混沌体，你过了。实话实说罢了。出手吧，让我主动，你将没有出手的机会。出手吧，让我主动，你将没有出手的机会。
传闻李九明所掌控的明照邪眼拥有返祖之相，不愧是明照地族的少主。的确有不朽之姿。果然好厉害，我不一定打得过他。放心吧，他绝对不是先生的对手。这么肯定？那是当然。先生从天幕走出，未尝一败，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尽过全力。你这妮子，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哪有那么轻易？还需要经过观察。我纯纯的真命天子，一定是最完美的。邪眼封神。倒有点自知之明，这才有点意思。那是明照地族的准仙器，绝望之眼的仿制品。到现在才能让我提起一丝兴趣。竟然还没事，这也太离谱了吧！本少主就不信这个邪。返祖之能，邪眼悬空，天地极。可不能让混沌体出事。这天诀，这位公子，点到为止，差不多得了。真正的至尊，哼！之前约战的也是李九明，现在才过几招就想结束吗？你过分了！哼，自找罪受。哼，那是什么力量？小辈放肆！杜老，点到为止。放心，少主，老朽懂得分寸，只是教训一下这个目中无人的后人罢了。教育本公子，你也配？是。至尊又如何？死了！混沌体以准至尊修为，杀了一位至尊，一位真正的至尊。准至尊逆杀至尊，这是何等资质啊！杜老，这究竟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怪物？哼，混沌体绝世无双。四姐，看到了吧？我就说先生没问题的。好厉害！如果能够跟他切磋交流。公主殿下还从来没有露出过这种表情呢。唉，混沌体怕是真的要名震10大洲了。不急，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10大天王中，还有谁是他的对手？不知道排名第1的彼岸王子是否有机会？再不济，只有沉眠的弟子出世，才能制住他了。小友的实力果真令人大开眼界呀！现在应该没有人会质疑小友能得到准战神身份了吧？对了，小友随我前往内院吧。那位古老无上也是想见见你。可以。这位公子，不知婉婉日后可有幸和公子切磋交流一番？切，我没听错吧？涂山地族的公主竟然主动邀约了。听说之后，涂山地族还要举办招亲会，这混沌体怕是要成为全体男性的公敌了。可以。多谢了。
我看除了陈绵的弟子天女外，应该没有谁是混沌体的对手了。就是啊，哪怕是10大天王中排名第1的彼岸王子，估计也不是君逍遥的对手吧？嘘，别乱说，若被彼岸王子知晓，你小命难保。这就是战神学府。在这战神学府地下，应是有一处龙脉吧？哈哈哈，这是自然。我战神学府蕴养一界英才，气运汇聚，自有龙脉镇压。那位前辈就居住在此地，老朽就不进去了。那位前辈就居住在此地，老朽就不进去了。多谢前辈带路。哈哈，小友客气了。此子他日必定飞黄腾达，现在打好关系也不错。此地算是龙脉的一处源头，龙气最为浓郁之地。姑娘，此地主人不在吗？你就是混沌体，我果然没有看错。这女子就是那位看中我的古老无上，绝对不是至尊7境的修为，是准不朽。探查不出你的因果与过去，像是一片迷雾，没有任何来历和源头。实话实说，你是仙域之人吗？潜伏进战神学府有何目的？前辈何出此言？你的来历很奇怪，是有大人物刻意帮你隐瞒吗？晚辈的准战神身份，应该是前辈帮忙举荐的吧？既然如此，前辈若认为晚辈是仙域派过来的卧底的话，那么晚辈离开便是。所谓的准战神身份，不要也罢。你知道我是谁吗？学府的古老无上。我名洛香菱，但世人更习惯称我为洛王。洛王前辈，你若怀疑在下，大可不必以准战神身份招晚辈前来。之前说你是仙域之人，只是试探你一下，现在看来，我的确没有看错。你不论实力、心性、天赋，都是绝佳之资，担得起准战神的身份。唯一让我有点疑惑的，就是探查不了你的过去与因果，但能感觉得到你背后，貌似的确有一尊不朽存在。哼，洛王前辈谬赞了。晚辈只是有些好奇，洛王前辈与晚辈从未相识，为何举荐晚辈成为准战神？难道只是因为混沌体？既然是我推举你成为准战神的，那么你有没有兴趣成为我的弟子呢？多谢洛王前辈好意，但晚辈恕难从命。自己的路要靠自己来走，自己的道只有自己知道。既然是我推举你成为准战神的，那么你有没有兴趣成为我的弟子呢？多谢洛王前辈好意，但晚辈恕难从命。自己的路要靠自己来走，自己的道只有自己知道。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一个男子。虽然我以神奇恶念伪造了一尊神秘不朽，但终归是假的。如果真有一位准不朽在我背后撑腰，那我在异域行事也会更加方便。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攻略这位洛王。看来必须得敲开这位洛王的心房，知晓他的身份来历和过去，这样才能从中找出他的软肋，
从而一举攻陷。唉，我并不想吃软饭，除非形势所逼呀。你以后就在这里修炼吧，旁边还有房间。另外，虽然我们不能成为师徒，但在修炼上有什么疑惑，也可以问我。那就多谢洛王前辈了。在战神学府有我在，应该没谁会刁难你。多谢洛王前辈，实在是让晚辈有些受宠若惊。对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晚辈玉逍遥。玉逍遥，逍遥，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某个老怪物转世啊？香菱前辈说笑了，逍遥应该也不算老吧。不过你对道的理解，倒是令我都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日后我若突破成为不朽之王，一定有你的功劳。那倒是逍遥的荣幸了。这混沌体是真的牛皮啊，连洛王亲自邀请都拒绝了。哼，真是脑子秀逗了。如果是我，巴不得磕头求洛王大人收留我呢。就是，真是不懂得把握时机。什么？那位混沌体竟然和洛王大人住在一起了？难道洛王大人想老牛吃嫩草？你瞎说！洛王大人是何等超然的存在，混沌体哪怕年轻一辈无敌，在他眼中也应该没什么分量吧？最好是这样，不然的话，我的心会碎。哼，你心碎个屁啊！混沌体没机会，你更没机会。什么？先生和洛王住在一起了？纯纯小姐，先生不会是那么随便的人。他或许只是在那里修炼。没错，先生才不是那种凡庸之人。听说那洛王长得很漂亮，有多漂亮啊？五妹，我听说那位公子与洛王在一起，还没回来吗？对了，直接跟莫老说，让先生出来见我们。离招亲也不远了。到时候这妮子怎么办呢？逍遥，你的一些见解，当真令我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香菱前辈的话，同样令逍遥醍醐灌顶。门外有人来了。看来小友这段时间和洛王大人交流获益匪浅呐。有所收获吧？不知穆老来自何事？是涂山地族的公主想让小友过去。明白了。既然有事，那便去吧。逍遥告辞。先生，这段时间你都在干嘛呀？这段时间胃不太好，吃了一点软饭。吃软饭？以先生的修为，还需要吃饭吗？对了，听说先生和洛王住在一起了，他长得好看吗？的确很美。是吗？小不点，整天脑袋瓜子里都在想什么东西啊？公子，你总算是来了。之前可是答应过我要和我切磋的。我之前答应过婉婉姑娘，自然可以。那去演武场吧。那位是混沌体啊，他竟然来了。红颜祸水啊！只是正常的切磋而已。逍遥公子，请。来吧。婉婉就不客气了。逍遥公子可不要小看了婉婉。
好强！好强！不愧是混沌体啊，实力当真不是盖的。那是当然，虽然心里有点嫉妒，但是天赋实力摆在那里，有什么办法呢？逍遥公子，接我这一招！怎么回事？哦，有点意思。狐妖本相。公主殿下，抱歉，出手有些不知轻重，还望婉婉姑娘莫要见怪。我没事。婉婉姑娘，逍遥公子，之后还有机会和你切磋吗？有点意思，静观其变吧。当然可以，随时恭候。有需要的话，来找我即可。多谢公子了。婉婉姐，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交谈一下。小五，你这是嫉妒了？哼，我们虽然是姐妹，但还是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明明是我先的。感情这东西可没有先来后到，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婉婉姐，你果然对先生起了心思，不行。如果再这样下去，涂山地族还需要举办招亲大会吗？公子，再多指点我一下吗？婉婉姐，你过分了。按照我说的修炼即可。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如果我能当着公主殿下的面打败那位混沌体，归来吧，禁地风魔种，去寻找属于你的力量。是谁？风魔种？我体内到底有着什么秘密？招亲大会是我唯一的机会，若是能得到力量，在大会上打败混沌体，那公主殿下……边荒吗？到时候应该就会和仙域那边接触了。逆君七皇、古弟子、龙瑶儿、羽化王等人过得可还自在，还有我的追随者燕青影、一羽等人。君家的各位，君别离。过得可还自在，还有我的追随者燕青影、一羽等人。君家的各位，君别离。他是否完成了他的承诺，让影脉回归？沉眠的种子也应该出世了吧？圣一姐他们又如何了？仙域是否已经将我遗忘了呢？真是有些期待啊。晾了洛林香这么多天，也是前往看他一下了。先放置一下，距离产生美。先生，天选盛会将要开始，您不前往吗？天选盛会？那是什么？因为战神学府选拔要求很高，名额也只有1万多个，许多天骄都难以进入，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成为学府弟子的追随者，间接进入学府修炼。先生如今名震10大洲，更是学府的准战神，不知有多少年轻俊杰、天之娇女想要追随您呢。暂时没有必要。先生，还有一件事，就是在那天选盛会上，蓝色彼岸花一脉的彼岸王子也会现身，听说他还要当众处决一人。蓝色彼岸花一脉要处决谁？听闻是彼岸一族的叛徒，在神域世界曾帮仙域的君家神子挡过招。没事，去看看也无妨。处决玄月？哼，彼岸王子吗？
天啊，那位是幽影王族的影子天骄，鬼木王族的青年才俊也来了。怎么感觉这次天选盛会比以往要热闹了许多？那是当然，毕竟出了一位准战神混沌体，估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来的吧。听说那位混沌体有谪仙之姿，实力强大，还有颜呢。爱了爱了。哼，你也不蹲下来撒泡尿照照自己，庸脂俗粉，人家混沌体大人会看得上你吗？哼，你们这群妖艳贱货都没有资格追随那位大人。哎，来了来了，战神学府的人来了。原来那位大人还没来啊，真是失望。哎，你们说混沌体大人不会不招追随者吧？那我们来了还有什么意思呀？哼，听说这次彼岸王子也要前来，我倒要看看那位混沌体敢不敢招惹10大天王之首。哼，听说这次彼岸王子也要前来，我倒要看看那位混沌体敢不敢招惹10大天王之首。反正不论如何，我相信我能够得到混沌大人的青睐。是蓝月族的月代仙子，她竟然来此要成为追随者。以月代仙子的身份，应该可以直接加入战神学府吧？估计她的目标应该是混沌体，毕竟准战神追随者的身份可比内院弟子高贵多了。看来只有月代仙子才会被混沌体选中了。月代仙子，你竟然也来了，不如随我一起如何？当然，追随者只是挂一个名头而已。多谢李九明少主相邀，可月代已经有中意的人选了。那好。哼，又是那混沌体。混沌体，光是坐在其身边都能沾染混沌之意，更别说他还有准战神身份。以我的魅力，定然能够俘获他，和他云雨。若能诞下蕴有混沌血脉的子嗣，那我在蓝月族中的地位，甚至会比那天女还要高。在场天骄中，唯有我才是最有资格被混沌体收为追随者的。我操！吓爷一跳，哪来的丑丫头，滚！身上一股味道，脏兮兮的，让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丑丫头应该死了吧？月代仙子修为可是圣人王，她这一击下去，估计那丫头没命了。竟然没死啊！切我一招还不死，你莫非也是要来此当追随者的？红衣想瞻仰那位混沌体大人。什么？瞻仰混沌体？笑死我了！一个卑贱的乞丐也想瞻仰准战神的荣光，就是，简直可笑！哼，混沌体大人的荣光，不是你一个卑贱乞丐有资格瞻仰的，我才有资格追随混沌体，跟在他的身边。哼，混沌体大人的荣光，不是你一个卑贱乞丐有资格瞻仰的，我才有资格追随混沌体，跟在他的身边。谁？参见准战神。玉逍遥。大人，我来自咒魔族，拥有咒灵之体，希望能成为大人的追随者。
大人，我来自鬼木王族，我愿意成为您的追随者。大人，我来自紫羽族，名叫紫林，只要大人能收留，哪怕为奴为婢也毫无怨言。大人，我来自准地族，蓝月族，名叫月旦，因为瞻仰大人风姿，想要成为大人的追随者，不知可否给月旦这个机会呢？你还不滚！月旦不想在大人面前动手，怕脏了大人的眼。苏弘毅，见过大人，我这就走。等等，大人不要看弘毅，弘毅丑。大人，那丫头脏得很。此女身上有着极为浓郁的诅咒之力，而且全身经脉扭曲，骨骼裂开，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大人，你叫什么名字？苏弘毅。苏弘毅。多谢大人。大人，她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来历、比奴族还低贱的野丫头，何德何能得到大人的关照啊？本公子给你2个选择：第一，接纳这滴血，杀了他，就能成为我的追随者；第二，直接离去，本公子不会让任何人找你麻烦。我没听错吧？混沌体大人要那个丫头杀了月代仙子？这怎么可能？那滴血是混沌之血啊！哪怕是混沌之血，也不可能啊！那丫头承受得住吗？月代是真心想要追随大人，愿意全身心奉献。月代实力不弱，而且活好，一定会让大人满意的。月代是真心想要追随大人，愿意全身心奉献。月代实力不弱，而且活好，一定会让大人满意的。你的选择是？贱丫头，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弘毅愿意。大人，请稍等。死来！混沌体的眼光也太毒辣了吧，这都能看出来。不过那丫头现在也就是圣人境，想要打败月代仙子也是痴人说梦。诶，那股气息，难道是那位？果然又苏醒了吗？那位的执念也太深了，轮回不休啊！看来我界的大变动将要开启了。不知那位带来的是劫还是缘呢？近段时间灭世六王苏醒的征兆出现，看来这个大事我界真要产生大变动。或许会出现史无前例的黑暗王者，与仙域来一个了断。不，我可是准地族的娇女。怎么可能？大人，不错，你可以成为我的追随者。多谢公子，我苏弘毅对天发誓，此生此世为公子所有。弘毅的一切身体乃至灵魂都是属于大人的。起来吧。是。百闻不如一见，传闻混沌体霸道无双，如今一见，果不其然。准地族天骄，随手下令灭杀。他来了。是蓝色彼岸花一脉的彼岸王子啊！乖乖，这位可是10大天王之首啊！你就是10大天王之首？混沌体玉逍遥，10大天王之中5人皆败于你之手，当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哼，
本公子倒不觉得，是我太强了。哎，逍遥兄可是过谦了，你可是以准至尊之境逆杀了一位至尊，震撼10大洲的人物呀！啊，所以你要试试吗？今日乃是天选盛会，我主要是来收追随者的。所以你要试试吗？今日乃是天选盛会，我主要是来收追随者的。你们应该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背叛。我等自当效忠追随大人。很好，不过接下来我要让你们明白，什么是背叛者的下场。不但是你们，还有在场的所有人，你们应该知道，背叛一个种族，背叛我界，究竟会是什么下场？耶，那人是？这位是我彼岸地族麾下彼岸组织中的成员，但他却是背叛了自己的种族，背叛了我界。在神虚世界，他为了仙域君家的神子挺身而出，这种背叛，我彼岸一族不允许出现。杀了他！背叛我界之人不能容忍。没错，这种叛徒必须要处死。你真的死了吗？玄月，你可曾有后悔？哼，看来是死不悔改。我今日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凌迟你这位叛徒。啊，一个可怜的丫头，因为一个谎言就加入了组织，结果坚持到现在，最后却还是落得个深陨的结局。天女大人还未苏醒，不知她会如何看待玄月。慢着。是他。逍遥公子有何指教啊？逍遥，此人有点意思。哈，不过是一个叛徒而已，如何入得了混沌体的眼？他之前卧底仙域，我对于仙域的各种消息还是蛮感兴趣的。真的吗？混沌体大人为何要救一个叛徒啊？估计是为了打探仙域的消息吧。不知道彼岸王子会不会给这个面子啊？这位就是最近名震10大洲的混沌体吗？逆杀至尊，比起天女倒也不差。如果他能救下玄月，倒也省事。哼，混沌体所求，我又怎会不答应呢？毕竟还是学府的准战神。不过嘛，之前你对于10大天王的侮辱，我不是太满意。若你能当着众人的面道一个歉，我便把玄月交给你处置，如何？之前你对于10大天王的侮辱，我不是太满意。若你能当着众人的面道一个歉，我便把玄月交给你处置，如何？这一步，他判断错了。彼岸王子，我想从始至终，你都误会了一点。本公子从来都没有请求的意思。好，什么啊？在本公子面前提条件，你配！玉逍遥，你敢偷袭我！我要的东西就是我的，记住了。混沌体，唉，连他也不行吗？看来只能等那些弟子出世，才能镇住他了。哎呀，不愧是混沌体啊！随便赐予一滴血，点化一下，乞丐都能立地成圣。不但如此，还直接打脸彼岸王子。这以彼岸王子的性格，估计心里被气炸了吧？真是强势啊！混沌体背后不仅有神秘不朽，还有洛王撑腰，真的没谁敢惹他。
不过我听说某些地族的弟子天女倒是对混沌体很感兴趣，期待到时候混沌体与那些至尊弟子的切磋。先生真的是太帅太强势了，应该也只有七小弟级别的人物才能当公子对手吧。红衣，你也先退下，换身衣服，沐浴洗净，待会儿我会去找你。红衣遵命。倒是久违了，没想到你也还活着。别以那样的目光看待我，我并不是你哥哥的替代品。另外，我救你也是有原因的，我不会因为你挺身替我挡招，就会对你有所改观。我知道。现在，你成为了彼岸组织的叛徒，还执着于让彼岸地族将你的哥哥轮回复苏吗？其实我早就应该明白，这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哥哥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什么拥有轮回转世能力、能活出几世身的顶级强者。所以，你早就不抱希望了。或许，我只是想麻痹自己，找到一个还能活着的理由。或许，我只是想麻痹自己，找到一个还能活着的理由。现在你既然知道那是一个谎言，活着的理由也没了，难道要去寻死吗？我救你，可并非是为了让你去死的。为什么？明明我伤害了江圣一，甚至差点杀了他，你也应该很想我死吧？没错，你的命对我来说随手可取，但我要你活着。还有关于彼岸地族的事情，也要你告诉我。你可是连接彼岸地族的枢纽线索之一。原来是这样吗？当然，你若听话，之后再抑郁，我也自会庇护你，让你跟在我身边。你伤势颇重，先待在学府疗伤，之后需要你时，我自会找你。对了，这个给你。多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收了我的礼，可是要加倍偿还的。这个我会记住的。公子，别紧张，既然成为了我的追随者，那就是我的人，以后没人再敢伤害你。是，红衣永远都是公子的人，只要公子不嫌弃。你是我亲自收的追随者，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毕竟公子身边都是大美人，红衣丑。对了，我还不清楚你的来历，说不定能想想办法。真的吗？随后，苏红衣也是将她的经历全盘托出，毫无保留。苏红衣自小无父无母，也不知来自哪里。她从小是被一对奴族的夫妻养大，之后这一脉奴族惨遭灭族。原来是这样。哼，红衣，你的身体很漂亮，大可不必如此自卑。公子说笑了，这般丑陋的身体怎么入得了公子的眼？这应该是一种极强的诅咒之力，倒也并非不可压制。公子，真的可以吗？这不算太难，过来。死死死！这一脉必死！我冤啊！诅咒这一脉不得好死！恨恨恨！
我吗？眼下只是将你体内的诅咒之力封印了，暂时还难以根除，日后还要寻找其他办法。公子能帮红衣封印，红衣已经是感激至极，即便日后复发，红衣也绝不会有丝毫怨言的。接下来就是等待边荒战事起，然后探查仙域那边的局势情况。对，还有洛香菱，也是该去看一下了。扶风王，你怎么来了？哼，最近论道会，洛王都没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最近没什么兴致罢了。我倒是听说，最近洛王想收那位混沌体当徒弟，最后却被拒绝了。那人着实有些不长眼啊。那是他的选择，我不会强迫任何人。哈，只是觉得那小子有些不识趣罢了。洛王，你竟然还把他留在你的院落内。扶风王，我做事情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香菱前辈，抱歉，本来是想尽早回来，不料被一些事情耽搁了。这位就是前段时间在学府闹得沸沸扬扬的混沌体。扶风王，你做什么？哼，只是想看看这位混沌体是否货真价实罢了。我还有事，你请便吧。既然如此，不打扰了。小子，即便你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但要明白，有些人不是你能高攀的。哼，高攀？抱歉，逍遥，那扶风王是因为我而针对你，其实与你无关。香菱前辈何须道歉，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好久没和你论道了，自从和你讨论后，我都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呢。哈，那倒是君某的荣幸了。好久没和你论道了，自从和你讨论后，我都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呢。哈，那倒是君某的荣幸了。虽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但还并不知洛香菱对我真正的态度如何，是时候该检测一下了。魔劫地族的魔劫弟子将要苏醒，已经有消息传出，魔劫弟子要与逍遥小友在战神山一战。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战斧山签到。魔劫弟子，战神山一战。逍遥小友，你可不能大意，那魔劫弟子实力不凡。而且他选在战神山那种地方很有深意。战神山在哪儿？战神山在我学府深处，乃是初代战神当年封兵之处。初代战神封兵之处？没错，我界年轻一代战神封号，就是沿袭了那位初代战神的名号。传闻那位初代战神有灭世之威，曾是仙域的一个噩梦。但最后初代战神封兵了，将他的兵器神器战戟插在了一处山巅之上，那就是战神山。而从那时候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人能将那柄神器战戟拔出，哪怕是准不朽也不行。灭世之威，难道？逍遥，你放心，哪怕是魔劫地族，在战神学府也不能乱来。
香菱，多谢你，也多谢穆老提醒，此事我会放在心上。我明白。对了，还有一件事告诉你，边荒战士旗属于你们的边荒历练也快要来了。仙域那边也不可小觑，出了许多妖孽，比如君家的天子。逍遥公子还没有回来吗？婉婉姐，我觉得你应该回涂山，然后老老实实等待招亲大会开启。逍遥公子还没有回来吗？婉婉姐，我觉得你应该回涂山，然后老老实实等待招亲大会开启。五妹，你这是在护食吗？哎呀，婉婉姐，人家是说真的，纯纯可能真的找到真命天子了。那怎么办？四姐，我对公子好像也有感觉了。啊！我不许！哼！说不定之后带公子回涂山，大姐他们三人也会中意呢。不行啊，先生会被榨干的。那混沌体何德何能？小黑，我们回去吧。公主殿下，这样做值得吗？小黑，你根本不知道和公子切磋有何等收获，哪怕只能得到他的一丝指点，我的实力都会有巨大进步。真的只是为了提升实力吗？那不然呢？要说喜欢，那也……公主殿下，小的始终都觉得那混沌体有些不对劲，说不定是对小姐别有图谋。小黑，看在你这么多年当我马夫的份上，这次告诫你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不允许任何人在背后说公子坏话。若再有下次，你就别再当我的马夫了。公主殿下，婉婉，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女人。还有那混沌体，我要让你付出代价。你们说混沌体会不会应战？我觉得应该不会吧。魔劫弟子可不是那种普通至尊，他的实力哪怕在至尊中也是极强的。就看混沌体如何回应了。如果不应战的话，那准战神的名头未免有点虚啊。哎，那倒不是，至尊与准至尊本身就不在一个等级上。云，哇，混沌体真是连不朽地族的弟子都不放在眼中吗？牛批！到时候我一定要去战神山观战。弟子，你已练成10重神环，需要找一个磨刀石了。那混沌体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自然知晓。弟子，你已练成10重神环，需要找一个磨刀石了。那混沌体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自然知晓。对了，还有，弄清楚那混沌体法力免疫的来源。巫族的血脉神通不能轻易流传出去。这肯定的，只要打败了他，他若愿意加入我族，自可让他保留这种能力。但若不愿加入的话，只能让他自废此神通了。弟子不可小觑那混沌体。哼，如果那混沌体在至尊境，那我自当是谨慎对待。但准至尊和至尊可是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我可不是那种普通至尊呢。那位魔劫弟子出关了，有意思，他直接前往了战神学府。跟上去，我们将见证一场精彩的天骄大战。
说不定混沌体未尝一败的传说将会在此战终结。魔界弟子已经赶来了吗？小友，其实你大可以不必应战，等突破到至尊境再说。毕竟至尊和准至尊有着极大差距。不必了，莫老，我直接前往战神山等他。诸位，你们认为这次结果会如何？混沌体的不败传说将终结。我是来此见证他失败的。兰兰姐，你怎么了？我不就是稍微教训了一下小黑而已吗？他竟然直接跑了，亏我当初把他捡回来。哎呀，不就是一个马夫吗？兰兰姐生什么气啊？算了，不管他了，我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谁叫他在背地里怀疑公子的为人呢？先生的对手可是魔羯弟子，我相信公子，他有这个能力。怪不得连洛王都想老牛吃嫩草，混沌体也太超然了吧！帅又不能当饭吃，等魔羯弟子来了，看他还是否能保持这种超然呢？帅又不能当饭吃，等魔羯弟子来了，看他还是否能保持这种超然呢？已到达签到地战神山，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战神屠戮。这就是战神屠戮，这对于我来说或许才是最需要的。这49副战神图，哪怕拿出1副来，让一位天骄参悟都能塑造出一位战神，更别说49副战神图，若能全部参悟，怕是比起鼎盛时期的乱古大帝也不差什么了。我有感悟，若能领悟这战神屠戮，加上一个灵感契机，我的本源大道神通将会演化出第3世。哎，混沌体怎么直接坐下了？大敌当前，是该调整一下心绪。我明白了，攻心为上，魔羯弟子是想让混沌体感觉到压力。没错，时间拖得越久，心态越容易波动。魔羯弟子这一手心理战术玩得真是妙啊！不知道小友能不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呀？原来如此，战神屠戮中竟然还藏有此等妙法，需要提炼出来。是魔羯弟子。哼，不愧是魔羯弟子，出场特效拉满啊！哈哈哈，这你就不懂了吧？俗话说得好，出场越帅，死得越快。混沌体，我来了。魔羯弟子，法力免疫，或许是错觉吧。之前听闻你在天幕大洲的天仙宴上动用了一种法力免疫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与你何干？好，看来是根硬骨头。既然你不说出来，那很简单，我族不可能会让血脉神通流传在外的。靓仔，你是万古无一的稀有混沌体，这样等战败你之后，你加入我族，如何？
既然你不说出来，那很简单，我族不可能会让血脉神通流传在外的。靓仔，你是万古无一的稀有混沌体，这样等战败你之后，你加入我族，如何？不妙！如果混沌体真的加入魔羯地族，那再加上魔羯弟子，日后魔羯地族岂不是有可能出2位不朽？安安姐，先让他看公子的选择吧。我相信公子不是那种宁愿居于人下的人。加入魔羯地族，然后成为你的附庸？哼，那不是，你是混沌体，地位和我齐平。我若不答应，不答应的话，哼，还是要加入，只是要吃点苦头了。我这柄刀，你们怕是握不了，反伤其身。那你可以试试。玉逍遥要做什么？他难道想要拔出神器战戟？怎么可能？这是初代战神插于此地的，连准不朽都拔不出来。没错，我听学府长老说，除非是初代战神意志的继承者，不然哪怕实力再强，也无法拔出。哦，想拔出神器战戟吗？起！这威势太恐怖了，我感觉我要被这气势撕碎了。怎么可能？啊！小友真的办到了，神器战戟认主了。那杆战戟，啊！你怎么能够拔出神器战戟？来战吧，就让本弟子看看，拔出了神器战戟的你究竟有几分实力。几分实力？呵呵，我的能力承受不起。好戏开场了，巅峰对决啊！魔羯弟子对战混沌体，而且还是拔出了神器战戟的混沌体。来战吧，就让本弟子看看，拔出了神器战戟的你究竟有几分实力。几分实力？呵呵，我的能力你承受不起。万法不侵，十重天。杀！哇！难道他早就有信心能秒杀魔羯弟子，因此才那般淡然吗？我给予任何人挑战我的权利，但我不能保证你能留命。唉，小友还是冲动了。受死！找死！大人且慢，这里是战神学府。是洛王，这位就是洛王吗？也太美了吧！洛王，你这是何意？玉逍遥，本王召的。感觉有点羡慕，是怎么回事？有洛王罩着，还修炼个屁呀！洛王大人，我也不想努力了。洛王，你真要为了此子与我魔羯地族交恶？洛王会为了一个混沌体得罪魔羯地族吗？
诸位不必闹得这么僵。又一位学府的准不朽。洛王，我觉得此事的确是魔羯地族占理，不如这样，暂时将这混沌体交给魔羯地族如何？扶风王，你……洛王，的确是混沌体有错在先，谁让他杀了魔羯弟子，我们战神学府也该明事理。你能代表战神学府吗？玉逍遥，难道你真的想让洛王为了你得罪不朽地族吗？当初是洛王赏识你，你才能够成为内定的准战神，现在你却要牵连洛王，良心何在？跟我比算计，看最后到底是谁打谁的脸。当初是洛王赏识你，你才能够成为内定的准战神，现在你却要牵连洛王，良心何在？跟我比算计，看最后到底是谁打谁的脸。香菱扶风王前辈说的对，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做下的事，就让我自己来承担后果吧。逍遥，逍遥，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玉逍遥，香菱，交给我吧。女人怎么能站在女人身后？日后逍遥若成长为绝世强者，还想保护香菱。好帅啊！好羡慕洛王啊！唉，如果我有混沌体1/10的情商，还至于单身到现在？哼，看来你还算有点担当。哈哈，不知魔界地族的准部首大人，敢不敢跟我打个赌？什么？我愿意接你一招，一招过后，生死由命。逍遥，不要！真是可笑。哦，你的底气来自于你背后的那一尊神秘不朽吗？这一赌只关乎你我二人，不关其他。好。逍遥，先生。还有何悬念？洛王，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混沌体死在本王手中，也算是无上光荣了。这是？难道说那位混沌体是黑暗序列？灭世六王之一，先生竟然是灭世六王之一啊！我懂了，难怪先生从天幕而来，他竟是陈面的黑暗序列，灭世六王之一啊！你说什么？初代战神，是初代战神，3阶战神。这怎么可能？此子竟然是灭世六王之一！这怎么可能？此子竟然是灭世六王之一！这下麻烦了。魔羯地族，大局为重，灭世六王不能出世。啊！不朽之王！哼，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是灭世六王之一？这小子一开始就藏着这手底牌，在耍我。现在你还要动手？得罪我魔羯地族，你这一步棋走得并不好。诸位，
戏看完了，各自散去吧。香菱，多谢了。不必如此。去我那儿坐坐。看来第一王已经拔出了他的灭世剑气，我的灭世剑气也将得到，到时候集齐6件灭世剑气，就可打开通往不可言之地深处的道路，得到属于灭世6王的真正传承。很快，第一王，奴奴就可以见到你，要等奴奴。逍遥，这些天已经有数脉不朽地族想要拜访你，却被你拒绝了。你若随意应承一下，他们都可以帮你挡住魔劫地族的压力。那些俗事有什么可理会的？能与香菱你对弈饮茶，才是人生乐趣所在。逍遥，你日后可是会成长为大人物的，说不定到时候我都远不如你了。还是多亏了香菱你，我才能发展得如此顺利。若我有办法，一定会让香菱你突破成为不朽。逍遥，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公子，穆老来了。穆老有何事？啊，是这样的，若无意外的话，小友可得到真正的战神封号。不过边荒历练要开始了，所以对小友的战神封号以及举办的宴会，可能要等到从边荒回来之后。那倒是无所谓，穆老大可放心，在下心里有数。学府的诸位大人可是很期待小友在边荒表现的。学府的诸位大人可是很期待小友在边荒表现的，毕竟封号战神表现不能太弱，不然容易受人诟病。不过这次边荒之行，小友还是需要小心。九天仙院那边也出了一些首席人物。我更得到消息，仙域那边貌似也有一位种子级的混沌体。对了，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边荒那边有我界不朽所留下的遗迹产生了异动。我明白了。逍遥，边荒不是善地，哪怕我随行，也不一定能护住你。香菱，放心吧，我也不能一直靠你的庇护。接下来就是突破至尊，除了自身领悟外，还需要更多的法则碎片辅助。边荒之地神秘区域众多，说不定能找到诸如法则碎片之类的东西，到时候凝聚肉身法则，直接突破到至尊。在战神的带领下，我们战神学府这次一定能在边荒大败敌人。没错，仙域那界孱弱的生灵如何挡得住我界的洪流？不妙，混沌体册封战神，本身还是灭世6王之一，异域竟然会出现一位如此恐怖的天骄。需要赶紧将这个消息传回仙域，提醒他们，不然会出大问题。仙域年轻一辈会有巨大损失。异域那边的探子传来消息了，异域那些沉眠的弟子天女也是逐渐苏醒，之后会在边荒与我仙院的弟子展开碰撞，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战神学府那边出了一位战神，他的来历大得惊人。有何来头？那位得到战神封号的年轻人是一尊混沌体。什么？虽然混沌体万古无双，
但我仙域又不是没有混沌体。如果只是混沌体，我也就不说什么了。问题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什么身份？灭世六王之一。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召集你们前来。之后边荒之战，我元弟子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击杀那位混沌体。副长老，这件事就由你去通知吧。是。这对我元弟子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呐。是召唤之钟，难不成现在就要启程前往边荒了？帝女大人，召唤之钟响起，貌似是长老那边有重要的事情宣布，不知大人……没兴趣，等边荒之地开启再提醒我吧。帝女大人，已经过了数年还没能走出来吗？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异域混沌体，听说是副长老的通知，不知道是要吩咐什么事情。应该是边荒历练要开始了吧？是龙瑶女皇。这蛮荒历练终于要来了吗？我已经等不及了。君逍遥，可惜你已经陨落了。如果还活着，倒真想再和你比一比，彻底抹去我心中的心魔。那些人是君家神子的追随者。玉婵娟，你还是不愿归顺于混沌体大人麾下吗？混沌体的追随者？你们的那位混沌体大人，若知晓你们以如此卑劣的手段要挟我，不知算不算是堕了他的名声？哼，大人才不会拘泥于这些。你是太阴圣体，对大人有用。大人乃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古今唯一，实力惊天。你若选择跟随，定然前途无量。古今唯一，前途无量。如果公子在的话。君逍遥，一个已经快被遗忘的名字。你放屁！哼，难道说错了吗？人死万事休，已逝之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哼，难道说错了吗？人死万事休，已逝之人还有什么可谈的？是仙庭一脉的人来了。属于君逍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提有何意义？一介宵小之辈而已，也敢妄言？不过是得到了一位大帝传承，就如此膨胀吗？说实话呀，没了君逍遥撑腰，你们算什么？够了！如今边荒历练在即，大敌当前，你们竟然还能如此幼稚，逞口舌之争！见过副长老。副长老召唤我等前来，就是为了边荒历练之事吗？这倒是其次，这次来是通知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你们的这次历练可能将经历极大的考验。敢问副长老，究竟是何消息？异域战神学府出现了一位战神。什么？怎么会？难道曾经悲惨血腥的历史将要重现？那位战神学府的封号战神，还是一尊混沌体。
不可能！混沌体古今无双，一个纪元能出1位已经是大事，怎么可能会出2位？没错，我家大人才是万古唯一的混沌体。异域那位会不会是冒牌货？哼！你们是认为老夫在开玩笑，还是质疑仙院的情报来源？不敢。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了，仙院的情报是不会出错的。没想到啊，我仙域的混沌体还未入世，异域的混沌体倒是先冒出来了。即便异域真出现了混沌体，那也绝不是我家大人的对手。即便异域真出现了混沌体，那也绝不是我家大人的对手。战神级别的混沌体虽然强大，但我界也非是没有能应对者。最主要的是，那位混沌体还是灭世6王之一。啊！那位混沌体竟然还是灭世6王之一！异域的混沌体来头这么大。混沌体到底有多强？所以你们这次有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围杀混沌体。不管用各种方法，单杀还是围剿，只要能够灭杀混沌体，都能得到巨额奖励以及荣誉。或许只有得到过仙级造化的天骄，或者是种子级人物才有机会吧。灭世6王级别的混沌体，还是异域战神学府的战神，哪怕是种子级天骄，也不一定挡得住吧。哪怕是我们仙域这边的混沌体出手都难说，就更别说其他人了。如果君家神子还在的话，他应该挡得住吧？没错，如果君家神子还在的话，那尊异域的混沌体又算得了什么？异域的混沌体有意思。异域混沌体，如果杀了他，将是史无前例的大功绩。混沌体，如果能得到混沌本源，对我将有大裨益。当代10大太子皆是废物，太阳神山还需我来证明。抱歉，先生，虽然我也很想和你一起去边荒，但四姐她说不行。抱歉，公子，是大姐的吩咐，说要让我们回去准备招亲大会，等到边荒之事结束后就要举办了。招亲大会？先生舍得我们嫁给其他人吗？等招亲大会开始，先生会来吗？应该会吧。好啊！逍遥，这次边荒之行，你一定要小心啊！放心吧。哼，混沌体还无需本王亲自动手。边荒气机混乱，并不属于我界规则，哪怕是不朽，也难以探查出因果，更不可能顺藤摸瓜找到我。边荒将是混沌体的埋骨沉眠之地。终于等来了边荒历练，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真想瞧见仙域那些蝼蚁恐惧的表情。混沌体大人出世，还是灭世6王之一，这个纪元我界一定能够攻破边关，占领仙域。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妖孽出现？太不正常了。哼，放心，这次边荒之行，他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一定。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妖孽出现？太不正常了。哼，放心，这次边荒之行，他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一定。你的意思是，现在他的消息，仙域应该已经知晓了。你们认为仙域会放任他成长下去吗？的确，
说不定仙域会发动斩首行动。希望如此吧。参见战神，混沌战神万岁！混沌战士，这么重而兵的称呼，不行，还需要卧底一段时间。不仅还有不可言之地需要探查。不过现在还不知道进入不可言之地的办法，但一般人连接近都做不到。我之后若想接近，就必须要得到异域完全的信任与重视。也就是说，我在边荒需要有所表现，让异域惊异，甚至震撼。虽然这样说不好，但在仙域，我的敌人也不少。是血魔地族的血滴子，火斗一族的天骄吃，祭蒙一族的祭蒙弟子。百闻不如一见，烈士六王之一，名不虚传。万古无双混沌体更是拔出了神器战戟，成为了初代战神的继承者，果真不凡。这个纪元第一个被封号为战神的人物是明昭帝族、魔羯帝族，还是楚风王？不过是一些虚名罢了，何足挂齿。希望你这位混沌战神能在边荒替我界杀出一番威名来。彼此吧。好了，诸位，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这里就是边荒，到底死了多少生灵？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界先辈战死于此，是属于他们的荣耀。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完成先辈的意志，轰破边关，马踏仙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完成先辈的意志，轰破边关，马踏仙域。没错，轰破边关，马踏仙域。好了，接下来我界大军将会与仙域大军对峙厮杀。但你们的任务并不是随军队上战场杀敌，而是深入边荒各个区域，与仙域天骄对战。仙域天骄能杀多少杀多少，将他们年轻一辈的成长之路都断绝掉，出现断层。小友，你确定不需要其他人关照吗？真金还需火炼，我顶着一个战神的名头，若是还畏首畏尾，岂不是徒惹笑话？公子，我想独自去历练。好。仙域的诸位可还好？先去天葬森林。天葬森林应该是两界天骄厮杀的主战场之一，倒是可以去里面抓一些仙域修士，打探一下关于仙域的消息。我已经有上万功勋点了，到时候可以在仙院换一些好东西。还不够，我还要变得更强，才有资格迎接主人的回归。你们到现在还相信他活着？我自然相信，主人他一定会回归的。先不说这个了，我隐隐觉得，在这天葬森林的深处有大机缘、大秘密。我们继续深入吧。
是谁？出来！是神蚕谷的天蚕子。说你们三位，眼下大敌当前，先对付这些异域生灵再说。我们也去。连准至尊都不到，不过送菜罢了。倒是仙域的种子级人物，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不过只是热身罢了。啊，这是何等手笔？那是什么？异域生灵，上！该死，这是仙域大人物留下的遗葬，撤！哈哈哈哈哈！天助我也！玉逍遥，我们发现了一处仙域机缘，却被其中傀儡追杀。你先帮我们一起铲除这傀儡，然后去争夺那处机缘。是。玉逍遥，你敢！玉逍遥，你疯了！哪怕我们有所仇怨，但现在是在边荒历练，我们都是同界之人。谁跟你是同界之人？哼，我姓君。你死吧！君逍遥，不，这不可能！可惜那彼岸王子不在，至尊级别的傀儡，怪不得会被追杀。看来那处机缘之地有点意思。这到底是哪一位大人遗留下的道场？青衣之前一路走过来，发现城墙上刻有诸多洪荒妖兽图腾，应该不是人族修士传承。啊，青衣姑娘果然聪颖，此女绝不简单。这里是在酝酿着什么吗？真的是神魔。若是能得到神魔，献给大人。若是我能得到神魔大力神通，说不定能映照其法，助我进一步蜕变，成为10变神蚕。如梦，这个机缘应该很适合你。你若能得到神魔蚁族的精粹，一定会有蜕变。可是，没想到竟然能在此地发现神魔蚁，看来这座紫金古城应该是神魔蚁族先人留下的遗葬。这神魔蚁对我有很大作用。这种魔蚁我们不贪，去古城其他地方探寻一下。慢着，玉婵娟，之前在仙院曾经给过你一个选择，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已经说过的话，我不会再重复第2遍。哈，天蚕子阁下，想必您也听闻过，那君逍遥曾令你族的元蚕道子陨落，更是将神蚕谷的神蚕公主镇压，成为了那江家神女江圣依的丫鬟。这笔账您不算回来吗？无耻之友！颜如梦，你可需要参悟这神魔蚁的秘密，我可以与你分享。更是将神蚕谷的神蚕公主镇压，成为了那江家神女江圣依的丫鬟。这笔账您不算回来吗？无耻之友！颜如梦，你可需要参悟这神魔蚁的秘密，我可以与你分享。不必了。我这是好意，可不能拒绝啊！你们真要这么做，就不怕君家、君地庭、妖神宫等势力吗？哼，何必固执追随一个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人物呢？我若提前出世，那君逍遥未必会有这般盛名。放肆！跟主人相比，你算什么？龙姬公主，我看你是磨愣了，丢尽了太古皇族的脸。
你是？怎么可能？怎么，你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准至尊修为却能击伤我，加上混沌体，你是异域的那位混沌体？真的是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他是……我们先退出去。身残封天术，哼，混沌体又如何？哼，给你机会了，你不中用啊！这怎么可能？异域混沌体，你可认识君逍遥？女人，但这种心机也要敲打敲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谋算都显得苍白可笑。不愧是混沌体。接下来，轮到你了，让我看看你还有多少力。这就是你真正的实力吗？比想象中的要强，但还不够。这就是你真正的实力吗？比想象中的要强，但还不够。仙魔图阵！得到了某一传承，还是掌控了某种大秘密？武器从来都不是根本，还是要看使用的人是谁。结束了。我输了。你要杀了我吗？你觉得我该不该这样做？你若能放过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先答应放了我。哦，什么消息？那要看你的消息有没有价值。你是灭世六王之一，对仙域威胁太大，已经在斩首卫的必杀名单上了。他们为了围剿你，特意带来了太古第9杀阵。这个消息足够了吗？你这一道痕迹蕴含了混沌之力和规则，只有我能抹除。记住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法则之地、万灵血药，还有神魔蚁。对了，这一种族拥有神魔大力神通，足可同我掌控的鲲鹏大神通、雷帝大神通比肩。难怪天蚕子等人会垂涎，连我都心动了。不过，这万灵血药对我倒是有帮助。异域生灵，死！等等，别冲动。混沌体，跟你们异域生灵没什么可说的。等等，我并非异域生灵。别想骗我，我能感知到你们那肮脏黑暗的气息。如果我是敌人的话，就不会以鲲鹏精血滋养唤醒你，而是直接炼化你了。你们在打什么算盘？我可不会被骗。如果我说我是仙域修士，你会相信吗？你觉得我是傻子吗？你看看吧，
你是荒古君家的神子君逍遥？这些都是真的，你真的是君家神子，卧底在异域。我身上的黑暗气息来源于这一滴血。这些都是真的，你真的是君家神子，卧底在异域。我身上的黑暗气息来源于这一滴血。这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快放出去！真可怕，我信了。不过你未免也太能骗了吧，把那群异域生灵骗得团团转。一点小伎俩罢了。对了，我叫小一。君逍遥。对了，我这里应该还有东西的。有一株万灵血药被我拿了。你怎么随便拿我东西啊？我没有白要你的东西，一滴混沌精血足够抵得上万灵血药了吧？你如果觉得不够，我还可以再给你。为什么？这对你也很重要吧？若猜得不错，你的父亲应该就是神魔大帝，身为英雄后人，我也自该维护。当然，如果你觉得占便宜了，我不介意参悟一下神魔大力神通。这家伙，原来你是在打我本命神通的主意。我不会白拿你的，除了混沌精血外，之后我还可以给你荒古圣体精血。不行，祖宗立下规矩，这是我族的不传神通。这是什么法门？怎么样？这诚意够足了吧？没办法了，我也只能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了。诸位列祖列宗，请原谅小一，小一也只是想变强而已。东西已经拿出来了，能参悟多少就是你的本事了。奇怪，李九明等人失去了联络，难道……何必管他们？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应该可以。那就好，将混沌体会前往大祭血帝的消息透露给他们，借刀杀人，让他们围剿那混沌体，岂不方便？的确。若真让我们出手，难免有麻烦。毕竟现在很多老家伙可是很看重那混沌体呢。哼，说成功，那就是因为准不朽欠下了我们的人情，日后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封号战神。玉逍遥，这次先与诸多种子级人物联合组成斩首大队，这一劫你能躲过吗？你在跟踪我，凌渊，我不过是担心你锋芒太盛，被异域的狩猎者针对罢了。现在你的实力未必比得了本宫，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的战功吧。凌渊，你真的像是变了一个人，不会天女渊的意识真的影响到你了吧？你这什么意思？本宫始终都是本宫，从来就不是他人。那就好，凌渊，你别忘了少皇之位是谁让给你的。对了，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在天葬森林似乎有那位异域混沌体的踪迹，已经有种子级人物陨落在了他的手中。异域混沌体威胁太大，必须要铲除。一起吧，混沌体可不是什么软柿子。哎呀，这神灵不灭术修炼起来真是麻烦。很难理解吧？我懂，毕竟这是我族专有的本命神通，其他生物想要理解还是很困难的。下辈子投胎做蚂蚁吧，我当你大哥。
唉，的确很难。都过了1个月，我还没有参透励志法则。对嘛，我就说，你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可能？你难道是我失散在外的哥哥？你想多了。大哥，教教我。当然可以教你，不过，貌似有客人来了。有客人来？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如果准备回归仙域的话，千万不能透露我的身份。我能跟着你吗？哦，可我之后要回异域。那正好，我也去异域。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要战胜敌人，就要先了解敌人。那好，你就跟着我，可以伪装成我的俘虏与战仆，只是要委屈你一下了。没关系，这点委屈算什么呀？发现了异域混沌体，上！够了！哎，霸王来了！你就是异域混沌体，我要以异域混沌体来为我苍天霸体证明。就这？这是……我怎么会？好想！现在的龙族都这么拉胯吗？不对，那好像是神魔仪。神魔仪已被我控制。住手！圣灵岛的白骨公子来了。若是能得到混沌精血的滋养，我将会产生质的蜕变。呵呵，这里倒真是热闹。今日必诛混沌体。还有谁？都出来吧！错了，不是他，也不可能是他。不愧是混沌体。求你再给点力，还是说你尽全力也就这种程度吗？一起上，无需顾忌什么。战天诀！啊，这怎么可能？魔羯一族的手段，是魔羯地族的法力免疫神环。啊，异域混沌体到底是哪一地族的？上！林渊，愣着干什么？以天地宝座烙印镇压！林渊，愣着干什么？以天地宝座烙印镇压！果然可以，好机会啊！真以为一个天地宝座烙印就能令我束手无策了？要不要我帮你啊？不至于。快退！
可恨，这尊混沌体，谁仰围剿都对付不了他。退！果然，他们还是对付不了他。他到底是谁？真的会是他吗？但怎么可能？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哪怕是大帝，也无法完全掩盖自己的因果，甚至瞒过天道。他怎么可能做到？但如果不是，那种风姿气度和行事方式，未免也太像了吧？先不管到底是不是他，但实力的确强大。千一倒是好奇，他和仙月混沌体碰在一起，孰强孰弱？接下来要去大祭血地。你到底是谁？你倒真是有勇气，就不怕我让仙庭换一位少皇？你到底是谁？你倒真是有勇气，就不怕我让仙庭换一位少皇？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有那么重要？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敌对的立场。大哥，刚刚那位好像是仙庭的人。没错，他是仙庭当代少皇。可是他对你……女人心，海底针，感情这东西很多都是虚拟的。小姨，你还小，这里面水太深，你把握不住。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啊？大祭血地，看来在大祭血地又会有好戏上演。我能感觉得到，我的力量越来越强了。我越强，就越能帮到公子。找死！血，那是血！大祭血地终于开启了，我们需要进去守株待兔。不过那尊混沌体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神蚕谷的天蚕子，听闻就是陨落在了混沌体手中。后来圣阎罗等人联合仙庭一群人一起围剿混沌体，结果也是一败涂地。提前进入大祭血地，倒是我们合力围剿，加上太古第9杀阵，我就不信杀不死那混沌体。